圆月城叶家，一个担架摆放在大厅中央，担架上是一个浑身血污、脸色苍白的昏迷少年。我现在宣布，叶云飞作为叶家世子，无德无能，在外惹是生非，屡次败坏我叶家名声。长老会已做出决定，3天后叶家族会上，如果叶云飞无法夺得族比第1名，将被废去世子之位，由叶雷接任。叶云飞将会被流放到三角镇，守护一份小产业，永远不得踏入圆月城叶家半步。一个身着紫色锦袍的老者表情冷漠，朗声向众人宣布，这个老者叫叶朝先，是叶家的一个族老。此言一出，一道道幸灾乐祸的目光望向担架上的少年。为什么？明明是那些秦家子弟主动挑衅，打伤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受人欺负，被人打伤，怎么变成了惹是生非？一个中年男子走进大厅，怒声质问。这个中年男子是叶家家主叶天鹏，担架上的少年是他的儿子叶云飞。叶天鹏得知儿子被打伤，立即赶来，却听到了叶家长老会如此决定。家主，叶云飞体内五脉封闭，不能修武，他将来如何带领我们叶家发展壮大？叶雷天赋妖孽，是我们叶家年轻一代的最强者，由叶雷来担任世子之位，才是众望所归。叶云飞多次在外惹事，让叶家声誉受损，他已没资格再待在叶家。叶朝先冷冷说道：我赞成长老会的决定。我也赞成。大厅内众人纷纷表态。哈哈，想当初我儿叶云飞7岁开脉成功，10岁踏入炼体3重，15岁踏入炼体8重，被称为圆月城史上最妖孽的天才，甚至受到帝国皇室的关注，给我们叶家带来了无尽的声誉和好处。我们叶家也抓住这个机会，一举发展成为圆月城4大家族之一。可以说叶家能有今天，我儿功不可没。想不到1个月前，我儿体内五脉突然关闭，无法修武，你们一个个就要如此落井下石，欺负他，排斥他。蓦地，叶天鹏大笑，笑声中带着悲凉。众人一时无语，因为叶天鹏所说的都是真的。就在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担架上叶云飞的眼皮开始微微跳动。然后，我好像重生了。叶云飞猛地睁开双眼，打量着周围，目光中是浓浓的震惊之色。叶云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天帝，修武仅1000年就登临宇宙星空最高峰，世人竟称叶天帝，也是唯一一个能迎来成神劫的天帝。不过叶云飞在渡劫的时候，突然遭到了世间其他3个天帝的偷袭，不但渡劫失败，还差点形神俱灭。叶云飞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重生回到了少年时代。天罗、金乌、幽怨，你们在我渡成神劫之际进行偷袭，此仇不共戴天，等我重登天帝之位，就是找你们算账之时。叶云飞目光森冷，杀意浓郁。接下来叶云飞开始查看起自己的身体，果然是混沌神脉。叶云飞暗暗点头，原来叶云飞天生就拥有世间最顶尖的五脉之一混沌神脉。混沌神脉有一个特点，就是开脉十分困难，必须要修炼一些等级较高的功法，才有可能感应得到体内的8脉，开脉成功。如果修炼一些普通的功法，就算一时侥幸开脉成功，最后也会因为和体内的神脉不匹配，使得8脉重新关闭阻塞，修为尽失。这也是为什么叶云飞开脉成功后，体内五脉会突然关闭的原因。好在上一辈子师父历尽艰辛，替我找来了世间最高级的功法之一九阳经，让我成功开脉。重生这一辈子，我的崛起依然要靠九阳经。叶云飞的心中暗暗想到，然后开始在体内运转九阳经。轰轰立即，叶云飞的体内深处有8条若隐若现的经脉，由模糊逐渐变得清晰，正在慢慢升腾而起。开脉成功，叶云飞深深呼吸了一口气，体内8脉显现，叫开脉。世间武者的修炼第一步就是开脉。开脉成功的同时，咔咔咔，叶云飞体内传出来3道隐晦的声音，类似鸡蛋壳破碎的声音。九阳经果然不凡，刚刚开脉成功就突破到炼体3重了。叶云飞十分满意。哼，家主，希望你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我们长老会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了。此时大厅中，叶朝先一声冷哼，按叶家规矩，长老会的地位最高，长老会做出的决定，家主也没有权利干涉。你们好，很好。叶天鹏脸色苍白，眼中满是痛苦之色，显得有点绝望。1个月前，叶云飞体内8脉突然消失，修为全无，根本不可能在3天后的族会比赛之上夺得第1名。叶云飞能感觉到父亲的悲凉、不甘和愤怒。父亲，你放心，如果我不想走，就凭这些垃圾，还没有能耐把我赶出叶家。叶云飞突然缓缓站了起来，淡淡说道。立即所有的目光都向叶云飞望来。飞儿，你醒了，你的伤
叶天鹏大喜：“我没事了。”叶云飞向父亲微笑：“叶云飞，你一个连五脉也没有的废物，还敢说别人是垃圾？我哥才是叶家世子的最佳人选，我劝你，还是赶紧滚出叶家吧。”一个双目狭长的少年突然跳了出来，指着叶云飞骂道：“这个少年叫叶强，是叶雷的弟弟。”赫然之间，咻！叶云飞身形一闪，瞬间来到叶强的身前，手掌抽了过去。叶云飞的速度太快了，叶强根本反应不过来。啪啪啪一阵脆响声，叶云飞已在叶强的双脸上连抽10几巴掌。然后叶云飞退回叶天鹏身旁：“以我现在的灵力境界，施展灵风神步有点勉强啊。”叶云飞心中苦笑，只不过灵风神步是一种十分高明的身法，用来对付叶强足够了。此时叶强双脸已高高肿起，犹如一个猪头。一下子之间，所有的人都是懵了。要知道，叶强可是炼体5重的实力，居然被叶云飞连打10几巴掌，怎么可能？吼该死的叶云飞，你这个废物，竟然趁我疏忽大意进行偷袭！叶强捂着脸，暴怒欲狂。不错，原来是偷袭。大厅中其他人都是松了一口气，他们如此对待叶云飞，如果叶云飞突然恢复修为，那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看来这个废物虽然体内已没有灵力，但战斗的技巧还是十分高明的，不愧是曾经名动一时的年轻妖孽。不少人心中暗暗想到：叶云飞，你这个废物，敢打我儿子！一个面目和叶天鹏有些相似的中年男子站了出来，怒吼道：“轰！”一股强大的灵力威压朝叶云飞碾压过来。这个中年男子叫叶仲年，是叶云飞的二叔，当年和叶天鹏争夺家主之位，早就反目成仇，兄弟不和。叶仲年，你动手试试！叶天鹏护子心切，一步踏前，也释放出滚滚灵力进行对抗。叶云飞，你竟敢当众行凶，殴打族中同辈！来人，把叶云飞抓起来，执行家法！叶朝先也是反应了过来，大喝道：“谁敢动我儿？”叶天鹏怒道：“父亲，放心。”叶云飞上前几步：“请问我现在还是叶家世子吗？”叶云飞直视叶朝先，冷冷问道：“当然还是。”叶朝先愣了一下，只好答道：“我身为世子，叶强当众指着我骂，侮辱我这个叶家世子，该当何罪？我好像记得叶家家规，同辈之人敢辱骂世子，要掌嘴，所以我打他几巴掌，何罪之有？你这条老狗，不但不维护叶家世子的威严，反而袒护叶强，要治我的罪，是对是错？”叶云飞凌厉的目光盯着叶朝先，一字一字问道：“你……”叶朝先竟然被质问的无话可答，气得脸皮连连抖动。因为叶家的家规确实有规定，世子地位尊崇，族人要维护世子尊严，不得轻侮。大厅中其他的人都是沉默，就连叶仲年和叶强也只能忍耐。飞儿说得好，你身为世子，叶强敢骂你，该掌嘴。叶天鹏大笑，感觉畅快了一些。叶云飞，你别得意，3天之后的族比，如果你无法夺得第1名，就不再是叶家世子，而且会被永远流放。叶仲年怨毒的目光望着叶云飞，冷笑说道：“你没机会看到这一幕的。”叶云飞淡淡说道。就在此时，施家大小姐施小蝶来了。一个下人走进大厅之中，报告说道：“施小蝶来了。”立即大厅之中气氛有点诡异了，一道道戏谑的目光望向叶云飞，因为施小蝶是叶云飞的未婚妻。父亲，我听说施小蝶是打算来退婚的。叶强压低声音对叶仲年说道，但实际上他的声音让大厅中每一个人都听得十分清楚。于是所有的人脸上都带着浓浓的嘲笑味道。圆月城有4大家族，分别是叶家、秦家、施家、吕家。施小蝶是施家家主的女儿，1年前施家家主主动上门和叶家联姻，给叶云飞和施小蝶订了婚，于是施小蝶成了叶云飞的未婚妻。施小蝶，你终于还是来了吗？叶云飞的目光变得森冷起来。根据上一辈子的记忆，施小蝶这一次来叶家确实是来退婚的。自从叶云飞体内5脉消失，无法修武之后，施小蝶就和秦家的大少爷秦安暗中勾搭上了。施家高层更希望施小蝶嫁给秦安，于是怂恿施小蝶前来退婚。这一次退婚风波传了出去，使得叶云飞成为整个圆月城的笑柄，名声更加是一落千丈。叶家的长老会更加容不下叶云飞。在族比结束之后，叶云飞被废去世子之位，流放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之上。后来圆月城其他3大家族秦家、施家、吕家联合起来打压叶家，最终灭掉了叶家。叶家家主叶天鹏苦战身亡。
秦安和施小蝶更加是带人亲自去追杀叶云飞，差点把叶云飞杀死。幸好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恰好云游路过的紫圣真君无意中出手救了叶云飞，并带着叶云飞离开了天玄大陆。从此叶云飞拜在紫圣真君门下，刻苦修炼，成为一代天帝。飞儿，你先回房间休息吧。叶天鹏望向儿子说道，他怕叶云飞承受不了。父亲，你放心，我没事。叶云飞淡笑道，施小蝶，上一辈子你给我的侮辱，我必加倍奉还。叶云飞心中冷笑道。然后一个粉衫女子带着几个下人走进大厅。这个女子长得五官精致，标准的美人脸，身段凹凸有致，恰到好处，客观地说很美，正是施小蝶。走进大厅后，施小蝶一眼就看到了叶云飞，不由露出厌恶的表情。以前叶云飞曾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他以叶云飞为荣，而现在他只想快点和这个废人撇清关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绝对不能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叶家的其他人都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知道施小蝶是来干什么的。施小姐，你如果是来找菲儿的，那就请回吧。菲儿身体有伤，需要休息。叶天鹏抢先说道，他不希望儿子当众难堪。不，我今天有些话一定要和叶云飞说清楚的。施小蝶目光转向叶云飞，叶云飞，你听着，自古龙不与蛇居，你是一个不能修武的废人，给我提鞋也不配。以后我们注定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施小蝶冷笑，施小蝶，你太过分了。叶天鹏气得手掌发抖。只不过施小蝶是施家大小姐，叶天鹏如果为难她，就是以大欺小，只能强忍。而叶朝先、叶仲年、叶强等人都是露出戏谑的笑意。施小姐说的太有道理了。叶强更加是出声讥讽。叶云飞，我这一次来。施小蝶欲要继续说话。施小蝶，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请你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叶云飞突然说话了。叶云飞，你骂我不守妇道。施小蝶一愣。施小蝶，你和我有婚约，却和秦安勾搭成奸，败坏妇道，你还有何面目踏进我叶家大门，玷污我叶家名声？叶云飞冷笑。他如何知道？施小蝶第一反应心中就是一惊，他和秦安确实是暗中好上了。然后叶云飞，你竟敢污蔑我，我回去告诉我父亲，你等着承受我们施家的怒火吧。施小蝶大怒，他不可能承认。叶云飞没证没据，你最好不要随便污蔑施小姐，到时施家追究起来，我们叶家可不会护你。叶朝先冷冷说道。咻！突然叶云飞身形一闪，快到极点，已经伸手从施小蝶脖子之上扯下来一条吊坠。施小蝶，这条吊坠刻着秦安2个字，那就是你和秦安私通的证据。叶朝先老狗，你瞪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叶云飞说道。立即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叶云飞手中的吊坠看来，那吊坠之上刻着2个细如毛发的小字，秦安。如果不细看，没人会留意。而叶云飞之所以会知道，那是因为上一辈子施小蝶和秦安追杀叶云飞的时候，曾经拿出这条吊坠向叶云飞炫耀。你！施小蝶脸色巨变。大厅中的人都是恍然，施小蝶和秦安果然有私通。施小蝶，你听好了，你行为不端，和秦安有奸情，严重败坏了我叶家的门风，你这个淫妇配不上我，所以我要休了你。这是休书。叶云飞说话间，把自己的衣衫撕下一角，用嘴咬破手指，渗出鲜血，在那角衣衫上飞快地写了一行血字：因施小蝶不守妇道，与他人私通，故立此休书休之。写完后，叶云飞手一扬，那一角衣衫不偏不倚，恰好抛在施小蝶的脸上，把她的整张脸都遮住了。什么？叶云飞把施小蝶休了？看到这一幕，所有的人都是懵了，就连叶天鹏也是目瞪口呆，怎么也想不到叶云飞竟做出这样的举动。我居然当众被休了。一时之间，施小蝶也是傻眼了，有点反应不过来。她是来主动退婚的，想不到竟被叶云飞写下休书，把她休掉了。主动退婚和被休掉，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可以想象，这件事一旦传了出去，恐怕她施小蝶将会成为圆月城的一个笑柄。从此以后，你我一刀两断，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好了，现在滚出叶家。叶云飞的眼眸之中有着一丝厌恶，语气十分冷淡。叶云飞！施小蝶尖叫了起来，巨大的怒火和无法形容的耻辱感让她的脸容扭曲得十分厉害。她是施家大小姐，一向高高在上，犹如众星捧月一般，何曾受过这样的气？叶云飞，你这个废物，你竟敢如此辱我，我杀了你！
施小蝶目光中闪烁着浓浓的怨毒，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对准叶云飞的心脏，猛地刺了过去。他是炼体6重的实力，这一剑寒怒激出，灵力激荡，荡漾起阵阵锋利的剑气。这一下变故来得太突然了，谁也料不到施小蝶敢当众杀人，所以就连叶天鹏也来不及相救，不由得目眦欲裂。太好了，杀了这个废物！叶强、叶仲年还有叶朝先等人巴不得叶云飞早死，一个个心中叫好。眼看着施小蝶手中的利剑即将刺进叶云飞的心脏，咻！叶云飞的身影一闪，恰到好处地避开了利剑。然后叶云飞右手猛然伸出，快如闪电，准确无比，一把扣住了施小蝶的脖子，轻轻一举，就好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将施小蝶凌空举了起来。咕咕，施小蝶手中的长剑无力地跌落，她只觉得呼吸十分困难，好像就要断气一样。作为天帝，叶云飞的武道经验和战斗技巧是何等的高明，更何况叶云飞所修炼过的每一种功法武技等级都远远超越天玄大陆上的所有功法武技，要对付施小蝶简单的不得了。这一幕却使得旁边所有人十分震惊，怎么可能？施小蝶是炼体6重，在叶云飞的身前居然毫无还手之力。莫非这一刻所有人脑海之中都冒出来一个念头，炼体6重的实力远不是叶强那种炼体5重能比，一个五脉闭塞的人绝不可能战胜炼体6重，除非叶云飞五脉修复了。叶天鹏更加是激动的双手微微颤抖。叶云飞，放开我家小姐！跟随施小蝶来的那几个施家下人一个个大惊失色，想冲上来救人，谁敢上前我就拧断他的脖子。叶云飞冷冷说道。那几个下人吓得立即停步。姑姑，终于施小蝶怕了，目光中露出哀求之色，她觉得快要无法呼吸，即将断气。她全身颤抖着，脸色灰白，手脚发软，一股即将死亡的可怕感觉牢牢占据了她的内心。叶云飞，还不快放开施家大小姐！叶朝先大惊叫道。飞儿，算了，再这样下去会闹出人命来的。叶天鹏也是开声劝道。如果施小蝶死在叶家，恐怕施家会立即和叶家开战，这种结果叶天鹏自然不想看到。好，叶云飞点头，随手将施小蝶抛在地面上。施小蝶无力地躺在地上，拼命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今天先饶你狗命。叶云飞微微弯腰，冷漠无情的危险目光盯着施小蝶，一字一字说道。叶云飞不会一下子就杀死施小蝶，而是要她慢慢享受家破人亡的痛苦，因为这是上一辈子叶云飞所承受的痛苦。这一刻，施小蝶发现自己好像在面对一头极度危险妖兽。施家的那几个下人连忙走上前来，抬着施小蝶急匆匆离开叶府。施小蝶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厅中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是盯着叶云飞。飞儿，你的修为？叶天鹏用颤抖的声音问道。父亲，以后我又可以修武了。叶云飞伸出手掌，一股灵力从掌心震荡出来。炼体3重。大厅中众人的目光一凝，尽管心里都有底，可经过叶云飞直接证实，难免还是有些吃惊。好，哈哈，看看以后有谁还敢说我叶天鹏的儿子是废物。叶天鹏激动的全身站立了起来，放声大笑，狂喜之情简直无法言喻。该死！叶仲年等人则是一个个脸色难看之极。哼！突然叶朝先冷哼说道，传闻大陆上有某些秘法，只要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就可以修复已经废掉的五脉。叶天鹏，好手段，想不到你竟然找来了这种秘法。叶朝先以为叶云飞恢复修为是因为叶天鹏的关系，秘法虽然稀有，但叶天鹏身为叶家的家主，或许从什么秘密的渠道得到这类秘法也是有可能的，毕竟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了。冷笑了下，叶朝先说道，只不过废掉的五脉就算再次修复也将大不如前。叶云飞以前是炼体8重，而现在只不过是区炼体3重，应该就是受这类秘法影响，根基受到了损害。不错，叶仲年、叶强等与叶云飞父子为敌的族人都是精神一振。叶云飞，就算你能重新修武，那又如何？我哥已经是炼体8重的实力，而且已经触摸到了突破到炼体9重的契机，而你现在只不过是炼体3重，还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突破到炼体9重。这一辈子你永远也无法追上我哥了，我哥才是叶家世子的最好人选。叶强露出冷笑，大声说道。什么？叶雷少爷已经触摸到突破炼体9重的契机？叶雷少爷太妖孽了，一旦突破到炼体9重，那么在圆月城的年轻一代，叶雷少爷绝对能排进前3名了。周围那些叶家族人
听了叶强的话，纷纷惊呼出声。哈哈！叶仲年忍不住得意大笑。刚才因为叶云飞突然展示灵力修为，而给他带来的沮丧和不甘已经一扫而空。叶强，你说的不错，叶雷才是我们叶家世子的最佳人选。叶朝先也是点头说道。哼，叶天鹏，你儿子闹出来这样的事情，施家必定震怒，后果严重，你看着办吧。然后叶朝先瞪了一眼叶云飞，一甩衣袖离开大厅。毕竟叶天鹏现在还是家主，叶云飞还是世子，他暂时奈何不了叶天鹏两父子。接着叶仲年带着叶强离开，其他的叶家族人都是纷纷离去。父亲，我要去一趟圆月学宫。叶云飞突然对叶天鹏说道。根据上一辈子的记忆，叶云飞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赶去圆月学宫，否则自己在圆月学宫之中唯一的一个朋友周牧将会因为自己而被秦风废掉。重生这一辈子，叶云飞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叶云飞发誓，这一辈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所在乎的所有人。飞儿，你还要去圆月学宫？叶天鹏吓了一跳。叶云飞今天被人打伤，用担架抬回叶家，元凶是秦家的子弟秦风，而地点就是圆月学宫。父亲，你放心，我自有分寸，从现在开始，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的儿子。叶云飞向父亲微微一笑，显得十分自信。然后叶云飞大步走出叶府，朝着圆月学宫的方向而去。菲儿和以前不同了。叶天鹏呆呆望着儿子的背影，竟感觉有些陌生。好，菲儿，父亲相信你。叶天鹏自语道。刚才叶云飞掌打叶强河，瞬间制服施小蝶，使得叶天鹏莫名有些放心。圆月学宫位于圆月城的东边，是一间基础性修武学堂。据说圆月城之中有一半的强者都是从圆月学宫之中走出来的，所以圆月学宫是圆月城年轻人向往的修武圣地。就连圆月城的那些大家族也会选择把族中的子弟送进圆月学宫进修。很快叶云飞就来到了圆月学宫之中。看，叶云飞那个废物又来了。奇怪了，他今天不是被秦风打伤，被人用担架抬了回去的吗？怎么看起来生龙活虎，一点事也没有？叶云飞刚走进圆月学宫，立即就引起了注意。叶云飞，你没事了吗？突然一个明眸皓齿、宛若出水芙蓉般的女孩拦住了叶云飞。这个女孩叫苏青洛，是圆月学宫的4大美女之一，宫花级的人物，是整个圆月学宫所有男学员心目中的女神，追求者无数。青洛，我没事了，多谢你关心。叶云飞望着眼前的女孩，心中阵阵暖意。自从自己成为无法修武的废人后，整个圆月学宫所有的女学员避自己如同瘟疫，只有苏青洛主动关心、嘘寒问暖，还常常鼓励叶云飞要振作。上一辈子叶云飞一直把苏青洛当成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直到后来秦安和施小蝶追杀叶云飞，苏青洛突然出现替叶云飞挡了一剑，叶云飞才知道苏青洛竟然喜欢自己。叶云飞，给，这几天我录的课堂记录，你拿回去好好复习一下。苏青洛把一块碧绿色的晶石递给叶云飞，这块晶石叫录音晶石，可以把声音记录下来。青洛，多谢你。叶云飞直视苏青洛的美眸，感激说道。没什么，大家学员一场，这是应该的，我有事先走了。被叶云飞目光盯着，苏青洛精致粉嫩的脸蛋刷得红了，竟有点慌乱，连忙借故离开了。呵呵，这只是应该的嘛。虽然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但是这份情我领了。这一辈子我保你永远平安快乐。叶云飞看着苏青洛窈窕的背影，有点慌乱的脚步，心中暗暗想到，真不知道这个废物交了什么好运。苏青洛居然对他这么好，周围早就站满了看热闹的学员，一个个羡慕嫉妒恨。废物，把录音晶石给我。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学员拦在了叶云飞身前，大声喝道。有好戏看了，吴凡又要欺负叶云飞了。那些准备离开的学员纷纷停下了脚步，充满玩味的目光望了过来。众所周知，吴凡是苏青洛的追求者之一，只可惜苏青洛从来都没有正眼望过他。叶云飞抬头，平静的目光直直盯着吴凡，平静之中又给人几分危险的感觉。这个废物今天似乎有点不同。吴凡不由得一愣。叶云飞成为无法修武的废人之后，他曾多次欺负叶云飞，每一次他从叶云飞的目光中看到的都是无奈和愤怒，今天他看到的却是可怕的平静。废物，马上把录音晶石给我，青洛的东西不是你这个废物能够拥有的。还有，我已经多次警告过你，不准再和苏青洛有任何接触，你居然敢无视我的警告。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从我双脚间爬过去，然后被我揍一顿；第二，先让我狠狠揍一顿，然后再
再从我双脚间爬过去。吴凡露出嘲讽的表情，那高大的躯体向叶云飞逼近。他是炼体2重的实力，要对付一个无法修武的废物，轻而易举。废物，其实是你们叶家的叶强少爷吩咐我这么做的，所以你觉悟吧。吴凡突然身子前探，露出狰狞的笑容，在叶云飞耳边小声说话。吴凡之所以多次找叶云飞麻烦，其实正是叶强的主意。你想死，我成全你。突然，叶云飞的目光变得森寒起来，语气冰冷之极，一股可怕的杀气释放出来，使得周围空间的温度瞬间下降。叶云飞虽然重生，但还残留着一丝天地的魂力，非同小可。这一刻，吴凡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头危险的妖兽盯上了，吓得连连后退。废物，你！吴凡恼羞成怒。然而还没有等他说完，一只拳头在他的瞳孔之中急速放大，朝他的脸砸了过来。砰！吴凡很想躲开，但是那只拳头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不偏不倚，正中他的鼻子。砰！吴凡的身子横飞起来，暴撞在远处地面之上，头一歪，晕了过去。叶云飞面无表情，转身离去。这怎么可能？后面一双双无法置信的目光惊恐地盯着叶云飞的背影。秦风，我们的账该算了。叶云飞快步朝着学宫中的一个方向走去，目光森冷。此时，圆月学宫某一段人来人往的道路之中，砰！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一道身影狼狈地倒射出去，身体在地面之上擦出一道长长的痕迹，最后狠狠地撞落在6-7米之外，才停了下来。这是一个身材粗壮的少年，已经满脸血污，身上衣衫被撕得破破烂烂，骨头还真硬啊！一名满脸得意的蓝衣少年甩甩拳头，满是嘲笑地盯着撞落在地面之上的粗壮少年，四周围也是聚满了看热闹的学员。秦风，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为什么动手打人？躺在地上的粗壮少年伸手擦拭着脸上的血污，愤慨地质问。这名粗壮少年叫周木，是圆月学宫的一个学员。叶云飞成为无法修武的废人后，只有周木还愿意和叶云飞交往，并把叶云飞当好友。而那名动手打人的蓝衣少年正是秦风，圆月城秦家的一个核心子弟。之前也是他把叶云飞打伤，害得叶云飞被用担架抬回叶家去。得罪我？没有啊，就凭你这个垃圾，有那个胆量得罪我吗？要怪就怪你为什么要和叶云飞那个废物走得那么近，让我很不爽。秦风声音充满戏谑之意，对付这种垃圾就是要狠狠地往死里揍，敢和叶云飞那个废物混在一起，不知死活的东西。秦风身后站着6-7个表情嚣张的少年，这些少年也全部都是秦家的子弟。秦风，你太过分了！周木怒吼道：“妈的，还敢顶嘴！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秦风再度向周木冲去，身形凶猛，矫健有力。秦风，你欺人太甚，我和你拼了！周木胸中塞满悲愤之情，一声狂叫，发了疯一般，全力朝秦风撞去。然而没有用，周木只不过是炼体1重，而秦风是炼体4重，双方差距太大了。砰！周木再次被秦风一拳打飞出去，连连喷血。只不过周木的反抗举动也是彻底激怒了秦风。猪狗不如的贱东西，今天我就废了你，让你和叶云飞那个废物一样，永远无法修武。秦风的脸上渐渐攀上阴冷之色。咻！秦风脚尖一跺，犹如装了弹簧一般冲出，右拳携带着强大的灵力朝周木的丹田轰去。周木惨了，这一拳打中，必定废了。废了又怎么样？秦风是秦家的核心子弟，就算把人打死了，也是白死。周围看热闹的学员悄悄议论。周木望着秦风那只散发着强大的灵力威压的拳头，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躲不过。我要被废掉了吗？周木的心中涌起一阵绝望。他知道以秦风的身份，就算真把自己打死了，也没地方说理去。下一刻，砰！一道闷响声在面前响起，一股强劲的撞击气浪把周木的脸庞震得微微抖动。不好意思，我来迟了。然后一道抱歉的声音在周木的身旁响起。飞哥！周木浑身一颤，急忙转头就见到了一个略显清瘦的少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站在身旁，脸上有着一抹令人莫名心安的笑容。叶云飞，是你？而秦风已经退出去10几步之外，有点无法相信。发生了什么事？叶云飞这个废物什么时候来了？周围有许多学员纷纷惊疑，因为叶云飞刚才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众人只看见眼前人影一闪，秦风就被震得退了出去，至于具体的情形，大家甚至都没有看清。是我。周木，放心，有我在，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叶云飞望着眼前这个浑身血污、脸色有点苍白的粗壮少年，心中感到阵阵暖意。叶云飞出事之前，一大批学员追随在身旁，平时出入都是前呼后拥，周牧就是其中一个。叶云飞出事之后，所有的人都跑光了，离叶云飞远远的，唯恐沾了晦气。只有周牧一直没变，一直跟在叶云飞的身旁。飞哥，你快走，这里让我来挡着就行。周牧突然反应过来，脸色大变，焦急地把叶云飞往场外推出去。只不过叶云飞腰身挺直，站立如山，他哪里推得动半分。周牧，相信我。叶云飞望着满脸焦急的周牧，露出灿烂而温暖的笑脸。然后叶云飞缓缓转身，笑容隐去，目光冰寒的犹如千年冰窖。叶云飞，你不是被用担架抬回去的了吗？居然这么快就没事了，看来你这副贱骨头还挺硬的嘛。而且你居然还敢跑来圆月学宫招惹我。好，既然这样，我就再打你一顿。这一次我会真正把你打残。秦风狞笑，一边向叶云飞走来，把手指鼓般的咔咔作响。他受秦家大少爷秦安的指使，多次殴打叶云飞。秦风，你将为此付出代价。叶云飞冷漠的眼神望向秦风，声音森冷的像是从九幽地狱传递上来。废物，就凭你吗？秦风厉喝，身体前冲，一拳向叶云飞打来，拳风呼啸，虎虎生风。隐隐间还有射人的虎啸之声从拳头上传出，是秦家的虎啸拳。围观的学员马上有人低声惊叫，这一拳若是打中，叶云飞就算不死也要半残。叶云飞一语不发，目光中闪过狠厉之色，右手闪电般伸出，精准无比地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咔嚓一声脆响，秦风的手臂硬生生被叶云飞扳断，弯成一个诡异的形状，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鲜血狂溅。秦风像杀猪一样惨嚎了起来，脸色苍白，黄豆般大的冷汗哗啦啦滴下。怎么回事？叶云飞这个废物怎么这么能打？看见这一幕，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吓了一跳。上，一起上，揍他！站在秦风身后的那些秦家子弟又惊又怒，对望了一眼，同时向叶云飞冲了过来。一道道惨叫声响起，在围观人群震惊的目光之中，只不过几招之间，那几个秦家少年不是手段就是绞舌，鲜血淋漓，触目惊心。四周围一片死寂。怎么会这样的？这个废物好像恢复修为了。所有的人都是沉浸在深深的震惊之中。废物，你竟敢打伤我们！秦风强忍疼痛，挣扎着爬了起来，朝叶云飞怒吼：打伤你又如何？你敢动周牧，我还要废了你！叶云飞的双目中骤然射出霸道残酷的光芒。话音一落，叶云飞一步踏前，闪电般扣住了秦风一只手的手腕，猛地一般咔嚓，秦风另一只完好的手也被扳断了。秦风的惨叫声更大了。叶云飞右腿抬起，分别踢在秦风的两个膝盖，咔咔两声脆响，秦风的两个膝盖完全碎裂。这样一来，秦风的四肢都被折断了。噗！最后叶云飞抬脚一踢，踢在秦风的丹田之处。噗！秦风的丹田好像一只被扎破的气球，彻底破碎，当场泄气。在极端痛苦之下，秦风已彻底痛晕过去了，浑身上下被血水浸透，完全不成人形了。接着叶云飞伸脚连踢，把其他那些秦家子弟的丹田也全部踢碎，全废了。刹那间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不敢置信地盯着叶云飞，感到心中发寒，头皮发麻。这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魔鬼。不少人心中升起这个念头。周牧，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叶云飞转头望向周牧，问道。飞哥放心，我皮粗肉厚，再挨多几下也不会有事的。飞哥，你真的恢复修为了？周牧颤声问道。不错，以后在这圆月学宫只我们欺负别人的份了。叶云飞笑道。那太好了。周牧激动地说道。周牧，这段时间你先回家去避一下，尽量少来学宫。叶云飞想了想说道。叶云飞明白秦家肯定会报复的。好，飞哥，我听你的。周牧重重点头。叶家一处偏僻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是叶云飞起居生活的地方。少爷，你回来了啦。叶云飞刚回到小院子之中，一个年约15、16岁，身材高挑，肤若凝脂的少女惊喜地迎了上来。这个少女叫小月，是叶云飞的贴身丫鬟，从6岁起就进入叶家，专门服侍叶云飞的起居生活。自从叶云飞五脉消失，成为无法修武的废人之后，叶家之中大部分的下人都对叶云飞敬而远之，甚至私底下冷嘲热讽。不过小月对叶云飞的感情却一直没有变，还是像以前一样细心照料叶云飞。小月，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
叶云飞对小月交代了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重生之前，我渡成神劫的时候，面对恐怖的天劫，肉体有点不堪承受，被9色劫雷轰得破破烂烂，布满裂纹，差点解体。正是这个原因，当3大天帝对我发动突袭的时候，我才无力抵挡，肉体瞬间就被他们摧毁。房间中，叶云飞盘膝而坐，回想起了自己重生前渡成神劫的场景。究其原因，上一辈子的修炼，我只重灵气的修炼，而忽视了肉体的锻炼。不单是我，恐怕世间一切武者都犯了这种毛病。经历过一次成神劫，终于使我明白，原来真正完美无缺的修炼应该是灵肉双修。那么这一辈子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叶云飞喃喃自语，这一辈子我要灵肉双修。随着话音落下，叶云飞的双目闪烁着坚决之色。我上一辈子虽然不重视锻炼肉体，但是好奇之下也收集了不少高明的断体法诀。我该修炼哪一种好呢？叶云飞在脑海之中回忆着上一辈子所收集的断体法诀。天魔融血断体诀。蓦地，叶云飞脸上露出惊喜之色。这一门断体法诀是属于真魔族的传承法诀，不但进展快速，而且威力霸道。更重要的是，没有入门条件，境界弱小的武者也可以修炼。接下来我要应付秦家和施家的报复，这一门速成的断体法诀最适合我。好，就它了。叶云飞做出了决定。修炼天魔融血断体诀需要灵药的辅助，还需要采集大量的生灵血脉精华。采购灵药需要大量的灵晶石，这个并不难。至于生灵的血脉精华，我总不能去杀人吧？看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离圆月城不远的天兽森林了。天兽森林中有大量的妖魔兽，妖魔兽的血脉精华最适合用来修炼天魔融血断体诀了。叶云飞心中已有了具体的计划，同时我的灵气境界太低了，也要抓紧时间提升上去。房间内，叶云飞开始修炼九阳经。圆月城施家一间豪华宽阔的大厅之中，啪！一个黄袍中年男子满脸怒色，一掌把身旁的一张矮茶几震成粉碎，化成漫天漂浮的粉尘。这张矮茶几是用有名的黑铁木制造而成的，比金铁还要坚硬得多，居然被这个中年男子一掌震碎。可想而知，这个中年男子的掌力有多么的可怕。叶云飞这个废物，居然敢当众写下休书，休掉我的女儿，太可恨了！中年男子气得脸容扭曲，怒火冲天。他就是施家的家主施天元。父亲，那个叶云飞当众侮辱于我，让我丢尽了脸，这个仇一定要报。施小蝶也站在大厅之中，抽抽泣泣，哭得花容失色。他一回到家就立即找到施天元哭诉，哼，那个废物敢如此辱我施家，必死无疑。不过我的目标并不是区区一个叶云飞，我的目标是灭掉整个叶家，吞并叶家所有的产业。今年的4族夺矿大赛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在10天之后，这是一个机会。等会我会亲自去一趟秦家，找秦家的家主详谈。今年的4族夺矿大赛，我要叶家元气大伤，断子绝孙。这圆月城的天是时候要变一变了。施天元思索了一番，目光中闪过狡诈狠毒之色。特别是叶云飞那个废物，如此辱我，我要他死，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施小蝶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目光怨毒之极，咬牙切齿地说道：好了，小蝶，你也别太在意那个废物了。放心，我向你保证，叶云飞必死无疑。你有时间就多点去秦家走动一下，找秦安联络一下感情。我刚刚收到消息，秦家高层已经确认了秦安拥有天灵体这个消息，只要一公布，你知不知道圆月城甚至整个大秦帝国将会有多少的女孩发梦都想爬上他的床？帝国皇室和4大宗派也必定会派人前来主动招揽秦安。总之，秦安必将鲤鱼化龙，一飞冲天。小蝶，你的任务就是必须使尽浑身解数，牢牢把握住秦安。施天元缓缓说道。父亲，秦安哥真的被确认拥有天灵体了吗？施小蝶一听，激动得浑身颤抖。世间有许多武者得天地眷顾，天生就拥有各种特殊的体质或者武脉。这些特殊武者修炼起来十分简单，突破升级往往如吃饭饮水一般简单，将来的武道成就也必定无可限量。天灵体是公认的一种等级极高的特殊灵体，千真万确。施天元点了点头，太好了，这才是我施小蝶的理想夫婿。我施小蝶这一生所嫁的一定是人上之人，叱咤风云的英雄强者。父亲，你说的对，叶云飞那个废物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我施小蝶这一生不会再和他有任何的交集。
施小蝶的声音高亢而刺耳。走，小蝶，我现在就携带重礼去秦家祝贺。小蝶，你也一起去看看你未来的好夫婿。施天元说道。好的。前一段时间秦安哥一直在闭关修炼，我想见他都没有机会，我好想念秦安哥了。一提到秦安，施小蝶的脸上就马上涌起一片红潮。他想起了他和秦安经常做的那种苟且之事，恨不得马上飞到秦家。叶云飞废物，你看到了吗？拥有天灵体才配做我施小蝶的夫婿。施小蝶心中暗暗想到，感受到了一丝快意。同一时间，圆月城秦家大厅内，哈哈，承蒙上天眷顾，我秦家诞生一个天灵体。儿，你不愧是我的好儿子，没有让为父失望。我们秦家将因为你而彻底崛起。一个白衣儒雅的中年男子，目光中满是激动，连说话的语气都有些颤抖。这个中年男子是秦家家主秦雄，一个紫色衣衫的少年，满脸倨傲，众星捧月般站在大厅中间，体表灵气四溢，不断翻涌着。他的身体好像有一种吸力，四周围天地间游走的灵气都主动向他的身体吸附过来，十分神异。这个少年就是秦安，已经被正式确认拥有天灵体。在秦安的周围围绕着一群人，都是秦家的族人。所有的族人，就连一些长辈，都是对秦安各种赞美、讨好，甚至阿谀奉承。天灵体，别说小小一个圆月城，就算是整个大秦帝国也十分珍惜。拥有天灵体的秦安，必定会成长为大秦帝国的顶尖高手。哼，2年前叶家出了一个叶云飞，让叶天鹏着实威风了一阵子。想不到如今风水轮流转，我们秦家出了一个天灵体，我倒要看看叶天鹏还能拿什么跟我相比。既然我们秦家崛起，叶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秦雄志得意满，冷哼说道：家主，我儿秦风被叶云飞那个贼子逞凶作恶，不但折断四肢，还打碎了丹田。家主，你一定要为我儿做主，将叶云飞那个贼子碎尸万段。一个身材精短、脸色阴鸷的中年男子上前一步，咬牙切齿地说道。他是秦风的父亲，叫秦福。秦安堂哥，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叶云飞废了我，我恨啊！我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要他死！这个时候，秦风也被人用担架抬着来到了大厅，四肢缠满白色绷带，散发着浓浓的药水味。秦安堂哥也帮我们报仇，我们都被叶云飞那个废物打碎了丹田，无法再修武。大厅之中还有另外5、6个少年，也都是纷纷愤怒开声。这5、6个少年不是手折就是脚断，伤口处被绷布重重包裹。叶云飞一个人能把你们打成这样？莫非说他的武脉已经恢复了？真是老天不开眼啊！叶云飞如果真的恢复了武脉，那么他以前的那种天赋也有可能会恢复。倒也不可太过轻视他。他会不会再次成为你的竞争对手？秦雄皱眉说道。父亲，你不必多虑，现在我觉醒了天灵体，区区一个叶云飞已不放在眼内。圆月城一个弹丸之地，算得了什么？我的目光是整个大秦帝国，帝国的4大宗派还有帝国皇城，那才是天骄聚集的舞台。只有4大宗派和帝国皇城的那些天才才有资格成为我秦安的竞争对手。我现在考虑的是要加入哪一个宗派。加入宗派之后，我会与大秦帝国当时最强的绝世天才争锋角逐，一较熊掌。与大秦帝国那些真正的天骄相比，叶云飞值得我秦安去重视吗？秦安站在秦雄身前，侃侃而谈，显得傲慢之极。哈哈，不愧是我秦雄的好儿子。是为父的眼光太狭窄，区区一个叶云飞确实不配成为你的竞争对手。秦雄放声狂笑。家主，请放心，秦安少爷觉醒天灵体的消息一旦传播出去，帝国的4大宗派必定会派人前来招揽秦安少爷，所以秦安少爷加入4大宗派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秦家的一个族老上前讨好说道。秦雄2父子闻言更加得意。大家听着，10天之后就是1年1度的4族夺矿大赛，这一次我们秦家一定要趁着儿觉醒天灵体，强势崛起之机，一举夺得冠军。今年的采矿权一定是属于我们秦家的。秦雄朗声说道。好！大厅中所有的秦家族人轰然叫好。家主，叶云飞废掉我们秦家这么多子弟，这件事绝不能就这样罢休，一定要叶家给一个说法，否则会让人觉得我们秦家好欺负。秦福开声说道。儿子被废掉，他心中怨气难平，你放心，我现在马上派人去叶家，让叶家必须给我们秦家一个说法，否则就等着承受我们秦家的怒火。而且等4族夺矿大赛结束，我们秦家夺得冠军之后，就会联合圆月城各个大势力一起对付叶家。我要叶家灭族！
秦雄点头，冷笑说道：“禀告家主，施家家主携带女儿施小蝶到访。”突然，一个家丁快步冲进大厅之中，大声报告：“禀告家主，吕家家主到访。”话音未落，又有一个家丁冲进来报告：“这两个老儿消息还挺灵通的嘛，想来是收到了儿觉醒天灵体的消息。”秦雄满面红光：“禀告家主，城主大人亲自到访。”此时，又有一个家丁冲进大厅中，急匆匆说道：“圆月城的城主也来了。”每一个秦家族人都是十分惊喜，感到脸上有光。在圆月城，城主的实力比起四大家族只强不弱，只不过城主平时一般不会参与四大家族的恩怨争斗，刻意保持距离。想不到这一次竟然亲自来到秦家了，哈哈，我们秦家开始崛起了。走，儿，跟我出去见客。秦雄放声大笑，春风得意。是。秦安淡淡点头，隐隐间居然表现出来了一种宠辱不惊的神态。很快，一个轰动性的惊人消息在圆月城之中迅速传播开来，秦家的大少爷秦安觉醒了天灵体。顿时，整个圆月城彻底沸腾了起来。传说中的天灵体，我们圆月城竟然诞生了一个，秦家出笼了。秦安的未来不可限量，圆月城秦家也开始彻底崛起了。整个圆月城每一个角落都在疯狂议论着秦安，叶家危险了。在惊叹秦安和秦家崛起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想到了秦家和叶家的过节。众所周知，秦家家主秦雄和叶家家主叶天鹏是死对头，而且叶云飞在圆月学宫废掉几个秦家子弟的事情也已传遍圆月城。秦家如果强势崛起，叶家就肯定会遭到打击报复，下场可悲。叶家，叶云飞的小院子之中，房间内，此时秦安应该觉醒天灵体了吧？正在静坐修炼的叶云飞突然睁开眼睛，望向秦家所在的方向，脸上露出冷笑。根据上一辈子的记忆，叶云飞知道这个时候秦安已经觉醒天灵体，一举轰动整个大秦帝国，成为炙手可热的少年天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施家、吕家甚至圆月城的城主才会全力配合秦家，联手打压叶家。天灵体对于一个小小的大秦帝国来说确实是十分珍惜，但对于整个炎黄大陆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叶云飞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上一辈子叶云飞身为天帝，登临世界最高峰，眼界见识自然不是大秦帝国中的人所能相比。天灵体只不过是世间各种特殊灵体中一种比较低端的灵体。叶云飞连传说中的半仙体也接触过，何况叶云飞自己所拥有的混沌神脉就足够吊打天灵体10条街。同一时间，叶家议事大厅，叶家的7个长老、家主叶天鹏，还有一批地位较高的叶家族人全部都在，一个个脸色凝重。各位，目前的形势大家也知道了，秦安觉醒天灵体，圆月城各个大小势力包括城主府在内都开始讨好秦家。据说就连帝国皇室和4大宗派也收到了消息，开始关注秦安。秦安已经强势崛起，秦家的实力也必定会水涨船高。叶家大长老缓缓说道：“就在刚才，秦家家主派人来到我们叶家，要我们叶家给秦家一个交代，否则就等着承受秦家的怒火。一旦秦家要对付我们叶家，恐怕整个圆月城大部分的势力都会站在秦家那一边。所以这件事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如何应付。”大长老接着说道：“哼，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或是叶云飞自己惹出来的，后果自然就要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和我们这些叶家族人无关。依我看，直接把叶云飞交出去，任由秦家处置。同时，我们叶家也备一份厚礼，去秦家祝贺，这样应该可以平息秦家的怒火。”叶仲年说道：“我赞成把叶云飞交给秦家。”叶朝先立即跟着表态：“我也赞成。”赞成。立即，一大批站在叶仲年那一边的族人纷纷表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把菲儿交给秦家，那不是让他去送死吗？”我不同意，谁敢把我儿子交出去？叶天鹏怒道：“叶天鹏，难道你为了一己私利，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叶家走向灭亡吗？”叶仲年说道。就在此时，一道声音淡淡传了进来：“叶仲年老狗，你放心，区区一个秦家还灭不了我们叶家。”不知何时，叶云飞走了进来。大厅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望向叶云飞。区区一个天灵体把你们吓成这样，至于吗？叶云飞冷笑：“真是无知。叶云飞，你知不知道，一个天灵体别说是在我们圆月城，就算是在整个大秦帝国也属于顶尖天赋，甚至在整个东域也属罕见。秦安觉醒天灵体已经引起了帝国皇室和4大宗派的关注，可以说秦安加入帝国皇室
或者4大宗派，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到时秦安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灭掉我们叶家。叶朝先呵斥道。大厅中那些叶家族人听了叶朝先的话，都是暗暗点头，就连叶天鹏也是无话可说。如果秦安加入帝国皇室或者4大宗派，要灭掉叶家真的太简单了。你这个老狗真是井底之蛙，一个天灵体而已，差点被你说上天去了。10天之后就是4族夺矿大赛，到时我会亲手将秦安打败，让他跌落神坛。到时你就会明白，所谓的天灵体在我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叶云飞背负双手，缓缓说道。叶云飞此言一出，大厅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彻底愣住了，相顾愕然。狂妄，真是太狂妄了。接着大家都是反应过来了，纷纷说道：叶云飞，你就吹吧，区区炼体3重，连给天灵体提鞋都不配的，也妄想在10天之后打败天灵体。3天后在族比之上，能在我哥手上活下来再说吧。这个时候叶强突然跳了出来，叫道：咻！叶云飞身形一闪，快得惊人，冲到了叶强的身前，手掌扬起。叶强根本反应不过来，啪啪啪一连串耳光声响起，然后叶云飞身形猛然后退，站回到了叶天鹏身旁。叶强，上一次你还没有吸取教训吗？竟敢当众辱骂世子，就必须要长嘴，真当我们叶家的家规是摆设？叶云飞伸手弹了弹衣衫，淡淡说道。这一下变故来得极快，所有的人都来不及阻止。只见叶强的双颊已肿胀如猪。叶云飞小畜生！叶仲年双目喷火，怒吼道：叶仲年老狗，你折腾这么多，其实不就是为了争夺家主之位吗？还有，你为了争夺家主之位，1年之前早就私底下勾结秦家和施家，想联手对付我父亲。这1年来，你联手秦家和施家，暗中破坏了很多我们叶家的产业和生意。你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把叶家搞得一团糟，好让大家觉得我父亲没有能力当家主。你真以为这些没有人知道吗？哼，老狗，我劝你一句话，秦家和施家狼子野心，你小心引狼入室，玩火自焚，最后把自己也玩死。叶云飞眼神悠悠，一字一顿地说道。上一辈子叶仲年勾结秦家和施家对付叶天鹏，后来叶家被灭，叶仲年3父子也被秦家的高手杀死，典型的引狼入室。什么？叶云飞的话犹如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使得所有的人脑袋中都是嗡嗡的疯狂作响。1年之前，叶仲年就已经私底下勾结了秦家和施家，还暗中破坏了很多叶家的产业和生意。所有的人都是震撼到了极点，就连叶天鹏也是有点目瞪口呆，不太敢相信叶云飞所说的话。叶云飞，你血口喷人！叶仲年脸色涨红，怒吼起来。叶仲年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双目之内杀意无穷无尽。不过如果细心，可以看见他的双手在微微颤抖着。怎么可能？不可能！这个废物是怎么知道的？实则他的心中卷起了惊涛骇浪。叶天鹏，我自问一心为公，无愧于家族。你的儿子如此污蔑于我，我一定要讨一个公道。叶仲年盯着叶云飞，目光中的杀意浓郁到实质。哈，一心为公，叶仲年，这句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府上半年前新招的管事萧万祖，到底是姓萧还是姓秦？我想你比谁都清楚。叶云飞冷笑说道。叶仲年闻言，瞬间目光之中闪过了一丝惊慌。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个废物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心中的震惊犹如翻江倒海一般。这个时候叶天鹏望向叶仲年，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目光中的那一抹惊慌，不由得心中一凛。莫非叶天鹏的目光变得锋锐起来，犹如2柄利剑盯着叶仲年？就连叶朝先也是带着几分疑惑望向叶仲年。叶云飞，你如此污蔑于我，我一定会让各位长老替我主持公道。叶天鹏，叶云飞，希望你们2父子能给我一个说法。还有，叶云飞所惹的祸，绝不应该由我们整个叶家来承担。叶云飞，我一定会把你踢出叶家。走！叶仲年竟然是不敢再停留，直接走出大厅，因为他不知道叶云飞到底还知道哪些与他有关的事情。叶仲年一走，其他的人也是纷纷离去，大厅之中只剩下叶云飞父子。菲儿，你刚才说叶仲年勾结秦家和施家是真的？叶天鹏问道。确实是真的。叶云飞点头。好，此事我一定会彻查。叶天鹏点头。菲儿，3天后的族比。叶天鹏显得有点担忧。父亲，你放心，3天后的族比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叶云飞显得很有信心。菲儿，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大不了到时爹和你一起离开叶家。天地之大，总会有我们父子容身之处的。叶天鹏说道。能不能对你的儿子有点信心？叶云飞撇嘴说道。好，菲儿，我相信你，我叶天鹏的儿子不会比别人差的。叶天鹏点头。对了，父亲，你的修为卡在地境中期，应该快有7年了吧？叶云飞突然问道。不错。叶天鹏一愣，答道。如果有一颗3品玄元丹相助，你应该可以一举突破到地境后期了吧？叶云飞说道。确实是这样，只不过购买一颗3品玄元丹最起码需要1万块灵晶石，而且只有帝国皇城的那些炼丹大师才有能力炼制，所以往往有价无市，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得到。好了，菲儿，父亲的修炼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自有分寸。叶天鹏苦笑了一下，说道。然后他抬步离去。他是一族之主，族务繁忙。哦，区3品玄元丹，垃圾之极，居然也值1万块灵晶石。看来在大秦帝国，灵丹还是挺值钱的嘛。叶云飞有点意外。要知道，上一辈子叶云飞不但是一个天帝，还被称为丹尊，就连地丹也炼制过不少。鸿蒙界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强者曾经排着队低声下气求叶云飞帮忙炼丹。3品灵丹对叶云飞的炼丹水平来说，简直是垃圾到了极点。叶云飞进入房间之中，捣鼓了片刻，然后离开了叶府。圆月城的西边有一条著名的灵药一条街。叶云飞走进灵药一条街，径直朝着这条街中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灵真坊走去。灵真坊是圆月城中最大的一间灵药店铺，据说灵真坊遍布整个大秦帝国，赫赫有名。圆月城的灵真坊只不过是其中一间分店。走进灵真坊，里面是一个大厅，面积很大，充斥着灵药和丹药的香味，有许多顾客正在选购，十分热闹。大厅之中，靠近后门的位置有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个黄袍中年男子，脸色傲然，看着一本小册子，根本就不理会大厅中的其他人。这个应该就是灵真坊的炼丹师了。叶云飞直接朝那个炼丹师走去。灵真坊是一间实力雄厚的灵药店铺，有一个炼丹师坐镇，并不新奇。客官，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一个店小二冲了上来，挡住了叶云飞的去路。让开！叶云飞淡淡说道，身形一动，已经是鬼魅一般，绕过店小二，来到了那个炼丹师所在的柜台之前。站住！你想干什么？不要打扰吕丹师！那个店小二大惊失色，快步追上来，想要把叶云飞拦下。这个炼丹师在灵真坊之中地位很高，坐在大厅这儿，其实也就是做做样子。一般的顾客可没有资格惊动得到一个炼丹师。你想干什么？那个炼丹师发现了叶云飞，放下手中的小册子，用审视的目光盯着叶云飞。吕丹师，我拦不住这小子。店小二冲了上来，气匆匆说道，我想出售一张丹方，你开个价吧。叶云飞开门见山，直接说道，取出一张丹方放在柜台之上。叶云飞身上并没有多少灵晶石，无奈之下想到了出售丹方这个方法。作为一个丹尊，叶云飞脑中所藏的丹方何止千万，而且值得叶云飞去专门记住的丹方，每一种都是价值连城。哦，那吕丹师闻言不由得一愣，好奇之下举起柜台上的丹方看了起来。狗屁不通！小子，你以为随便列出几种灵药凑在一起就可以称之为丹方了吗？你以为拿着这样一张狗屁不通的所谓丹方就可以来我们灵真坊骗得到钱了吗？你以为我们灵真坊是你能够行骗的地方吗？哼，年纪轻轻的好手好脚，居然当骗子！扫了几眼那张丹方之后，吕丹师脸上怒火攀升，把那张丹方往桌子上猛地一拍，厉声呵斥：不会吧，你堂堂一个炼丹师，居然连这张丹方也看不明白，可笑！那算了。叶云飞有点意外，这张丹方是叶云飞所掌握的丹方之中最低级的一张了。叶云飞拿起柜台上的丹方，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就走。站住！小子，你什么意思啊？把话说清楚再走。吕丹师的脸色一下子变了，猛地站了起来。叶云飞心中十分失望，懒得搭理他，继续朝大厅外面走去。咦，这不是叶家的叶云飞吗？据说他好惹是生非，想不到竟跑来灵真坊惹事了。周围有人认出了叶云飞，叫出声来。哼，原来你就是叶云飞，好大的胆子！你来灵真坊行骗，又在语言上侮辱我，现在想一走了之吗？来人，把他拿下，再派人去叶家，让叶家家主亲自来领人。这一次，叶家如果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从此以后，圆月城叶家
休想再从我们灵真坊购买到任何一株灵药，任何一粒灵丹。吕丹师冷冷喝道。叶家惨了，叶云飞竟然替叶家把灵真坊彻底得罪了。据说灵真坊的来头很大，是大秦帝国整个灵药店铺行业的首领，只要灵真坊一声令下，恐怕从此以后任何一间灵药店铺都不会再出售灵药灵丹给叶家了。这一次叶家真要哭死了。周围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响起一道道幸灾乐祸的议论声。灵真坊之中有一队专门负责维持秩序的人马，听到吕丹师的命令后，马上就有几个护卫向叶云飞围了过来，要对叶云飞动手。就在此时，发生了什么事？一道声音传来，清脆婉转，犹如黄鹂在啼叫。大厅中顿时一片寂静。一个女子出现在大厅之中，这是一个美貌无比的女子，17、18岁左右，粉色衣衫，身材高挑，气质清冷，犹如广寒仙子，堪称绝色。坊主。吕丹师脸色大变，马上弯腰恭敬行礼。坊主，难道这个美女竟然是灵真坊的坊主吗？大厅中所有的人都是怔怔望着那个美貌女子，十分震撼。圆月城灵真坊的坊主一般情况下绝不出现，不过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一个药方的坊主就算不是一个老头，最起码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中年人。谁也想不到居然是一个17、18岁的美女，就连叶云飞也是有点吃惊。吕丹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坊主问道。吕丹师连忙上前把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免不了添油加醋，把叶云飞说成是一个居心不良、蓄意上门行骗的骗子。算了，让他走吧，我们灵真坊没有损失，不必跟他计较。坊主摆了摆手，哼，废物，我们坊主大人有大量，就饶过你这一次，下次如果再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还不快滚！吕丹师朝叶云飞呵斥道。每月朔日午时，气海血肿胀，疼痛难忍。每月望日子时，膻中穴冰寒发冷，继而全身发麻，手足无力，最起码持续1个时辰。叶云飞盯着那年轻貌美的坊主，突然说了2句莫名其妙的话。然而就是这2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却是让那坊主大惊失色，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瞪着叶云飞。他那绝美的脸蛋的之上露出惊愕无比的表情，因为叶云飞所说的正是他的身体情况，而且只字不差。你到底是谁？你如何得知？坊主完全呆住了，他用一种震撼、不可置信的目光呆呆盯着叶云飞。我是谁？不重要，我如何得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情况开始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每一个月的朔日和望日，而是每一天的子时和午时，你的病症都有发作的迹象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再这样下去，不但你的修为保不住，你的命也不长了，但是我却可以救你，而且还可以让你轻松地突破到地境后期。叶云飞突然一步踏前，快如鬼魅，身子前倾，嘴巴凑到坊主耳边，低声说了这番话。由于十分靠近，阵阵迷人的幽香直钻鼻孔，坊主那精致如玉石般的耳朵也让叶云飞有咬一口的冲动。叶云飞说话的声音很细，只有坊主才能听得到，不知死活，竟敢调戏坊主！来人，立即把叶云飞抓起来。吕丹师见叶云飞如此大胆的举动，大惊失色。他可是知道眼前这个坊主的身份在灵真坊之中到底有多高，如果他出了任何事，估计圆月城灵真坊这间分店的所有员工，包括他吕丹师在内，都要跟着陪葬。立即大厅中所有灵真坊的守卫一个个怒气冲冲向叶云飞围了过来，准备动手。全部住手！坊主突然厉声喝道：你真的可以救我？显然他相信叶云飞的话了，不到他不相信，他的这种情况2年前就出现了，这2年时间他已是遍求名医，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反而是越来越严重。心灰意冷之下，才躲到圆月城这座相对边远的城池。想不到现在居然被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少年一口说破，而且让他感到震撼的是，叶云飞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准确无误，就算是他的父母也没有知道的这么清楚。当然是真的，只不过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好心出手救人呢？叶云飞后退一步，背负双手，淡淡说道，语气显得有点冷漠。坊主用复杂的眼神盯着叶云飞，过了片刻，好，我相信你，你想要什么条件只管提。坊主深深做了一个呼吸，胸膛剧烈起伏，做出了决定。坊主千万不要被叶云飞骗了，他来我们灵真坊就是为了行骗，他是一个骗子。吕丹师闻言脸色骤变，连忙开声劝阻。他觉得坊主有可能被叶云飞的谎话迷惑住了。住嘴，我心中有数。
方主对吕丹师呵斥道。吕丹师虽然憋了一肚子的话，可是却不敢再开声。他很明白自己的身份，在这个房主的面前，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奴才。不过，我希望你最好清楚，欺骗我的后果，不是区区一个圆月城叶家所能承受得起的。方主凌厉的目光盯着叶云飞，一字一顿。以后，你肯定会十分感激你自己，今天做出了这样正确的决定。我的条件是，我提供一张单方和你们林真方合作开发、出售所得的收益，55分成本来。叶云飞只是打算出售一张单方给林真方，不过现在情况变了，自己有资格提条件了，当然要让利益最大化。好，我同意。方主点头答应。他现在最在乎的是自己的病情，只要有希望治得好自己的病，至于和叶云飞的合作是赚还是亏，他已经不在乎。方主，不可！吕丹师脸色大变，忍不住再次开声阻止。一个偏僻城池小家族的少爷，居然想要和林真方合作，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更不可思议的是，方主居然同意了。吕青，你住嘴！方主美眸一瞪，厉声呵斥道：“好了，叶少爷，请到贵宾室叙话。”方主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话的语气也缓和了很多。怎么可能？我是不是听错了？林真方的房主既然同意和叶云飞合作了，这一幕让大厅中所有的人都是目瞪口呆，无法相信。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又不得不信。小杂种，我不管你用什么谎言欺骗了小姐，我一定会揭穿你，到时你的下场将会是多么的凄惨。吕丹师用阴鸷的目光盯着叶云飞，咬牙切齿。刚才叶云飞附在方主耳旁说的话声音很小，他根本没有听见，但是在他看来，叶云飞一定是用什么谎言骗取了房主的信任。等等，刚才你说要把我抓住，让叶家家主亲自来领人，给你一个满意的说法。叶云飞凌厉逼人的目光突然盯住了吕丹师。是我说的，你想怎么样？吕丹师脸色微变，立即让这条老狗滚出圆月城，我不想再见到他，否则我和你的合作取消。叶云飞的语气显得十分霸道。叶云飞，你竟敢辱我！别以为方主相信了你的谎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吕丹师怒声吼道：“叶少爷，你这样过分了吧？”方主皱眉说道：“那我们之间的合作取消吧。”叶云飞抬步向外面走去。等等，方主那精致绝美的脸蛋之上闪过一丝犹豫之色，然后开声叫道：“方主，你不会是相信了他的话吧？”吕丹师的身子不由得狠狠颤抖了一下。马上收拾你的行李，离开圆月城，这儿有黄老就行了。方主稍微思索了一下，开声说道：“方主。”吕丹师后退了一步，双眼通红，显得十分不甘。要知道，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机会，能够跟随着这个美貌的方主一起来到圆月城，当这个坐堂炼丹师。这个美貌的方主在林真方之中地位十分高，甚至将来整个大秦帝国的林真方都有可能是他的，能够成为他的心腹手下，这是整个林真方多少炼丹师想也想不来的天大好事。只要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前途无限。想不到现在却要被赶出圆月城，恐怕经历这件事之后，这个方主以后不会再让他跟随在身旁了，这等于他在林真方中的晋升梦想直接被掐灭了。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方主淡淡的扫了一眼吕丹师，吕丹师的身子在颤抖着，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充斥着怨毒、不甘、耻辱。最终吕丹师垂头丧气的去收拾行李，离开林真方。他了解房主的脾气，既然开口了，就不会再有商量的余地。好了，房主，现在我们可以谈合作的事情了。叶云飞点头表示满意。好，叶少爷，请。房主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后他带着叶云飞穿过大厅后门，来到了一间布置的精致典雅的房间之中。一个店小二也跟了进来，端茶递水。叶少爷，我叫萧楚楚，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方主请叶云飞落座，开声说道，声如黄鹂鸣啭，悦耳动听，一股少女特有的幽香弥漫在房间之中。我还是叫你萧小姐吧。关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萧小姐，你先看看单方再说。叶云飞把单方放在桌面上。快请黄老。萧楚楚对那店小二说道。是。店小二连忙答应。片刻后，一个须发半白但是满面红光的老者走了进来。黄老，这儿有一张单方，想请你鉴别一下。萧楚楚说道，对这个老者十分恭敬。好的。黄老拿起桌面上的单方，认真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很快黄老的表情就开始变得激动起来，眼中爆发出骇人的精芒，拿着单方的一双手也开始急剧颤抖了起来。妙，实在太妙了。黄老一边反复观看着单方，一边推演着单方中的药理，
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咦，萧楚楚见状，脸色变得凝重起来，终于开始重视了。叶云飞则是微微一笑。要知道，叶云飞身为丹尊，精通炼药，所掌握的丹方哪一种不是惊天动地，属于稀世珍宝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云飞只要随随便便拿出来自己所掌握的最差的一种丹方，就足够完爆灵真方所有珍藏的丹方。黄老，怎么样？萧楚楚问道。方主，这种丹方是我这一生中所见过的药理搭配最高明、最神奇的丹方。我一生中精研药理，这一张丹方中的各种灵药搭配，君臣佐使，是我从来想也不敢想的。可是偏偏又妙到巅峰，妙不可言啊！刚才观看这一张丹方，使我的药理水平直接就提升了一大截。而且这种灵丹可以提纯武者体内的灵气，使武者的根基变得更加扎实。拥有这种药效的灵丹，市面上少之又少。方主，这张丹方是稀世之宝，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把它买下来。黄老说道。这么厉害？萧楚楚终于意识到那张丹方的价值所在了。他和叶云飞合作，初衷是希望叶云飞能帮他解决身体上的问题。至于叶云飞所说的合作开发丹方，他一点也不重视一个小家族的少爷能拿得出来什么有价值的丹方呢？可能性太低了。但是他想不到叶云飞所提供的丹方价值竟然如此之高，这真是意外之喜。他丝毫不怀疑黄老的目光。黄老精通药理，擅长炼丹，在灵真方之中属于元老级别的存在，所以他才特意把黄老从总部抽调来圆月城帮自己的忙。这种小六乙丹不但可以提纯武者体内的灵气，而且可以清除一切的丹毒。不管体内积累了多少的丹毒，只要服下小六乙丹就可以立即清除掉，而且是清除的十分彻底，干干净净。叶云飞补充说道。黄老闻言震撼之极。要知道，每一个武者在修炼的过程之中都要借助丹药。在炼丹界有这样一个公认的说法，不管手法多么高明的炼丹师，所炼制出来的灵丹都会带有一定的丹毒。武者如果经常服食灵丹，体内或多或少都会积累有一定数量的丹毒。这些积累在体内的丹毒想要清除很难，但是这种小六乙丹竟然拥有彻底清除丹毒的神效。方主，这种小六乙丹太神奇了，肯定会十分畅销。方，我有一种预感，小六乙丹会让我们灵真方今年的整体销售额大幅提升。黄老激动地说道。黄老，你肯定？此时萧楚楚也是开始激动了起来，那嫣红的樱桃小嘴微微张开。方主，我肯定。黄老点头。灵真方遍布整个大秦帝国，每年的销售额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想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大幅提升，真的很难。但是黄老的语气却显得这么肯定，真是意外的惊喜啊！这个少年给他带来的惊喜太大了。萧楚楚的美眸忍不住打量起叶云飞，这个少年在他的眼中开始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黄老，叶少爷的意思是想和我们灵真方合作开发这个丹方，利润55分成，你觉得如何？萧楚楚向黄老问道。这一笔生意应该是我们灵真方赚大了。黄老回答道。好，既然这样，叶少爷，我没有任何问题了，成交。你以后可以按月来我们灵真方领取这种丹药的销售分成，或者你指定一个地点，我每月派人把钱送过去也行。萧楚楚当场拍板说道。萧小姐够爽快，以后麻烦你们派人把每个月的销售分成送去叶家，当面交给我父亲就行。不过现在我想预支一部分钱，怎么样？叶云飞说道。没问题。萧楚楚答应的十分爽快。我现在预支1万块灵晶石给你，怎么样？萧楚楚说道。多谢萧小姐。叶云飞点头说道。现在叶云飞身上只有可怜的几十块灵晶石，1万块灵晶石算是一笔巨款了。在萧楚楚的示意下，黄老离开了一会儿，回来后取出一只戒指递给叶云飞空间戒指。叶云飞眼中一亮，这只空间戒指是我私人送给你的，里面装有1万块灵晶石，还有一块我们灵真方的至尊灵牌。你手持这块至尊灵牌，在我们灵真方任何一间分店购买灵丹灵药，都可以享受到最优惠的待遇。萧楚楚说道。萧小姐有心了。叶云飞接过空间戒指，瞬间对萧楚楚有了很大的好感。萧小姐，那我先失陪了，我要采购一些灵药。叶云飞说道。等等，叶少爷，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叶云飞刚想抬步离开这个贵宾室，被萧楚楚叫停了。阴灵果3只，天河草1株，3妖神木1根，还有地根草10株，派人送到叶府给我。10天后我会替你治疗。叶云飞当然知道萧楚楚指的是什么，留下一句话，抬步走了出去。天河草
三妖神木，这么生僻少见的灵药，叶少爷竟然也知道，不简单。大小姐，这位叶少爷不简单啊！黄老听了叶云飞的话，十分震惊，不由得惊叹。没有外人在场，黄老对萧楚楚的称呼立即发生了变化，称为大小姐。确实，她的身上似乎充满了神秘。她真的只是一个小家族的少爷吗？我有点怀疑。萧楚楚望着叶云飞离去的方向，微微失神。同时，他的心底深处也隐隐诞生了一种希望，但愿这个叶少爷真的能够把自己医好。叶云飞离开贵宾室之后，来到前厅，采购了一大批灵药，还买了一个丹鼎。最后，不但1万块灵晶石全部花光，还赊欠了一部分。叶云飞有一块至尊灵牌，可以在灵真方之中赊欠一定的数额。离开灵真方之后，叶云飞直接回到叶府，直奔自己的小院子，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之中，希望能点燃丹火吧。叶云飞从空间戒指之中取出一只丹鼎和一大批灵药，摆放好，深吸了一口气，自语说道：想炼丹必须点燃丹火，这是成为一个炼丹师的前提条件。叶云飞上一辈子是鸿蒙界最著名的炼丹师之一，被称为丹尊。叶云飞炼制出来的地丹曾经在修武界之中引起众多修武者的疯抢，腥风血雨，死伤无数。只不过现在叶云飞才炼体3重，别说炼制地丹，连点燃丹火估计也得费一番功夫。就3生玄火诀吧。叶云飞在脑海之中飞速回忆了一遍自己所收藏的各种点燃和培育丹火的法诀，最终决定修炼3生玄火诀。叶云飞当即盘膝坐下，抱元归一，气沉丹田，慢慢引导体内的元力按一定的经脉轨迹缓缓运转，引万灵之元气聚于我体，容我精气神，燃我丹火。叶云飞口诵法诀，引导体内的元气，同时周围天地间的灵气似乎受到牵引，快速朝叶云飞的身体汇聚过来，被吸进体内。半个时辰之后，叶云飞突然伸出中指，一声轻喝。刹那间，只见叶云飞的中指指尖之上，一束半透明的淡红色火焰缓缓冒出来，轻轻跳跃着，宛如一朵红色的精致花朵。3生玄火诀果然不愧是天下间最顶尖的引火法诀，没有让我失望。不过这么弱小的丹火，只能勉强炼制一些低阶的垃圾灵丹了。叶云飞摇了摇头，叹气道：要是被世间其他的炼丹师知道，居然有人半个时辰就把丹火点燃，估计会被当场吓傻。为何世间的炼丹师那么稀少，那么珍贵？就是因为想成为一个炼丹师，先决条件就是点燃丹火。但是点燃丹火太难了，必须拥有相应的天赋。不知道有多少丹道学徒苦苦修炼，最后就因为天赋不足，无法点燃丹火，一生也无法成为一个炼丹师。就拿大秦帝国来说吧，生灵的数量就算没有过100亿，也有几十亿，可是炼丹师的数量不到1000个，可见点燃丹火之难。点燃丹火之后，叶云飞伸出中指，对准摆放在身前的丹鼎，轻轻一弹，燃！叶云飞一声轻喝，那朵淡红色的火焰猛地冲进丹鼎之中，彭丹鼎之内燃起了熊熊烈火。3品玄元丹这种低级的垃圾灵丹，想不到居然要我堂堂一代丹尊来亲自出手炼制。叶云飞不由得露出苦笑，只不过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似乎也只能炼制这么低级的灵丹了。叶云飞叹气道：要知道叶云飞在鸿蒙界之中被称为丹尊，区3品灵丹在叶云飞的眼中确实是垃圾之极。好了，开始吧。叶云飞自语，手一抄，将一株灵药投入正燃着熊熊烈火的丹鼎之中，然后叶云飞熟练无比地将一株灵药按先后顺序不断投入丹鼎之中，同时一边控制好鼎内的火焰，使之恰到好处。投完药之后，接下来的步骤分别是液化、聚液、凝丹。叶云飞的动作相当娴熟，如行云流水一般，十分轻松随意，甚至充满了一种艺术般的飘逸感、优美感。开玩笑，上一辈子叶云飞就连地丹也炼制过许多，现在炼制一些低阶灵丹，对叶云飞来说自然是十分轻松。房间内丹药的香味越来越浓郁。2个时辰之后，丹成。叶云飞突然一声轻喝，伸掌一拍丹鼎，咻咻咻，3颗灵丹从丹鼎之中冲出来，落在叶云飞的掌中。这3颗玄元丹的品相还勉强可以，3颗都是上等质量，可惜没有达到圆满。叶云飞打量了一下，自语说道：灵丹的质量有4等，分明是下等、中等、上等、圆满。叶云飞把其中1颗玄元丹装进一个小瓶子中，走出房间，叮嘱小月马上给父亲送去。有了这颗玄元丹，相信父亲可以快速突破到地境后期了。叶云飞对自己炼制的灵丹自然是信心十足，只不过
炼制3颗玄元丹居然要花费2个时辰，我现在这具身体真是弱小的可以啊！看来要抓紧时间，迅速提升我的灵力境界了。叶云飞感叹道：“就2品真灵丹吧，最适合现在的我了。太高级的灵丹反而不能用。”叶云飞重新回到房间内，盘坐在丹顶之前，喃喃自语道。于是叶云飞又开始炼丹，这一次炼制的是2品真灵丹。又过了2个时辰，丹成。叶云飞伸掌一拍丹顶，咻咻咻，一颗又一颗灵丹不断从丹顶之中冲出来，落在叶云飞的身前。这一炉2品真灵丹总共出丹10颗，叶云飞觉得还算满意，全部都是上等质量。叶云飞拿起一颗真灵丹打量了一下，自语说道：“灵药的数量还足够，再炼多2炉吧。”叶云飞扫了一眼旁边堆放着的灵药，在灵珍坊，叶云飞总共采购了价值1万多块灵晶石的灵药，数量可不少。于是接下来叶云飞又连续炼制了2炉真灵丹，每一炉都是出丹10颗。这样一来，叶云飞总共炼制了30颗真灵丹。我体内的灵力几乎耗尽了。叶云飞的脸色十分苍白，感觉体内的灵力已经被掏空了，不由得摇头感叹。好，开始冲击境界。叶云飞取起一颗真灵丹，抛进嘴里，开始运转9阳经。立即周围天地间的灵气受到吸引，开始旋转着，呼啸着向叶云飞的身体汇聚过来。几分钟后，叶云飞又取起一颗真灵丹放进嘴里。接下来每隔几分钟，叶云飞就吞吃一颗真灵丹，直到一口气吃了20颗。别说区区炼体3重的实力，就算是一个地境高手也绝不敢这样吞吃真灵丹，否则会直接爆体而亡。但是叶云飞却好像吃糖果一样，一点事也没有，因为叶云飞还残留有一丝天地的魂力，可以压制这20颗真灵丹的药力，不至于爆体。某一时刻，轰轰轰，叶云飞的体内响起3道沉闷的轰鸣声，一股强悍的灵力透体而出，将房间内的桌椅、茶几、床榻等家具震得摇摇晃晃。炼体6重了。叶云飞睁开眼睛，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一次突破3重境界，这样的突破速度说了出去简直吓死人。好了，试试我现在到底还残存多少魂力。房间内随着叶云飞的话音一落，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从叶云飞的头颅之中释放了出来，立即整个房间都为之一沉，似乎空气也变得沉重起来，一片压抑，一种莫名的威压笼罩整个房间。这样的魂力弱小的可怜。叶云飞露出苦笑，不过应该勉强可以修炼噬神针吧。叶云飞自语道。噬神针是一种低阶的神魂类武技，正好适合叶云飞现在的魂力水平。世间神魂类武技十分稀少，不过叶云飞作为一个天帝，各种功法武技都曾有所涉猎，噬神针是叶云飞偶然间收藏的。接下来叶云飞开始修炼噬神针。时间飞逝，眨眼间2天时间过去了，终于练成了。房间内，叶云飞睁开眼睛，咻，一枚无形的飞针从眉心之处冲出来，绕着头颅盘旋飞舞。这枚飞针由魂力所凝。叶家的族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吧？这一次族会，叶仲年为了争夺家主之位，肯定会想尽办法对付我父亲，只不过恐怕他要失望了。叶云飞收起噬神针，冷冷一笑，走出房间。叶云飞少爷，你快去救救小月吧，小月被家族执法堂的人带走了，正在被严刑拷问。叶云飞刚走出房门，一个丫鬟冲进了院子，急匆匆地叫道：红梅，怎么了？小月出了什么事？叶云飞眼神一冷。红梅是叶家下人之中少有的和小月走得较近，感情较好的一个。叶强少爷不见了一颗真灵丹，春芳出来作证，说他曾经亲眼看见小月偷偷从叶强少爷的房间出来，所以家族执法堂的叶管事带着执法堂的人来把小月抓走，正在审问。叶云飞少爷，你快去救救小月吧，否则小月会被他们打死的。红梅焦急地说道。春芳是谁？叶云飞的目光之中满是冷意。春芳是叶强少爷的贴身丫鬟。红梅答道。叶强，呵呵，好得很，你敢动我叶云飞的人，真是不知死活。一刹那，一股森冷之极的气息从叶云飞的身上散发出来，眼神中闪烁着彻骨的杀意。叶云飞100%肯定，这是对小月的栽赃陷害。小月从6岁起就进入叶家，一直跟在叶云飞身旁。叶云飞出世成为一个废人后，叶家之中绝大部分下人都好像避瘟疫一样避开叶云飞，只有小月对叶云飞一点也没有变，反而是更加关心，更加体贴。可以说，小月虽然名义上是叶云飞的丫鬟，但是在叶云飞的心目中一直把小月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妹。有人敢动小月，
就等于是动了叶云飞的逆鳞。哼，叶家那些人真心急啊，开始不把我这个世子当世子了，是时候给叶家动一动手术，清除一些祸患了。叶云飞冷笑：红梅，多谢你来给我送信，接下来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叶云飞回房间内取了一柄长剑，杀气腾腾，抬步向执法堂的方向大步走去。叶家的执法堂在家族府邸的西边。站住！执法堂是家族重地，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擅闯。执法堂的大门外，2个守卫看见叶云飞手持长剑而来，先是一愣，然后齐声呵斥。这些年来，家族执法堂实际上已经被叶仲年3父子牢牢控制住，所以执法堂的人对叶云飞这个所谓的叶家世子根本就不屑一顾。谁敢拦我，死！叶云飞冷冷说道，向执法堂内走进去大胆。叶云飞，你太放肆了，分明不把执法堂放在眼内。其中一个守卫勃然大怒，一步踏前挡在叶云飞身前。唰，一道森寒的剑光横扫而过，这个守卫的头颅被斩断，抛飞出去，血水激溅。废物，你！另一个守卫吓得脸色惨白，魂飞天外，不断后退，话也说不完整了。噗！叶云飞手中的长剑刺进他的喉咙，透体而过，一道血剑飞溅出来。叶云飞拔出长剑，头也不回，抬步向执法堂之内走了进去。此时执法堂之内，你这个小贱人，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狡辩？这颗真灵丹就是从你的身上搜出来的。一道充满着残忍味道的厉喝声响起，一个身材中等的男子冷笑说道，他的掌心之中有一颗真灵丹。这个男子叫叶福，是执法堂的管事。叶家执法堂由家族的2长老叶浩元掌管，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叶福在亲自管理，叶浩元在幕后指挥。叶浩元是属于叶仲年一派的人。一个年约15、16岁的少女跪在地上，两边脸上都是布满了巴掌印，红肿一片，挂满泪水，神情惊恐。正是小月。叶管事，真没偷真灵丹，那颗真灵丹不是从我身上搜出来的。小月脸色苍白地辩解道，显得很害怕。哼，还敢抵赖？春芳，你来说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叶福冷笑着说道，我今天出去帮少爷采购生活用品，叶强少爷也有事外出，所以少爷的院落之中没有人看守。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小月从叶强少爷的房间门口神色慌张地离开。叶强少爷回来之后，就发现不见了一颗真灵丹。一个叫春芳的丫鬟用嘲讽的目光望着小月，开声说话了。以前叶云飞还是天才的时候，他自惭形秽，感觉在小月面前抬不起头。现在不同了，风水轮流转，叶云飞成为废人，叶强和叶磊2兄弟才是叶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作为叶强的贴身丫鬟，地位自然是水涨船高。小贱人，现在物证人证俱在，由不得你不认罪。按叶家族规，下人如果犯有偷窃之罪，一律从重处罚，绝不姑息。现在有2条路摆在你的面前：第一，斩断双手双脚，逐出叶家；第二，供出你的幕后主使。说，是不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叶福厉声呵斥道。不，叶管事，我是冤枉的，求求你相信我。小月吓得浑身打颤。哼，废话少说，贱人，你到底选哪一个？叶福逼问道。不，我哪个也不选，我要留在叶云飞少爷的身边，继续服侍叶云飞少爷。小月一边惊恐地往墙角退缩，一边摇头说道。哼，小贱人，这可由不得你。好，既然你这样的态度，那么我就当你选第一个选择了。来人，斩断他的双手双脚，逐出叶家。叶福残忍地喝道。是。马上就有2个家丁上前，手持锋利长刀，狞笑着向跪在墙角的小月走去。不，叶管事，求求你放过我。小月吓得浑身发抖。想让我放过你，很简单，只要你指证是叶云飞在幕后指使你去偷真灵丹，我就会放过你。叶福上前一步，弯下腰，在小月的耳边一字一字森寒地说道。很明显，叶福是想逼小月承认幕后主使是叶云飞。这一场栽赃陷害，表面上受害者是小月，实际上是专门针对叶云飞的。堂堂叶家世子指使手下的丫鬟去偷窃灵丹，哼，这个罪名如果落实了，绝对够叶云飞父子喝一壶的。现在正是叶仲年夺位的最关键时刻，叶仲年父子想尽一切办法抹黑叶云飞父子，就是为了夺位顺利。不，我没有偷真灵丹，更加不是叶云飞少爷指使的。叶管事，请你相信我。小月拼命摇头。啪！叶福一巴掌抽在小月的脸上，小月柔弱的身躯当场被抽打的抛飞出去，倒撞在地上。
斩断双手双脚，丢出叶家大门。叶福喝道。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冲进执法堂之中，一把扶起小月，正是叶云飞。叶云飞左手扶起小月，右手持剑，长剑之上不断有鲜血滴落。小月，对不起，我来迟了。叶云飞看着小月高高肿起的两边脸，还有不断流血的嘴角，不由得十分心疼，轻轻说道：叶云飞，你擅闯执法堂，该当何罪？叶福终于反应了过来，大声喝道：少爷，他们说我偷了叶强少爷的真灵丹，可是我没有偷。此时小月缓过气来了，看见叶云飞，不由得惊喜交加，艰难地开声说道：小月，我知道你没有偷，告诉我，你脸上的伤是谁打的？少爷替你出气。叶云飞柔声问道。我。小月有些害怕，不敢说。别怕，一切都有少爷替你做主。叶云飞问道。是春芳，她先动手打我，然后还有叶管事。小月小声说道，微微抬眼望向叶福，还有叶福旁边站着的春芳，显得十分害怕。春芳哼了一声，一点也不担心，她觉得站在叶福身旁安全得很，何况她是叶强少爷的贴身丫鬟，整个叶家敢动她的人不多，有叶强撑腰，她觉得就连叶云飞不敢动她，因为这段时间在叶家之中，叶仲年三父子的风头太盛了。你就是春芳？叶云飞望向春芳，目光平静的可怕。是又怎么样？这个小贱人敢偷叶强少爷的东西，就该打。春芳仰起脸，不屑地说道。叶云飞，你想干什么？叶福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发现叶云飞自从进来执法堂之后，就没有正眼望过他一眼，简直就不把他这个执法堂的管事放在眼内。小月，你自己还能站得住吗？叶云飞轻声问道。能够。小月点头，他的伤主要是在脸上。好，你自己站一会儿。叶云飞点头，然后咻，叶云飞动了，鬼魅一般就站到了春芳的身前，一巴掌抽打过去。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响起，春芳的脸瞬间红肿了起来。你敢打我？春芳懵了，脸上火辣辣的，满脸的无法置信。不过还没有完，啪啪啪，叶云飞手出如电，一下子连续抽打了春芳10几记耳光。啊！你敢打我？叶强少爷不会放过你的，你死定了！春芳痛的眼泪飙了出来，那刻薄的脸容彻底扭曲了，不顾一切尖叫了起来。不过叶云飞没有打算放过他，本来我很少对女人狠的，不过你例外。叶云飞的声音冷漠无情。啪啪，叶云飞凶残的巴掌一个接一个，越来越狠，不断抽打在春芳的脸上。执法堂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傻眼了。啊，叶云飞少爷，放过我，我错了，是叶强少爷的主意，不关我的事，是叶强少爷让我陷害小月的。在彻骨的疼痛之中，春芳彻底怕了，崩溃了，不顾一切，惊恐地叫了起来。迟了，是不是陷害已经不重要，敢欺负我叶云飞的人，不论你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该死。叶云飞的声音冷漠霸道，让人不寒而栗。饶命，不要杀我！春芳感受到叶云飞的杀意，吓得魂飞魄散，尖声求饶。唰！叶云飞毫不手软，手中的长剑挥出，刺进春芳的眉心之间，鲜血喷溅而出。这一刻，整个执法堂死寂一片，所有的人都是死死盯着春芳慢慢滑落在地面之上的尸身，不敢相信，谁也想不到叶云飞居然当众杀人，而且杀得如此果断，如此霸道。叶云飞，你找死！叶福终于是从震惊之中清醒了过来，暴怒无比，脸色狰狞，直接冲了过来。暴怒之下的叶福毫无保留地释放出他炼体7重的灵力，凝聚在掌心之上，一掌朝叶云飞轰了过来。掌影翻飞，灵力狂吐。只不过下一刻，他的动作完全停止了，拍出一半的手掌停滞在半空中，灵力消散。叶云飞少爷，有话好说。叶福艰难地说道，因为他发现叶云飞手中的长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抵在他的喉咙之上了，那冰寒彻骨的锋利剑尖已经刺入他的皮肤，嫣红的鲜血正在滴落。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的？我炼体7重的实力，居然看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出剑的？不是说他只有炼体3重的实力吗？不是说他已经天赋受损的吗？叶福的心中十分不甘，在嘶吼着。是叶强叫你这么做的吧？叶云飞冷冷问道。叶云飞少爷，你先把剑拿开。叶福笑得十分难看。啪啪，叶云飞突然朝叶福的脸上闪电般连抽几巴掌，重而有力。别说废话，
是，或者不是。叶云飞的声音十分冰冷。叶扶感觉脸上一片火辣辣，目光之中涌动着巨大的怒火。啪啪啪啪，话音一落，叶云飞的巴掌又抽了过去，这一次连抽了10几个巴掌。叶扶被打得双脸肿胀如猪，完全麻木，嘴巴无法自控地张开，血水混着脱落的牙齿不断掉落。啊！给我上，杀了他！叶扶的情绪陷入了疯狂之中，用含混不清的声音怒吼了起来。住手！大厅内还有6个执法堂的成员听到叶扶的怒吼声，纷纷取出武器，朝叶云飞冲了过来。咔嚓！剑光闪烁，叶扶的脑袋好像西瓜一般掉落在地上，一双惊恐的眼睛直到死也没有闭上。他到死也想不到叶云飞连他也敢杀。刷刷刷，叶云飞剑出如电，分别刺进那6个执法堂成员的心脏之中。然后叶云飞收起长剑。小月，我们回去。叶云飞头也不回，扶着小月向执法堂之外走出去。少爷，不好了，你杀了那么多人，这可怎么办呢？小月吓得脸色发白，柔弱的身子轻轻颤抖。没事，少爷，我杀再多的人也不会有事的。小月，他们欺负你，该死。叶云飞扶着小月走出执法堂。同一时间，叶家演武场热闹非凡。叶家的族会1年举行一次，族会主要有2个流程。第一个流程，叶家年轻一辈相互比试，展示实力，表现突出的可以成为家族的核心子弟，在未来的1年将会受到家族的重点培养，可以享受到的修炼资源最起码翻倍。年轻子弟是家族未来的希望，特别是作为一个武道世家，年轻一辈的实力关系到家族将来的前途命运，实属头等大事。第二个流程就是把族人集中在一起，商议家族的发展大计。现在正在进行第一个流程，年轻子弟相互之间的比试。演武场的中间有一个擂台，叶家的年轻子弟十分踊跃，纷纷上台比试。演武场的东边搭着一个高台，高台上坐着叶家的高层，家主叶天鹏端坐正中，叶家的7个长老列坐左右，还有不少有名望的叶家族老也是坐在高台之上。叶天鹏的左手坐着的是叶仲年。哼，叶天鹏，这次族会家主之位必定属于我。叶仲年阴冷的目光时不时扫向叶天鹏。整个演武场之中，或站着或坐着，挤满了叶家的族人，大家都在观看擂台上那些叶家年轻人的比试。叶强少爷，执法堂的叶扶已经派人把小月抓到执法堂进行审讯，相信那个小贱人一定会受不住酷刑，承认是叶云飞派他去偷真灵丹。很快，叶扶就会亲自押着小月前来演武场，亲自公布审讯的结果。嘿嘿，到时叶云飞肯定会臭名远扬。人群中，一个下人悄悄来到叶强身旁，轻声禀告：干得好！你放心，等我父亲当上家主之后，一定会重重有赏。叶强露出得意的笑容。多谢叶强少爷。那个下人大喜。演武场中的擂台之上，叶家的年轻子弟轮流上台进行比赛。擂台四周阵阵喝彩声如雷。东边的高台之上，叶家的高层们也是十分关注族中年轻子弟们的比赛，时不时出言点评。比赛进行了大约2个时辰之后，一个紫衣少女表现突出，逐渐成为擂台上的焦点。这个紫衣少女叫叶雪，炼体7重，叶家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她为人直爽，不拘小节，有大姐大的风范，在年轻一辈中颇有人气。学姐，我认输。擂台上，一个年轻人被叶雪一剑逼到擂台的边缘，犀利的剑尖朝他的喉咙刺来，吓得他脸色发白，大叫了起来。叶雪收住长剑，那个年轻人满脸通红，逃下擂台。他虽然也是炼体7重的实力，但是不到10招就败在叶雪的剑下。学姐威武！擂台周围响起阵阵欢呼声。接下来又有几个年轻子弟陆续上台挑战叶雪，不过都是失败。学姐威武！一时之间，叶雪成了全场的焦点。雪儿天赋真的不错，从现在开始，她的修炼资源要酌情增加。东边的高台之上，叶天鹏开声说道。其他的叶家高层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成。天赋资质越好，所获得的修炼资源就越多，这是绝大部分武道世家培养年轻子弟的方式。还有谁上来挑战我的？此时擂台之上，叶雪再一次打败了一个挑战者，环顾全场，高声喝道：算了，学姐，除了叶雷和叶天风，没人打得过你的了。你把擂台让出来，给机会我们表演一下吧。叶家年轻一代已经没有人上去挑战叶雪了。好吧，叶雪见没人上台，只好放弃，准备跳下擂台。突然，叶雪，我来挑战你。
人影一闪，一个双目狭长的少年已经站在擂台之上，是叶强少爷。他好像只是炼体5重的实力，居然想去挑战学姐吗？学姐可是炼体7重啊！擂台周围的人群惊哗了起来。叶强只不过是炼体5重，比叶雪差了2重境界，居然上去挑战，这不是乱来吗？东边的高台之上，一个灰衣老者皱眉说道。这个灰衣老者是大长老。呵呵，让强儿试试吧，我对他有信心。叶仲年显得十分自信。莫非叶强有什么底牌？叶家其他高层听了叶仲年的话，都是感到有点疑惑。叶强，你的境界还太低，我没有兴趣陪你打。擂台上，叶雪摇头说道。叶雪，莫非你怕了？如果怕，就滚下去。叶强冷笑道。你什么意思啊？好，我陪你打。叶雪被叶强的态度激怒了。叶雪，你擅长用剑，恰好我也用剑。叶强拨出一柄长剑，唰！一句话说完，叶强手中长剑抖动，一股强大的灵力从他的身体之上荡漾了出来。炼体6重叶强少爷突破了，不是炼体5重，是炼体6重了。立即，擂台周围一道道惊叹声响起。擂台上，叶强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原来你突破了。叶雪有点惊讶。炼体6重，很不错。东边的高台上，那些叶家的高层纷纷点头称赞。族中有子弟突破，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好事。哈哈，强儿没有让我失望。叶仲年放声大笑，得意之极。擂台上，炼体6重依然不是我的对手。叶雪摇头，手中长剑猛然圈转，荡起阵阵剑光，快捷之极，向叶强刺去。那可未必。叶强一声厉喝，手中长剑唰地挡了出去，剑锋凌厉，声势惊人。一圈淡白色的剑芒从剑尖之上冒了出来，瞬间整个擂台的温度也下降了几度。这是……叶雪马上有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目光死死盯着叶强手中长剑之上那圈冒出来的白色剑芒。什么？这是剑意的雏形。东边的高台之上，除了叶仲年之外，其他的叶家高层全都是震惊之极。不可思议，无法置信，年纪轻轻居然就开始领悟剑意了。虽然这还不是真正的剑意，但是将来领悟真正的剑意，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哈哈，好，好，很好。想不到我们叶家要出一个剑修了。叶家的大长老连声叫好，十分激动。在修武界同境界的武者之中，剑修的攻击力是最强的。哈哈，叶强少爷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代剑道强者，我们叶家有福了。其他的叶家高层也是大笑了起来。大长老，说起来还得多谢叶云飞那个废物啊！3天前，强儿被叶云飞当众偷袭，被决耻辱，回去之后闭关了3天3夜，不但突破到炼体6重，而且还初步触摸到了剑意的雏形。叶仲年得意的目光扫向叶天鹏，语气中充满嘲讽：“菲儿是你的侄儿，你称他为废物，什么意思？何况菲儿的五脉恢复，已可以修武，不再是废物。”叶天鹏大怒：“哼，区炼体3重，不是废物，是什么？”叶仲年冷笑。这一次族会，叶仲年打算夺位，已经不惜和叶天鹏撕破脸。擂台之上，叶强施展出剑意的雏形之后，居然和叶雪打成了平手。叶强的灵力比起叶雪虽然差了很多，但是叶强长剑刺出，每一招一式都似乎深得剑道精髓，把剑法的奥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声势惊人。特别是他手中长剑剑尖上的那圈淡白色剑芒，让叶雪感觉极度危险，心中寒意暗生，居然不敢应接。一时之间，两人打得难分难解。叶强少爷真的是太妖孽了。擂台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惊叹。我认输。突然，叶雪后退几步，高声说道：“哦。”众人感到奇怪，他明明还没有输。叶强，你的境界比我低，却能和我打成平手，而且你领悟到了剑意的雏形，我不如你。叶雪交代了一句，神情有点失落，跳下了擂台。叶强少爷太厉害了。整个演武场之中响起了阵阵的狂欢声。哈，仲年，你这一脉真是一门双龙啊！出了一个叶雷，现在又出一个叶强，教子有方，很不错。大长老用赞赏的目光望向叶仲年。叶雷和叶强两兄弟都很争气，是我们叶家未来的希望。相比较之下，有些人就差得远了，身为世子却只会让我们叶家蒙羞。叶朝先开声说道：“叶朝先，你什么意思？”叶天鹏不由得大怒：“我什么意思？还用问吗？大长老历来得要配位，我觉得为了我们叶家的发展，家主一位绝不能将就是时候好好考虑一下，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当。”叶朝先冷笑说道：“
他这句话再明显不过了，直接向叶天鹏逼宫。此事不急，我们先继续看看后辈们的比试。大长老说道。大长老在长老会之中权力最大，他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有谁上来挑战我叶强？擂台之上，叶强手持长剑，环顾全场，志得意满，朗声叫道：叶强少爷，就连学姐也认输了，没人敢挑战你的了。周围一道道奉承赞扬的声音不断响起。叶云飞，你这个废物，你给我滚出来！我要报3天之前你当众辱我之仇。突然叶强厉吼了起来。胡闹！叶强，已经没有人挑战你，你可以下去了。叶天鹏忍不住了，拍案而起，厉声呵斥道：我要挑战叶云飞。按照规定，在族会之上，我们年轻一辈可以互相挑战，我有这个权利。叶云飞废物，你给我滚出来！叶强根本就不怕叶天鹏，大声叫道：哼，我们叶家的族会确实有这个规定。叶天鹏，莫非你想擅改规矩吗？好大的威风！叶朝先冷笑道。你……叶天鹏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叶家族会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年轻后辈之间可以互相挑战。叶云飞拒绝挑战。叶强，你可以下去了。叶天鹏大声喝道：我要叶云飞那个废物亲口和我说，叶云飞废物，你这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叶强的吼声响遍全场。3天前，他被叶云飞当众扇巴掌，视为奇耻大辱，闭关3天3夜，激愤之下居然突破了，而且还领悟到了剑意的雏形。现在他强势出关，要找回面子，狠狠报复叶云飞，羞辱叶云飞。演武场之中，所有的族人听到叶强近乎疯狂的吼声，都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在叶家，叶天鹏和叶仲年这两脉之间的争斗早就众所周知。叶强，你再闹下去，别怪我不客气！叶天鹏彻底怒了，拍案而起。叶天鹏，你好大的威风！叶仲年也是立即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嘿嘿，家主确实好大的威风啊！莫非你是想打压我们叶家的天才后辈吗？我这个做长老的，第一个不答应。叶朝先跟着站了起来，接着2长老、4长老、5长老、7长老也是同时站了起来。很明显，7个长老，总共有5个长老站在叶仲年这一边，还剩下大长老和6长老暂时没有表态。你们好得很！叶天鹏气得躯体发抖，他想不到叶仲年竟然暗中拉拢了这么多的长老对抗自己。一时之间，高台之上，叶家高层针锋相对，气氛紧张。叶云飞，你这个废物，缩头乌龟，滚出来！擂台之上，叶强发疯似的还在大吼。突然，咻！急速的破风之声响起，一柄长剑从远处呼啸而来，锵的一声插在擂台之上，恰好就落在叶强身前。不必叫得像疯狗一样，我答应你的挑战。一个少年不紧不慢走进演武场。叶云飞来了，整个演武场都为之一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叶云飞的身上。叶云飞，你这个废物，滚上来受死！叶强怨毒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怒吼道：3天前他当众受辱，被叶云飞连扇耳光，这个耻辱刻骨铭心。这几天时间，他的心中每时每刻所想的都是报仇。就凭你吗？叶云飞登上擂台，站在叶强的对面，淡淡开口，显得不屑一顾。飞儿，叶强已经突破到炼体6重，而且还初步领悟到了剑意的雏形，你不是他的对手，直接认输。叶天鹏看见叶云飞登上擂台，不由得急了。他知道叶云飞虽然已经恢复了修为，但只不过是炼体3重，想认输没那么容易，除非你跪在我的面前叩100个响头。叶强举起手中的长剑，指着叶云飞得意大叫，他的脸上露出一种近乎病态的疯狂得意之色。区区剑意雏形不值一提，叶云飞显得十分镇定。作为一个天帝，叶云飞在剑道之上也有不俗的修为，甚至已经初步领悟到了剑之法则。在剑道方面，从低到高分别有剑意、剑势、剑域、剑界、剑之奥义、剑之法则。区区剑意雏形，连真正的剑意也不算，对叶云飞来说简直是垃圾到极点，完全可以忽略。叶云飞，事到如今，你居然还敢嘴硬，不想死的立即跪下！叶强厉声呵斥，手中的长剑举起，灵力激荡，剑尖之上一圈白色的剑芒冒了出来。飞儿，小心！叶天鹏大惊，展动身法，想冲过来保护叶云飞。叶强，不准伤害叶云飞！擂台旁也响起一声娇斥，叶雪展动身形，朝擂台之上跃上去。可以说，在叶家后辈中，
叶雪是唯一关心叶云飞的。就在此时，叶云飞动了，咻！叶云飞脚尖一点地面，身形如鬼魅一般快速向叶强靠近。找死！叶强又惊又怒，手中长剑如毒蛇般抖动，向叶云飞刺去。不得不说，他初步领悟了剑意的雏形，长剑在手，反应的速度也快了许多。然而，叶云飞身形一侧，妙到颠毫地闪开那柄毒蛇般吞吐的长剑，站到了叶强的身旁，然后伸指一弹，当的一声，叶强手中的长剑被震得脱手飞了出去。如果叶强施展的是其他武技，或许叶云飞想对付他，难度可能还会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他施展的偏偏是什么剑意雏形？叶云飞连剑指法则都曾经领悟过，还会怕这么幼稚的剑意雏形吗？不可能！叶强发现自己的长剑竟然被叶云飞一根手指就弹飞了，彻底懵了，呆在那里。啪！叶云飞一巴掌抽打过去，巴掌之上灵力激荡，力量大得可怕。砰！这一巴掌抽打在叶强的左脸之上，清脆有力的巴掌声传遍整个演武场。然后叶强嘴中喷血，身体高高抛飞了起来，好像一只断线风筝飞出擂台，最后砰地撞落在地面之上，头一歪，彻底晕了过去。整个演武场一片死寂，一双双无法置信的目光震惊之极。整个过程，叶云飞表现得太轻松了，就好像一个成年人在教训一个小孩子。干掉这只疯狗，全世界都安静了很多。叶云飞淡淡的声音在擂台之上响起：“强儿！”叶仲年一声怒吼，展动身法，抢到叶强身边，把叶强抱起。叶云飞，你这个废物，好大胆，敢伤我强儿！叶仲年确认叶强只是被震晕，放心不少，把叶强交给身旁的几个族人扶着，转身怒视叶云飞。本来他以为自己的二儿子在这一次族会之上强势崛起，可以狠狠打压叶天鹏父子，谁知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如果我是废物，那么叶强这个疯狗算什么？岂不是废物也不如？擂台上，叶云飞目光对视叶仲年，丝毫无惧。是啊，叶云飞的话让整个演武场之中所有的族人都是心中一动。叶强是炼体6重，而且还初步领悟了剑意的雏形，拥有越级挑战叶雪的实力，却被叶云飞一巴掌就打晕。这样的实力，如果还是废物，那么叶强岂不是更加废物？甚至和叶云飞相比，整个叶家的年轻一代还有谁不是废物呢？这几天时间，虽然叶家的族人都知道叶云飞武脉恢复，可以重新修武，但私底下都在流传叶云飞天赋受损严重，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修武天才，而是变成了一个庸才废物，在武道之上注定不会再有什么成就。但是现在叶云飞却用事实证明了他依然还是以前那个修武天才。渐渐的，擂台周围叶家的族人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开始变了，不再是之前的轻视、嘲讽、不屑、厌恶，而是惧怕、敬畏。哈哈，说得好！现在还有谁敢说我叶天鹏的儿子是废物？叶天鹏仰天大笑，他觉得儿子给自己带来的惊喜实在太大了。大笑声中，他已经挡在了叶云飞和叶仲年之间。他是防止叶仲年气急败坏之下突然向叶云飞动手。叶云飞，在我面前，你依然是一个废物。突兀的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然后一个神色冷傲的锦袍少年缓缓走进演武场。叶雷，众人的目光不由得一缩。叶雷炼体8重，属于叶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叶雷显得十分冷酷，一步步登上擂台，站在叶云飞的对面。叶雷面如冠玉，长得有几分俊美，负手而立，蔑斜看着叶云飞，眼神中有一种轻视傲物的神采。你竟敢伤害我爹，这让我很生气，我生气的后果很严重。叶雷开口说话，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发现你们两兄弟都一个德行，特别能装。刚才叶强也是这么装的，结果他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叶云飞无奈地摇了摇头。叶雷闻言，脸色一沉，目光变得阴冷起来，杀机毫不掩饰。擂台四周，众人也是屏气静息，紧张地盯着擂台之上。叶雷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潜修，这2年来，叶家的人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他亲自出手。这一刻，大家都有点期待，想看看叶雷的战力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叶云飞，你说，如果我在这个擂台之上把你废了，让你再一次成为一个无法修武的废物，那该多有趣呢？叶雷突然压低声音，用只有他和叶云飞2个人之间才能听得到的音量低声说话，他的语气显得十分狠毒。说不定是我废了你呢。叶云飞面无表情，淡淡说道：就凭你，你先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吧。叶雷的脸色突然变得狰狞了起来。
轰！一股强大的灵力气流猛然自他体内溢了出来。炼体九重，整个演武场一片惊呼。叶雷少爷突破到炼体九重了！炼体九重在整个圆月城的年轻一代之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实力。全场轰动，所有的族人都是十分震惊。哈哈，雷儿好样的！这意味着我们叶家的子弟正式踏入圆月城年轻一代的最强者行列。秦家的秦安虽然觉醒了天灵体，但是想来秦安现在的境界大概也就是炼体九重了吧。相比之下，我们叶家的子弟并不逊色多少啊。东边的高台之上，大长老猛然站起，激动地大笑了起来。天灵体未来的修武之路会十分妖孽，但那是将来。从目前看来，叶雷突破到炼体九重，这个消息如果传了出去，多多少少会给叶家挣回一点脸面。那几个支持叶仲年的长老更加是纷纷开声，大家称赞。哈哈，雷儿确实给我们叶家长脸了。最高兴的自然就是叶仲年了。他用挑衅的目光扫了一眼叶天鹏。擂台上，废物，受死！叶雷大喝，声音落下，全身衣袍无风自鼓，一股狂莽的力量加持在他的肉身之上。轰！叶雷一拳轰出，有气动山河之势，空气震爆一大片，气势骇人。吼吼吼吼吼！连续有5道震耳欲聋的狮吼声从那拳头之上传递了出来。隐隐间，众人好像看见一头霸道残暴的狮子凶猛地朝叶云飞扑杀过去。这是我们叶家的狂狮拳，叶雷少爷竟然修炼到无吼的境界了，这是狂狮拳的圆满境界。整个演武场再一次因为叶雷而轰动了起来。好，好，好！东边的演武场之上，大长老连叫3声好，激动之极。狂狮拳是叶家的3品武技，一吼一境界，无吼是狂狮拳的圆满境界。整个叶家只有叶天鹏把狂狮拳修炼到无吼的境界，想不到现在多了一个叶雷。哈哈哈！叶仲年满面红光，忍不住仰天大笑了起来。仲年兄果然是教子有方啊，给我们叶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叶朝仙等支持叶仲年的长老纷纷出声称赞。菲儿，小心！此时叶天鹏却是骇然失色。叶天鹏深深知道狂狮拳的威力是多么的霸道。叶云飞如果被击中不死也要半残，只不过隔得太远了，叶天鹏知道自己就算想冲过去相救也来不及了。叶雷，你若伤菲儿，我绝不会放过你！叶天鹏情急之下怒吼出声。家主，注意你的言行，希望你不要以势压人。大长老望了一眼叶天鹏，有点不满，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偏向叶仲年了。擂台上，区3品武技就算修炼到圆满境界，那又如何？垃圾也不如，用得着这么大的反应吗？太无聊了吧！叶云飞望着擂台周围那些震惊的有点疯狂的族人，相当无语。要知道，叶云飞作为一个天帝，所修炼所收藏的武技等级最低的也是黄品和圣品，区3品武技对于叶云飞来说简直是垃圾的不能再垃圾了。咻！面对叶雷凶猛的拳势，叶云飞的身子突然飘了起来，就好像狂风中的柳叶一样灵活，闪开了叶雷的拳头。轰！叶雷的拳头从叶云飞的身旁擦过，打得前方一片空气，犹如一锅开水滚滚沸腾，响起爆鸣之音。只不过连叶云飞的衣角也没有擦着半点。怎么可能？叶云飞居然无事！所有的叶家族人都是愣住了。叶云飞，怪不得你如此嚣张，原来偷偷修炼了一门高明的身法。叶雷的脸色十分难看。其实不是我的身法好，而你的拳法太烂了。叶云飞摇头说道。废物，我看你能躲得了几招？叶雷目光一厉，他体内炼体9重的灵力倾泻而出，轰鸣作响，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吼吼吼！一道道狮吼声不断响起，叶雷挥拳不断朝叶云飞轰来。可是不管叶雷的攻击如何凶猛，如何狂暴，始终连叶云飞的衣角也没有摸到半片。甚至叶雷还连续换了好几种其他的武技。但是不管他用的是拳法还是掌法、刀法、剑法、枪法，效果都是一样，所有的攻击都被叶云飞轻轻一步就躲开了。叶云飞还残存着一丝天地的魂力，能够准确感知得到叶雷每一次进攻的角度、轨迹、速度，再加上施展的灵风神步是一种圣品步法，要躲避一个炼体9重的进攻，简直是小儿科。只见擂台之上，叶雷不断发力攻击，怒吼连连，满脸通红，气急败坏。而叶云飞则是背负双手，闲庭信步，潇洒之极。怎么会这样呢？整个演武场一片死寂，所有的族人呆若木鸡。比赛进行到这种地步，多多少少就有了一点搞笑的味道。叶云飞，
你老是躲，这算什么？叶雷有点崩溃了，怒吼了起来。这一次，他突破到炼体9重，强势出关，是准备以雷霆霹雳一般的手段，在族会之上碾压一切，扬名立万的。想到现在和叶云飞打成这种局面，如何不怒？谁规定了比赛不能躲的？何况，如果我出招，恐怕你连一招也挡不住。叶云飞淡淡一笑，叶云飞，你所依仗的只不过是一门高明的身法，真有本事，你倒是出招让我看看啊！叶雷怒吼，如你所愿。叶云飞淡淡一笑，下一刻，唰，叶云飞长剑向前刺出，剑身之上灵力激荡，赤，叶云飞手中的长剑平平地朝叶雷刺了过去。看起来招式十分简单，虽则简单，却是浑然天成，自然而然，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痴痴突然，以叶云飞手中的长剑为中心，出现了数不清的白色细小剑芒，在疯狂游走、旋转，形成了一个个剑芒漩涡。这些白色的细小剑芒从四面八方向叶雷包围过去，避无可避。擂台上响起轻微的嗤嗤声，赫然，叶雷的头发、衣服不断被无形的剑气割裂、绞碎。片刻间，叶雷的头发就被割掉了一大半，成了半个秃子。身上那件锦袍也是被割得破破烂烂，化成漫天碎片，犹如一只只蝴蝶在擂台之上飘舞。叶雷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底裤。最后，叶云飞手中的长剑渐渐抵在叶雷的喉咙之处。我说了，你连我的一招也挡不住。叶云飞望着脸如死灰、一动也不敢动的叶雷，淡淡说道。整个演武场静如坟茔，一双双震撼到极点的眼睛突如牛卵，死死盯着擂台之上。强大的叶雷仅仅一招就败了，是剑意。叶云飞竟然领悟到了真正的剑意。演武场之中，死寂的气氛持续了几个呼吸时间之后，东边的高台上，大长老猛然站起，用不可思议的声音大吼了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叶家出了一位真正的剑修。六长老也是用震撼的声音低声嘶吼。不可能，明明已经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怎么几天之间就彻底翻身了呢？叶仲年后退了几步，瞬间就好像苍老了10几岁，根本就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2个儿子是他最大的依仗，也是他争夺家主之位的底气所在。可是现在，大儿子叶雷被一招秒败，二儿子被一巴掌打晕，直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其他5个支持叶仲年的长老也都是脸色阴沉，十分难看。菲儿他不但修炼了一门高明的身法，还领悟出了真正的剑意，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叶天鹏则是惊喜交加，今天儿子给他带来的惊喜实在太大了，甚至他突然发现儿子简直优秀的有点夸张，有点陌生了。整个演武场只有家主叶天鹏和7位长老看得出来，叶云飞刚才所施展的是真正的剑意。其他那些叶家族人则是全部都震撼于一个事实，强大的叶雷一招就败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叶云飞刚才出剑的一瞬间显示出来的灵力境界是炼体6重，而3天之前他才刚刚恢复修为，只不过是炼体3重。突然，大长老深深做了一个呼吸，一字一字说道：不错。周围的人都是同时一震，望向叶云飞的目光都是浓浓的震撼之色。3天提升3重境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擂台上，你口口声声称我为废物，现在你应该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废物了吧？叶云飞平静的目光看着叶雷，缓缓说道：不，这不是真的，这是幻觉，绝对是幻觉。叶雷根本就无法接受失败的事实，陷入了某种癫狂的状态之中，脸色狰狞的可怕。小小打击就无法承受，你信念已失，日后再武道一途，成就有限。叶云飞的语气有点不屑。自始至终，叶云飞都没有把叶雷当成一个平等的对手。叶云飞收回长剑，转身向擂台之下走去。废物，我杀了你！叶雷突然疯狂地咆哮了起来，目光怨毒之极，杀意疯狂。吼吼吼吼吼！连续5道狮吼声响起，叶雷如同一只暴怒的狂狮，朝叶云飞的后背扑杀而来。叶云飞头也不回，脑后似乎长了眼睛，倒转手中长剑朝后方刺去。噗！剑尖准确洞穿叶雷的丹田，一股股灵力好像洪水决堤一般倾泻出来，然后散入周围的天地间。叶云飞感受到了叶雷的杀意，以叶云飞的性格，对自己有杀意的人绝不会轻饶。不，你废了我！叶雷彻底绝望，瘫软在地上，面如死灰。叶雷被废掉了，这个事实让所有的人都是震惊的说不出话了，脑子之中充斥着疯狂的嗡鸣声。叶云飞，你废掉了儿，我杀了你！一道癫狂的怒吼声响起，一道灵力滚滚的狂暴身影对准叶云飞冲了过来。叶仲年，你敢伤我儿！叶天鹏早有准备，
身形一动，横里冲出，挡住叶仲年的去路，轰两人对轰了一招。砰！叶仲年的身影远远抛飞了出去，连喷几口鲜血。不可能，叶天鹏，你突破到地境后期了！叶仲年撞倒在远处的地面之上，极度不甘地叫了起来。叶天鹏服用了叶云飞炼制的3品玄元丹，已经成功突破。什么？家主突破到地境后期了？大部分的叶家族人都是又惊又喜。哈，天鹏，想不到你竟然突破到了地境后期，这意味着我们叶家的实力再上一层楼。大长老放声大笑，多了一个地境后期高手，对叶家来说意义深远。那5个支持叶仲年的长老则是一个个脸色阴晴不定，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各位长老，叶云飞性格凶残，废掉了我儿叶雷，对自家族人也下这样的重手，绝不能轻柔。我提议从重处罚，废掉叶云飞。这个时候，叶仲年爬了起来，指着叶云飞怒吼：我觉得擂台之上，刀剑无眼，而且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是叶雷先动了杀机，所以这件事，仲年，我希望你不要再追究了。大长老缓缓开声说道：大长老，你可不要忘了，叶雷可是我们叶家年轻一代的第一人，是我们叶家未来的希望，现在却毁在叶云飞的手中，叶云飞罪该万死。叶仲年不甘地咆哮道：现在叶云飞才是我们叶家年轻一代的第一人，仲年，我希望你认清这个事实。大长老摇了摇头，缓缓说道：开玩笑，叶雷仅仅一招就败在了叶云飞的手中，谁强谁弱，所有人的心中都已经有了答案。武道世家就是这样残酷，强者为尊，弱者就要遭到淘汰。其他的长老都是沉默不语，现在的形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叶天鹏父子强势崛起，叶仲年3父子开始失势。天鹏，你这个家主当得很好，我支持你。大长老笑着对叶天鹏说：天鹏，我也看好你。6长老也是对叶天鹏微笑，其他的5个长老都是沉默。大长老在叶家之中的威望是最高的，既然他已经表态，再想扳倒叶天鹏几乎没有可能了。我反对，我们叶家的家主绝对不能由叶天鹏来当。突然，叶仲年疯狂大叫了起来：大长老，你可不要忘了，叶天鹏和秦雄一直以来都是死对头，秦安觉醒了天灵体，秦家必定会强势崛起。我们叶家如果由叶天鹏来当家主，将来一定会遭到秦雄的疯狂打压。现在施家、吕家甚至城主都在巴结秦家，到时候秦家、施家、吕家还有城主府一起联手打压我们叶家。各位长老，你们觉得我们叶家有能力对抗吗？叶仲年这番话是用力吼出来的，震动全场。听了叶仲年的话，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大家知道叶仲年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但不能让叶天鹏当家主，还要把叶天鹏父子赶出叶家，撇清关系，然后备下重礼去讨好秦家。只有这样，秦雄才有可能不仇视我们叶家。叶仲年冷笑说道，他知道他所说的话已经打动了大家，气氛一片死寂。区区天灵体很了不起吗？我想打败秦安易如反掌。在一片死寂的气氛中，叶云飞的声音突然响起，清晰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什么？打败秦安？所有人都是觉得叶云飞的想法很疯狂，那可是传说中的天灵体啊，那是说打败就能打败的吗？哈哈，叶云飞你就吹吧，就凭你也想打败天灵体，简直是痴心妄想。叶仲年狂笑了起来，周围的族人也几乎没有一个相信。7天之后，你们就会知道，我打败叶雷一招，打败秦安也是一招。叶云飞平淡的声音中充满了强烈的自信，所有的叶家族人都被叶云飞那强烈的自信镇住了，一片寂静。报告，吴家家主、刘家家主、梁家家主、谭家家主、陈家家主、周家家主、杨家家主、地宝阁阁主，还有汪家家主、天狼佣兵团的团长同时到访。突然之间，一个叶家下人急匆匆走进演武场，大声报告，报了一连串名单。他们来干什么？叶家的高层们都是一愣。这一年族会，叶家没有邀请任何外人，现在却一下子有这么多小家族、小势力纷纷来到，事情有点突兀。在圆月城，实力最强的是秦家、叶家、施家、吕家，合称为4大家族，但紧跟后面的最起码还有几十个小家族、小势力。毕竟圆月城是属于大秦帝国36座城池的其中之一，规模不算小。这些家族和势力似乎都和我们叶家有生意上的来往，极有可能是他们收到风声，知道我们叶家召开族会，所以不请自来和我们叶家拉拢一下感情。叶天鹏沉吟了一下，开声说道：应该是这样，快快有请。大长老也是点头。这些到访的家族和势力
虽然整体实力比不上叶家，但叶家不会随便去得罪他们。呵呵，叶家主，各位长老，冒昧来访，真是打扰了啦。你们叶家果然人才济济，不愧是我们圆月城的4大家族之一啊！过奖了，各位光临，我们叶府真是蓬荜生辉啊！很快，一大批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来到演武场，被迎上东边的高台之上就坐，双方相互客套了一番。嘿嘿，叶家主，我这一次来其实是有一件事。10天之前，你们叶家从我这里拿了2000张兽皮，总共8000块灵晶石，到现在还没有付清账，还望叶家主马上付清。一个身材有点肥胖的中年男子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之后，突然沉声说道：“他是陈家家主。叶家主，你们叶家在城南的位置一直租用我们吴家的15间临街店铺。我想通知你，从这个月起，店铺的租金不再是1年付一次，而是1月一付，而且租金翻倍。”陈家主的话音刚落，吴家主就抢着开口了：“叶家主，1个月前，你们叶家从我们刘家拿了30颗异界魔兽的兽核，总共6000块灵晶石，麻烦今天付清。”刘家主也说话了：“叶家主，20天前，你们叶家从地宝阁赊欠了10颗真灵丹，价值1万块灵晶石，请今天付清吧。”地宝阁的阁主开声说道：“叶家主，你们叶家3个月之前从我们梁家的兵器铺之中拿走了100件兵器，价值3000块灵晶石，我希望叶家今天能付清。”梁家主说道。接着，其他人也是纷纷开口，全部都是来要账的。事情很不对劲，这分明就是专门针对叶家。叶家高层一个个都是脸色阴沉，难看到极点，躯体都在微微颤抖。圆月城凡是和叶家生意上有来往的势力，全部都来要账了。我们叶家和你们做生意，凡是有拖欠的，都是事先有所协议，按协议行事。你们现在突然要求叶家提前还钱，到底是什么意思？实话告诉我，是不是秦雄让你们来的？叶天鹏勃然大怒，轰一股强大的灵力气流透体而出，震得整个高台都是剧烈摇晃。地境后期，那些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一个个都是吓得脸色发白。地境后期的实力在整个圆月城都是属于最强者的行列了。叶家主，有些事情不用说你也应该明白的，你就当是可怜一下我们吧。现在秦家势大，施家、吕家甚至城主府都和秦家结盟，我们这些小势力一旦惹怒了秦雄，恐怕会有覆灭的危机啊。地宝阁的阁主小心翼翼地说道：“叶家主，各位叶家的长老，你们就当是可怜我们吧。况且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叶家不会是想赖账吧？”“是啊，如果要不到账，今天我们是不会走的了，就住在你们叶家算了。”其他的人也是纷纷开声：“你们怕秦雄，难道就不怕我们叶家吗？”叶天鹏怒声问道：“叶家主，我觉得你们叶家还是留点力气去应付秦雄吧。”地宝阁的阁主说道，他的目光之中掠过一丝嘲讽，很明显他不看好叶家。其他那些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也是流露出来同样的表情。也对，秦安觉醒天灵体，秦家强势崛起，圆月城的各个大小势力都是明白叶家必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叶家的衰落似乎已经注定了。我们叶家现在还拿得出来多少灵晶石？叶天鹏深吸了一口气，眼神看向叶仲年。这些年来，叶天鹏失势，叶家的账目全部由叶仲年来管理。我们叶家现在能够拿得出来的灵晶石是3万块左右。叶仲年回答道，语气十分平静。什么？叶天鹏闻言，双手微微一颤。这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前来要的账，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接近6万块灵晶石，远远不够。各位，现在我们叶家能够拿得出来接近3万块灵晶石，剩下的账，我保证3天之内一定全部归还。我们叶家和各位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这一点面子，各位还是要给的吧？叶天鹏双手抱拳，真诚地说道。呵呵，3天内，叶家主，你拿什么保证呢？叶家主，你就别忽悠我，今天就还钱，少1块都不行。没有一个人肯答应。他们来之前都接到了秦雄的命令，直接把叶家往死里逼。叶家现在确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你们想怎么办？叶天鹏脸色涨红，声音嘶哑。叶家的7位长老也是脸色阴沉的可怕。叶家主，你们叶家可是圆月城的大家族，最起码拥有几10间临街店铺，5条玄铁矿吗？对了，还有1条灵金矿的1/4开采权，这些都可以让出来，折算成灵晶石，让我们分了。地宝阁的阁主上前一步，呵呵一笑。休想！叶天鹏气血上涌，怒火暴涌。那几10间临街店铺，5条玄铁矿，还有1条灵金矿的1/4开采权，是叶家的根本，这是要把叶家往死里逼的节奏。
叶家主你看着办吧，反正今天要不到债，我们是不会走的。你们叶家要是不肯还钱的话，我相信从今以后整个圆月城再也不会有人敢和你们叶家做生意了。一位家主冷哼说道。一时之间，高台上的气氛僵硬了起来。那些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目光深处都有着一些幸灾乐祸。圆月城4大家族之一的叶家被他们联手逼到了这种程度，真是痛快啊！所谓的大家族也不过如此。你们这些秦雄的走狗，以为区区的6万块灵晶石就可以难得到我们叶家了吗？突然，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叶云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高台之上，顿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叶云飞的身上。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废物少爷叶云飞吧？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区区6万块，口气还真大。那你们叶家倒是还钱啊！没钱还，还敢大言不惭？那些来要债的人叫嚷了起来。飞儿，你……叶天鹏诧异地望向叶云飞。父亲，这里有2颗3品玄元丹，10颗2品真灵丹，加起来价值绝对超过3万块灵晶石，加上我们叶家的3万块灵晶石，总价值已经超过6万块。叶云飞从怀中掏出来2个瓶子，放在叶天鹏身前的桌子上。够了吗？如果不够，今天之内真灵丹要多少有多少，叶家欠你们的债一分不少。叶云飞平淡的声音在高台之上回荡。区6万块灵晶石，还一个个气势汹汹的，值得吗？真是一群不知所谓的走狗啊！叶云飞充满嘲讽的声音再次响起。高台上所有的人都是紧紧盯着桌子上的2个瓶子。叶天鹏的情绪瞬间就激动了起来，冲上来一把将2个瓶子都打开了，浓郁的灵丹香味飘散出来。错不了，2颗玄元丹，10颗真灵丹，所有的人都是震惊之极。一个后辈小子随手一掏，居然就拿出来价值3万块灵晶石的灵丹。菲儿，这些灵丹是从哪里来的？叶天鹏既激动又疑惑，望向叶云飞。父亲，你暂时别管这个，先把这些秦雄的走狗打发走吧。叶云飞说道。这些玄元丹和真灵丹是叶云飞不久之前自己炼制的，不过叶云飞暂时不想告诉任何人。如果让人知道，一个从来没有任何炼丹经验的，只有炼体6重实力的年轻人，第一次就炼制出来这么多的2品和3品灵丹，那还不吓死人？好，叶天鹏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那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脸色都是十分难看。秦雄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把叶家逼得破产，看来这个任务无法完成了。太好了，我们叶家有救了！叶家大长老望着叶天鹏手中的灵丹，激动得泪流满面。就在此时，突然，报！林真芳的房主到访。一个叶家族人急匆匆跑进演武场，大声叫道：“什么？”所有的人都是大惊失色。林真芳的房主在圆月城绝对算得上是最神秘的一个大人物了。据说圆月城的城主和4大家族的家主曾经多次求见，都被拒绝，不得其门而入。可是今天却忽然到访叶家，不用问，肯定是来向叶家讨债的。不错，否则区区一个叶家值得林真芳的方主亲自上门拜访吗？肯定是被秦雄请来向叶家施压的。真是想不到秦家出了一个天灵体，就连林真芳的方主也主动结交了，还替秦雄做事。秦家彻底崛起了，叶家惨了，在林真芳面前，叶家比一只蚂蚁还要弱小。那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都是悄声议论了起来。我们叶家和林真芳有生意上的往来吗？叶天鹏突然望向叶仲年。有。叶仲年平静的点头，看不出是喜是哀。有请。叶天鹏深深做了一个呼吸，吩咐道。片刻后，一个身材高挑年约17、18岁的美貌少女带着一个满面红光的老者走进演武场，来到高台之上。叶云飞微微一笑，这个美貌少女正是林真芳的房主萧楚楚，紧跟在后的那个老者是黄老。林真芳方主萧楚楚见过叶家主。萧楚楚向叶天鹏行礼，他就是林真芳的房主。高台上除了叶云飞，所有的人都是有点懵了，谁也料不到林真芳的房主居然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女。萧房主有何来意，不妨直说。叶天鹏的脸色有点难看，这个方主极有可能也是来讨债的。地宝阁阁主拜见萧方主，陈家家主见过萧方主，吴家家主拜见萧方主。这个时候，那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突然全部冲了上来，一个个争着向萧楚楚行礼，每一个的态度都充满了讨好的味道。开玩笑，林真芳可是大秦帝国赫赫有名的大势力之一，据说帝国皇室和4大宗派都对林真芳礼让3分。见到这个林真芳的房主，对于圆月城这些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来说，简直就像是平民百姓遇到了朝廷派下来的钦差大臣。双方的身份地位
相差太远太远了。哼，叶家主，今天是叶家族会，我听说叶家有一个叶云飞少爷，年少有为，乃人中龙凤，所以特地来一睹风采。我想这位就是叶云飞少爷了吧？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见面更胜闻名啊！萧楚楚正眼也没有望向那些人，只对着叶天鹏抱拳说话，显得十分严肃有礼。只不过美眸偷偷扫向叶云飞，带着几分狡黠。这小妞说起大话来，还真的一点也不脸红啊！叶云飞不由得哑然失笑。叶云飞知道萧楚楚肯定是收到了风声，专门来给自己捧场的。什么？众人闻言都是一愣，有点怀疑自己听错了。大家都以为这个林真芳的方主之所以来叶家，肯定是为了讨债，帮着秦雄向叶家施压的。想不到他居然说是来一睹叶云飞风采的。嗨嗨，这个萧方主过奖了，你来真是为了这个目的。叶天鹏不知道怎么说话了，他说的肯定是反话。嘿嘿，真正的狠话肯定在后面。那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转念一想，都是笑了，松了一口气。不错，我来叶家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哦不，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圆月城林真芳卖给你们叶家的灵药和灵丹一律9折优惠，而且我们林真芳还打算和叶家建立合作关系。萧楚楚声音清脆，如黄莺鸣叫。什么？萧方主，你说的是真的吗？叶天鹏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叶家的7个长老也是一个个大喜过望。怎么会这样的？这个方主不是来向叶家讨债，反而是来送优惠的。当然是真的。萧楚楚勤手轻点。哈哈哈，萧方主，叶家永远不敢忘记你的恩德。叶天鹏大笑了起来，之前所感受到的种种憋屈、愤怒、不甘一扫而空。这可是林真芳啊，在整个大秦帝国都是数1数2的大势力，居然要和叶家建立合作关系。父亲，还是把这些秦雄的走狗先打发走吧。叶云飞突然开声。好，我差点忘了。叶天鹏一拍脑袋说道，来人，去地库把我们叶家所有的灵晶石全部拿来，把债还清。叶天鹏大喝道，我亲自去取。大长老站了起来，离开高台。刚才叶家差点被逼到了绝路，后来突然右路转峰回，大长老现在已经是激动的满面红光。哦，这些人是秦雄的走狗，都是来讨债的。哼，一群卑鄙小人。黄老，记住他们，从现在起，我们林真芳不准再做这些人的生意，而且整个圆月城，凡是敢和你们这群卑鄙小人有生意来往的势力，都将被我们林真芳拒之门外。萧楚楚扫了一眼那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冷冷说道，萧方主，不要。那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听了萧楚楚的话，都是彻底傻眼了，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连声哀求。凭林真芳恐怖的实力，想要打压他们这些小家族小势力，那太容易了，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这意味着他们以后的日子将十分难过。方主，我把他们都记下了。黄老站在萧楚楚身后开声说道，面无表情。萧楚楚转过脸去，任由那些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苦苦哀求，根本就不理会。最终那10几个小家族小势力的代表被叶天鹏板着脸打发走了。此时高台之上还剩下叶家高层叶云飞、萧楚楚和黄老。父亲，家族内鬼不除，今天发生的事情还会重演。叶云飞突然一步踏前，目光逼视叶仲年。你什么意思啊？叶仲年勃然大怒，很明显叶云飞是冲着他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叶家的账目是由你这条老狗管理吧？刚才那些人来追讨的债数额高达6万多块灵晶石，而我们叶家一年的总收入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4万块灵晶石吧？我们叶家花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手大脚了？简直就是入不敷出。2000张兽皮，30颗一阶魔兽的兽核，我们叶家真用得着吗？父亲，我建议好好查一下叶家的总账，看看叶仲年这条老狗有没有虚报账目、中饱私囊，甚至为了争夺家主之位，不惜勾结外人，损害家族利益。叶云飞缓缓说道，你含血喷人，我勾结外人，损害家族的利益，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叶仲年朝叶云飞怒吼，同时他的神情也是流露出来几分惊慌。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把叶家搞得一团乱，就能凸显我父亲的管理无力，你就有机会趁乱夺位，对你当然有好处。你府上1年前新招的管事萧万祖，真名叫秦万祖，是秦雄派来我们叶家帮助你一起对付我父亲的。叶云飞淡淡说道。叶云飞的话音一落，立即叶天鹏还有7位长老的目光都是死死盯着叶仲年。菲儿所说是真还是假？叶天鹏盯着叶仲年，
一字一字问道：“各位长老，秦兄已经答应过我了，如果叶家由我来当家主，他可以放过我们叶家一马，不会再进行打压。”到了这一步，叶仲年也是豁出去了。他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肯定瞒不下去了。老狗，终于承认勾结外人了吧？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来讨债，其实你就是主谋之一。叶云飞冷笑说道：“叶仲年，你干的好事。”叶天鹏气得浑身发抖，厉声大吼，一时之间，高台之上气氛僵硬无比。到了此时此刻，众人哪里还不明白叶云飞所说的全部属实？呵呵，今天真是开了眼界，想不到天下间还有这等卑鄙小人，为一己的利益，居然不惜勾结外敌来对付自己的家族。萧楚楚突然说话了，语气充满鄙夷。叶仲年满脸通红，目光中蕴满怒火。但是萧楚楚的身份地位摆在那儿，他根本就不敢对萧楚楚发火。都怪这个小杂种！他充满怨毒的目光扫向了叶云飞，把火撒在叶云飞的身上。勾结外敌，损害家族利益，按我们叶家的族规，当处死。叶云飞突然一声大喝，拨出长剑，展动身形向叶仲年逼去。小杂种，我还怕你吗？叶仲年怒吼，他对叶云飞的恨达到了一个顶点。轰！他一掌向叶云飞拍来，一只虚幻的掌影从掌心之上飞出，狂暴的灵力堪称排山倒海，周围的空气瞬间被打爆，形成风之乱流，整个高台之上飞沙走石，气势骇人。飞儿，小心！叶天鹏大惊失色。就在此时，变故突起。啊！叶仲年突然惨叫了起来，连退几步，脸色惨白。他的头颅剧痛难忍，就好像有一枚无形的铁针在疯狂搅动他的脑浆。噗！叶云飞形如鬼魅，手中长剑递出，剑意凌厉，角度刁钻，竟然一剑就精准无误地刺进了叶仲年的丹田之中。叶云飞的速度太快了，施展的剑法太精妙了，而且还配合剑意。更加重要的是，叶仲年根本就没有料到叶云飞出手会如此之果断狠辣，居然真的敢伤害他，想躲避也来不及了。咔嚓，叶云飞手中的长剑搅动，直接就把叶仲年的丹田搅得稀巴烂。是神针，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叶云飞不久前才修炼是神针，初次使用，威力还算满意。一针施展出去，就让叶仲年剧痛难忍，大幅度削弱了战斗力，所以叶云飞才能一剑破了他的丹田。啊！小杂种，你废了我！叶仲年惨嚎了起来。叶仲年被废掉了。高台上所有的人一个个都是呆若木鸡，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整个演武场所有的叶家族人也是被东边高台之上的动静惊呆了。家族内鬼已除，从现在开始，叶家所有的高层必须全力辅助我父亲，共同对抗外敌，把叶家发展壮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不服的，现在站出来！叶云飞冷漠的目光缓缓扫视叶家的7个长老，手中的长剑鲜血还在不断滑落，隐约间一股森寒的杀意从叶云飞的身上散发出来。7个长老竟然没有任何一人胆敢出声。大小姐，叶少爷杀伐果断，将来必定是做大事之人。黄老悄悄对萧楚楚说道。萧楚楚点了点头，盯着持剑而立的叶云飞，美眸之中泛起了异彩。很好。叶云飞的目光扫视了一圈，见没有人敢出声，满意的点了点头。各位长老，我保证，有我在，没有任何人能动得了我们叶家。而且将来我们叶家的发展绝不会仅仅限于圆月城，也不会是区区一个大秦帝国，而是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叶云飞霸气无限的话语在高台之上缓缓响起，让每一个人都是震撼不已。说得好，叶云飞，我支持你！大长老突然大吼了起来。以前叶云飞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没法修武的废物，但是今天一直到现在，叶云飞所带来的种种震撼深深地刺激到了他。他甚至诞生了一种直觉，在叶云飞的带领之下，叶家真的有可能一飞冲天。我支持，我支持！接着其他的几个长老纷纷出声。最后叶云飞的目光落在叶朝仙的身上，手中长剑举起，一股森寒的杀意锁定叶朝仙。这个叶朝仙公开支持叶仲年，多次为难叶云飞两父子。叶云飞对他移起了杀意。叶云飞，以前我是鬼迷心窍，糊涂了，对不起。我发誓，从此以后我永远支持家主，绝无异心。叶朝仙感受到叶云飞的杀意，吓得脸色大变，连忙开声说道。他的实力和叶仲年差不多，叶云飞可以轻易废掉叶仲年，要杀他恐怕轻易之极。希望你记住自己的话。叶云飞深深望了一眼叶朝仙，说道。好了，你们继续吧，现在
没有我什么事了。叶云飞收起长剑，转身走下高台。目的已经达成，叶云飞不想再过问家族的其他事情。叶少爷，等等我！萧楚楚带着黄老向叶云飞追了过去。7位长老都是目送叶云飞离去，直至消失。家主，叶云飞和萧方主到底是怎么关系？我怎么感觉萧方主对待叶云飞好像很不一般，似乎特别好。莫非他们之间？大长老突然用试问的语气向叶天鹏问道。我也不知道。叶天鹏摇头苦笑，哈哈，好事。叶云飞如果能把握住萧方主，对我们叶家是天大的好事啊！大长老大笑了起来。萧小姐，多谢了。走下高台，叶云飞转身望向萧楚楚。经历今天的事情，叶云飞对萧楚楚的好感直线上升。叶少爷，你和我客气什么呢？萧楚楚展颜一笑。对了，萧小姐，我几天前在灵真坊采购的灵药，想照单再买多一份，只不过我手上暂时没有那么多的灵晶石。叶云飞的语气有点尴尬。没问题，等会我派人给你送来。不过所需要的灵晶石直接从小6乙丹的销售分成里面扣除，反正又不用我出。叶云飞话还没有说完，萧楚楚就回答了，语气带着几分调皮。接着萧楚楚向叶云飞告辞，带着黄老离开叶府。他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叶云飞捧场，目的已经达成。不久之后，萧楚楚果然派人给叶云飞送灵药来了，而且分量比起叶云飞上一次采购的还多1倍。叶云飞拿到灵药之后，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开始炼丹。同一时间，秦府大厅之中，气死我了！这样都难不倒叶家，居然被叶天鹏平安度过，一点事都没有。秦雄拍案怒吼，整个大厅充斥着巨大的回音。今天在叶家发生的事情，确实是秦雄一手策划的，但是失败了。大厅之中，秦家的高层还有秦安都在。真想不到，叶云飞那个废物居然可以拿得出来2颗玄元丹，10颗真灵丹。一个秦家长老阴沉着脸说道：据说叶云飞不但恢复了修为，而且在族会之上表现出来惊人的实力，一招就打败了叶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府中的人不是一直在说，叶云飞虽然恢复了5脉，但天赋受损严重，已经变成一个资质平平的庸才了吗？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厉害了？秦雄咬牙切齿地说道：父亲，你放心，7天之后就是4族夺矿大赛，到时我会亲手斩杀叶云飞。这7天时间，我将闭关修炼。这一次闭关，我将会突破到地境。区区一个叶云飞，对我来说蝼蚁一般。秦安站在秦雄的身边，淡淡开口说话，目光之中有着傲视一切的摄人光彩。将突破到地境。秦安的话音一落，大厅之中响起了一阵道抽凉气的声音。要知道，秦安今年还不到18岁，一个不到18岁的地境高手，这也太夸张了吧！在圆月城之中，绝对是前无古人，第一例。果然不愧是天灵体。大厅之中，每一个人都用敬畏和羡慕的目光望着秦安。哈哈，不愧是我秦雄的好儿子。叶云飞现在是叶家年轻一代实力最强的人，7天之后的4族夺矿大赛，他一定会参加的。一定要杀了他。还有，我要叶家所有参赛的年轻子弟全部都死，一个也不留。秦雄大笑，脸色狰狞。父亲，你放心，7天之后我会大开杀戒，叶家的年轻子弟没有任何一个能从大赛之中活着离开。秦安的语气十分平静，平静的语气之中蕴含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森杀意。说完之后，秦安抬步向大厅之外走了出去。他去闭关修炼了。大厅之中的人都用敬畏的目光目送秦安离去。只不过叶家什么时候和灵真坊联系上了呢？据说那个姓萧的坊主亲口说了要和叶家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一来，我们要动叶家，只怕灵真坊会出面干涉，到时事情就有点麻烦了。秦家的一个长老突然说道，显得有点担忧。不用担心，大秦帝国的4大宗派都已经派人送信来了，4个宗派都承诺，只要R点头，立即就可以无条件加入，而且会让 R 直接成为派中的核心子弟，重点培养7天之后，也就是4族夺矿大赛的那天，4大宗派的招生人员将会亲自来到圆月城。还有一个更加振奋的消息，帝国皇室的司马大将军派出亲信来到我们秦府，准备和我们秦家联姻，把他的女儿嫁给秦安。你们觉得有司马大将军撑腰，我们秦家还用怕灵真坊吗？秦雄得意洋洋地说道。真的吗？那太好了，我们秦家终于彻底崛起了。大厅之中，所有的秦家高层都是陷入了一种疯狂的激动之中。叶家，叶云飞的小院子之中，整整2天2夜，叶云飞都待在房间之中，
疯狂炼丹，足不出户。终于把所有的灵药都用光了。房间之内突然响起叶云飞略带疲惫的声音。这2天2夜，叶云飞总共炼制了2炉3品玄元丹，每炉3颗，总共6颗；6炉2品真灵丹，每炉10颗，总共60颗。凭我现在这点可怜的实力，炼丹还真是一件累人的活啊。房间内，叶云飞把丹鼎和灵丹收好，露出苦笑。接下来是时候修炼天魔融血断体诀了。这一辈子，我绝对不会再犯上辈子所犯的错误了，一定要坚持灵肉双修，肉体锻炼和灵气的修炼齐头并进。叶云飞自语说道。只不过修炼天魔融血断体诀需要大量的血脉精华，看来一定要去一趟天兽森林了。天兽森林可以给我提供大量妖魔兽的血脉精华。叶云飞思索了一番，做出了决定。对于叶云飞来说，重生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升实力，争取早日重登天地之位。叶云飞走出房门。少爷，你终于出关了。小月正坐在小院子中的一张石凳之上，双手托腮，闲极无聊。一见叶云飞，不由得大喜，冲了上来。小月，你脸上的伤没事了吧？叶云飞向小月精致的脸蛋望去，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啦。小月答道。确实，我漂亮的小月终于又回来了啦。叶云飞笑着说道。少爷，你笑我？不许看。小月被叶云飞盯着看，不由得粉脸通红。哈哈，少爷看看也不让了。叶云飞大笑，心情很好。对了，小月，接下来的5天时间我会外出，你要帮我看好院子哦。叶云飞说道。少爷，你要外出，记得凡事要小心一点啊。小月一愣，交代道。你放心。叶云飞点头，离开小院子。叶云飞直接来到叶天鹏的书房之中，把60颗真灵丹全部交给叶天鹏。父亲，这60颗真灵丹价值6万块灵晶石，暂时应该足够叶家上下的开支了。接下来的5天时间，我要外出。5天之后，4族夺矿大赛那一天，我会准时回来。叶云飞说完之后，根本不给叶天鹏发问的机会，直接就离开了。飞儿，一切小心。叶天鹏手中捧着6个装满真灵丹的瓶子，震撼到了极点，好半晌才冲着叶云飞的背影喊出这句话。他发现自己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儿子了。先去圆月学宫看看周穆和青洛。走出叶家，叶云飞心有挂牵，抬步向圆月学宫走去。到目前为止，周穆是叶云飞心中最认可的兄弟，苏青洛是叶云飞最感激的女孩。圆月学宫之中，教导之上，学员们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学宫对学员的管理并不严格，上不上课，上哪一个武师的课，完全是学员们自己的选择。甚至有一些武道世家的子弟，交了学费之后极少来学宫，完全待在自己的家族之中修武。这种管理的理念，据说与学宫之主有关。不过学宫之主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极少露面。叶家的人全部都给我跪下，扣100个响头。突然一道充满轻蔑味道的声音响起。哦。叶云飞抬头向前方望去，前方围着一大堆学员，里里外外挤得密不透风。人群的中间留出一大片空地，有2派年轻人正在对峙。其中一派每一个都被打得鼻肿脸青，甚至手脚折断，鲜血淋淋，有点凄凉。施少杰，你太过分了，你这样为难我们，就不怕引起我们叶家的怒火？其中一个左手手腕被折断，露出白森森断骨的少年，正捧着断手，用悲愤的声音质问：叶家即将覆灭，有什么好怕的？一个黄山少年傲然挺立，脸上充满不屑之色，冷笑着说道。这个黄山少年叫施少杰，施小蝶的亲弟，圆月城施家的少爷。施少杰有着炼体8重的实力，是施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也是圆月城一代的风云人物之一。据说在圆月城年轻一代，他能排进前5名。10几个神色嚣张的少年站在施少杰的两旁，一个个显得凶神恶煞。这些少年全部都是施家的。本来我今天是专门来找叶云飞那个废物的，他居然敢当众写下休书，侮辱我姐，罪该万死。既然叶云飞那个废物今天没有来学宫，那么他的罪孽就只好由你们来承担。施少杰双手抱胸，冷冷说道。这2、3天，施少杰天天都来圆月学宫，听说是专门来找叶云飞的。他找不到叶云飞，就拿其他的叶家子弟来出气。周围看热闹的学员议论纷纷，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你们这些叶家的垃圾身上。现在我数3声，如果你们还不跪下叩头，每个人都要打断双脚。1、2。施少杰开始数数。那些叶家的子弟一个个都是又惊又怒，知道施少杰是肯定不会放过自己这些人的了。不用怕，大不了我们跟他拼了。其中一个叶家子弟突然大吼道，神色悲壮。
拼！你这个垃圾，拿什么来跟我拼？施少杰冷冷一笑，显得十分不屑。你们这些施家的垃圾，如果跪下来，每人扣1000个响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过你。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平淡的声音响起，叶云飞挤开人群，缓缓走了进来。叶云飞来了，听说他已经恢复了修为。恢复了修为又怎么样？他只不过是炼体3重，不可能是施少杰的对手。周围的人马上就认出叶云飞。叶云飞，你这个废物！施少杰目光一缩，死死盯着叶云飞。云飞少爷，那10几个叶家的子弟一见叶云飞，不由得大喜，同时心中也是瞬间放松，知道叶云飞一来，他们就彻底安全了。在2天前的族会之上，他们可是亲眼看见叶云飞是如何大发神威，一招就打败了已经突破到炼体9重的叶雷。眼前这个施少杰根本不可能是叶云飞的对手。你很好，我们叶家的子弟就需要有这样的血性。叶云飞用赞赏的目光望向那个刚才喊着要和施少杰拼的叶家子弟，笑着问道：回云飞少爷，我叫叶晓东。那个叶家子弟连忙回答：很好，我会建议父亲适当增加你每个月的修炼资源。记住，武者修的不仅仅是武，更加是心，一颗勇往直前，无论面对什么样艰难险阻，绝不屈服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在武道一途走得更远。叶云飞点了点头，用鼓励的语气说道：一颗勇往直前，绝不屈服的心，多谢叶云飞少爷指点。叶晓东听了叶云飞的话，若有所悟，隐隐间似乎捕捉到了一点什么，特别是增加他每个月的修炼资源，更加是让他欣喜若狂。废物叶云飞，滚过来受死！施少杰逼视着叶云飞，双目中全是怒火，满脸狰狞。他发现叶云飞来到之后，居然连正眼也没有望过他一眼，更加是气得咬牙切齿。我数3声，如果这个施家的垃圾没有跪下来，扣1000个响头，你就过去先打他100个耳光。叶云飞用手指着施少杰，对叶晓东说道：什么？听了叶云飞的话，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惊呆了。要知道施少杰可是炼体8重，而叶晓东只不过是炼体2重，两者相差太远了。让叶晓东去打施少杰100个耳光，有可能吗？恐怕叶晓东还没有走进施少杰，就会被秒杀掉了。叶云飞少爷，叶晓东吓了一跳。哈哈，好的很，我就站在这里，看看这个炼体2重的垃圾有什么本领打我100个耳光。施少杰怒极反笑，我看这个废物脑子肯定有问题，这样荒唐的话也讲不出来。我们的施少爷在圆月城年轻一代可是排在前5名的顶尖高手，这个垃圾施少爷一根小指头就能戳死他。施少杰身旁那些施家的子弟一个个捧腹大笑，各种嘲讽。1、2，叶云飞开始数数，表情显得十分认真。不会吧？难道他还当真了？所有的人都是有点懵了。3，小东，过去吧，打他100个耳光，一个也不能少。叶云飞淡淡开声。嘿嘿。施少杰怒到极点，发出冷笑，站在原地，目光深处露出杀意。云飞少爷，真的要打？叶晓东有点惊慌失措。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吗？如果你相信我，就过去。叶云飞背负双手，淡淡说道。好，我过去。叶晓东一咬牙，也是彻底豁出去了，不再犹豫，抬步向施少杰走了过去。死！施少杰怒火飙升，一个炼体2重的垃圾居然也敢上来打自己的耳光，传了出去，自己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轰隆隆，滚滚凌厉，山崩海泻一般从他的体内喷涌出来，这一片空地瞬间开始飞沙走石，好可怕！周围看热闹的学员吓得纷纷后退。突然，啊！施少杰突然大声惨叫了起来，表情痛苦之极。他的双手抱着头，脸色苍白如纸，黄豆大滴的虚汗不断滑落，甚至连站也有点站不稳了。动手吧，不要浪费时间。叶云飞平淡的声音响起。施少杰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叶云飞施展出是神针，就连地境实力的叶仲年也无法抵挡是神针，施少杰就更加无力抵抗了。好！叶晓东一咬牙，已经彻底豁出去了，大步上前，啪啪啪，他的双掌不断抽打在施少杰的双脸之上，清脆的耳光声显得十分有节奏。这个时候，施少杰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就要爆炸，痛苦到了极点，根本就没有半分的力气进行抵挡。啪啪啪，一连串清脆的耳光声不断响起，四周围一片死寂。云飞少爷，我打够100个耳光了。终于，叶晓东停下动作，走回叶云飞身边。此刻，施少杰瘫软在地面之上，脸色苍白如纸，正在大口大口喘气，就好像一条已经在阳光下暴晒了大半个时辰的鱼。我们叶家的人绝不能任人欺负，既然被别人打了，就要狠狠打回去。大家都上，
刚才他们怎么打你们，你们现在就怎么打回去。叶云飞的目光扫向其他那些叶家子弟。是。那些叶家子弟一个个齐声答应，大步冲了上去，开始动手。他们都对叶云飞信心十足了。叶云飞施展出是神针，对每一个施家子弟都攻击了一下。对付这些炼体境的武者，是神针的损耗十分小，可以多次施展。以叶云飞现在的魂力水平，如果遇上地境高手，最多只能施展2-3次是神针进行攻击。面对境界实力不同的武者，施展是神针进行攻击，所需要损耗的魂力是不同的。啊！立即场中响起一道道惨叫声。叶家的子弟一个个如狼似虎，把之前挨打的怨气全部都狠狠地发泄了出来。施家的那些少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片刻后，包括施少杰在内，所有的施家子弟没有一个是完好的，不是手段就是绞折，伤痕累累，鲜血淋淋，全都躺在地面上呻吟，连站也无法站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叶云飞会魔术吗？周围那些看热闹的学员一个个用惊恐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所有的人都猜到施家那些子弟之所以一个个都突然痛苦惨叫，没有还手之力，肯定是叶云飞动的手脚。可是叶云飞自始至终都背负双手，连手指头好像都没有动弹一下。这不是魔术是什么？好了，你们回去吧，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来圆月学宫了。叶云飞对那些叶家的子弟说道。叶云飞知道自己离开之后，施家和秦家的人肯定会报复的。云飞少爷，我们明白了。叶家的那些子弟一个个用极度崇拜近乎狂热的目光望着叶云飞，齐声应是。云飞少爷，我真的打了施少杰100个耳光。叶晓东直到现在思维还是有点晕乎乎的。施少杰可是圆月城年轻一代前5的顶尖高手啊，自己居然赏了他100个耳光。不错，好了，你们都回去吧。叶云飞笑了笑，然后叶云飞转身去找周牧。此时在圆月学宫的上方云端之上，2道身影正站在一根轻轻飘扬的彩带之上，其中一个正是苏青洛。苏青洛的美眸紧紧盯着云端下方的叶云飞。小姐，他就是叶云飞了。只不过炼体6重居然就拥有魂力，而且还修炼了一门神魂武技，放在圆月城这样偏僻的小城也确实算是有点突出。但是放在东域甚至整个天玄大陆，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已经16岁了，居然还只是炼体6重，这样的资质，这样的天赋，注定了他这一辈子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最多也就是在圆月城这一方小城池之中算得上佼佼者。小姐，你和他根本就是属于2个不同世界的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企及达到你所处的世界。所以小姐，听我的话，回去吧。老夫人真的很想念你，她老人家吩咐，这一次一定要把你带回去。一个老妪站在苏青洛的身旁，她望向叶云飞的目光显得十分不屑。够了，容婆婆，我的事你少管。苏青洛皱眉，那精致的脸蛋之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小姐，有些事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是苏家大小姐，就如9天之上的彩凤。叶云飞对我们苏家来说太弱小，太卑微了，就像是地下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和他门不当户不对，如果你硬要跟他扯上太深的关系，恐怕很容易就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嘿嘿，小姐，你觉得我们苏家会允许你和一个身份如此卑微的蝼蚁走得过近吗？容婆婆说道。你什么意思啊？容婆婆，你帮我把话传出去，我们苏家如果有人敢对叶云飞出手，不管是谁，我苏青洛发誓一定要亲自帮叶云飞报仇，绝不食言。苏青洛犹如一头被激怒的小老虎，目光瞬间变得凌厉可怕起来。唉，小姐，你这又是何苦呢？好吧，就算我们苏家的人不对叶云飞出手，但是你要知道，整个东域有多少优秀的年轻天才在仰慕你，想追求你，对你念念不忘。如果让那些年轻天才知道你和叶云飞走得这么近，嘿嘿，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来圆月城找叶云飞的麻烦呢？容婆婆摇头苦笑。苏青洛无话可答，她知道容婆婆说的是实话，不过苏青洛的目光还是紧紧追随着地面之上的叶云飞，依依不舍。小姐，你跟我回去吧，老夫人发话了，这一次如果我没能把你带回去，她将会亲自来圆月城找你。容婆婆说道。好，我跟你回去，不过再等5天，5天之后，等圆月城的4族夺矿大赛结束，我一定跟你回去。我知道他一定会参加的。苏青洛的贝齿紧咬着嫩红的下唇，轻声说道。片刻后，叶云飞找到了周牧，
将200块灵晶石交给周牧，叮嘱周牧这段时间回家去，不要留在圆月学宫。叶云飞是害怕秦家和施家的那些年轻子弟会来找周牧麻烦，因为在圆月学宫，叶云飞和周牧的交情人人皆知。接着，叶云飞和周牧一起在圆月学宫之中寻找苏清洛，不过没有找到。叶云飞哪里想得到，此时苏清洛一直在头顶的云端之上关注着自己。最后，叶云飞离开圆月学宫。离开圆月学宫之后，叶云飞再次来到灵真坊，购买了一大批灵药。叶云飞的手中有3颗玄元丹，价值3万块灵晶石，足够使用了。叶少爷，我们灵真坊已经把小6乙丹炼制出来了，试用的效果比想象中的好。我们准备先在帝国皇城试销，然后再全面铺开，推开整个大秦帝国。这个项目由我亲自负责。灵真坊之中，黄老亲自出来接待叶云飞。等叶云飞采购完灵药之后，迫不及待地说道：“黄老果然是精通销售之道。”叶云飞点头赞道：“先在帝国皇城进行销售，可以极大地提高小6乙丹的声誉和身价。我有信心，小6乙丹的销售必定会十分火爆。”黄老激动地说道：“那是当然的。”叶云飞微微一笑。叶云飞对自己的丹方当然是很信心。离开灵真坊之后，叶云飞又在圆月城之中采购一批所需要的物资，然后买了一匹快马，离开圆月城，向着天寿森林的方向疾驰而去。我回来之时，就是秦家、施家和吕家灭亡之日，等着吧。马背之上，叶云飞回头眺望渐离渐远的圆月城，冷冷一笑。天寿森林离圆月城并不远，大半天之后，前方的地平线之上就出现了一道巍峨磅礴的巨大山脉，横亘在大地之上。天寿森林终于到了。叶云飞望着前方的茫茫群山，目光中有金芒闪现。天寿森林之中栖居着许多妖兽和魔兽，据说在天寿森林的最深处还盘踞着几头恐怖的兽王，所以绝大部分的武者都只敢在外围的区域活动，而不敢随便进入天寿森林的最深处。哦，天寿小镇。叶云飞策马而行，发现在天寿山脉的山脚处有一个小镇，是进入天寿森林的必经之路。小镇之中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叶云飞放开马匹，走进小镇，行走在狭窄的街道上。再往前面去就是茫茫丛林，已经不适合骑马了。街道两旁一字排开数不清的地摊，出售或收购各种与武者相关的物资。生灵草专门补充灵力的灵药，10块灵晶石一株；3升大力丸，100块灵晶石，物美价廉，是天寿森林历练和探险必备良药。叫卖之声，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不过叶云飞知道，这样的地方鱼龙混杂，想买到真正的好东西很难。地品灵器1万块灵晶石。突然一道叫卖声引起了叶云飞的注意。只见一个地摊上，一个壮实的青年双膝跪在地上，他前面铺着一大块已看不清颜色的布，布面之上摆着一柄黑黝黝的匕首。哈哈，笑死我了，这样一把破匕首竟然敢说是地品灵器。真正的地品灵器价值最少10几万块灵晶石，光听价格就知道是假的。这小子良心太坏了，拿这样一柄破匕首专门来糊弄水鱼的吧。地摊之前虽然围了不少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全都冷嘲热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你们不要乱说，我没有骗人，我是这附近的猎户，这柄匕首是我祖上传下之物，代代珍藏。如果不是我父亲病情严重，我也不舍得拿出来卖的。那壮士青年着急地解释道：你们看，我父亲也在这里。那壮士青年指着一个躺在他身旁，脸色苍白，似乎正处于晕迷状态的老者。看看，开始打起感情牌来了，编得多动人。就是现在的骗子套路越来越深了，居然还找来搭档一起演戏。你们看那老头装得多像，根本就没有人相信那个青年的话。那青年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但却无计可施。咦，有古怪。突然叶云飞脸色一动，目光紧紧盯着那柄黑黝黝的匕首，释放出魂力感知过去。虚空玄晶，这柄匕首竟然是用虚空玄晶打造而成的。这柄匕首可以大幅度提升我现阶段的战力，一定要拿下。叶云飞有点激动了，虚空玄晶太珍贵了，可遇不可求。可笑这个青年居然拿一块虚空玄晶当成地品灵器来卖，这绝对是贱卖了。这柄匕首我要了。叶云飞挤上前去，这位少爷，你相信我。跪在地上的那个青年不由得大喜。围观的人群顿时便是哗然起来，有出言讽刺的，有摇头不已的，也有好心的人出言规劝叶云飞，我身上没有1万块灵晶石，但是我可以医好你的父亲。叶云飞说道。叶云飞看得出来，躲在青年旁边的那个老者确实有病，
积劳成疾，五脏郁结，而且曾受过重击，病情确实十分严重了。但是叶云飞作为一个天帝，这点小病举手可治。真的吗？那太好了，这位公子真是好心，我梦牛给你叩头了。那个青年大喜，冲着叶云飞就要叩头。免了，我现在就替你父亲治病。叶云飞上前把那青年从地上拉起，然后走到那老者身旁，手出如电，准经无误的不断拍在那老者身上的各处要穴，一道道灵力渗透进老者的体内。几个呼吸之后，哗，那老者猛然醒来，当场呕吐了起来，吐出来一大滩漆黑的鸡血。好了，你的父亲已经没有大碍，你带他回去，大约休养2-3个月就可以完全康复。叶云飞说道，伸手拿起那柄黑黝黝的匕首。太感谢这位公子了。那个叫梦牛的青年激动地冲上去扶起那老者，竟然是虚空玄金。三公子，那柄匕首是无价之宝。叶云飞刚刚把匕首拿在手中，突然一道声音响起，一个身披金色长袍，头戴玉冠，腰束锦带的青年昂首而来，他的身旁跟着一个气质高古、身形枯瘦的老者。那老者正在用凌厉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手中的匕首。叶云飞有点惊讶，这个老者居然认识虚空玄金，确实十分难得。这柄匕首我要了。那青年背负双手，满脸倨傲，正眼也不看叶云飞一眼。不好意思，这位少爷治好了我的父亲，这柄匕首已经是他的了。梦牛满脸抱歉对那个金袍青年说道，我萧无痕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金袍青年淡淡一笑，微微抬头，目光望向天空。小子，你是不是聋了？没有听见我家公子的话吗？立即放下匕首，滚！否则不但你要死，就连你背后的亲友、家族、师门也要遭到连累。无痕少爷可是当今萧丞相的三公子。那个老者凌厉逼人的目光盯着叶云飞，语气充满威胁。什么？萧丞相的三公子？四周围立即响起了阵阵倒抽凉气之声。众所周知，当朝丞相名叫萧百胜。别惹我！叶云飞面无表情，转身就走。叶云飞曾登临世界最高峰，诸天万界，天下万族，在叶云飞面前皆要俯首称臣。区区一个小国皇室的丞相，对叶云飞来说不值一提。什么？这个家伙不想活了吗？居然敢这样对待萧丞相的三公子！所有的人都是傻眼了。萧无痕当即脸色一沉，脸色难看之极。小子，找死！那老者勃然大怒，右手抓出灵力撕裂空气，而且灵气形成一尊锋利的鹰爪，脱手而出，幽光闪烁，向叶云飞的后背抓来。这个老者的实力居然是地境后期。咻！叶云飞没有回头，魂力早就把身后的情况感知得清清楚楚，直接就施展出是神针。啊！那老者突然觉得头颅一阵剧痛，发出惨叫，脚步踉跄。叶云飞展动灵风神步，轻松地闪开那只轰击过来的鹰爪。轰！街道中间被轰出来一个巨大的坑洞，泥石四溅，周围的人吓得纷纷闪避。叶云飞头也不回，向远处走去。以叶云飞现在的实力，对付一个地境后期打起来有点麻烦，否则以叶云飞的性格早就大开杀戒了。实力，我需要快点提升实力了，否则遇上一个地境的蝼蚁也要缩手缩脚，太憋屈了。叶云飞心中暗道，有一种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无奈感。那老者居然不敢再攻击，用忌惮的目光望着叶云飞的背影。林老为什么不杀了他？萧无痕问道。三公子，这个小子有点古怪，我们暂时不要惹他，很快欧阳统领就会带着人马前来，到时再对他动手。虚空玄金是无价之宝，一定要抢到手。那老者小声对萧无痕说道。好吧，到时派人查清楚他的来历，我要株连九族，把他的亲友、师门、家族全部杀光。我要让整个大秦帝国的人都知道，我萧无痕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随便可以得罪的。萧无痕淡淡说道。我明白了。那老者连忙点头。嘿嘿，小子，你惹上大祸了。老者望着远处叶云飞的背影，不由得冷冷一笑。群山茫茫，茂密的原始丛林之中，到处都是参天巨木。在一处偏僻的密林之中，有着一片空地，叶云飞盘膝而坐，刺目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落下来，照射在叶云飞的身上。叶云飞身前摆放着那柄黑黝黝的匕首，但是这一柄用虚空玄金打造的匕首，我这一次来天兽森林就已经收获巨大了。叶云飞露出微笑。好，先炼化了再说。叶云飞开始双手结印，一道道由灵气构造而成的特殊法印不断被凝结出来，从叶云飞的双手之上飞出，落在那柄黑黝黝的匕首之上。最终
这些法印融入匕首之中。想炼化虚空玄晶难度很大，一般的武者就算得到这柄匕首也很难炼化，只不过却难不倒叶云飞。随着越来越多法印的融入，那柄匕首开始发生了反应，竟然轻轻颤动了起来，嗡嗡阵阵金属的颤声从匕首之上传出来。直到差不多2个时辰之后，切！叶云飞突然一声轻喝，伸手一指，咻！那柄黑黝黝的匕首猛然一颤，腾空而起，朝叶云飞的胸前冲来，竟然嗖地钻进叶云飞的胸膛，消失不见。接着叶云飞手掌一伸，那柄匕首直接从掌心之中钻了出来，被握在手中，散发出来一股森寒迫人的杀意轰。叶云飞随手一挥，匕首脱手飞了出去，猛然击中远处的一株巨树，把那株巨树拦腰斩断，轰然倒下。在那巨树轰隆隆倒下的同时，那柄匕首又悄无声息诡异地重新出现叶云飞的掌心之中。哈哈，虚空玄晶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以后我就叫你虚空刃吧。叶云飞大笑。虚空玄晶平时可以融入血肉之中，隐藏为身体的一部分，对敌时用意念控制，呼之则出来，挥之则消失，而且拥有某种虚空的特性，可以在空间之中隐匿行迹，来无影去无踪，十分玄妙。在战斗的时候用来对敌，简直就是最佳的偷袭利器。这就是为什么叶云飞这么看重虚空玄晶的原因。先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就要开始猎杀妖魔兽，收集血脉精华了。叶云飞把匕首收进身体之中，开始运气调息，恢复灵气。刚才为了炼化虚空刃，几乎掏空了叶云飞体内一大半的灵气。几个时辰之后，叶云飞体内的灵气全部恢复，站起身来，开始行动，猎杀妖魔兽。茂密的丛林寂静安详，偶尔有一些小兽从林间越过，时不时有小鸟惊动。叶云飞动作轻盈，在林间踏草滑行，半点声息也没有。同时叶云飞的魂力释放出去，向周围进行感知。本来一个炼体境是绝对不可能拥有魂力，因为就连地境高手也不可能拥有魂力。但是叶云飞是特殊，因为叶云飞是天地重生，还残存着一丝天地的魂力。2阶魔兽血剑蛛，虽然弱小，但蚊子再小也是肉，修炼天魔融血断体诀，血脉精华越多就越好。叶云飞的魂力捕捉到了几百米外一头体型庞大、通体鲜红的魔兽，全身皮肤犹如岩石一般坚硬。血剑蛛的体型几乎是普通野猪的4-5倍，而且通体血红，长着一对白森森的獠牙，好像2柄利剑。叶云飞抬步走了过去，吼那头血剑蛛也是发现了叶云飞，立即怒吼了起来。那嗜血的一对兽瞳死死盯着叶云飞，不时滴着猩红液体的粗鼻子呼吸狂暴起来，那庞大的躯体竟隐隐散发出阵阵红光，这是攻击的前奏。咻！就在此时，黑芒一闪，一柄散发着森寒气息的匕首出现在他的喉咙之处，猛地一割，吼那头血剑蛛发出惨嚎声，倒在积满枯枝败叶的地面之上，拼命挣扎，震动整片林间。几个呼吸之后就没有了任何的声息。虚空刃的威力很不错，叶云飞很满意。以我之魔力法则提到万灵血脉。叶云飞来到血剑蛛的尸身旁，取出一只瓶子摆放在地面之上，双手结印，低声念诵。天魔融血断体诀是真魔族的一种传承法诀，一旦施展出来，可以提炼万灵血脉，十分霸道练。叶云飞一声轻喝，几道魔气森然的法印打进血剑蛛那庞大的躯体之上，立即丝丝缕缕的血色雾气从血剑蛛上有温热的血肉之中升腾而起，慢慢飘进瓶子之中。片刻后，那瓶子之中收集了几滴艳红刺目的鲜血，隐隐闪烁着奇异的符文。这几滴鲜血就是血剑蛛的血脉精华。此刻地面上那头血剑蛛的尸体已经化成一堆残渣灰烬，慢慢随风而散。不是吧，这么大的一头魔蛛才收集到这么几滴血脉精华，那我得杀多少头妖魔兽才能收集足够啊？叶云飞不由得傻眼了。好吧，事已至此，没有选择了，加快速度，努力猎杀妖魔兽吧。叶云飞苦笑摇头。接下来叶云飞继续深入，只要一遇到妖魔兽就立即动手。2阶妖魔兽叶云飞几乎都是秒杀，一招解决。3阶妖魔兽在力量、速度、反应能力各个方面都强了很多，而且还会拥有各种特异的天赋。但叶云飞凭借着魂力、身法、虚空刃还有是神针等手段，斩杀一头3阶妖魔兽也就是几招之间。整整1天的时间，叶云飞就好像一台机器，不知疲倦的到处疯狂猎杀妖魔兽。这一天叶云飞足足斩杀了500多头妖魔兽，有2阶的，也有3阶的，大约收集到10瓶血脉精华。夜里
还远远不够啊！叶云飞盘坐在山间一处平地之上，望着身前摆放的10瓶血脉精华，不由得摇头苦笑。看来天兽森林的外围区域栖居着的大部分都是1阶至3阶的妖魔兽，低阶妖魔兽体内所蕴含着的血脉精华数量少得可怜。好，从明天开始进入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据说中部区域之中栖居着4阶至9阶实力的妖魔兽，所能收集得到的血脉精华数量肯定会更加多。叶云飞自语说道，如果让人知道一个炼体6重的小子竟然要孤身进入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肯定要吓一大跳。就算是一个地境高手进入中部区域也得小心翼翼，一旦遇上9阶实力的妖魔兽，地境高手也要闻风而逃。第二天，叶云飞直奔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而去。4阶妖火狼进入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不久之后，叶云飞眼前一亮，前方出现了一头浑身冒出红色火焰的妖狼。这头妖狼最起码有2米多高，散发出来恐怖的气息，所过之处周围的草木纷纷被震成粉击，然后被火焰一卷，化成飞灰。4阶妖魔兽的实力大约相当于人类的炼体7重或8重，但妖魔兽天生就拥有各种特殊的能力，战力远远强于同阶的人类武者。比如眼前这头妖火狼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速度。很好，就你了。叶云飞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迎了上去。吼，那头妖火狼一见叶云飞，那狰狞的狼头之上竟然闪现出来一丝嘲讽之意，发出低沉的吼声。然后咻，他那高大的狼躯化成一团红色的火焰，快到极点，从几百米远之处朝叶云飞冲来。好家伙！叶云飞大叫，一人一狼大战在一起。几招过后，吃！虚空刃突兀出现在妖火狼的喉咙之处，猛然一割，呜！这头妖火狼倒地挣扎，片刻间就断气了。4阶妖兽所拥有的血脉精华数量果然多了很多。叶云飞收集完这头妖火狼的血脉精华，点头说道：“继续。”叶云飞知道自己还剩下4天时间，必须抓紧时间去收集足够的血脉精华。大半天的时间，叶云飞马不停蹄，一口气斩杀了几百头4阶、5阶实力的妖魔兽。5阶实力的妖魔兽大约相当于人类武者的炼体9重，叶云飞对付起来并没有多少难度。叶云飞杀得越来越顺手，而且还杀出新的来了。遇到一些体型比较笨重、反应相对较慢的魔兽，叶云飞只需要潜伏在一旁，控制着虚空刃进行偷袭，猛然一击就可以斩杀。杀到后来，叶云飞身上积累的血腥味越来越浓，整个人隐隐散发出来一股可怕的煞气，这使得那些低阶的妖魔兽一见到叶云飞，竟然吓得掉头就逃，因为这是动物的本能感应。6阶大力魔熊，随着不断深处，叶云飞终于遇到了一个6阶魔兽大力魔熊。这是一种以力量和凶残而著称的魔兽，而且浑身皮毛坚硬如玄铁，拥有变态的防御能力。杀！叶云飞二话不说，手提长剑就冲了上去进行厮杀。6阶妖魔兽相当于人类武者的地境初级了，这一场战斗足足打了几十招。眼前这头大力魔熊的战斗力比叶仲年还要强大，不过叶云飞曾为天帝，战斗意志之强，战斗技巧之高，世间几乎是无人能比。最终叶云飞利用虚空刃进行偷袭，首先刺瞎了大力魔熊的双眼，让他无法视物，然后才成功将他斩杀。哈哈，高阶的妖魔兽所拥有的血脉精华数量果然多了很多。叶云飞心情大好，从这头大力魔熊身上所收集到的血脉精华足足有1瓶。继续！叶云飞身形展动，继续前进。接下来叶云飞一口气成功猎杀了几十只6阶妖魔兽。正当叶云飞在天兽森林之中全力猎杀妖魔兽的时候，圆月城施家房间内，施少杰躺在床上，施家的家主施天元和一个年老的医师站在床前，还有几个施家的高层人物跟在身后。如医师，少杰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施天元问道。回家主，少爷主要是神魂受到损伤，不是短期内能够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疗养。一个年约60的医师回答道。父亲，我要叶云飞死，我要他碎尸万段。床上施少杰脸容扭曲，低声怒吼，双目中喷出熊熊怒火，几乎要把牙齿咬碎。阴风佣兵团那边有什么回音？施天元缓缓问道。家主，阴风佣兵团刚刚通过魔哥发回传输，已经确认了叶云飞那个废物在1天之前进入了天兽森林，估计现在正在天兽森林之中进行历练。阴风佣兵团已经派出他们团中的金牌杀手阴风六鬼前去天兽森林追杀叶云飞。阴风六鬼每一个都是地境中级，
而且专门修炼各种隐秘、追踪和暗杀的秘术。相信叶云飞那个废物，能耐再大也难逃一死。旁边一个施家的高层回答：阴风六鬼。很好，如此看来，叶云飞那个废物确实是难逃一死了。施天元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阴风佣兵团要求我们今天之内支付80%的酬金，剩下的2成，叶云飞一死，马上就要付清。答应他们，只要能杀得了叶云飞那个废物，再多的钱我也给。叶云飞先是当众写休书，侮辱我的女儿，现在又打伤我的儿子，不杀此子，我恨难消。施天元杀意浓烈。父亲，就算是杀了叶云飞那个废物，依然是难解我心头之恨。我要叶家灭亡。施少杰疯狂地叫道：少杰，你放心，我们施家、秦家、吕家已经商量好了，4天之后，在4族夺矿大赛之上，正式向叶家动手。具体计划就是，我们3大家族的年轻一辈联合起来，在比赛的过程中，把叶家的年轻一代全部杀光。等比赛一结束，我们3大家族联合出兵，围剿叶府，把叶家族人上上下下一网打尽，然后对叶家的产业进行瓜分。施天元冷笑着说道：太好了。施少杰露出幸灾乐祸的笑意。4天之后，除了我们3大家族，还请来了阴风佣兵团，甚至城主府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叶家必灭。施天元淡淡说道：哈哈，太好了。叶云飞废物，你后悔了吗？这就是你打伤我的代价。施少杰狂笑了起来。对了，父亲，叶家的那个叶雪姿色不错，不要杀他，把他抓起来，我要好好玩弄一番。施少杰的目光之中露出某种原始的欲望。好的。施天元点头。对于儿子的要求，他一向不会拒绝。天兽森林中部区域，斩杀了100多头6阶妖魔兽之后，叶云飞开始遇到7阶妖魔兽。7阶妖魔兽大约相当于人类武者的递进中期，不过要难缠得多。猎杀7阶妖魔兽可不是闹着玩的，叶云飞感觉战斗的难度大了很多，几乎就是血拼。有好几次，叶云飞还受了伤，搞得浑身上下鲜血淋淋，狼狈之极。但是7阶妖魔兽所拥有的血脉精华几乎是6阶妖魔兽的几倍，风险大，收获也大，所以叶云飞也是彻底豁出去了，不顾一切的猎杀，甚至行走在生死的边缘，居然一口气猎杀了几十头7阶妖魔兽。不过叶云飞也是受伤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和一头7阶3头妖蝠搏斗的时候，被那头蝙蝠一爪差点掏掉心脏。不过杀掉这头7阶妖蝠后，叶云飞收集到了10几瓶血脉精华，而且还得到了一枚内丹。内丹是妖魔兽一身精华所在，用来修炼天魔熔血断体诀，效果比血脉精华更加好。所需要的血脉精华应该已经收集了一半吧。先休息一下。叶云飞在一处林间空间盘膝而坐，开始休养。此刻，天兽森林的某一山路中，出现了6个披着漆黑长袍的中年男子，犹如幽灵一般。再往前就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区域主要是4阶实力以上的妖魔兽，甚至有8阶、9阶的妖魔兽。那个小子只不过是区炼体6重，他怎么可能敢进入呢？其中一个男子说道。不过那个小子确实是进入中部区域了，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哼，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愣头青不知天高地厚，根本就还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走，去把那小子找出来。另一个黑袍男子冷哼说道。只怕还没有等我们找到，那小子就被妖魔兽吃掉了。又有一个男子冷笑着说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收了钱就要办事，走吧。6个黑袍男子犹如6道幽灵一般，进入了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追寻着叶云飞的踪迹。此时叶云飞正在某一处林间空地休养。吼！突然远处传来一道兽吼声，声如雷霆，震动整片山林。7阶妖兽！叶云飞精神一振，站了起来，展动身法，向着吼声传来的位置冲去。此时前方的一处山坳之间，6个年轻人正在和一头7阶妖豹进行激烈的厮杀。一个17、18岁的漂亮女子正面应战，接下了那头妖豹的大部分攻击。这个女子瓜子脸、大眼睛，肌肤7双胜雪，典型的美人，而且她散发出来的气息居然是递进中期。此外还有5个年轻人从侧面攻击，一个手拿着一柄大锤的强壮青年，炼体9重的实力；一个红衫少女，15岁左右，眉毛弯弯，目光中蕴含着天真无邪和灵动调皮的表情，炼体8重；一个手握一杆长枪的黑衣青年，目光沉稳，炼体9重；一个矮而粗壮，皮肤黝黑，手握双刀的青年，炼体9重。此外还有一个身穿紫色锦袍，显得有点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
地境初级。后那头七阶妖豹浑身缭绕着一股猩红色的煞气，显然是经历了无数的杀戮。那深红色的一双兽瞳之中散发着残暴的杀意。远处，叶云飞隐身在一棵参天大树之后，观看着这场战斗。这个吴师姐显然是不久之前才突破到地境中期，肯定不是这头七阶妖豹的对手。这几个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去招惹一头七阶妖豹。叶云飞只看了几眼就做出了判断，那个吴师姐才刚突破到地境中期不久，根基未稳，无论是力量、速度还是战斗意识都远远不及那头妖豹。七阶妖魔兽理论上来说相当于人类的地境中期武者，但是在实战中，妖魔兽的战斗力往往比起人类武者要强大得多。果然，一番激烈的厮杀之后，那吴师姐一声惨叫，持剑的右臂被那头妖豹的尾巴抽中，长剑当场脱手飞了出去。吼！那头妖豹凌空一跃，那矫健有力的躯体向吴师姐扑杀了过去。滚滚妖力从他那豹躯之中释放出来，犹如阵阵飓风。不好，快救吴师姐！其他几个年轻人也是大惊，不顾一切冲了上来，各种武器朝那头妖豹的躯体之上招呼，但那头妖豹速度实在太快了，一眨眼就扑到了吴师姐的头顶上方，浓烈的妖气把吴师姐笼罩住了。那吴师姐有点绝望了，她失去了长剑，知道这种近身肉搏自己不可能是对手，被秒杀的可能都有。苏英志，你居然临阵逃跑！突然，那红衫少女怒叫出声，原来那个身穿紫色锦袍的青年居然转身就逃。显然，他知道如果吴师姐出事，其他的人不可能是那头妖豹的对手，所以趁机逃了。机会来了！远处躲在参天大树之后的叶云飞，其实一直在等待出手的最佳时机。此时，那头妖豹经历了一番打斗之后，其实已经消耗过半，而且他也是知道，只要杀掉这个地境中期实力的人类女子，其他的人类年轻人就容易对付了。他那狰狞的豹头之上露出了得意之色，这种时候也是最容易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的时候。咻！一柄漆黑的匕首突兀出现在妖豹的喉咙之处，电光石火之间，朝他喉咙最脆弱的部位猛然刺了进去。在匕首出现的一瞬间，那头妖豹就感受到了可怕的危险。如果是平时，他是可以躲得开的，只可惜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迟了。是，森寒的匕首深深地刺进了妖豹的喉咙之中，妖豹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那庞大的躯体猛地撞落在地面之上，目光之中露出绝望，然后头一歪，就此断气。发生了什么事？吴师姐和另外几个年轻人都是懵了，一个个呆立原地。叶云飞从藏身的大树之后走了出来，来到那头妖豹的尸身之旁，直接把这头妖豹庞大的尸体收进空间戒指之中。这只空间戒指是萧楚楚送给叶云飞的。叶云飞不想当着外人的面提取血脉精华，收起妖豹的尸体之后，叶云飞转身就走，根本就不打算去理会那几个年轻人。这位公子，等等，刚才是你出手杀了这头妖豹吗？吴师姐反应了过来，向叶云飞问道。无可奉告，再见。叶云飞急着去提取那头妖豹的血脉精华呢。何况叶云飞杀那头妖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血脉精华。你……吴师姐见叶云飞如此冷漠的态度，俏脸之上不由得露出一丝怒意。这位小哥哥这么着急，莫非你也是想去取那株七神花吗？那红衫少女好奇的声音突然响起。七神花？叶云飞的脚步猛然一顿，立即停了下来。不错啊，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被发现了一朵七神花，我们也是为那朵七神花而来的，否则也不会冒险进入中部区域。那个红衫少女说道。这位兄弟，我叫谭猛，你杀掉那头妖豹，等于是救了我们的性命，多谢了。那个手持大锤的强壮青年走上前来，抱拳向叶云飞说道。这个青年性格直爽，倒是让人看得很顺眼。客气了。叶云飞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多谢了，虽然我想不明白你区区炼体六重到底是如何杀掉那头妖豹的，但是我知道应该是你出手。吴师姐望向叶云飞的目光显得有点复杂，带着几分疑惑。她很难相信一个炼体六重能够杀得了一头七阶妖豹，但是这里除了叶云飞又没有其他人了，所以她只能认为是叶云飞出手，但半信半疑。那朵七神花什么时候开花？叶云飞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问道。七神花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珍贵灵药，对武者的神魂有着巨大的好处。如果不是为了七神花，叶云飞早就远远离去，根本就不想理会这几个年轻人。据说就在今天了，现在有一大批武者闻风而来，估计竞争会十分激烈。吴师姐说道。我也和你们一起去看看吧。叶云飞说道。
据说有一头受伤的9阶妖兽在守护着那朵七神花，应该是想用那朵七神花来疗伤。但即使是一头受伤的9阶魔兽，实力也是非同小可。而且有一大批地境高手已经纷纷来到，到时为了争夺那朵七神花，肯定会大打出手，情况十分危险。你确定真的要去看看？吴师姐盯着叶云飞说道。一头受伤的9阶妖兽，叶云飞瞬间激动了起来。如果是一头巅峰状态的9阶魔兽，叶云飞可能不敢有任何的想法，但如果是一头受伤的9阶魔兽，那就不同了。一头9阶魔兽所拥有的血脉精华，保守估计是6阶妖魔兽的几千倍。叶云飞相信，如果自己能够得到这头9阶魔兽的血脉精华，那么自己现阶段所需要的血脉精华应该足够了。还有，如果能得到那朵七神花，我就可以炼制真魂巨神丹。服食之后，最起码可以让我的魂力在现在的基础之上提升上百倍。无论如何，一定要得到这朵七神花。叶云飞心中暗暗想到。无论如何，我都要去看看。叶云飞说道。好吧，我们现在就出发。吴师姐深深地看了叶云飞一眼，她刚才说那么多就是为了吓退叶云飞，想不到叶云飞没有表露出来任何一点惧色。走吧。吴师姐一挥手，带着众人向着前方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岭开始出发。除了那个吴师姐有点冷傲之外，其他的几人都是很好说话，特别是那个红衫少女，天真纯洁，没有任何心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很快，叶云飞就知道了这几个年轻人的来历，全部都是真仓派的弟子。吴师姐叫吴月禅，那红衫少女叫邓仙仙，那个手持大锤的强壮青年叫谭猛，那黑衣青年叫贾兆，那双刀青年叫殷基。怪不得这几个人年纪轻轻，境界却远远超过同龄之人，原来是真仓派的弟子。叶云飞知道了这几个人的来历后，不由得心中恍然。大秦帝国有4大宗派，分别是紫阳派、天元派、真仓派、逍遥阁。4大宗派的地位很高，不受帝国皇室管束，甚至整体实力还隐隐在帝国皇室之上。4大宗派面向整个大秦帝国招收弟子，只有那些真正资质好、天赋高的年轻人才有机会进入4大宗派。吴师姐，你们等等我！突然身后响起一道叫声，然后一个身穿紫色锦袍的青年追了上来。苏英志，你刚才一见吴师姐有危险，居然就撇下我们逃走，还有脸回来吗？邓仙仙怒道。刚才在对战那头7阶妖豹的时候，危急关头，这个苏英志居然丢下同门，拨脚就逃。邓师妹，你胡说什么？刚才我是打算去找杨师兄前来帮忙。苏英志脸色一红，他刚才临危脱逃，后来又悄悄折回来观察情况，发现几个同门居然安然无恙，大喜之下马上追了上来。毕竟这里可是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一些厉害的妖魔兽，他自己一个人觉得太危险了。哼，贪生怕死，卑鄙小人！谭猛十分鄙视，贾兆和殷基也是露出不屑之色。好了，都别说了，我们抓紧时间，那朵七神花应该很快开花了。吴月禅皱了皱眉说道。他虽然不屑苏英志的行为，但毕竟是同门，他不可能把苏英志赶走。咦，这个垃圾是谁？他为什么跟着我们一起？此时苏英志才是发现多了一人，指着叶云飞说道，语气十分不敬。你才是垃圾！刚才幸好是叶云飞及时出现，杀了那头7阶妖豹，救了我们几个。邓仙仙撇嘴说道。什么？就凭这个垃圾杀得了那头7阶妖豹？哈哈，真是笑死我了。仙仙，你不用这样骗我吧，一个炼体6重的垃圾有可能吗？苏英志大笑了起来，显然不相信。不想死的最好不要惹我。叶云飞皱眉冷漠地说道。惹你又怎么样？你这个垃圾，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戳死你，你居然敢在我面前装！苏英志用手指着叶云飞冷喝道。他是地境前期的实力，哪里会把叶云飞放在眼内？够了，抓紧时间赶路，那朵七神花很快就要开花了。前方吴月禅喝道。垃圾，再敢有下次，我直接废了你！苏英志目露杀机，他因为临阵逃脱被几个同门挤兑，本来就一肚子不爽，看见叶云飞居然敢顶嘴，顿时就起了杀机。苏英志，叶云飞兄弟救了我们，你如果再敢对他不敬，小心我对你不客气！谭猛喝道。苏英志冷哼一声，不再说话。他知道谭猛的性格，说得出做得到。不过他望向叶云飞的目光更加厌恶了。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妖魔兽，不过都是4阶、5阶或者6阶的。为了挽回形象，一路上苏英志居然是主动出击，斩杀了几头5阶的妖魔兽，甚至和吴月禅联手斩杀了一头6阶的魔兽。
他是地境初级的实力，勉强可以对战6阶实力的妖魔兽。这样一来，苏英志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望向叶云飞的目光竟是不屑和挑衅。叶云飞则是正眼也不看他一眼。一个地境前期，叶云飞可以轻易斩杀，根本不放在眼里，就当他是一个小丑。渐渐的，路上遇到的武者越来越多了，所有的武者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显然都是为了那朵七神花。有门派弟子，有江湖散修，有佣兵团的成员，也有像叶云飞这样的家族子弟人员，构成极其复杂。大半天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只见前方出现了一大片草地，能有数十亩大小。草地的中央有一个深潭，1亩多大。山风一吹，潭水微微翻涌，在那潭水的中间生长着一株摇曳多姿的灵草，灵草上有一个含苞欲放的花骨朵，阵阵沁人心脾的灵药清香随风飘散，令人闻之欲醉。七神花，叶云飞目光一缩，紧紧盯着那株灵草，有点激动。那头受伤的9阶妖兽应该躲在潭水之中。叶云飞的目光打量着那个深潭，潭水之下弥漫出来一股荒芜凶蛮的气息，似乎是蛰伏了什么极为危险的生物。在这个时候，四周的草地之上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有炼体境，也有地境。所有的人眼睛都是直勾勾地盯着潭水上面的那株七神花，目光炙热。叶云飞打量了一下，发现其中居然有不少地境后期的高手。看，是杨师兄他们过来了。突然，苏英志大叫了起来。很快，一个大约20出头，面色如玉，眼神犀利，身形修长的男子大步走了过来。他的后面跟着几个宗派弟子，一个个气宇轩昂，神态傲然。月禅，你终于来了。这个男子用一种炽热的眼神对吴月禅说道。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喜欢吴月禅。杨师兄，你还是叫我吴师妹吧。吴月禅一见到这个男子，就眉头轻皱，露出一些不耐烦的神色，甚至还不着痕迹地向后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对这个杨师兄的死缠烂打早就厌烦到了极点。那杨师兄听了吴月禅的话，眼窝深处泛起怒火，不过瞬间又压制下去了。他虽然满腔怒火，但是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表露出来，以后就彻底没戏了。然后他的目光无意中扫到了叶云飞。他是谁？杨师兄审视的目光盯着叶云飞，冷冷问道。杨师兄，这个垃圾来历不明，在半路上遇到之后，他就死皮赖脸，一直跟着我们。我怀疑他居心不良。苏英志马上说话，目光之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之色。他知道眼前这个杨师兄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特别是杨师兄刚刚在吴月禅这儿吃了瘪，正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呢。这个炼体6重的小子有难了。哼，区区一个炼体6重，我们真仓派的弟子身份高贵，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之辈都有资格结交的。小子，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处心积虑接近我们真仓派的弟子，到底有何居心？杨师兄凌厉逼人的目光盯着叶云飞，一副居高临下审问的口吻。杨师兄，你误会了，叶云飞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邓仙仙急了。邓师妹，你太单纯了，根本就不知道江湖上人心险恶。你不要管，我自有分寸。杨师兄用教训的口吻说道。垃圾，你聋吗？杨师兄在问你的话呢，你最好别惹杨师兄发火，否则后果十分严重。苏英志在旁边添油加醋，对叶云飞呵斥道。滚开，离我远一点。叶云飞淡淡说道。小子，你说什么？杨师兄脸色一沉，目光露出了杀机。一股地境后期的强大威压向叶云飞释放过来。小子，敢得罪杨师兄，你死定了！苏英志幸灾乐祸地说道。叶云飞眉头一皱，地境后期一旦打起来确实有点麻烦，但是叶云飞不可能退缩，而且叶云飞在手段尽出的情况之下，不见得就会输。够了，杨师兄，人是我带来的，请你不要为难他。吴月禅猛地喝道。叶云飞，你最好低调一点，这个地方高手林立，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到一些你惹不起的人。吴月禅的目光同时扫了叶云飞一眼，皱眉说道。其实他一直在怀疑那头7阶妖豹到底是不是叶云飞杀的。一个炼体6重在瞬间杀掉一头7阶妖豹，太不可思议了。他越想就越是不相信。只不过既然叶云飞跟着他一起来，他也不希望看到叶云飞被别人为难。叶云飞目光一冷，二话不说，抬步就走，远离这些真仓派的弟子。叶云飞之所以跟着这几个真仓派的弟子一起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那朵七神花。现在七神花就在眼前，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和这些真仓派的弟子待在一起了。你！吴月禅美眸中露出怒意。叶云飞，你去哪里？邓仙仙叫道。叶云飞兄弟，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吧。谭猛也是叫道。小子，
你找死！杨师兄杀意狂飙，体内灵力喷涌而出，全身衣衫无风而鼓，准备出手。这个小子真大胆，居然敢得罪真仓派的弟子。四周围早就有许多人注意到了这边发生的事情，摇头暗叹。杨师兄，算了。吴月禅拦住了杨师兄。好，月禅，我给你面子，放过他一马。杨师兄说道。不过他望向叶云飞的眼神充满了浓烈的杀意，他发誓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将这个小子斩杀。叶云飞走远之后，找了一处地方站定，挤在人群之中。这一片草地之上，到处都是人声鼎沸，大家都在等待那朵七神花开花。可以想象，一旦开花，必然会是一场可怕的厮杀。三公子，发现那个小子了，就在那边，要不要现在动手？先等等，七神花马上就要开花了，先把七神花抢到手再说。突然，叶云飞听到了两道声音，转身望去。叶云飞拥有一丝残存的天地魂力，在这个吵闹的环境之中，依然可以听到一些极细微的声音。只见是一个金袍青年和一个身形枯瘦的老者在说话。萧丞相的三公子萧无痕。萧无痕注意到了叶云飞的目光，伸手在颈脖的位置轻轻一划，露出充满威胁的冷笑。我管你什么狗屁丞相的公子，敢惹我，照杀不误。叶云飞的心中冷冷一笑。就在此时，有杀意。叶云飞心中一动，转头向另外几个位置望去。很快，叶云飞就发现在人群之中，总共有6个披着漆黑长袍，犹如幽灵一般的中年男子，似乎在盯着自己，露出很明显的杀意。这6个家伙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杀意呢？叶云飞不由得皱眉。如果是别人，肯定发现不了这6个犹如幽灵一般潜伏在人群之中的中年男子。不过叶云飞不同，叶云飞拥有魂力，感知能力特别强大。发现那个小子了，怎么样？现在动手吗？那6个披着漆黑长袍的中年男子分散挤在人群之中，正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交流着。先等等，既然遇到了七神花，就不要错过。这个小子已经插翅难飞了。最终，这6个犹如幽灵一般的男子达成了共识。丁草地中央，那深潭之上突然响起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就好像有人在轻轻弹剑。本来吵闹不堪的草地瞬间死寂一片，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向水面上的那株七神花。只见那个花骨朵有了动作，正在缓缓张开，药香味也攀到了最浓郁的时候。七神花开花了，有人尖嚎了起来：动手，快抢七神花！立即密密麻麻的武者蜂拥如潮，身形爆射，如穿云箭一般从四面八方向那个深潭冲去。滚开，都给我滚开！萧无痕身旁那个身形枯瘦的老者，双手劲气幻化为2只鹰爪，残影飞闪，连连抓出。噗噗挡在他身前的武者统统被挖心剖肝，热血狂飙，当场惨死。真仓派弟子在此，不想死的统统滚开！真仓派的那个杨师兄动作也是十分快速，脚下仿佛踩着2个风眼，朝那深潭冲去，手中握着一柄长剑，展出一道道剑气，锐不可当，砍瓜切菜般扫倒一片武者。谁敢和我争夺七神花，死！一个披着一袭血红色披风的青年双手环抱，一具红色的棺材虚影被他抱住，他举起棺材虚影，连连狂锤，横扫一片，挡者披靡，场面十分混乱，十分血腥。所有的人都拼命厮杀，拼命向前冲去，刹那间就死了一地的武者，浓郁的血腥味冲天。叶云飞却是没有立即行动，没那么容易，以为谁最先冲上去就有机会抢到那朵七神花了吗？嘿嘿，那头9阶妖兽即将出来了。叶云飞冷笑：啊，吴师姐，救我！突然，叶云飞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目光立即望了过去，原来是邓仙仙。他挡住了一个凶残大汉的去路。这个凶残大汉是地境中期的实力，握着一柄大刀向邓仙仙斩了过去。邓仙仙只不过是炼体8重的实力，哪里抵挡得住？霸道的刀光犹如秋风卷落叶一般，眼看就要把邓仙仙拦腰斩断。仙仙！吴月禅大叫，拼命想冲过去，但他离邓仙仙有一段距离，在这种混乱厮杀的场面之下，想冲过去相救简直不可能。谭猛、贾兆、殷姬3个也是一样，虽然拼命向邓仙仙的位置冲去，可是来不及了。真仓派的杨师兄早就冲到前面去了。不要，我不想死！邓仙仙吓得花容失色，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此时，是一道漆黑的匕首突兀出现在那个凶残大汉的身前，朝他的喉咙刺去。这2天时间，叶云飞用虚空刃进行偷袭，不知道斩杀了多少头妖魔兽，早就是得心应手。咔！森寒的匕首当场割断了那凶残大汉的喉咙，鲜血狂飙。放心，你不会死的。
一道声音在邓仙仙的身旁响起，然后一只有力的手拉起邓仙仙，向后方退了回去，直接远离混战的中心。叶云飞，邓仙仙站定身形，就看到了叶云飞站在她的身旁，微笑看着她。看到叶云飞的笑意，邓仙仙知道自己安全了。好！远处吴月禅、谭猛、贾兆、殷基同时叫好，彻底松了一口气。他居然秒杀了一个地境中期，莫非那头七阶妖豹真的是他杀的？吴月禅一直怀疑那头七阶妖豹不是叶云飞杀的，但是这一刻他的怀疑开始动摇了。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再参加抢夺，太危险。叶云飞向邓仙仙说道。我听你的。邓仙仙有点惊魂未定，哪里还敢再上前去参加厮杀？他刚才拉了我的手。此时邓仙仙才是想起自己刚才被叶云飞那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拉住，手中似乎还残留着叶云飞温暖的气息。他有点脸红了，偷偷看了一眼叶云飞。那头九阶妖兽出来了。就在此时，叶云飞目光突然一缩，死死盯着那个深潭。后深潭之中，潭水狂涌，一头凶兽从潭中窜出，带起滔天水浪，犹如下了一场大暴雨。众人定睛一看，这是一头长达10几米的九阶妖鳄。这头妖鳄的脑袋有水缸大小，眼如灯笼，血盆大口，暴怒发狂，张嘴就咬，一条粗大的尾巴乱扫，卷起滔天巨浪。不过肉眼可见，这条妖鳄的颈部有一个巨大的伤口，还没有痊愈，依稀可见里面的森森白骨，血肉模糊。果然这是一条受了伤的妖鳄。不过即使受了伤，一头九阶妖兽也是非同小可。他指望着用这朵七神花来疗伤，想不到居然有这么多的人类武者前来抢夺，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冲在最前的一个地境高手直接被妖鳄咬住，咔嚓一声，拦腰咬成2段。砰！巨鳄的尾巴暴力扫出，将空气抽爆，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千军，一下子就把数名武者抽成肉酱。先杀这头畜生，再取七神花。所有的人都是顿住了身形，将妖鳄包围住。一时间，各种剑光、刀光、枪影、掌风、脚影，一股脑朝妖鳄轰杀过去。特别是那些地境后期的高手，一个个奋力出手，施展出来各种绝杀大招。这虽然是一头九阶妖鳄，但它有重伤在身，而且人类武者的数量太多了。妖鳄吃痛，疯狂吼叫，被彻底激起血脉中的凶性，凌空暴起，见人就扑，血盆大嘴，四肢巨爪，尾巴手段尽出。一时间，人和兽激战在一起，不断有武者死去，但后面的武者马上补充上去。机会到了。现场的局势虽然混乱不堪，但叶云飞的魂力感知得相当清楚，抓住时机，展动灵风神步冲了出去。叶云飞找到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方位，想绕开那些武者和妖鳄的战场，直接冲到深潭之中，采摘那朵七神花。这是叶云飞针对目前混乱的局势所想出来的最佳办法。灵风神步是一种圣品武技，一旦施展出来，使得叶云飞的身法速度快到极点，残影连连，瞬间就绕过了那些武者和妖鳄激战的位置，向那朵七神花冲去。站住！太卑鄙了，居然想捡这样的便宜，岂有此理！杀掉那个小子！其他那些武者也都不是傻子，在和那头妖鳄激战的同时，时刻都在警惕着是否会有人趁机冲上去摘那朵七神花。甚至早就有不少的武者和叶云飞的想法一样，想悄悄绕过众人，直取七神花。一时之间，有人扑向叶云飞，有人直奔那朵七神花，甚至那头妖鳄也放弃了厮杀，朝潭水中央那朵七神花冲去，场面十分混乱。就在这个时候，拼了！叶云飞一咬牙，直接施展出来是神针。本来对于叶云飞现阶段的魂力来说，施展是神针对付地境实力的武者消耗会很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叶云飞也是豁出去了。一下子之间，叶云飞连续施展出10几道是神针，冲在最前方的10几个地境高手全部中招。因为只有地境高手才有能力冲到最前面。一个个地境高手感觉自己的脑袋疼痛欲裂，全身动作瞬间一滞。在施展出是神针的同时，叶云飞也施展出虚空刃，朝那头妖鳄颈部的伤口击去。虚空刃的特性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直到出现在那头妖鳄的头顶之上，那头妖鳄才是发现，怒吼一声，扬起巨大的头颅进行抵挡。于是在这一瞬间，冲在最前面的所有强者都被叶云飞牵制住了。这样的大好时机，叶云飞自然不会错过。咻！叶云飞抢在所有的人之前，冲到潭水中央，伸手一摘，七神花到手。七神花到手后，叶云飞一秒也不停，展动身形，越过深潭，从对岸逃走，一头扎进附近的茫茫的群山之中。灵风神步是何等的高明，
在叶云飞的全力施展之下，简直是以影换位，残影连连，快到极点。什么？所有的武者都是目瞪口呆，一大批地境高手打了大半天，最后居然被一个炼体6重的垃圾把那朵七神花轻松摘走了。侯那头9阶妖恶更加是无法接受事实，凶性大发之下，把眼前这些人类武者当成了发泄的对象。轰！他张开血盆大口，乱扑乱咬，粗短的尾巴到处乱扫，瞬间就有一批武者被他杀死。该死的畜生，大家合力杀了他！那头妖恶终于激起了众怒，所有的武者一拥而上，全力封杀，不遗余力。片刻后，这头妖恶就彻底招架不住，受伤十分严重。吼！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之下，他拼尽最后的力量，杀开一条血路，向远处逃去。后方一批武者在拼命追赶，那头妖恶慌不择路，到处乱闯，很快就离开草地，闯进茂密的山岭之间。咻！突然之间，一柄漆黑的匕首突兀出现在那头妖恶的颈部上方，猛地刺进他颈部那个巨大的伤口深处，疯狂搅动。吼！那条妖恶惨叫了起来，拼命挣扎。几个呼吸后，这条妖恶的动作忽然停止，头一歪，死了。然后叶云飞出现了，直接把这头妖恶的尸体装进空间戒指之中。叶云飞刚才根本就没有远离，一直惦记着这头妖恶呢，所以又偷偷折了回来。一头9阶妖兽对叶云飞来说价值太大了。看，那个小子又出现了。后方那些武者发现叶云飞了，一个个义愤填膺，拨足拼命向叶云飞追来。哈哈，叶云飞得到了七神花，又得到了这头9阶妖恶，心情大好，放声大笑。在笑声中，叶云飞远远离去，片刻就消失在茫茫的丛林之中。后方一大批武者怒吼连连，紧追不放。茫茫群山之中，叶云飞展动身法，全力奔跑。这一刻，叶云飞把灵风神步施展到了极致的程度。后方的那些武者，特别是那些地境高手，哪里肯放过叶云飞，一个个拼命追赶。但无奈叶云飞的身法速度太快了，他们发现与叶云飞的距离越拉越远，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终于摆脱所有的追踪了。叶云飞发现身后的那些追兵一个也不见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头好疼。刚一放松，叶云飞就马上觉得头疼欲裂。刚才为了抢夺七神花，叶云飞一下子施展出10几道式神针，攻击10几个地境高手，魂力消耗十分大，脑袋疼痛的好像要爆炸，而且全身有一种虚脱感。以后最好不要这样逞强了。叶云飞苦笑。不过终于可以开始修炼天魔熔血断体诀，叶云飞有点激动。不久之后，叶云飞寻到了一处陡峭的山壁，那山壁之上有一个十分隐秘的洞穴，被浓密的藤萝遮掩。叶云飞钻进洞穴之中，首先叶云飞盘膝坐下，大概休养了1个时辰后，才感觉到魂力恢复了一些，头也不那么疼了。开始，叶云飞取出来一个大铁鼎，还有一大批灵药，这些灵药数量众多，是叶云飞来天兽森林之前在灵珍坊中采购的。叶云飞把这些灵药一股脑全部投入大鼎之中，然后拿出来几百个拳头般大小的瓶子，还有100多颗内丹。这些瓶子之中装满了艳红的血液，这些内丹自然也全部都是妖魔兽的内丹，全部都是妖魔兽的血脉精华。叶云飞整整猎杀了1000多头妖魔兽，才收集到这些血脉精华。接着，叶云飞把那头妖恶的尸体取了出来。9阶妖兽的内丹果然不同凡响。叶云飞在妖恶的头颅之中挖出来一颗妖气腾腾的内丹，有点惊喜。妖魔兽的内丹也可以用来修炼天魔熔血断体诀，而且效果更好。接下来，叶云飞开始提取这头妖恶的血脉精华。这头妖恶的血脉精华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非常好。最后，叶云飞把所有的血脉精华和内丹全部投入那个大鼎中。真魔传承，引我圣诀，融万灵血脉，助无魔躯。叶云飞盘膝而坐，双手犹如蝴蝶穿花，快速结出来一个个诡异的法印，不断打入那个大鼎之中。轰！那个大鼎突然熊熊燃烧了起来，烈火越烧越旺。是时候了，叶云飞毫不犹豫，直接把全身的衣服全部脱掉，跳进大鼎之中。啊！立即，叶云飞就痛苦地惨叫了起来。天魔熔血断体诀是真魔族的传承功法，本来是那些躯体强悍的魔族才承受得了这样的烈火断烧。现在，叶云飞以人类的躯体去承受烈火断烧，痛苦之大可想而知，肉体和灵魂都疼痛到极点，似乎要被彻底摧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大鼎之中传出来叶云飞的吼声。就这样，大鼎中的烈火足足燃烧了1天1夜。1天之后，烈火终于熄灭。大鼎之中，叶云飞盘膝而坐，好像老僧入定，一动不动。某一时刻，赫然，叶云飞骤然眼开双目，一道厉芒在眸子中浮光掠影般闪过。
吼叶云飞感觉躯体四肢、五脏六腑，甚至血管肌肤，每一处都坚硬如铁，力大无穷，忍不住仰天吼。砰！叶云飞全身力道一放，用玄铁铸成的大鼎当场震得四分五裂，爆裂飞散。叶云飞站了起来，全身肌肉呈现出来一种玉石般的光泽，同时又隐隐透着一股诡异的红色魔光，犹如一块红宝石。叶云飞轻轻一握拳，全身上下立即爆出噼里啪啦的可怕爆炸声音，宛如再燃放一串鞭炮。身体周围的空气也是被可怕的肉体力量挤压的在疯狂翻涌，犹如飓风在咆哮。天魔熔血断体诀第一层修炼成功了。叶云飞露出满意的表情。我现在一拳打出的力量，最起码有7、8万斤，就算是地境后期的武者，也绝对不敢正面接我一拳。真魔族的传承功法，当真非同小可。难怪真魔族能在万族林立的3000大小世界之中拥有一席之地。叶云飞不由得感叹道。此刻叶云飞只觉得全身上下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估计外面那些家伙还在到处寻找我的下落，想抢我手中的七神花吧。嘿嘿，正好我也想拿他们来练练手。叶云飞的目光中露出浓郁的杀意。修炼成功天魔熔血断体诀的第一层，叶云飞现在就算遇到地境后期实力的武者，也可以轻松应对。谁敢惹我，直接打死。叶云飞杀气腾腾，大步走出洞穴。走出洞穴之后，叶云飞大摇大摆行走在天兽森林的中部区域。这个时候，一大批武者依然在到处搜寻着叶云飞的下落。那么多人抢夺那朵七神花，结果让一个炼体6重的家伙把七神花抢走了，没有谁肯服气。特别是那么地境高手，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把叶云飞找出来，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搜，继续搜。现在各个要道都已经封锁，那个小子插翅难飞。对，大家耐心点，我相信一定能找得到那个小子的。某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岭之中，10几个武者正在搜寻叶云飞。突然，你们在找我。突然，一道略带戏谑的声音在前方响起。10几个武者立即循声望去，只见前方的一个山坡之上站着一个年轻人，负手而立。是那个小子。10几个武者顿时激动了起来。哈哈，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这个小子了，七神花是我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男子反应最快，趁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已经是展动身法向叶云飞冲了过来。小子，把七神花交出来。这个中年男子的实力是地境中期，身法速度相当不赖，片刻间就冲到叶云飞的身前，激动大吼。刷中年男子右手成爪，骨骼筋肉爆炸，灵气涌动如潮，向叶云飞的胸口抓来。叶云飞不闪不避，一拳轰了过去。哈，反抗是没用的，你这样的蝼蚁，老子一掌可以拍死10几个。中年男子狞笑，一个炼体6重，他哪里会放在眼内？然而下一刻，噗，他的右手刚刚碰擦到叶云飞的拳头，就瞬间爆炸，然后他的整条手臂炸碎。啊！中年男子惨叫了起来，然后叶云飞的拳头继续推进，轰在他的胸膛之上。砰！中年男子的整个躯体应声爆炸，脆弱的好像一只气泡，漫天血肉骨渣，到处击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其他那些武者也已经纷纷来到，这一幕让他们全都傻眼了。统统受死！叶云飞一声大吼，脚步一错，朝那些武者冲了过去。轰轰！叶云飞不断出拳，每一拳打出都好像一枚出膛的炮弹，撕裂空气。砰砰砰！叶云飞的拳头所到之处，秒杀一切，一个又一个武者的躯体应声而碎，纷纷爆炸。这10几个武者之中，有好几个是地境高手，可是没有什么用，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被叶云飞秒杀掉。有人想转身逃跑，可是叶云飞速度比他快得多，一步就追了上去，一拳打死。10几个呼吸过后，山坡之上到处撒满残肢碎肉，除了叶云飞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活人了。7、8万斤可以秒杀地境实力的武者，而且用肉体力量进行战斗，既霸道又干脆利落，这种感觉的确很痛快。上一辈子我只看重灵力的修炼，而忽视了肉体的锻炼，确实是一大遗憾。幸好这一辈子还有机会补回来。叶云飞感到十分满意。明天就是圆月城的4族夺矿大赛了，是时候回去了。叶云飞遥遥眺望圆月城的方向，自语说道。然后叶云飞大步行走在连绵起伏的山岭之间，向着天兽森林的外面走出去。接下来叶云飞接连遇到了好几批武者，只不过全部都被叶云飞直接轰杀成渣。那些地境前期、地境中期的所谓高手，对于叶云飞来说，只需要一拳就瞬间可以解决。出来吧，我看见你们了。
在一片茂密的丛林旁，叶云飞突然停下了脚步，望向附近的几棵参天大树，冷冷说道。气氛死寂了片刻后，6道幽灵般的身影出现，是6个披着漆黑长袍的中年男子，用吃惊的目光盯着叶云飞。小子，你能发现我们？怎么可能？其中一个黑袍男子问道，语气有点不甘心。要知道，这6个黑袍男子最擅长的就是隐秘、追踪、偷袭类秘技，并以此为生。刚才他们悄悄潜伏在这儿，准备对叶云飞下手。想不到还没有等他们现身，叶云飞就发现他们了。其实叶云飞拥有魂力，早就清晰地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了。说吧，是秦家还是施家派你们来追杀我的？叶云飞淡淡问道。叶云飞一眼就看得出来，这6个黑袍男子肯定是杀手。小子，算你聪明。也罢，对一个死人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不错，是圆月城施家出钱请我们来的。小子，你记住，杀你的人是阴风佣兵团的阴风6鬼，以免下了阴曹地府做一只糊涂鬼。其中一个黑袍男子说道。原来是阴风佣兵团的人。很好，有机会我会把这个佣兵团一窝端掉。叶云飞冷笑。哈哈，小子，就凭你吗？一个黑袍男子怒极反笑。吃！他笑声未停，一柄漆黑的匕首就突兀地出现在他的咽喉前方，朝他的喉咙击去。这个黑袍男子毕竟是一个杀手，常年游走在生死关头，实战经验丰富，危急关头他张嘴一吐，吃！一把飞镖从他的口中吐出来，当的一声挡下了那柄漆黑的匕首。咻！人影一闪，叶云飞已经诡异地来到他的身前，一拳轰过去。轰！叶云飞的拳头携带着恐怖的力量，撕裂前方的空气，势不可挡。小子，你找死！那黑袍男子料不到叶云飞的身法会如此之快，又惊又怒。吃！他的衣袖之中冲出来一柄狭窄的长剑，凌厉激荡，毒蛇一般刺向叶云飞的拳头。当！拳头和长剑碰撞在一起，发出来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在这一刻，叶云飞的整只拳头绽放出来一种血色光泽，就好像一块红宝石，坚硬无比。然后铿一声脆响，黑袍男子手中的长剑直接炸碎。怎么可能？那黑袍男子惊骇欲绝。要知道，那柄长剑之上蕴含着他的全身灵力，却被对方一拳打碎，对方拳力之强可想而知。更加让他吃惊的是，叶云飞的拳头震碎长剑之后并没有停止，依然朝他的躯体轰来。小子，我跟你拼了！这个黑袍男子发现自己就算想躲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狂怒之下也是一拳朝叶云飞队轰过来。噗！下一刻，黑袍男子的躯体好像一只气泡，应声而碎，炸成漫天血肉骨渣。怎么可能？其他那5个黑袍男子一个个用震撼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根本就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到你们了！叶云飞转身露出灿烂的笑容，但是这个笑容却让那5个黑袍男子心中寒意直生。阴鬼迷雾！其中一个黑袍男子一声大喝，然后砰砰一道道黑烟无中生有，不断炸开，迅速扩散。瞬间，这一片林地就被浓浓的黑烟所笼罩，还有许多鬼哭狼嚎的怪声不断响起。伸手不见五指！哈哈，小子，任你本事再大，陷入阴鬼迷雾也只能乖乖受死。一道厉鬼嚎哭般的刺耳笑声响起。区区障眼之法，奈何不了我。叶云飞淡淡说道。吃！话音一落，响起匕首破风之声。啊！一个黑袍男子惨叫起来。不可能！小子，在阴鬼迷雾之中，你居然可以看见我！这个黑袍男子不可思议地说道。接下来，漫天黑烟之中惨叫连连。真无聊，玩这些小孩子般的把戏。叶云飞走出这片被阴鬼迷雾封锁的林地，摇头说道。叶云飞拥有魂力，就算闭上眼睛也可以清晰感知周围的东西，哪里会怕这些迷雾。然后叶云飞大步离去，威名赫赫的阴风6鬼全部身亡。接下来，叶云飞大步向着天兽森林之外走出去，一路上又遇到了许多的武者，只要赶上来拦路的，叶云飞毫不客气，统统打死。叶云飞曾为天帝，对武者世界的残酷非常了解，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心慈手软之辈迟早会害了自己。很快，叶云飞现身的消息迅速传开，一波又一波的武者闻风而来。七神花的诱惑力太大了，人人都想得到。叶云飞，真的是你！突然，一道熟悉的叫声响起，前方出现了6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正是邓仙仙。哦，你们也是来抢七神花的吗？叶云飞先是一愣，然后淡淡问道。叶云飞，
你快离开天寿森林，大家都在找你，你的处境十分危险。邓仙仙冲上前来，焦急地对叶云飞说道。他这2天时间一直在替叶云飞担忧。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叶云飞心中一暖，看得出来邓仙仙的关心是真的。对，叶云飞兄弟，有许多地境高手都在寻找你的下落，你最好快点离去，他们人多势众，你不可能是对手的。谭猛也是上前向叶云飞说道，还有贾兆和英姬都是向叶云飞点头。吴月禅则是用复杂的目光望着叶云飞，他的内心直到现在依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么多的地境高手抢夺那朵七神花，想不到七神花最终却落在一个炼体6重的手中。各位，我走了。叶云飞说道。圆月城的4族夺矿大会就要开始了，叶云飞急着赶回去。叶云飞，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突然，邓仙仙向叶云飞问道，目光之中有点期待。如果有缘，应该可以再见。叶云飞脚步一顿，说道，我可以知道你来自哪里吗？邓仙仙追问道，美眸热切地望向叶云飞。圆月城，叶家。叶云飞想了想，没有隐瞒，直接答道。叶云飞有自信，不久自己将会强势崛起，整个大秦帝国将会没有什么势力和人可以威胁得到自己，所以也不必藏头露尾。好了，我走了。叶云飞转身准备离开。哼，小子，想走有那么容易吗？一个面如冠玉、躯体修长的男子带着6、7个宗派弟子从远处而来，一个个气息凌厉，身法快速。是杨师兄，杨师兄来了。叶云飞，你快走，杨师兄是地境后期高手，十分厉害。邓仙仙一见，吓得花容失色。杨师兄，叶云飞却反而是不走了，站定身形，嘴角牵扯出一抹森冷的杀意。很快，杨师兄带着几个真仓派的弟子就来到了，把叶云飞团团围了起来。哈哈，垃圾，看到杨师兄来还想逃，真是罪该万死。现在立即跪下，乖乖把七神花献给杨师兄。一个紫色锦袍青年狞笑着说道。这个青年正是苏英志。杨师兄，请你放过叶云飞，不要杀他。邓仙仙急了，张开双手挡在叶云飞的身前，由于贴得太近，阵阵迷人的少女幽香直钻叶云飞的鼻子。哈哈，仙仙，你不会是喜欢上这个垃圾了吧？你的脑袋到底抽了哪条筋？你可是真仓派的弟子，在整个大秦帝国都是属于天之骄子，身份高贵，怎么会看得上这个垃圾的？苏英志语带嘲讽。仙仙，别闹了，闪开！无论如何，这个垃圾今天必死。杨师兄神情冷漠，背负双手，一副居高临下掌控别人生死的态度。不能，杨师兄，你不能杀叶云飞，我求你。仙仙摇头。嘿嘿，仙仙，你说什么也没有用的了，这个垃圾一定要死。苏英志狞笑道。垃圾还等什么？跪下献上七神花，或许杨师兄慈悲为怀，可以让你死得直接痛快一些。苏英志朝叶云飞呵斥道。你死定了。叶云飞则是脸露出冷笑，望着苏英志的目光如看小丑一般。放肆！区区一个炼体6重，在我面前也敢说这样的大话？杨师兄不由得脸色一冷，呵斥道。叶云飞，都这种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懂得低调一些呢？一直沉默的吴月禅突然开口说话了。这样吧，叶云飞，念在你曾经救过仙仙的份上，你把七神花交出来，我保你不死。吴月禅说道。哦，你也想抢我的七神花？叶云飞的目光望向吴月禅，带着一丝讥讽。叶云飞，你怎么这样固执呢？你也不想想，你一个炼体6重，把七神花带在身上，有可能离得开天寿森林吗？做人要实际一点。难道你不知道怀璧其罪的道理吗？七神花对你来说并不是宝物，而是会替你惹来杀身之祸的凶物。如果你的实力真的很强大，强大到你可以带着七神花平安离开天寿森林，我绝不会让你交出七神花。但是你只有炼体6重的实力，你做得到吗？我这样做是为了帮你。这样吧，你交出七神花，我会让杨师兄尽可能的给你一些补偿。不要太固执了，以后行走江湖要记住，实力不够就尽量低调一些。吴月禅被叶云飞讥讽的目光刺激到了，大声叫道。不错，叶云飞，你听吴师姐的。邓仙仙说道。仙仙，你也认为我应该交出七神花吗？叶云飞望向邓仙仙，轻轻皱眉。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无事。我是不是说错话了？邓仙仙看出了叶云飞目光中的不悦，犹豫着说道。放心，我会平安无事的。叶云飞点头。装？居然还在装？
我看你这个垃圾是不见棺材不肯掉眼泪了。苏英志朝叶云飞呵斥道。是。突然，一把漆黑的匕首突兀出现在苏英志的头颅前方，猛然刺进他的喉咙。怎么会这样的？苏英志用惊骇俗绝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有着不敢相信，也有着浓浓的后悔。然后他目光中的生机慢慢消失，软软的垂落在地面之上。他只不过是地境前期，叶云飞想杀他太简单了。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实力，平安带着七神花离开天兽森林。叶云飞望着吴月禅淡淡说道。话音一落，叶云飞的身形已经绕过邓仙仙，来到了杨师兄的身前。你算什么狗东西，也有资格命令我交出七神花？叶云飞冷笑，然后轰直接一拳打了过去。垃圾，你找死！杨师兄又惊又怒，他想不到叶云飞的身法速度居然如此快速，快到差点连他也反应不过来。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地境后期的高手，而且来自真仓派，当然有一定的实力。唰，他腰间的长剑居然自动就跳了出来，痴痴一道道无形的吸力气劲不断从那长剑之上激发出来，把周围空气搅碎，发出惨淡的破裂崩坏声，附近的花草灌木也全部被搅碎。剑意，杨师兄果然已经领悟出来真正的剑意。杨师兄身后的几个真仓派弟子惊叫了起来。垃圾！杨师兄自负一笑，闪电般把长剑抓在手中，迸发出来一道劈炼般的剑芒，朝叶云飞劈砍过来。不！邓仙仙惊叫。杨师兄，剑下留情！云飞兄弟，快跑！场中同时响起几道叫声。然而叶云飞不闪不避，拳头直直轰了过去。轰！一声巨响，叶云飞的拳头直接就轰在那道剑芒之上。噗！那道看似可怕的剑芒应声而碎。然后叶云飞的拳头继续推进，一股可怕的力量把杨师兄笼罩在内。不可能！杨师兄惊骇欲绝，拼命后退。赤！一柄漆黑的匕首突兀出现在他的头颅后方，闪电般击向他的后脑。垃圾！我跟你拼了！杨师兄感觉到脑后风声有异，腹背受敌，他躲无可躲，一咬牙，一拳击出，朝叶云飞对轰了过来。砰！杨师兄的整条手臂应声炸碎，化成一团血雾。然后叶云飞的拳头落在他的躯体之上。砰！杨师兄的躯体直接炸碎，连惨叫声也来不及发出。漫天骨渣，到处击剑，仅仅2招，一个地境后期高手就被杀掉了。四周围一片死寂。肉体力量的战斗方式真的太爽了，直截了当，霸道。叶云飞感到十分满意。现在你觉得我有没有实力带着七神花平安的离开天兽森林呢？叶云飞的目光望向吴月禅，淡淡问道。刚才杨师兄出剑的时候，吴月禅叫了一声剑下留情，让叶云飞增添了不少好感。所以说完之后，叶云飞并没有为难他。你们呢，想抢我身上的七神花吗？叶云飞的目光扫向那几个跟着杨师兄来的真仓派弟子，问道。快逃！这几个真仓派弟子吓得魂飞天外，转身就逃。开玩笑，就连强大的杨师兄也被一拳打碎，他们这几个都不够人家塞牙缝。后会有期，叶云飞留下一句话，转身大步向天兽森林之外走去。叶云飞的心中现在最记挂的就是圆月城的4族夺矿大赛。叶云飞，叶云飞！邓仙仙在身后连叫了好几声，但是叶云飞的身法是何等的快速，片刻间就远远离去，消失不见。原来一直都是我小看了他。吴月禅望着叶云飞的背影，露出惨笑。他已经肯定之前真的是叶云飞杀了那头7阶妖兽，救了他一命。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叶云飞面对地境后期的杨师兄一点也不怕，还有为什么那么多的地境高手抢夺那朵七神花，到了最后却落在叶云飞的手中。那是因为叶云飞的确有这个实力啊，他能一拳打死杨师兄，那么我就更加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了。可笑的是，我还口口声声让他要低调一点，以他的实力，在我的面前需要低调吗？吴月禅笑得有点苦涩，摇了摇头。吴师姐，杨师兄死了，这件事怎么办？贾兆突然说道。江湖险恶，我们真仓派的弟子外出历练，每一年都有死伤，就算是我们真仓派的弟子之间，也经常会有互相残杀的现象。杨师兄想杀叶云飞，结果被叶云飞反杀，这件事我们就不要管了。好了，我们也该回去门派了。吴月禅想了一想，说道。吴师姐，叶云飞说他来自圆月城，圆月城好像离天兽森林不远，不如……邓仙仙突然说道。这个时候
叶云飞已经是展动身法，大步向天兽森林之外出去。一路上又遇到了不少前来抢夺七神花的武者，叶云飞当然不会客气，直接轰杀。几个时辰之后，叶云飞终于走出天兽森林，来到外面的天兽小镇。叶云飞买了一匹快马，向着圆月城的方向疾驰回去。天兽森林离圆月城需要大半天的路程，叶云飞觉得自己必须抓紧时间了。就在叶云飞离开天兽小镇片刻之后，一匹人马从天兽森林之中匆匆追了出来。为首一人是一个身披金色长袍、头戴玉冠、腰束锦带的青年，萧无痕，当今萧丞相的三公子。小子，你插翅难飞，追！萧无痕一挥手，带着一大批手下向着叶云飞离去的方向追了下去。圆月城，秦家，秦安少爷出关了！一道大叫声响起，然后整个秦府都是热闹了起来。凡是听到消息的人都争相向着秦安闭关的方向快步冲去。一间密室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紫衣少年背负双手缓缓走了出来，神色淡漠，举手投足之间全是睥睨天下的气势。秦安，哈哈，儿，你终于出关了！秦家家主秦雄满面春风，大步迎了上去。恭喜秦安少爷出关！秦安少爷是我们秦家的希望，他的每一次闭关修炼都是对我们秦家的巨大贡献。其他那些秦家的人也是一个个阿谀奉承，赞美之声不绝于耳。这一次闭关，你的实力？秦雄激动地问道。地境中期，秦安淡淡说道。什么？秦安话音一落，所有的人都是彻底惊呆了。二，你是说你现在是地境中期了，而不是地境前期？激动之下，秦雄的呼吸也有点急促了。不错，父亲，多亏了你给我的那颗玄元丹，让我一举突破到了地境中期。秦安的脸色十分平淡，有一种宠辱不惊的味道。好，好，好，哈哈，儿，你真是太让我惊喜了！秦雄激动得满脸涨红，他本来以为秦安这一次闭关应该是突破成为地境前期的，想不到居然一口气突破成为地境中期。果然不愧是天灵体，这种修炼速度真的是太可怕了。秦安少爷太妖孽了，有了秦安少爷，我们秦家想不崛起都难了。其他那些秦家的人一个个也是震撼之极，纷纷大叫了起来。大半天之后，叶云飞回到了圆月城。叶云飞首先来到了城西的灵真坊。叶云飞得到了七神花，急需采购一批灵药，用来炼制真魂聚神丹。真魂聚神丹是一种珍贵稀有的，专门用来提升魂力的灵丹。服食真魂聚神丹，最起码可以让叶云飞的魂力在现有基础之上提升上百倍，快速变强，这是叶云飞现在最渴望的。叶云飞曾为天帝，现在的实力简直是弱小的可怜。这一辈子，叶云飞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再次登上那武道的最高峰。至于其他的事情，对于叶云飞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叶云飞少爷，方主找你有事，我都到叶府找了你好几次。叶云飞刚刚来到灵真坊的门口，店小二就惊喜地迎了上来。快快有请！店小二恭敬地把叶云飞迎进一楼大厅后面的小型会客室，然后飞快地去请萧楚楚。叶少爷，你终于回来了。很快，萧楚楚就来见叶云飞了。萧小姐，你找我应该是为了治你的病吧？你放心，我说过会帮你治病，就一定会帮，绝不食言。不过要等到4族夺矿大赛结束之后，我才有时间。叶云飞说道。叶少爷，我还有另外一个病人，想找你帮忙看看，不知道叶少爷同不同意？萧楚楚对叶云飞说道。另外一个病人，叶云飞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不错，叶云飞少爷，请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出手的，我会支付你满意的酬金。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整个圆月城甚至附近几个大城市的所有医生我都请遍了，没有一个能看得了，所以我才想让叶云飞少爷你试一试。萧楚楚说道。那好吧。叶云飞点了点头。叶云飞对萧楚楚的印象不错，帮忙看一个病人，这只不过是举手，所以叶云飞没有拒绝。太好了，叶云飞少爷，快快有请。萧楚楚大喜。萧楚楚把叶云飞带到灵真坊2楼的一间房间之内，房间内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年约20多的黄衫青年，处于昏迷的状态，一动也不动。房间内还有一个青袍老者，满脸焦急的表情。这个老者的实力居然是天境。叶云飞不由得看了一眼那个青袍老者。天境的实力在大秦帝国来说已经是属于少有的高手了。叶云飞少爷，王兄这几天一直昏迷不醒，而且气息越来越衰弱，但是我请了那么多的医生，没有一个能够看得出王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萧楚楚对叶云飞说道。我来看看。叶云飞走了过去。萧小姐，他是
那个青袍老者身形一动，挡住叶云飞的去路。聂老请放心，叶云飞是我请来给王兄看病的，他不会对王兄不利，请相信我。萧楚楚连忙说道。那个青袍老者深深地望了一眼叶云飞，似乎包含着警告的意思，然后让开了。叶云飞淡淡一笑，并没有理会。天境高手又怎么样？叶云飞曾为天帝，区区天境高手不值一提。叶云飞相信，不久的将来，天境高手连给自己提鞋的资格也没有。他中毒了，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毒，叫虚空蜈蚣涎。这种毒无色无味，一旦沾染上，就会潜伏在经脉的深处，不知不觉之间破坏中毒者的身体。这位王兄中毒的时间最起码有7天了，如果再不解毒，最多再过3天，他就会没命。叶云飞伸手搭了搭那位黄山青年的脉搏，又翻了翻他的眼皮，已经心中有数，开口说道：叶云飞少爷，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能够解毒吗？萧楚楚不由得大喜。要知道，这几天他请来的医生，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说得出这个黄山青年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事。想不到叶云飞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当然能够解毒。叶云飞点了点头。那太好了，请叶云飞少爷出手，帮王兄解毒。萧楚楚大喜。那个青袍老者也是十分惊喜，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变得和善了起来。这个简单，我开一张药方给你，你照药方抓药，连服3剂，他就会没事了。叶云飞点头。萧楚楚马上吩咐店小二拿来纸笔。叶云飞提笔写下一张药方，交给萧楚楚。年轻人，多谢了。青袍老者也是向叶云飞说道：萧小姐，我现在需要采购一批灵药，但是我的身上暂时没有多少灵晶石，可不可以先赊账呢？叶云飞望向萧楚楚说道：叶少爷，你放心，小六乙丹的销售已经在整个大秦帝国全面铺开，甚至附近的几个帝国也同步上市，销售的情况非常好。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我们灵真方每年要付给你的销售提成大概是30万块灵晶石，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在我们灵真方采购灵药，可以赊账的数额是每年30万块灵晶石。萧楚楚笑着说道：那就好。叶云飞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萧楚楚让店小二带着叶云飞去大厅采购灵药。叶云飞一口气采购了价值10多万块灵晶石的灵药。4族夺矿大赛就要开始了。走出灵真方，叶云飞的目光望向圆月城的城北方向。4族夺矿大赛的地点在圆月城北大门之外的一个大广场。同一时间，大秦帝国阴风佣兵团的总部。什么？阴风6鬼全部都死了？怎么可能？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去天兽森林追杀一个炼体6重的小子，一点危险性也没有，怎么可能全部都死掉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黑衣老者拍案大怒：团主，我们去天兽森林调查过了，那个叫叶云飞的小子进入天兽森林练力了几天之后，实力突然大增，他不但杀了阴风6鬼，而且还杀了许多人。还有，天兽森林之中出现了一朵7神花，被叶云飞抢到手了。一个黑衣男子开声说道：7神花。黑衣老者目光一亮，阴风6鬼是我培养多年的得意弟子，想不到居然死在一个炼体6重的垃圾手中，这个仇非报不可。圆月城的秦家、施家和吕家3个家族重金请我们阴风佣兵团去帮忙围杀叶家。好，点齐人马，我们去圆月城。黑衣老者冷笑一声说道：圆月城1年1度的4族夺矿大赛终于到了。4族夺矿大赛的比赛地点在圆月城城北大门之外的一大广场之中。这一天一大早就有许多人向着城北的大广场而来。这个大广场位置在城北大门之外，背靠着几座秀丽的山峰。不久之后，大广场之中已经是汇集了密密麻麻的武者，喧声震天，而且还有更多的武者正在源源不断而来。不但圆月城的武者几乎倾巢而出，前来观看这1年1度的盛事，就连圆月城附近的几个大城池也有武者闻风而来。只见大广场的中央早就搭建了一个高大的擂台，广场的东边搭建着一排10几个高台，其中有4个高台之上分别竖着4杆大旗，每一杆大旗之上都绣着一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分别是秦、施、吕、叶。显然这4个高台就是圆月城4大家族的临时看台，其他那些高台也都是给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准备的，而那些身份一般的武者就只能挤在大广场的擂台4周围，自己找位置落脚了。此刻4大家族的人马都已经来到4大家族的高台之上，坐满了人。看，那个就是秦安，气宇轩昂，英武不凡，果然不愧是天灵体啊。大部分的武者目光都是望向秦安的临时高台之上。
只见秦安一袭紫袍，无风自卷，全身几乎光芒四射，散发出来一种极其尊贵的味道，宛如王者踱步。这可是天灵体啊，在整个大秦帝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啊！据说帝国的4大宗派都已经做出承诺，愿意无条件招收秦安，而且还会让秦安直接成为核心弟子，重点培养。广场之中，一道道议论声不断响起。哈哈，秦兄兄，你满面红光，今天注定大有收获啊！秦安少爷，今天的比赛你可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啊！施天元和吕云笑都是先后向秦雄说话，这2个家族的家主面对秦雄都表露出来一些卑躬屈膝的味道。哈哈，秦雄微微抱拳，算是还礼，得意的笑声传遍整个广场，整个人自我感觉就好像到达了人生的巅峰。城主大人到，一道大叫声响起，然后，哈哈，秦兄兄，我先预祝你们秦家今天夺冠，记得请我参加你们秦家的庆功宴哦。一个气宇轩昂、风度不凡的黄袍中年男子，带着一大队盔甲鲜明的士兵走进大广场之中。圆月城的城主来了，而且这个城主大人摆明了态度，支撑秦家。城主大人放心，我们秦家的庆功宴一定会请你。秦雄满面春风，朗声说道：“哼，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先别高兴得太早。”叶家的高台之上，叶天鹏冷笑说道：“叶天鹏，今天的比赛结果已经注定了，必定是我们秦家胜出。今天我要当众打脸你，碾压你，让你叶天鹏还有叶家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彻底的笑话。还有，我儿秦安强势崛起，也需要一些垫脚石来衬托。而且今天所有参赛的叶家子弟将会全部被灭杀，一个不剩。”秦雄用挑衅的目光望向叶天鹏，高声说道。他一点也不避忌，当众说出这番话，声音传遍整个广场。广场中的众多武者闻言，一个个都是倒抽凉气。秦雄这是要把叶家往绝路上逼啊！哼，秦雄说大话谁不会？未到最后一刻，胜负未定。叶天鹏冷哼说道。哈，叶天鹏，你的性格果然一点也没变，不见棺材不流泪。秦雄大笑了起来。父亲，你何必跟他多言？很快他就会认清现实了。突然，秦安淡淡说道：“我觉得很快认清现实的是你们秦家。”突然，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然后一个少年慢慢走进广场，向着叶家所在的灵帝高台走去。咦，这不是叶家的那个废物少爷叶云飞吗？立即就有人叫了起来。飞儿！叶天鹏一见叶云飞，不由得大喜。你就是叶家的那个废物叶云飞？很好，废物，我今天会让你跪在我的面前，亲口承认你自己是一个废物。秦风淡漠的目光扫了扫叶云飞，显得相当不屑。就凭你有何资格让我叶云飞跪？简直是痴心妄想。叶云飞淡淡一笑。叶云飞，你这个废物，秦安哥当然有资格让你跪。秦安哥觉醒了天灵体，属于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秦安哥的将来已经注定了，将会强势崛起，威震整个大秦帝国。叶云飞，你连给秦安哥提鞋都不配。突然，施家的临时高台之上，施小蝶站了起来，用怨毒的目光盯着叶云飞，大声说话。原来是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你已被我休掉，还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大嚷大叫呢？滚，离我远一点！叶云飞针锋相对，一点情面也不给施小蝶留。叶云飞，你这个废物，胡说八道！叶云飞的话让施小蝶简直是羞愤欲绝，当场失控尖叫了起来。上一次他在圆月学宫被叶云飞当众写下带血的休书，这件事早就传遍整个圆月城，让他成了一个笑柄。现在叶云飞又当众提起，把施小蝶气得浑身上下剧烈颤抖。放肆！叶云飞，你这个废物不但侮辱小蝶，而且居然敢打伤少杰，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施天元也是气得脸容扭曲，怒吼了起来。你的儿子打不过我，如果我是废物，那么你的儿子岂不是连废物也不如？叶云飞冷冷一笑，哈哈，说得好，这样看来，施天元，你的儿子可真够废物啊！叶天鹏大笑了起来，儿子的来到让他觉得畅快了起来。你，施天元气得说不出话来。就在此时，紫阳派五长老到，一道大叫声响起，然后一个浑身缭绕着可怕剑光的中年男子带着几个年轻弟子走进广场。天元派杜长老到，又一道叫声响起，一个目光和善、胸前三落长须的老者带着几个年轻弟子走进广场。真仓派卓长老到，接着又有一道叫声响起，一个身躯佝偻、散发披肩的老者带着几个年轻弟子走进广场。逍遥阁丁长老到，
第4道叫声响起，只见一个中年女道姑带着几个年轻弟子走进广场。帝国4大宗派的人同时来到，全场肃静，没有任何人敢出声说话。广场中所有的舞者都是用震撼和敬畏的目光盯着4大宗派的人。4大宗派是大秦帝国中4个超级大势力，4大宗派和帝国皇室是平起平坐的，所以4大宗派的人行走在外，所到之处犹如王公贵族出巡，身份尊贵之极。这一次4大宗派居然都派出一位长老亲临圆月城，这简直就是圆月城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次了。4大宗派的4位长老带着门下的弟子分别走上广场东边的4座高台之上落座。圆月城的城主还有4大家族的家主和一众高层连忙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地分别向4大宗派的4位长老问好。你就是秦安？4大宗派的4位长老根本就不理会其他的任何人，第一时间目光集中在秦安的身上。回各位长老的话，小子正是秦安。秦安行了一个礼，朗声回答，倒也表现得不卑不亢，养成了几分风度。很好，果然是天灵体，好好表现吧。4位长老的目光上上下下把秦安打量了一番，都是微微点头，显然他们对秦安的第一印象都是不错。这4位长老今天之所以会前来观看比赛，目的当然就是想看看秦安的表现，否则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区区一座城池的几个小家族之间的比赛，哪里有可能请得动他们？秦安不会让各位长老失望的。秦安连忙答道。4位长老都是微微点头，然后坐下，不再说话，也不理会广场之中的其他任何人，甚至圆月城的城主、4大家族的家主也没有能够让这4位长老正眼看上一眼。各位，我宣布比赛现在开始。这个时候，圆月城的城主站了起来，朗声说道。每一年的4族夺矿大赛都会请来圆月城的城主主持大赛，今年也不例外。广场中众人闻言都是精神一振，比赛终于要开始了。今年的比赛和以前一样，分2个赛程，第一个就是夺旗大赛，第2个就是擂台战。在夺旗大赛中胜出的家族可以掌控圆月城西边矿区1年的开采权，在擂台战中胜出的家族可以掌控圆月城北边矿区1年的开采权。这个你们4大家族都没有意见吧？城主继续说道。同意。4大家族的家主都是点头。圆月城的西边和北边分别有2个残次的晶石矿区，虽然是残次的晶石矿区，但是价值比起一般的玄铁矿区价值也要高出很多。如果运气好，是可以直接开采出来灵晶石的。10几年前，这2片晶石矿区刚刚被发现的时候，圆月城的4大家族为了争夺开采权，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可怕的冲突，每一个家族都因此死伤十分严重，元气大伤。后来4大家族坐下来商谈，决定每年举办一次比赛，由比赛的结果来决定当年这2个晶石矿区的开采权归谁所有。这就是圆月城4族夺矿大赛的由来了。那好，4大家族的参赛弟子请各就各位，迅速做好准备，然后开始第1个赛程夺旗大赛。城主朗声说道。父亲，我也参加比赛。叶家的临时高台之上，叶云飞对父亲说道。飞儿，你想好了吗？你现在只不过是炼体6重，参加比赛说不定会有危险，而且秦家和施家肯定会专门针对你。叶天鹏眉头轻皱。父亲，请你相信我，我不会有事的。叶云飞对父亲笑了笑。那好，你一切小心。叶天鹏点头，他知道儿子的性格，如果决定了的事情很难劝说，何况上一次叶家族会，叶云飞的强颜表现也让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一定的信心。现在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夺旗大赛的规则，看到没有，在天运峰的峰顶之上有一座平台，平台之上插着一杆大旗。4大家族每一个家族分别派出15个子弟，从山峰的4个方向登上峰顶，抢夺那杆大旗。哪一个家族能把那杆大旗抢到手并带回来广场这里，就算胜出。叶天鹏指着大广场后面的一座山峰开声说道。家主，我们明白了。叶家的15个参赛子弟都是点头。事实上，在来之前，叶天鹏已经多次把比赛的规则反复详细告诉这些参赛子弟，现在只不过是再温习一遍。好了，大家出发吧。这一次我们叶家是从天运峰的南面进行登山，孩子们好好比赛，赛出我们叶家的气势。叶天鹏用鼓励的语气说道。叶家的7个长老也是纷纷开声鼓励，这是战前动员。是。叶家的参赛子弟一个个热血沸腾，其他3大家族的临时高台之上，家主和族中的高层也都在做着最后的战前动员。每个家族要上场参赛的弟子都是卯足了劲，摩拳擦掌，
目光炙热。好了，去吧，记住，我们叶家是从南面登山，你们先到达南面等待，一看到信号弹就立即登山。叶天鹏说道。立即，叶家的参赛子弟开始出发，离开大广场，向着后面的天运峰而去。片刻后，就来到了天运峰的南面山脚之下。其他三大家族的参赛子弟也是纷纷行动，来到天运峰的其他三面山脚之下。秦家是从东面登山，施家是从西面登山，吕家是从北面登山。等四大家族的参赛子弟都到达指定的位置之后，砰！一道信号弹冲天起，在高空之中炸响，声震数里。冲啊！四大家族的参赛子弟同时大吼了起来，一个个发足狂奔，开始全力登山。天运峰圆润秀丽，山路并不算崎岖，所以四大家族的子弟都是健步如飞。咻！山峰的南面，叶家子弟之中，一个叫叶天峰年轻人速度最快。比赛刚刚开始，他就像一支箭似的向着山顶方向急冲而上，把叶家其他的参赛子弟拉开一截距离。叶天峰炼体九重，在叶家年轻一辈之中，曾经和叶雷一起被称为叶家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上一次叶家族会，他正在修炼，所以没有参加。后果，他听到了族会的结果，但是却不太相信。他觉得叶云飞根本没有能力打败叶雷，甚至废了叶雷，这其中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他甚至认为叶云飞施展了什么阴谋诡计，陷害叶雷。不错。望着跑在最前面的叶天峰，叶云飞点了点头。叶云飞感觉得出来，叶天峰的实力比起叶雷似乎更胜一筹。此外，还有叶雪等几个实力较强的叶家子弟跟在叶天峰的后面，在后面就是其他那些相对更弱的叶家子弟了。叶云飞落在后面了，这样的实力怎么可能打得败叶雷？这样看来，上一次族会的比赛结果果然有问题。叶家年轻一代最强的是我叶天峰，回头扫了一眼，看见叶云飞落在后面，不由得心中一喜。各位，你们都很努力，都想给叶家争光，这一点我很高兴。不过这场夺旗大赛你们不用参加了，回去广场等着吧，我会亲手把那杆大旗带回去的。就在叶天峰心中暗暗窃喜的时候，突然叶云飞开声说话了。在灵力的传送之下，叶云飞的声音在每一个叶家子弟的耳边响起，十分清晰。什么？听到叶云飞的话，其他14个叶家子弟全部都是懵了。让大家都回去，叶云飞他自己一个人会把那杆大旗带回去？有这个可能吗？要知道，其他三大家族相加起来可是有45个人参加比赛呢，其中单是炼体9重的最起码就有3-4个，而且还有天灵体秦安。叶云飞，现在这种时候你居然捣乱，别以为你是家主的儿子我们就得听你的。好了，大家别管他，都加快速度去夺那杆大旗。这一刻，叶天峰有点怒了。他本来就认定上一次的叶家族会，叶云飞打败叶雷肯定出了什么问题，甚至叶云飞可能用了什么阴谋诡计。现在听了叶云飞的话，使得他对叶云飞的成见更加大了。怪不得会被人称为废物，看来叶家年轻一代能撑起场面的还是得靠我啊。叶天峰厌恶地瞪了叶云飞一眼，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猛然加速，像一支箭似的向山顶之上疾奔。只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咻！一道残影快得不可思议，从叶天峰的身旁一闪而过。相信我，你们回去吧，交给我就行。山坡上方响起叶云飞的声音。叶天峰抬头向上方望去，震撼地发现叶云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超过他，出现在山坡的上方了。怎么可能？叶天峰这才明白，刚刚从自己身旁闪过的那道残影是叶云飞。山坡的上方，叶云飞说完一句话，抬起脚往地面一跺，轰！立即地面被砸出一个巨坑，深深塌陷下去，烟尘滚滚。而叶云飞的身体借着这一跺之力，已经像一枚炮弹似的冲天起，向山顶之上射去。7-8万斤的肉体力量让叶云飞轻轻松松一个弹跳就可以跳出成100米远的距离，再配合灵风神步，叶云飞现在随便一步跨出可以到达200米之外，而且还是在十分轻松十分随便的情况之下。如果是出尽全力，叶云飞可以一步跨出300多米远。只见残影闪烁，仅仅几个眨眼的时间，叶云飞的身影就已经彻底消失在山坡上方。叶云飞知道秦家、施家、吕家3大家族已经联手，如果叶家的这些子弟上到峰顶，肯定会遭到其他3大家族的子弟联手围杀，所以叶云飞干脆让他们先回去。怎么可能？这也快得太夸张了吧！叶家的14个子弟，包括叶天峰在内，
都是彻底惊呆了，一个个瞪着双眼，无法置信，死死盯着山坡上方。特别是叶天风，脸色阴晴不定，双拳紧握，显得有点不甘。这个时候，他才突然发现，或许他之前有点小看叶云飞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听叶云飞少爷的，还是不听？另一个叶家子弟开声说道：“走，我们继续登山。叶云飞的速度虽然比我们快一些，但是秦安和吕慕白、施红等人不一定会比叶云飞慢，而且论实力，叶云飞远远比不上他们。所以，想要抢夺那杆大旗，最后还得靠我们出手。大家加快速度。”话音一落，叶天风展动身形，竭尽全力向山顶之上冲去。其他的叶家子弟对望了一眼，也纷纷跟了上去。这个时候，天运峰的山顶之上有着一座平台，平台之上插着一杆大旗。这个时候，山顶之上十分安静，只有那杆大旗在微微迎风招展。突然，轰轰地面不断震动，然后就出现了一道身影，对着平台急冲而来，几个起落就来到了平台之上。正是叶云飞。呵呵，想跟我比速度，有可能吗？叶云飞淡淡一笑。要知道，灵风神步可是一种圣品武技，而圆月城4大家族所能拥有的身法武技，撑死了也就是3品。圣品武技和3品武技，一个天一个地，差距太大，完全没有可比性。灵风神步再配合7、8万斤的肉体力量，就算是地境后期的高手，也远远比不上叶云飞的速度。叶云飞的魂力释放出去，很快就发现秦家、施家、吕家3个家族的参赛子弟现在都还在山腰的位置呢。其中秦安的速度最快，像一支离弦的箭，向山顶之上急射上来。一身紫色衣衫迎风而舞，猎猎作响，显得风度不凡。叶云飞收回魂力，伸手向那杆大旗抓去。住手！突然一道大喝声响起，平台附近冲出来4个中年男子，全部都是地境初期的实力。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4大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派出1个高手守在平台附近观看比赛的过程。但是这4个高手只起到如实记录比赛过程的作用，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绝对不能出手干扰比赛，否则必将会重新引起4大家族之间的争斗，这是4大家族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叶云飞，你不能把大旗拿走。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说道，这个中年男子来自秦家。为什么？叶云飞目光一冷，其他的参赛者全部都还没有来到，为什么你这个废物能够抢先来到？这其中肯定有问题。所以叶云飞，你不能把大旗拿走，必须等其他的参赛者来到再做定夺。这个来自秦家的中年男子冷笑着说道。其他3个中年男子都没有说话。哦，叶天青，你也是这个意思？叶云飞带着一丝戏谑的目光望向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这个中年男子来自叶家。叶云飞，他们3个都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啊，你就当委屈一下自己吧。叶天青面无表情说道。呵呵，原来我们叶家还有一个内鬼，幸好现在自己跳了出来。叶云飞冷笑道。叶云飞，你什么意思啊？叶天青恼羞成怒。各位，你们的职责只是如实记录比赛的过程，而绝对不能出手，否则会重新引起4大家族的争斗。你们现在这样做真的好吗？叶云飞的声音越来越冷。哈哈，废物，实话告诉你，叶家即将要被灭族，所以你觉得我们还会怕引起4大家族的争斗吗？来自秦家的那个中年男子用充满嘲讽的语气狂笑了起来。那好，既然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你们统统去死吧。叶云飞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了起来，带着一抹森寒的杀意。话音一落，咻，一柄匕首突兀出现在来自秦家的那个中年男子的喉咙，猛地一割，鲜血狂溅。咔！那个中年男子的笑声戛然而止，满脸的无法置信，身体慢慢滑落。咻！叶云飞释放出虚空刃的同一时间，已经来到另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前，一拳轰出，恐怖的肉体力量瞬间把前方的空间抽空，形成恐怖的压力真空区。砰！那个中年男子的躯体脆弱的好像一只气泡，直接爆炸，化成漫天血肉骨渣。不好！剩下的2个中年男子吓得魂飞天外，知道情况不妙，拼命后退。咻！虚空刃再度出现，闪电般插进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的眉头。地境前期的实力大概相当于6阶实力的妖魔兽。前几天叶云飞在天兽森林之中最起码斩杀了200-300头6阶实力的妖魔兽，所以要杀眼前这几个地境前期的男子，简直就好像砍瓜切菜一样简单。现在只剩下叶天青了。叶云飞少爷，
饶命啊！叶天青竟然吓得不敢反抗。其他3个中年男子实力并不比他差，却一个个被秒杀掉，他已经彻底胆寒。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知道叶云飞的战力远远强于他。呵呵，饶了你。幸好是我提前来到这里，如果是叶家的其他子弟来到这里，岂不是要被你这个叛徒坑死？是，一柄漆黑的匕首一闪而过，把叶天青的喉咙割断，带起一股艳红的鲜血。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死。叶云飞淡淡说道，接着伸手一抓，把平台上的那杆大旗拿到手中。砰！叶天青的尸体跌落在平台附近的地面之上。叶云飞直接把大旗藏进空间戒指之中。这枚空间戒指是萧楚楚送给叶云飞的，勉强装的一杆大旗。秦安，我先不在这里杀你，我要在擂台赛之上大庭广众将你击杀。秦安，你给秦家带来的希望有多大，今天秦家的失望就会有多大。叶云飞的目光望着山峰的东面，冷冷一笑。以叶云飞的实力，如果想在这个山顶之上把其他3个家族的参赛子弟全部杀掉，轻而易举。但是这样一来，第2个赛程擂台战就无法进行了。叶云飞想要的效果是当众打脸3大家族，让叶家当众强势崛起。话音一落，叶云飞转身原路返回，往山峰的南面冲下去，展动身法，几个起落就消失在山顶之上。此时，快，大家的速度再快一点，叶家能不能取得比赛的胜利就靠我们的了。在天运峰的南面，叶天风的催促声不断响起。叶天风的速度最快，遥遥领先。后方，叶家的子弟一个个拼尽全力向山顶的方向疾奔。虽然一个个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但依然是干劲十足。就在此时，我不是让你们先回去的吗？突然，上方响起一道声音。叶家的14个子弟同时抬头向上方望去，只见叶云飞背负双手，正在快步而下，显得有几分悠闲。大旗我已经拿到手了，我们回去广场吧。叶云飞说道。说话的同时，叶云飞从空间戒指之中把那杆大旗取了出来，挥舞了一下，然后重新装进空间戒指之中。什么？14个叶家子弟全部停了下来，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望着叶云飞。叶云飞，那杆大旗是真的吗？叶雪张了张嘴，有点艰难地问道，语气中带着疑惑。当然是真的，来之前家主和7位长老难道没有向你们描述过这杆大旗的模样吗？好了，别废话，回去吧。叶云飞点头，然后大步向山上走去。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叶云飞居然真的把杆大旗带下来了。这个时候，叶天风的内心犹如惊涛骇浪，双拳紧紧握着。不过他知道那杆大旗确实是真的，那杆大旗是真的。太好了，叶云飞少爷，你居然真的把大旗带下来了。这么说来，夺旗大赛我们叶家胜出了。终于，这些叶家子弟一个个回过神来，接受了事实，都是欢呼了起来。于是所有的叶家子弟都回头跟着叶云飞一起下山。叶云飞背负双手在前方大步而行，看似不快，实则轻轻松松，一步跨出去就瞬间跨越100多米的距离。后方那些叶家子弟一个个拼命奔跑，但是离叶云飞越来越远，只能远远看到叶云飞的背影。我偏不信邪。叶天风竭尽全力，以他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向叶云飞追赶。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始终无法追得上叶云飞。而且叶云飞身形悠闲，好像在散步一样轻松，而叶天风则是跑得大汗淋漓，气喘如牛，青筋暴突，高下立判。同一时间，天运峰的峰顶之上，我终于到达峰顶了。不用问，我肯定是第一个到达的。秦安身如流星，快速之极，出现在山顶之上，脸上露出自负的笑容。但是下一刻，那杆大旗呢？怎么不见？这4个负责观看比赛过程的高手怎么全部都死了？秦安望向平台之上，只见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旗。平台四围散落着几具血淋淋的尸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秦安又惊又怒，大吼了起来。与此同时，大广场之中，所有的人都在耐心等待比赛的结果。叶天鹏，这一场比赛你们叶家必败。秦雄挑衅的目光盯着叶天鹏，狂笑了起来。哼，秦雄，别高兴得太早，不到最后一刻，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叶天鹏冷哼。叶天鹏，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这一次，我要你们叶家败得血本无归，一次败光。秦雄笑得十分猖狂。家主，我总觉得秦雄话中有话，我有点担心。
我们叶家参赛的那15个子弟的安全。突然，叶家大长老皱起眉头，轻声说道：“不用担心，我已经交代过叶天青，如果叶家那些参赛子弟真的有什么危险，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出面，保证叶家子弟的安全，而且及时发射信号弹，让我们有时间赶去救援。总之，就算和他们3个家族撕破脸皮，也要保证我们叶家那些优秀子弟的安全。”叶天鹏答道：“那就好。”大长老点了点头：“秦兄兄何必跟他浪费口舌？”很快，叶家的人就有的哭了。这个时候，施天元也阴声怪气的开声说话了：“秦兄兄，对于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人，就让事实来教训他吧。”吕家的家主吕云笑也是冷笑说道：“哈哈，秦兄兄，这一场比赛我看好你们秦家，今晚秦家的庆功宴一定要记得请我。”这个时候，圆月城的城主也是开声说道：“很明显，秦家、施家、吕家还有城主府结成了一个联盟，一起针对叶家。不好意思，秦家今晚恐怕没有机会摆庆功宴了。摆庆功宴的将是我们叶家，而且我们叶家是不会邀请你的，所以今天晚上你这个老家伙还是早点洗洗睡吧。”突然，一道声音在广场的入口响起，然后一个少年背负双手，带着几分悠闲走进广场之中。是菲儿。叶家的临时高台之上，叶天鹏当即站了起来，又惊又喜：“云飞少爷，等等我们！”后面叶家的14个参赛子弟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其中稍微显得轻松一点的是叶天风，不过此刻叶天风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变了很多，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视。他终于明白，叶云飞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废物，但是身法速度这一项，叶云飞就比他强大的太多了。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活着回来的？秦家的临时高台之上，秦雄脸色大变，站了起来：“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施天元、吕云笑也是同时大吼了起来。要知道，这一次比赛3个家族已经暗中联手，准备在夺旗大赛之中把叶家的参赛子弟全部杀掉。在比赛开始之前，3个家族的高层已经反复吩咐家族中的参赛子弟，一旦到达天云峰的山顶，3个家族的子弟就马上动手，而且下达的命令是把叶家子弟统统杀光，一个不剩。甚至为了保险起见，守护在山顶之上记录比赛过程的那4个地境前期高手，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出手帮忙围杀叶家子弟。可以说，在这样的严密布置之下，叶家的15个参赛子弟必死无疑。但是现在叶家参赛的子弟却全部都回来了，而且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一点事也没有。我明白了，你们这些叶家的人一个个都是胆小鬼，居然临阵逃脱，根本就没有上到峰顶，半路就放弃比赛跑了回来。叶天鹏，原来你打的是这样的算盘，难怪敢来参加比赛。秦雄突然好像想明白了，咬牙切齿地喝道：“不错，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居然中途放弃比赛。”施天元和吕云笑也是恍然大悟，叶家这种丢脸的做法，恐怕将来是没有资格再被称为圆月城的4大家族之一了。圆月城的城主也是露出极为轻蔑的表情，摇头叹气：“城主大人，你说错了，叶家没有将来。”秦雄杀气腾腾，一字一字说道：“原来叶家的子弟半路退缩，放弃比赛跑了回来，连比赛的勇气也没有。叶家真不要脸啊！叶家没有希望了。”广场之中，众多的武者也是一个个露出鄙夷的表情，议论纷纷。甚至许多叶家的族人也是感觉脸上无光，一个个垂头丧气，恨不得找地方躲起来。回来就好，只要大家没事，我就放心了。胜负乃兵家常事，不要放在心上。只有叶天鹏看见叶家的参赛子弟全部没事，虽然有点遗憾，但心中松了一口气。他虽然硬着头皮带队前来参加比赛，但其实也一直在担忧叶家这些参赛子弟的安危。性情的老狗，请问你哪一只狗眼看到我们叶家的子弟半路放弃比赛了？现在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一下，这是什么？叶云飞回到叶家的临时高台之上，直接就从空间戒指之中把那杆大旗取了出来，猛然插在叶家的高台之前。哗啦啦，大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这一刻，整个广场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是用惊愕的目光死死盯着叶家高台之上那杆猎猎作舞的大旗，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哈哈，好，太好了！菲儿，原来你把大旗带回来了。叶天鹏激动的浑身颤抖，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夺旗大赛，我们叶家胜出，现在还有谁敢说我们叶家的人是贪生怕死之辈？圆月城西边的金石矿区，今年的开采权归我们叶家所有。叶家所有的族人都是欢呼了起来。废物，
大旗怎么会落在你的手中呢？这绝不可能，比赛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候最无法接受事实的就是秦雄，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狰狞起来，目露凶光，死死盯着叶云飞，咆哮了起来。施天元、吕云啸也是脸色巨变，有点意思。就连四大宗派的高台之上，那4个长老和那些宗派弟子也是一个个感到有点意外，开始注意起叶云飞。叶云飞干得好！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广场上方高空之中有2道身影正站立在云端之上，正是苏青洛和容婆婆。刚才的夺旗大赛，苏青洛和容婆婆都是把叶云飞的行动看得清清楚楚。苏青洛看得十分激动，粉拳紧握，不断替叶云飞加油。哼，这小子放在圆月城这样的小地方，确实称得上天才，只不过已经16岁了，才是炼体6重，和东域那些大教大族的年轻妖孽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容婆婆冷哼一声，似乎叶云飞表现得越优秀，她就越是不高兴。哼，这个家伙还真是出人意料啊！广场之中，一个粉色衣衫的女子轻声笑道，正在用欣赏的目光望向叶云飞。这个粉衫女子正是萧楚楚。叶少爷行事总会带给人惊喜。黄老站在萧楚楚身旁，点头轻笑。哈哈，性情的老狗，开始气急败坏了吗？我也是参赛者之一，大旗为什么就不可能落在我的手中呢？此时叶家的高台之上，叶云飞大笑了起来。废物，你一定是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用卑鄙的手段夺得大旗。现在马上把大旗拿过来，这杆大旗只有我秦家才配拥有。秦雄陷入了疯狂之中，怒吼了起来。够了，秦雄，比赛的规则是哪一家的子弟能把大旗带回来就算胜出，这一局我叶家已经胜了，希望你不要破坏比赛的规则。叶天鹏一步踏出，护在叶云飞的身前，厉声喝道。就在此时，家主秦安少爷他们回来了。一个秦家的高层对秦雄说道。果然在广场的入口之处，秦安走了出来，脸色阴沉之极。秦家、施家、吕家3个家族的参赛子弟一个个跟在后面，也纷纷走进广场。该死！秦安一眼就看到了插在叶家高台之前的那杆大旗，那本来英俊的脸庞此刻扭曲得十分难看。在他的心目中，这杆大旗本来应该是由他亲手带回来的，这份荣耀只能属于他秦安，现在却被别人抢去了。大旗果然被叶家的人带回来了。3个家族的参赛子弟一个个又惊又怒，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家族的高台之上。秦安压低声音对秦雄说了几句话。秦雄的脸色急剧变化，怨毒的目光隔空盯着叶云飞。其他2个家族的家主和高层也是立即向参赛的子弟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飞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叶天鹏和7个叶家长老也是忍不住了，向叶云飞投来询问的目光。叶云飞言简意赅，把情况说明了一下。叶天青这个叛徒居然背叛叶家。叶云飞，你是说你把4个家族看守大旗的高手全部杀死了？叶天鹏和7个长老都是又惊又怒，不过他们相信叶云飞确实有这个实力，因为叶云飞在叶家族会之上曾经当众废掉地境中期的叶仲年。此时秦家的高台之上，父亲，夺旗大赛就暂时让叶家获胜吧。在比赛的第2个赛程擂台战之中，我会亲手杀掉所遇到的每一个叶家子弟，何况叶家很快就不会存在了，输赢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秦安的情绪已经完全平复了下来，恢复了那种自负睥睨天下的表情。不错，比赛之后我们3大家族的人马会马上行动灭掉叶家，所以先让叶天鹏再得意多一回吧。秦雄脸上的肌肉不断抖动着，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和叶天鹏，杀机无限。城主大人，第2个赛程现在开始。秦雄对城主说道。施天元和吕云啸也是点头同意，他们所想的和秦雄一样。3大家族早就商量好，今天等4族夺矿大赛一结束，3大家族的人马立即行动，联手攻打叶家，把叶家灭掉。所以就算暂时让叶家获胜，那又如何呢？好，我宣布夺矿大赛的第2个赛程擂台战现在开始。圆月城的城主朗声喝道。慢！突然天元派所占据的高台之上，那个杜长老站了起来，开声说话。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竟然盖过了整个广场喧闹的议论声。我有一件事要宣布，我们代表4大宗派来到圆月城，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招收秦安。但是圆月城属于我们4大宗派招收弟子的范围，所以除了秦安之外，今天在擂台之上，如果有表现优秀的年轻人被我们看中，也会直接招收。杜长老平淡地说道。其他3个宗派的长老也是微微点头。立即
整个广场都沸腾了起来，大部分的舞者都在疯狂地议论。如果能成为4大宗派的弟子，对于圆月城的年轻人来说，那绝对是相当于鲤鱼跃龙门，山鸡飞上枝头变凤凰。拼了！我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加入4大宗派，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4大家族的年轻子弟全部都陷入了无比激动的情绪之中，一个个几乎要把拳头都握碎，憋得满脸通红，恨不得立即冲上擂台，好好表现一番。有许多本来不打算参加擂台赛的年轻人，这个时候也是动心了。好了，比赛开始吧。天元派的杜长老挥了挥手，淡淡说道。杜长老的话音一落，马上就有年轻人冲上擂台，开始比赛。擂台赛进行得十分热闹，每一个上台的年轻人都是抖擞精神，手段尽出，争取打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广场之中时不时爆发出来阵阵喝彩声、加油声。现在擂台战对于4大家族的子弟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夺冠，更重要的是为了在4大宗派的长老面前好好表现，争取进入4大宗派的机会。一个又一个年轻人都纷纷争着上擂台，要好好展现一番。只不过这些比赛叶云飞却是看得索然无味。以叶云飞现在的实力，就算是地境后期的高手也可以轻易斩杀。这些炼体境实力年轻人之间的战斗，叶云飞怎么可能会看得上眼？叶云飞的目光时不时扫向秦安，叶云飞在等秦安出手。这段时间以来，随着秦安觉醒天灵体，秦家显得十分强势，联手了其他2大家族，还有城主府，一起对叶家施压，甚至还要灭掉叶家。既然一切因秦安而起，就让一切都随秦安而灭吧。叶云飞望向秦安的目光杀机暴跳。垃圾！此时秦家的高台之上，秦安看了几眼广场中央的擂台战，吐出2个字，显得不屑一顾。哈哈，以你的资质和实力，整个圆月城所有的年轻一代，在你的眼中确实都是垃圾。秦雄笑道。4大宗派所在的高台之上，哼，尽是一些庸才，根本就不值得一看。逍遥阁的丁长老冷哼一声，摇头说道。他显得十分失望。紫阳派、真苍派还有天元派3个宗派的长老也是一样，不断摇头。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参赛的年轻人能被他们看得上眼。以叶云飞的实力，应该可以轻松加入大秦帝国的4大宗派吧。广场上空，云端之上，苏青洛的一双美眸盯着叶云飞。除了叶云飞，其他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多少兴趣。哼，什么4大宗派，这些垃圾教派，我单手就可以全部灭掉。就算他能加入这几个垃圾门派，又如何呢？容婆婆则是冷哼一声，她看得出来，苏青洛的一颗心似乎完全都在叶云飞的身上，不由得感到十分不爽。小姐肯定是因为在圆月城这个小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使得眼光也变得狭窄了，居然看上了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小子。好，这一次把小姐带回去之后，我一定要制造机会，让小姐好好接触一下东域，甚至整个鸿蒙大陆那些真正的年轻妖孽。到时相信小姐很快就会把这个小子忘得一干二净。容婆婆的心中暗暗想到。此时比赛继续，我认输。擂台之上，一个叶家的子弟不敌，不断后退，大声喊认输。认输也没有用，给我死！对方是一个来自施家的年轻人，狞笑着说道，长剑猛然刺出，插进叶家子弟的心脏。这个叶家子弟当场身亡。这是比赛以来第一个被杀的参赛选手。叶武已经认输，你为何还要下杀手？叶天鹏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朝擂台上那个施家年轻人怒吼。嘿嘿，叶天鹏，你好大的威风！擂台之上，刀剑无眼，谁敢保证没有死伤？施天元也站了起来，冷笑说道：欺人太甚，家主，我上去帮叶武报仇。叶家子弟一个个大怒，叶雪直接就向擂台冲了过去。擂台上那个施家的年轻人是炼体7重，叶雪也是炼体7重。叶雪，小心一点！叶天鹏在后面大声提醒。施平，受死！叶雪跳上擂台，立即拨出长剑和施平大战在一起。两人的战力几乎是一样，所以打了几十招，成了不胜不败的僵持局面。施平，你下去，让我来。突然，一个蓝袍少年跳上擂台，淡淡说道是。施平立即收手，跳下擂台。施红，叶雪望向蓝袍少年，有点吃惊，认出了对方的身份。施红的实力是炼体9重。施红，你是炼体9重，居然好意思上来挑战我？我认输。叶雪又惊又怒，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是施红的对手，准备跳下擂台。迟了。施红一声冷笑，拨出一柄长刀，身如流星，如雷霆霹雳一般的霸道刀光向叶雪斩来。施红的动作太快了，
叶雪花容失色，情急之下只好舞动手中的长剑迎了上去。住手！叶天鹏怒吼，向着擂台冲了过去。叶天鹏，你想破坏比赛吗？除了年轻一辈，谁也不允许上擂台。秦雄、施天元还有吕云啸同时冲了出来，挡住叶天鹏的去路。欺人太甚！叶家的7个长老想冲上擂台救人，可是其他3个家族的高层也是纷纷出现，拦住了去路。擂台之上，当叶雪手中的长剑被震得脱手飞出去，噗！施红手中的长刀深深地砍进叶雪的右肩膀之上。叶家的人都该死！施红狞笑着，猛地拨出长刀，朝叶雪的脑袋斩去。突然，学姐，你下去，我来战他。就在此时，突然一道平淡的声音在擂台上响起，然后叶雪震撼地看见有一只手突兀出现，闪电般抓住了那柄向自己斩过来的长刀。叶云飞！叶雪转头忍不住惊叫，她发现叶云飞已经站在身旁，抓住长刀的那只手正是叶云飞的。下去吧，他由我来对付。叶云飞望向一脸震撼的叶雪，笑着说道。在叶家年轻一辈中，叶雪是唯一一个没有称叶云飞为废物的，所以叶云飞对他很有好感。好，叶云飞，你小心。叶雪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跳下擂台。他知道叶云飞的实力远胜于他，而且曾在叶家族会之上一招打败叶雷，所以他对叶云飞有信心。废物，还不快放手！这个时候，施红暴怒欲狂，他的长刀一直被叶云飞握住，就好像嵌入了铜墙铁壁之中，动弹不了半分。更让他生气的是，叶云飞另一只手居然背负在身后，甚至叶云飞还在和叶天风说话，就好像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这样一衬托之下，施红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小丑。废物，我要杀了你！暴怒之下，施红猛地放开那柄长刀，一拳朝叶云飞轰来。轰强大的灵力波动从他的拳头之上激荡出来，使得整个擂台开始狂风呼啸，飞沙走石。叶云飞不闪不避，一拳对轰了过去，完全就是硬碰硬的招式。飞儿，小心！叶天鹏大惊，叫了起来。毕竟叶云飞只是炼体6重，而施红是炼体9重，这种硬碰硬的打法，灵力境界低的肯定会吃亏。但是叶天鹏被秦雄、施天元和吕云啸3个拦在擂台之外，一时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冲上去救人。施红打死那个废物！施天元大吼了起来，他早就恨不得叶云飞死。砰！双方的拳头碰撞在一起，噗！施红的整条手臂直接炸碎，血肉飞溅。啊！彻骨的疼痛让施红惨叫了起来。唰！剑光一闪，叶云飞拨出长剑，往前一送，就刺进了施红的喉咙之中。施红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有愤怒，有惊惧，也有一丝疑惑。然后，砰！施红的身体跌落在擂台之上，气绝身亡。怎么可能？这一刻，整个广场都是一片死寂。一个炼体6重，一招就杀了一个炼体9重。废物，你竟敢杀了施红！施天元突然怒吼了起来。施红是施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现在被杀死，施家损失很大。秦雄和吕云啸还有圆月城的城主都是脸色阴沉，他们联合起来要对付叶家，自然不希望看到这一幕。擂台之上，刀剑无眼，谁敢保证没有死伤？如果我没有记错，施天元，这句话刚才应该是你说的吧？叶天鹏冷笑说道。废物叶云飞，我要杀了你！施天元身形一闪，竟然向擂台之上冲去。施天元，你敢！叶天鹏大怒，地境后期的灵力威压透体而出，一拳向施天元轰去。滚开！施天元大怒，轰！双方对轰了一拳。地境后期，施天元被震得连退10几步，脸上露出顾忌之色。秦雄和吕云啸也是脸色一变。叶天鹏几天之前才突破成为地境后期，只在叶家的族会之上显露过一次，所以根本还没有外人知道。叶天鹏拦在前方，和秦雄、施天元、吕云啸3人对峙在一起。秦雄、施天元还有吕云啸3人都是地境中期，面对叶天鹏，他们不敢冒进。3人的脸色都是有点不好看了。本来他们3个早就密谋好，准备在4族夺矿大会结束之后就立即动手围攻叶府，灭掉叶家。想不到叶天鹏居然突破到了地境后期，那么现在想要灭掉叶家，难度就增大了很多。现在谁上来挑战我？擂台之上，叶云飞淡淡的说道。秦家、施家、吕家3个家族的年轻子弟，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人敢上前挑战叶云飞。
要知道，施洪氏炼体九重，在整个圆月城年轻一代，实力能排进前5名，都被叶云飞一招杀掉，谁还敢上去挑战呢？呵呵，你们3个家族的人不是口口声声说我是废物吗？现在我这个废物就站在这里，等着你们的挑战。来啊，上来证明我是一个废物啊！叶云飞的目光缓缓扫视秦家、施家、吕家3个家族的年轻子弟，3个家族的年轻子弟竟然一个个都不敢对视叶云飞的目光。你们3个家族的人，难道全部都是孬种吗？叶云飞带着讽刺的声音再次响起秦家的高台之上。秦安眉头轻皱，举起脚步，刚才踏出。突然，废物，我来战你！一道喝声响起，只见一个白衣少年出现，跃上擂台，站在叶云飞的对面。吕慕白，吕家年轻一代的最强者，也是家主吕云啸的儿子。慕白，小心一点！吕云啸脸色一变，连忙出声提醒叶云飞，我来证明你是一个废物。吕慕白厉声喝道。轰！吕慕白的话还没有说完，叶云飞已经一拳朝他轰了过来。叶云飞的招式十分简单，没有任何的技巧，没有任何的花哨，大约4万斤的肉体力量加持在拳头之上，拳头前方的空气瞬间被抽空，形成一个恐怖的压力真空带，一股十分危险的感觉攀升上吕慕白的心头。暴怒之下，吕慕白的手中出现了一柄银色战戟，猛地劈了出去。银色的战戟激荡着强大的灵力，夹杂着可怕的杀意，犹如一道银色的劈链。当叶云飞的拳头和银色的战戟碰在一起，咻！那柄银色的战戟直接就被震飞，向远处击射出去。只不过叶云飞的拳头依然是直直向前推去，气势一点也没变。废物，我和你拼了！吕慕白一声怒吼，体内灵力倾泻而出，双掌向前轰了出去。砰！叶云飞的拳头和吕慕白的双掌碰撞在一起，噗！吕慕白的2条手臂直接就炸碎，然后叶云飞的拳头直接就落在吕慕白的身体之上。砰！吕慕白的身体好像一只人形大西瓜，轰然炸开，血肉横飞，汁水淋漓，洒满了擂台。叶云飞如果施展出7、8万斤的肉体力量，可以秒杀一个地境后期，现在施展出1半的肉体力量，4万斤，要杀一个炼体9重，当然是轻而易举。什么？又是一招秒杀？整个广场所有的人都是十分震撼。这个小子有点意思。天元派的杜长老不由得轻轻点头，其他3个宗派的长老也是目光紧紧盯着叶云飞打量了起来。来啊，你们3个家族的人上来啊，证明我是一个废物啊！擂台之上，叶云飞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刻，叶云飞的声音显得那么嚣张、霸道、狂妄。你居然杀死了慕白，叶云飞，我要你死！此时吕云啸才是彻底反应了过来，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嘶声怒吼。他根本就无法接受儿子被杀的事实，他对叶云飞的恨意如滔天洪水。一上擂台，刀剑无眼。吕云啸，你想怎么样？叶天鹏大喝道。菲儿的实力怎么会如此之强？不过此刻叶天鹏也是忍不住苦笑。叶云飞连续秒杀施洪和吕慕白，带给人的刺激太强烈了。叶云飞，你杀了慕白，罪该万死！所有吕家族人听令，全力围杀叶云飞，再灭叶家！吕云啸突然厉声喝道，他对叶云飞的杀意浓烈到了极点，已经无法控制。他只想杀掉叶云飞，替儿子报仇。叶云飞，你杀了施洪，这是死罪！所有施家族人听令，全力围杀叶云飞，再灭叶家！施天元也是立即大喝，既然如此，我们秦家的人也动手。秦雄冷笑说道，他们决定提前行动，灭掉叶家。你们是什么意思？擂台之上，刀剑无眼，死伤由命，你们想破坏比赛规则吗？叶天鹏勃然大怒，哈哈，什么狗屁比赛规则？叶天鹏，实话告诉你，在比赛之前，我们就已经决定联手灭掉叶家。吕云啸狂笑了起来。随着3位家主一声令下，秦家、施家、吕家3个家族的所有族人全部抽出兵器，向叶家的族人杀气腾腾包围了过来。叶家完了，3大家族果然要联手围杀叶家。广场中那些看热闹的武者纷纷闪避，同时议论纷纷。叶云飞残暴无道，杀戮成性，叶天鹏纵子行凶，整个叶家的人都是帮凶，所以整个叶家的人都有罪。来人，把叶家的人当场格杀！这个时候，圆月城的城主也是站了起来，高声宣布。话音一落，就连城主府也出手对付叶家了。估计今天叶家真的难逃被灭族的命运了。周围的武者都是摇头叹息。叶家的人准备迎敌。
叶天鹏知道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大声喝道。然而就在此时，慢，一道声音响起，然后广场中央一道身影慢慢登上了擂台，站在叶云飞的身前。秦安，叶云飞，我来证明，你在我的面前永远是一个废物。秦安缓缓开口说道。看见秦安登上擂台，广场中那些看热闹的舞者全部都是精神一振。很好，秦安终于上场了。四大宗派的几个长老也是目光一亮，他们来观看这次比赛，目的就是想看看秦安的表现。结果比赛进行得越来越混乱，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耐心。现在秦安登场才是这4位长老最想看到的。3个家族的人看见秦安登上擂台，都是停止了动作。二，你真的要和他打吗？不如算了，反正这个废物就要死了，胜之不武。这个时候秦雄却是有点犹豫了。刚才叶云飞在擂台之上秒杀施红和吕慕白所展现的战力，让他有了心理阴影，他有点不放心。要知道秦安可是秦家的希望，也更加是他的希望，万万不能出任何一丁点的差错。无妨，我会亲自斩杀他。秦安淡淡说道。秦安一身紫衫，无风而动，背上绑着一杆长枪，那杆长枪就是他的武器。此刻他的整个人也给人一种枪的感觉，笔挺、凝练、锐利，锋芒毕露。叶云飞，我承认你的战力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竟然能把肉体力量锻炼到这种程度。只不过对于武者来说，灵力的修炼、境界的提升才是正途，肉体力量终究是小道，将来注定难有大的发展。秦安开声侃侃而谈，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味道。而且叶云飞，你也没有将来了，我会亲手将你击杀。秦安的目光斜视叶云飞，语气带着几分冷漠。拥有天灵体的秦安要出手了，你们猜是叶云飞厉害还是秦安厉害呢？废话，秦安可是传说中的天灵体，整个大秦帝国绝无仅有，叶云飞算什么？整个广场之中议论纷纷。叶云飞加油！广场上空云端之上，苏青洛粉拳紧握，给叶云飞加油。哼，那个秦安说的不错，肉体力量再强也是小道，这个叶云飞将来注定难有什么大的发展。旁边的容婆婆则是冷哼一声，刚才叶云飞所展现的战力让她十分不舒服，一有机会就加以讽刺。黄老，你觉得叶云飞少爷打得过秦安吗？广场的人群之中，萧楚楚悄声向黄老问道。他有点担忧叶云飞。叶云飞少爷肉体力量很强，秦安是天灵体，战力肯定也不差，谁胜谁负现在我还不敢说。黄老答道。擂台之上，哈，肉体力量终究是小道，秦安，收起你那可笑的优越感吧。世间有许多大能把肉体锤炼到至强境界，单凭肉体就可以摘星拿月，甚至撕裂虚空，穿梭界面。秦安，就你这点可怜的见识，根本还不配演武。好，今天我就用肉体力量来打碎你那点可怜的骄傲。叶云飞冷冷一笑。叶云飞曾为天帝，眼界之广，见识之多，又岂是秦安所能够相比的？凭借肉体力量而威震3000大小世界的种族，叶云飞最起码知道3、4个。笑话，我不配演武，难道你配？好，我现在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秦安勃然大怒，话音一落，轰，一股股强劲的灵力就好像狼烟一般从他的体内汹涌而出，震得整个擂台都在微微发抖。地境中期，顿时就有人惊叫了起来，真厉害，果然不愧是天灵体啊，才17岁居然就突破到地境中期了。一道道惊叹声不断响起。要知道在圆月城4大家族的家主也只不过是地境中期的水平，秦安才17岁居然就拥有这样的境界，确实十分惊人。还不错，不愧是天灵体。想来圆月城秦家这样的小家族所能拥有的功法，应该都是一些垃圾功法。秦安修炼那些垃圾功法，居然也能够在17岁突破到地境中期。以后一旦进入我们4大宗派，修炼真正的高品阶功法，实力肯定会突飞猛进，前途不可限量。逍遥派丁长老开声说道。其他3个长老也是点头表示认同。哈，叶云飞，你这个废物，现在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了吧？秦雄看见儿子震惊全场，不由得大笑了起来。秦安少爷天纵之才，自然不是叶云飞那个废物所能够相比的。施天元、吕云啸还有城主都是开声说道：“秦安哥，打死那个废物！”施小蝶尖利刺耳的叫声也是响起。好了，叶云飞，受死吧！秦安冷漠地说道。只见他轻轻拍了拍背上的长枪，长枪犹如充满了灵性，
陡然离背跃出。秦安反手一抓，将长枪握在右手，枪尖对准叶云飞。瞬时间，秦安全身灵力搅动，以枪尖为中心，似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黑洞漩涡，疯狂旋转，风声大作。突然，痴痴一缕缕无形的气劲从那枪尖之上不断迸发出来，撕裂空气，清晰可闻。狂风呼啸，飞沙走石。枪尖附近擂台的地面之上，竟然被那些无形的气劲切割出来一道道裂纹。枪意，秦安竟然领悟了真正的枪意，不愧是天灵体。四大宗派的长老都是又惊又喜。要知道，枪意比剑意更加罕见。受死吧！赫然之间，秦安双足一点，朝叶云飞跃出数米，手中长枪急速的虚点几十下，枪芒大作，几十道枪芒搅动着，然后合成一股粗大的枪芒。秦安一出手就是绝杀大招，毫不留情。他想以最快的速度、最凌厉的杀招，一招就将叶云飞击杀在擂台之上。嘶！这一枪之威，竟然将空气撕裂，发出尖叫。一道黑色的纹痕直接从那枪尖蔓延而出，搅动不停，向叶云飞刺来，简直犀利无匹，万物可破。这一枪很强，那个叶云飞死了。逍遥派的丁长老断言道：“这一枪返璞归真，枪一锁定叶云飞，他躲也躲不过去。”紫阳派五长老摇头：“可惜了，一身神力其实也算一颗不错的苗子。”天元派杜长老惋惜一叹。擂台上，叶云飞冷冷一笑，不闪不避，一拳轰了过去。7万斤的肉体力量倾泻在拳头之上，叶云飞只感觉到每一片肌肤、每一块骨骼、每一条血管中都充斥着无穷无尽的神力。轰！叶云飞的拳头将前方一大片空气打爆，竟隐约传出电闪雷鸣之音。当！叶云飞的拳头和秦安的长枪以一种激烈的姿态碰撞在一起，发出巨大的金属撞击声。棒！那杆长枪枪杆猛然炸碎，枪尖改变方向击射出去。砰！秦安的身体当场被震得抛飞出去，连连喷血，最后撞倒在擂台边缘，身受重伤，气息萎靡。怎么会这样呢？这一刻，整个广场所有的人都是彻底懵了。拥有天灵体的秦安，还领悟出枪意的秦安，仅仅一招就被击败了。此刻望着重伤的秦安，所有的人都是有点不敢相信。踏踏一片死寂的气氛之中，叶云飞举步向秦安走近。现在你还敢小看肉体力量吗？叶云飞俯视秦安，淡淡的说道。秦安面如死灰，一言不答，望向叶云飞的目光怨毒之极。他的骄傲，他的自负，他的荣誉，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碎。去死吧！叶云飞举拳，一拳轰向秦安的头颅。叶云飞对武者世界的残酷了解得十分深刻，斩草不除根，日后必定会留下祸患。秦安已身受重伤，根本就没有了还手之力。够了！突然，擂台之上多了一道身影，是一个中年道姑，逍遥派的丁长老，天境高手。叶云飞目光一缩，停下动作。叶云飞明白，以自己现在的战力对付一个天境高手还是有点勉强的。叶云飞，这一战你已经胜了，擂台战到此为止。丁长老淡淡说道，他手中一柄拂尘挥出，将秦安卷起。秦安，服下这颗冰灵丹，你犯了轻敌的大忌，以后要吸收教训。丁长老拿出一颗灵丹递给秦安，看得出来他对秦安的态度十分好。多谢丁长老。秦安受宠若惊，连忙道谢。秦安，你不必灰心，你的天灵体才觉醒不到半个月，还没有完全适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真正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何况叶云飞的肉体力量现在虽然可以暂时打败你，但是他把肉体锻炼到这种程度已经是最高水平，以后很难再有寸进。你不同，你才刚刚起步，以后有无限的发展可能。终有一天你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叶云飞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只蝼蚁。丁长老缓缓说出来这样一番话。立即秦安的目光越来越亮，腰身越挺越直，他那本来如死灰一般的脸色又重新焕发出来一种强烈的自信。隐约间，以前那种自傲又回来了。多谢丁长老指点。秦安朗声说道。咻咻咻！擂台之上又多了3道身影，分别是紫阳派5长老、真仓派卓长老，还有天元派杜长老。每一位长老都是向秦安微笑点头，而叶云飞则是直接被忽略了，就好像刚刚的比赛获胜的不是叶云飞，而是秦安一样。秦安，我相信你应该早就知道我们的来意了。我真仓派愿意向你敞开大门，如果你加入我们真仓派，可以直接成为核心弟子，得到重点培养。同时
立即就可以得到1柄5品灵器，1部4品功法，10颗3品灵丹。真仓派卓长老开声说道：“秦安，你加入我们紫阳派，也会直接成为核心弟子，受到重点培养，而且立即会得到3柄4品灵器，1部4品功法，还有10颗3品灵丹的奖励。”紫阳派5长老接着说道：“核心弟子受到重点培养，3柄4品灵器，1部4品功法，1颗4品灵丹。”天元派杜长老开声说道：“2柄5品灵器，1部4品功法，2颗4品灵丹，而且阁主已经承诺收你为徒，直接成为亲传弟子。”逍遥阁的丁长老也是开声。四位长老的话让整个广场绝大部分武者的心脏是狠狠发颤。4品灵器，5品灵器，4品功法，3品灵丹，4品灵丹，这些东西每一件对于圆月城之中的武者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宝贝啊！现在只要秦安点头，这些宝贝马上就属于秦安了。更加吓人的是，逍遥阁的阁主居然承诺要把秦安招收为亲传弟子。能成为逍遥阁主的亲传弟子，这是彻彻底底的一飞冲天了。从此以后，身份尊贵无比。圆月城的4大家族在秦安面前就好像4只蝼蚁。擂台之上，4个长老都是望着秦安，等待着他的答案。而叶云飞则是彻底被冷落了。丁长老，我选择加入逍遥阁。秦安深深吸了一口气，脑海之中迅速衡量一番，开声说道：“毕竟逍遥阁开出的条件最诱人。”哈哈，好，秦安，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逍遥阁的核心弟子了。丁长老大喜，其他3个长老则是摇头叹气，感到惋惜。哈哈，叶天鹏，看到了没有？就算你的废物儿子一时获胜，那又怎么样？4大宗派的长老依然是看好我的儿。所以说，天才始终是天才，废物始终是废物。擂台上发生的事让秦雄得意大笑。秦兄，你说的有道理，废物永远是废物，别妄想翻身。施天元也是用讽刺的语气说道。吕云笑、圆月城的城主也都是松了一口气。秦安加入逍遥阁，而且还成为了阁主的亲传弟子，身份之尊贵简直无法想象。叶云飞和叶家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这说明了他们选择支持秦家是完全正确的。叶天鹏眉头紧皱，秦安现在确实是一飞冲天了，只怕从此以后叶家会遭受到更大的打压。擂台上，叶云飞，我说了，在我面前你永远是废物，从此以后你永远只能仰望我，我要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明白吗？此时秦安居高临下斜视叶云飞，冷冷说道：“就凭你，我现在一招就可以灭了你，将来照样是一招就可以灭了你，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蹦跶？”叶云飞脸露不屑：“放肆！秦安现在是阁主的亲传弟子，身份尊贵无比，岂是你这个蝼蚁所能亵渎的？立即道歉，否则死！”丁长老凌厉的目光盯住了叶云飞，杀机闪现。话音一落，一股恐怖的能量威压从他的身上释放出来，浩浩荡荡向叶云飞碾压过来。斩杀一个小城池小家族的子弟，对他来说就像杀一只蚂蚁。叶云飞，听到没有？立即跪下向我道歉。秦安十分得意，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真的太好了。我秦安彻彻底底崛起了，看到没有？别人对我稍有不敬，就有被处死的可能。秦安的内心亢奋的无法形容，身子无法控制，在微微颤抖。叶云飞麻烦了，秦安肯定不会放过他。叶云飞如果想活命，唯一的选择就是乖乖跪下，叩头请求秦安饶命。这一刻，整个广场所有的人目光都是盯着叶云飞，暗暗摇头，区逍遥阁主的亲传弟子很了不起吗？就算是你们的阁主来了，也当不起我的一跪，何况是秦安。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之下，叶云飞缓缓说道：“什么？”叶云飞话音一落，整个广场所有的人都是彻底懵了。在丁长老面前居然敢说这样的话，这等于自杀！该死！你这个蝼蚁，竟敢亵渎我逍遥阁的威严，死罪！瞬间，丁长老就狂怒，一个小城池小家族的小子，居然敢对高高在上的逍遥阁无礼，这等于是冒犯天威。丁长老在心中已经是判了叶云飞死刑，轰他手中的拂尘挥出，爆发出来一股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恐怖灵力，朝叶云飞轰来。太恐怖了！那些离擂台近的武者感受到这股灵力，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拼命远离。飞儿，快道歉！叶天鹏大惊失色。叶云飞，你死定了！可惜我没有机会将你亲手斩杀了。秦安冷漠的目光盯着叶云飞，像是望着一个死人。轰隆隆，那柄拂尘沉重的犹如一座大山，朝叶云飞碾压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咻！叶云飞脚尖一点地面，借力向后弹射出去，瞬间就退出去200多米远。叶云飞如果全力施展，可以一步就跨出去300米远，200多米的距离简直轻松之极。轰！丁长老的拂尘直接将擂台的地面打出一个巨大的凹坑，居然躲开了。有人惊叫：叶云飞，你居然敢躲！很好，你成功激怒我了。现在不但你要死，你的家族也要被灭。丁长老森然地说道，声音之中蕴含着无穷杀意。老尼姑，要死的恐怕是你。你本是女流之辈，却偏要修炼一门纯阳霸道的功法，而且还练错了，搞得体内火气旺盛，灵力紊乱。你为了压制体内的火气，长期服用幽血丹，想不到不但没有压制成功，反而使得体内多了一股阴气。于是阴阳失调，阴阳交战，使得你每天晚上身体忽冷忽热。估计你这几年晚上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吧，而且脾气也是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叶云飞用戏谑的目光盯着丁长老，缓缓说道。刹那间，丁长老完全傻眼了，懵懵地愣在那里。因为叶云飞所说的句句属实，可是这些症状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才知道的啊，这是他的最大秘密。你到底是谁？你是如何得知的？丁长老死死盯着叶云飞。呵呵，我是叶云飞。至于我如何得知，这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身体忽冷忽热的症状，这半年以来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估计你也肯定已经到处就医，但是整个大秦帝国绝对没有谁能帮你解决得了。让我算一算看，你大概还能活1年半吧。1年半之后，你就会没命的了。叶云飞眨了眨了眼睛。恰好我知道谁能救你。叶云飞接着说道。谁能救我？快说！丁长老身子一颤，嘶吼了起来，激动无比。什么逍遥阁的威严，杀叶云飞，灭叶家，早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自己的性命重要呢？我能救你，不过我为什么要救你呢？叶云飞指了指自己，脸上满是嘲讽之色。你要怎样才肯救我？丁长老的脸色有些难看，他可是高高在上的逍遥阁长老，这个小子居然敢用这种口吻跟自己说话。只不过此刻他发现自己竟然完全相信了叶云飞的话，甚至觉得眼前这个小子真的能救他。你先让他跪下来，向我叩头道歉。叶云飞指了指秦安。休想！秦安大怒。叶云飞，我劝你做事适可而止，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丁长老杀意丛生，锁定叶云飞，恨不得一掌轰过去。你可以动手试试看，不过杀了我你也得给我陪葬。叶云飞淡淡一笑，这个老道姑招收你进入逍遥阁，对你有知遇之恩，现在他有性命之忧，如果你跪下道歉，他就有可能得救。难道你忍心看着他1年半之后就会死掉？真是狼子野心啊！逍遥阁招收你这种寡情薄义的人，真不知是福是祸。叶云飞的目光扫了扫秦安，摇头说道。叶云飞，你胡说！秦安气得怒火狂飙。我的耐心有限，我数10声，如果不按我所说的去做，就别再指望我出手救你了。1、2、3，叶云飞淡淡说道。丁长老听着叶云飞的数数，呼吸开始有点急促了起来。秦安跪下，向叶云飞道歉。当叶云飞数到9的时候，他终于做出了选择，喝道：毕竟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了。丁长老，秦安脸色巨变，不甘地望向丁长老。为了我，今天你只好委屈了。跪下，向叶云飞道歉。丁长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态度十分坚决。擂台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大家的目光都盯着秦安，其他3个长老都是站在旁边看好戏。秦安已经是逍遥阁的弟子，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替秦安说话。终于，秦安走到叶云飞的身前，砰地跪下，连叩了3个头。叶云飞，对不起。秦安咬牙切齿地说道，语气之中蕴含着滔天的怨毒。整个广场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是用震惊的目光望着叶云飞，甚至有不少武者开始暗暗对叶云飞佩服起来。要知道，秦安现在可是逍遥阁主的亲传弟子，叶云飞居然有办法逼得他下跪。叶云飞，你现在满意了吧？接下来你最好能帮我解决身体的问题，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丁长老凌厉的目光盯着叶云飞，一字一字说道。哦，你是在威胁我？为了你这句威胁，你必须付15万块灵晶石，我才会出手救你。叶云飞说道。叶云飞，你不要得寸进尺。丁长老厉喝，
他对叶云飞的杀意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现在运转你体内的灵气，沿着任脉顺3周，再沿着带脉逆行3周，最后分别到达双脚的涌泉穴。叶云飞突然开声说道。丁长老先是一愣，然后竟然是按照叶云飞的话去做了。再然后，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狂喜了起来。他体内的灵气按叶云飞所说的路线运转了一遍之后，全身上下竟然立即诞生出来一种无比清凉、无比舒适的感觉，整个人就好像轻松了100倍，甚至他发现自己忽冷忽热的体质改善了不少。这一刻，他信了。好，15万块灵晶石，我答应你。丁长老一咬牙，不，现在是20万块灵晶石，1块也不能少。叶云飞淡淡说道。你，丁长老差点要暴走了。片刻间又多了5万块灵晶石，这简直就是抢钱。呼呼呼，丁长老的呼吸急促无比，如拉风箱。好，20万块灵晶石，我同意。最终，丁长老咬牙切齿，点头答应。他知道自己的性命握在别人的手中，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作为逍遥阁的长老，20万块灵晶石虽然勉强拿得出来，但是也等于是大放血了。只不过我身上现在只有10万块灵晶石。丁长老说道。行，我给半个月时间你，半个月之内你把钱凑齐，我出手帮你解决问题。叶云飞显得很大方。秦安，我们走。丁长老一刻也不想停留了。叶云飞，很快你就会明白，你那点肉体力量在我秦安面前不值一提，只是一个笑话。我秦安始终是一个你需要仰望的存在。此刻秦安再次恢复了那种高傲，望着叶云飞，嘴角扯过一丝不屑。然后他转身准备跟着丁长老离开。等等，你真的以为天灵体就很了不起？你以为我在灵气修炼之上就一定比不上你？哼哼，那好，现在我就让你开开眼界。就在丁长老带着秦安要离开擂台的时候，突然叶云飞说话了。丁长老和秦安闻言都是脚步一顿，望向叶云飞。其他3个宗派的长老也是用疑惑的目光望向叶云飞。萧小姐。叶云飞的目光望向人群之中，萧楚楚立即带着黄老跃众而出，走上擂台。萧楚楚，是你？丁长老脸色一变，其他3个宗派长老也是十分吃惊。这4个长老都是知道萧楚楚在灵真坊之中的身份地位，可以说萧楚楚的来头比起他们这4个长老还要大得多。萧小姐，把你身上的灵晶石、各种有助于提升灵气的灵药和灵丹都借一些给我，越多越好。放心，我会加倍偿还的。叶云飞对萧楚楚说道。没问题，难道我还怕你叶少爷不还吗？萧楚楚笑道。他的手上戴着一个空间戒指，只见他一抹空间戒指哗啦啦掉落一大堆灵晶石，好像小山一样堆在擂台之上，同时还有少量珍贵的灵药和灵丹。萧小姐，请替我护法。叶云飞说道。叶云飞对萧楚楚比较信任。好的，叶少爷放心，有我在这里，没人敢动你。萧楚楚点头，同时他感到有点好奇，不知道叶云飞想做什么。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有什么眼界可以让我开的。秦安冷笑看着叶云飞，他认定了叶云飞唯一擅长的就是肉体力量，在灵气修炼方面不可能比得上他。叶云飞他想做什么？广场之中其他的舞者也都是十分奇怪，目光都是紧紧盯着叶云飞，想看看叶云飞到底想做什么。哼，这个废物装神弄鬼，吓得了谁？秦雄冷哼说道。刚才秦安居然被叶云飞逼得下跪，让他愤怒之极。擂台上，叶云飞盘坐下来，周围堆放着灵晶石、灵药、灵丹。呼叶云飞运转九阳经，立即体内的经脉就产生了巨大的吸力。混沌神脉配合九阳经，可不是开玩笑的。叶云飞周围的那些灵晶石、灵药、灵丹之中所蕴含着的灵气能量，源源不断被抽取出来，向叶云飞的身体汇聚过来。呼呼，一股股灵气能量，好像急速的河流一般，几乎肉眼可见灌进叶云飞的肉体。怎么可能？区区一个炼体6重，居然可以如此大批量的吸收灵气？4个长老都是瞬间惊呆了。一般情况下，别说一个炼体6重，就算是一个地境高手，甚至天境高手，也不敢如此急速的大量的吸收灵气。这种修炼方式很容易会爆体而亡。但是叶云飞本是天地，残存着天地的魂力，而且叶云飞的肉体十分坚硬，甚至比眼前这4个长老的肉体质量还要好很多，所以叶云飞完全不用担心爆体而亡。天哪，世界上居然有人可以这样修炼！整个广场所有的舞者都看得震撼之极。片刻后，
突然，轰！一股强劲的灵力从叶云飞的体内喷涌而出，炼体7重，叶云飞突破了。有人惊叫了起来。话音刚落，轰！一股更加强劲的灵力从叶云飞内体喷出，炼体8重。众人大惊，怎么可能？连连突破2重。有人忍不住狂叫了起来。话音刚落，轰！叶云飞的体内再次喷涌出来一股更强的灵力，炼体9重了。无数人同时惊叫了起来，太疯狂了，连连突破3重。有人尖叫了起来。这个时候，轰！叶云飞的身体之中又喷涌出来一股灵力。啊！疯了，真的疯了！叶云飞突破成为地境高手了。一个又一个武者同时大吼了起来，感觉相当梦幻。4大宗派的4个长老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年轻天才他们见得多了，但是像叶云飞这样一口气接连突破4个灵气境界的年轻人，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黄老，我没有看错吧？萧楚楚的樱桃小嘴，张德族可以塞一个大鸭蛋。现在你觉得我在灵气修炼方面比你差吗？一口气突破到地境初期之后，叶云飞终于停止了继续突破，站了起来，望向秦安，淡淡问道。叶云飞拥有混沌神脉，而且修炼的是世间最顶尖功法九阳经，想要突破境界，比起其他的武者要容易太多了。而且前几天叶云飞一直在天兽森林之中疯狂猎杀妖魔兽，积累早就足够了，所以叶云飞这一次并不是强行突破，而是水到渠成。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叶云飞，你一定是在作弊！秦安连退几步，拼命摇头。他刚才在擂台之上展现出地境中期的修为，引起了一波小轰动。但是相比叶云飞现在一口气从炼体6重突破到地境初期所引起的轰动，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远远不能相比。很明显，叶云飞现在所展示出来的在灵气修炼方面的天赋一点也不比他差。所以从现在开始，在我的面前，请你收起那点可怜的骄傲。我今天可以一招打败你，将来也照样可以一招打败你。秦安，你永远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叶云飞逼视着秦安，一句一句地说道。秦安，我们走。丁长老深深地看了一眼叶云飞，拂尘卷出，带起秦安，展动身法，几个起落就离开了广场。他实在不敢让秦安继续留在这里了，说不定叶云飞还会搞出什么更加惊人的举动来，给秦安更大打击。接着秦家、施家、吕家3大家族的人马纷纷撤离。今天的比赛进行到这种地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从比赛的结果来看，叶家2场都胜出了，可是这3个家族肯定不会承认。到此，今天的4族夺矿大赛算是结束了。叶云飞，想不到你在灵气修炼方面天赋也是这么高，我刚才还差点看漏眼了。现在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天元派，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天元派，我出的条件跟刚才给秦安的条件一模一样。擂台上，天元派的杜长老突然开声说话了，他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就好像看着一个宝贝，炽热之极。叶云飞，我现在也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紫阳派，条件跟刚才给秦安的一样。紫阳派的5长老也是开始说话了。叶云飞，我们真仓派也是一样。真仓派的卓长老开声说道。3个长老的目光都是盯着叶云飞等他的选择。刚才叶云飞所展现出来的在灵气修炼方面的天赋，终于让他们重视起来了。既然招收不到秦安，那么把叶云飞招收回去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你们都想招收我进入你们的门派？叶云飞淡淡一笑，扫了一眼3个长老。不错，叶云飞，好好把握，这对于你来说等于是一个鲤鱼跃龙门、一飞冲天的机会。紫阳派的5长老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叶云飞的态度让他有点不爽，大秦帝国的3大宗派向他伸出橄榄枝，他居然显得如此风轻云淡，没有半点激动的表情，甚至还显得有点不在乎。一般的年轻人如果遇到这种机会，不知道有多么兴奋激动。真仓派卓长老见叶云飞如此态度，也是露出不悦的表情。叶云飞，你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对于你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天元派的杜长老则是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叶云飞。不好意思，你们的好意我拒绝，因为我并不觉得加入你们3大宗派就等于鲤鱼跃龙门、一飞冲天。相反，加入你们这几个宗派对于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只会浪费我的时间。叶云飞淡淡一笑，露出不屑的表情。叶云飞说的是实话。叶云飞曾为天帝，脑海中装着的高级功法秘籍不下几千种，以武道的感悟和修炼经验，更加是天下间无人能比。而且叶云飞还会炼丹、炼气，会阵法。试问，加入一个小帝国中的门派，对叶云飞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什么？周围那些围观的武者一个个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叶云飞居然拒绝了3大宗派长老招揽，这可是大秦帝国的4大宗派啊！
整个大秦帝国不知有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想要加入4大宗派，却不得其门而入。叶云飞倒好，大好机会送到他的面前，他居然拒绝了。一时之间，整个广场议论纷纷。你哼，叶云飞像你这样无知狂妄的人，将来注定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们紫阳派不稀罕。紫阳派5长老一甩衣袖，转身就走。其实，境界突破的速度快，并不等于天赋好。叶云飞像你这种修炼方式，将来很容易就会导致根基不稳。你这样的人，我们真仓派也不是很稀罕。真仓派的卓长老留下一句话，也展动身法，几个起落就离开了广场。那么，你呢，杜长老？叶云飞的目光望向天元派的杜长老。叶云飞，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加入我们天元派？你开个价吧。杜长老说道。我已经说了，加入4大宗派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叶云飞摇了摇头。3个月后，天影小世界开放，我们天元派总共有5个名额，如果你肯加入我们天元派，我帮你保留1个名额，怎么样？杜长老一咬牙说道。他始终觉得叶云飞不简单，叶云飞的种种惊人表现让他很感兴趣。他甚至有一种感觉，叶云飞的天赋比起秦安或者只高不低，这也是他不惜血本坚持要招收叶云飞的原因。天影小世界，叶云飞闻言不由得心中一动。世间有许多远古遗迹或者小世界，是武者们冒险历练和寻找机缘的好去处。天影小世界，叶云飞上一辈子听说过，甚至叶云飞曾经进去看过，是天影族遗留下来的。天影族在古代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种族，曾经威震3000大小世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突然灭族。天影小世界之中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宝贝，值得进去一看。叶云飞的心中暗道：好，杜长老，见你这么有诚意，我答应你加入天元派。叶云飞对杜长老说道。哈哈，好，叶云飞，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天元派的正式弟子了。杜长老心情大好。不过，杜长老，我在圆月城还有一些事，暂时没有办法马上跟你回去天元派。这样吧，10天之后我去天元派报道。叶云飞说道。好，没问题。杜长老越看叶云飞就越是满意。这是我的令牌，我们天元派的总部就在天元山脉，很好找的。10天之后，你拿着我的令牌直接到天元派的总部报道就行。还有，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拿出我的令牌报上我的姓名，应该管用。在这大秦帝国之中，没有多少人敢不给我面子。杜长老掏出一块银色令牌递给叶云飞。杜长老，我明白了。叶云飞接过令牌，心中对这个杜长老增添了不少好感，因为杜长老的言语之中开始关心起叶云飞的安危。好，派中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回去处理，我先回去了。杜长老说道，转身就要离开擂台。等一等，杜长老，你以后练功不要再服食千阳丹和天葵三星灵草了。千阳丹和天葵三星灵草虽然可以让你体内的灵气运转的速度更快，但是药性太猛了，不但对你突破灵力境界没有帮助，服食过多反而会对你的经脉造成损害，得不偿失。我建议你可以尝试服用一下百灵丹，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叶云飞说道。杜长老脚步一顿，目光盯着叶云飞，脸上满是惊愕的表情。这2年时间，他的修炼到了一个瓶颈状态，确实是经常服用千阳丹和天葵天星灵草，想用来辅助修炼，帮助突破，但这是他自己的秘密，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叶云飞却是一口道破。叶云飞，招收你进入我们天元派，我怎么感觉是捡了一个天大的宝贝？杜长老深深地做了一个呼吸，压抑内心的激动，开声说道。多谢你，叶云飞，我会尝试服用百灵丹的。杜长老说道。然后他转身离开了广场。4大宗派的长老全部离开了，那些宗派弟子也早就跟着各自的长老离去，而且这个时候广场中那些看热闹的武者也已经纷纷离去，所剩无几。菲儿，你今天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叶天鹏带着叶家的族人向叶云飞围了过来。云飞少爷，你居然加入了天元派，从此以后我们叶家再也不用怕被别人欺负了。叶家的族人一个个都是十分兴奋，大家都是明白叶云飞成为天元派的弟子，从此以后叶家必定也跟着水涨船高。大家放心，从此以后只有我们叶家欺负别人，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叶家。叶云飞开口说道。云飞少爷威武无敌，叶家的族人都是齐声大吼了起来。叶天鹏看着儿子，目光之中有自豪的泪花闪现。一直被称为废物的儿子，今天终于彻底崛起了。云飞少爷，今天你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了。萧楚楚带着黄老走了过来。萧小姐，多谢你刚才借给我那么多的灵晶石和灵药、灵丹。
你放心，我很快就会还给你的。叶说道。跟我客气什么？再说了，你叶少爷缺那点钱吗？萧楚楚美眸白了叶云飞一眼，显得风情万种。家主，我们叶家虽然夺旗大赛和擂台战都获胜，可是秦家、施家和吕家，他们3个家族肯定不会承认。叶家的大长老开声对叶天鹏说道。没关系，他们承不承认都不重要了。很快圆月城不会有4大家族了，只有叶家。叶云飞冷笑说道。听了叶云飞的话，叶天鹏和叶家的高层都是用震惊的目光望向叶云飞。圆月城只有叶家，或许他真的做得到。萧楚楚的美眸望向叶云飞，显得十分欣赏。接下来叶天鹏带着叶家的族人回去叶府，萧楚楚则是带着黄老回去灵真坊。今年的4族夺矿大赛正式结束了，这一天整个叶府一片欢庆。叶天鹏下令叶府大摆宴席，所有的叶家族人犹如过年一般。只不过叶云飞却是例外，一回到叶府，叶云飞就立即回到自己房间之中。房间之内现在开始炼制真魂聚神丹。叶云飞取出丹鼎、七神花，还有不久之前在灵真坊购买的一大批灵药，心情有点激动。然叶云飞伸出右手，中指之上一朵淡红色的丹火冒了出来，随着叶云飞一声轻喝，冲进那丹鼎之中。彭丹鼎之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叶云飞深深听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投药。时间慢慢流逝，转眼间1天时间过去了。房间之内，叶云飞的炼丹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凝丹。丹鼎之内，一颗淡白色的灵丹正在慢慢成型。丹成。在某一个时刻，叶云飞突然伸手一指，丹鼎的丹盖猛然被打开，那颗淡白色的灵丹冲了出来，悬浮在叶云飞的身前，缓缓转动，显得十分神异。真魂聚神丹终于炼成了。望着眼前的白色灵丹，叶云飞十分激动。好了，现在服食灵丹。叶云飞自语道，然后一张嘴，咻！那颗白色的灵丹冲进叶云飞的嘴巴之中，轰！一股庞大的药力在叶云飞的脑海之中扩散开来。叶云飞发现自己的魂力开始节节提升。与此同时，圆月城秦府，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大厅之内，秦雄不断怒吼着。施天元、吕云啸还有圆月城的城主都在大厅之中，一个个的脸色都是有点阴沉。想不到因为叶云飞那个废物，叶家竟然2场比赛都获胜了，这个荣誉本来是属于我们秦家的。秦雄的咆哮声震得整个大厅都发出轰隆隆的回音。叶云飞本来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想不到走了狗屎运，现在不但可以修炼，而且竟然表现出来如此妖孽的天赋，真是老天不开眼啊！施天元咬牙切齿，叶云飞那个废物杀了慕白，此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报。吕云啸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杀意，恨不得马上去杀掉叶云飞，给儿子报仇。不过叶云飞他加入了天元派，现在是天元派的正式弟子，我们想动他，只怕不是那么容易，万一惹起天元派的怒火就麻烦了。施天元皱眉说道，天元派的弟子有什么好怕的？你别忘了，R是逍遥阁的亲传弟子，身份地位比起叶云飞高得多了。2临走之前已经说了，让我们放手对付叶家，如果招惹到天元派，他会出面处理的。秦雄说道。此时那个逍遥派的丁长老已经带着秦安离开了圆月城，他要回去筹钱让叶云飞替他治病。那就好。施天元和吕云啸都是脸色一喜，叶云飞是天元派的弟子，这个身份确实让他们有点忌惮，但是秦安是逍遥阁主的亲传弟子，比起叶云飞分量要重得多了。二说了，我们对付叶家，如果真的引起天元派的不满，必要的时候他会亲自请求逍遥阁主过问这件事。嘿嘿，想来叶云飞就算加入天元派，也只不过是天元派的一个普通弟子，难道他的分量还能比逍遥阁主更重吗？秦雄冷笑着说道。哈，这样说来，我们对付叶家确实没有任何的顾忌了。施天元和吕云啸都是大笑了起来。报告家主，刚刚阴风佣兵团发来飞鸽传书，阴风佣兵团的团主已经亲自来到圆月城之外，由于身份特殊，不适合亲自来秦府相见，请家主前去相见。突然一个秦家的族人急匆匆地跑进大厅之中，开声说道。阴风佣兵团的团主。大厅之中，秦雄、施天元和吕云啸都是惊喜之极，同时站了起来。我曾给阴风佣兵团发送书信，愿意重金请他们前来对付叶家，想不到阴风佣兵团的团主亲自来了，有阴风佣兵团的帮助，叶家必灭。
走，我们去见团主。秦雄激动地说道。于是秦雄、施天元还有吕云啸秘密离开秦府，往圆月城之外而去。同一时间，凌真坊之中，2楼的一间房间之中，三皇子，你终于醒了。房间之中，萧楚楚、黄老还有那个青袍老者都在。床上，之前叶云飞曾经给他诊断的那个黄山青年悠悠醒来。三皇子，你觉得身体如何？青袍老者看见黄山青年醒来，不由得十分激动，立即冲了上去，扶着黄山青年。我感觉身体的力量正在慢慢恢复，除了暂时虚弱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了。三皇子说道。太好了，三皇子，你终于没事了。青袍老者激动地说道。三皇子，你已经昏迷了7天，好在叶云飞少爷出手相救，你现在没事了。萧楚楚开声说道。叶云飞少爷真是神乎其技，不但一眼就看出了三皇子中毒了，而且还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萧小姐，我发现我对叶云飞少爷还是低估了。黄老苦笑道。哦，我中毒了吗？叶云飞少爷是谁？是他救了我吗？床上，三皇子听了黄老的话，不由得一愣，问道。三皇子，事情是这样的，那个青袍老者把叶云飞前来诊断、开药的事情说了一遍。原来这样，那好，我一定要当面感谢这个叶云飞少爷。三皇子听完青袍老者的话，点了点头，开声说道。同一时间，圆月城的城郊之外，某一处平地，有着几十匹骏马，其中一匹骏马之上坐着一个金色长袍、头戴玉冠的青年。三公子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小子是圆月城叶家家主儿子。一个身形枯瘦的老者开声说道。哼，一个小城池小家族的垃圾也敢跟我作对，简直是找死。叶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头戴玉冠的青年目光之中蕴含着无穷杀意，缓缓说道。三公子，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发射信号弹，调集兵力，然后围剿圆月城叶家。那身形枯瘦的老者说道。很好，头戴玉冠的青年说道。同一时间，离圆月城不远处的一条大道之上，有着几匹快马正在向着圆月城的方向而来。坐在快马之上的是几个年轻男女。吴师姐，前面就是圆月城了。叶云飞曾经说过，他是来自圆月城叶家的，我们直接进去找他吧。其中一匹快马之上，一个红衫少女开声说道，语气之中显得有点激动。这个红衫少女正是邓仙仙。其实我们和叶云飞只不过是萍水相逢，我们突然之间来到叶家找他，恐怕不太合适吧，都不知道他欢迎不欢迎我们呢。另一匹快马之上，吴月禅皱眉说道。哈哈，吴师姐，你放心吧，叶云飞兄弟是一个爽快之人，我们突然来到圆月城找他，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其中一匹快马之上，谭猛大笑道。不错，谭师兄，还是你对叶云飞了解。邓仙仙高兴地说道。这个小妞子不会是喜欢上叶云飞了吧？吴月禅望了一眼满脸激动的邓仙仙，感到有点头大。好吧，前方就是圆月城，我们进去吧。希望我们不要吃闭门羹吧。吴月禅的心情有点复杂，叶云飞在他的心中犹如一个神秘的谜团。在天寿森林之中，叶云飞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惊人举动，让他直到现在还想不清楚，甚至还有点不敢相信圆月城叶府。叶云飞的房间内，叶云飞盘膝而坐，一动不动。某一个时刻，轰，一股强大的魂力从叶云飞的头颅之中喷涌出来。这股魂力以叶云飞为中心，迅速扩散，直接穿透房间，把整个叶府笼罩在内。顿时，叶府中的一切事情、一切东西，全部都在叶云飞的感知之下，比亲眼所见的还要清晰。然后，这股魂力继续扩散，向叶府之外的范围感知出去，最终将叶府周围的一些地方也笼罩在内。房间内，叶云飞的头颅之后，竟隐约出现一道淡白色的光圈，十分神异。这道光圈是魂力外溢所形成的。炼化了那颗真魂聚神丹，我的魂力所能感知的范围达到1000米左右。叶云飞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之前，叶云飞的魂力所能感知的距离只不过是几十米，现在则是1000多米。咦，有人在监视我们叶家。叶云飞突然脸色一冷。叶府附近有好几道黑色的身影隐伏在暗处，正在监视着叶府的动静。是阴风佣兵团的人，想不到他们竟然来到圆月城了。叶云飞冷笑。叶云飞可以感觉得到，那几道黑色身影的气息和几天前在天寿森林之中所遇到的阴风六鬼十分相似。阴风佣兵团的人之所以来到圆月城，应该是圆月城其他3个家族出钱请来对付我们叶家的。无论如何，敢犯我叶家者，杀无赦。
叶云飞目光中露出浓郁的杀意，然后叶云飞施展出是神针，立即那几道隐匿在叶家附近的黑色身影纷纷发出惨叫声，然后就头一歪就晕了过去。这几个阴风佣兵团的人虽然没死，但醒来之后已经是白痴了，因为他们的神魂已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魂力的暴涨，叶云飞施展出来的是神针威力也是大大提升。阴风佣兵团的人既然已经来到，那么三大家族随时都有可能出手对付叶家，得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让叶家做好准备。叶云飞心中暗道。于是叶云飞施展了一种魂力传音的秘术，隔空传音，把这件事告诉了叶天鹏。此时叶天鹏正在叶家议事大厅之中和叶家的7个长老商议目前的局势，突然接到叶云飞的传音，不由得惊呆了。飞儿，是你在对我说话吗？你是怎么做得到的？叶天鹏震撼到了极点。要知道这可是传说中的千里传音神通，据说只有那些圣境大能才有可能掌握。叶云飞没有向叶天鹏解释，只是叮嘱叶天鹏注意三大家族和阴风佣兵团的动静。我的这个儿子，我真的是越来越看不懂他了。叶天鹏不由得苦笑。房间之中，叶云飞开始投入疯狂的炼丹之中。随着灵力境界的提升，叶云飞炼起丹来更加得心应手。1天之后，叶云飞走出房间，小月把这些灵丹分别给7位长老送去，让他们抓紧时间突破境界。叶云飞取出7个玉瓶递给小月，每一个玉瓶之中都装着几颗灵丹。叶家的7位长老目前都是地境中期，而且卡在这个境界已经很长时间了。叶云飞相信有了这些灵丹，叶家的7位长老都可以快速突破。一旦突破，叶家的整体实力将会大增。当然除了这7瓶灵丹之外，叶云飞还炼制了其他更多的一批灵丹。叶云飞曾为丹尊，虽然现在只有地境的实力，但是炼制低级灵丹易而反掌，速度极快。以我现在的实力，对付地境实力的武者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旦遇到天境实力的武者就很难说，所以我必须修炼多几门武技防身。叶云飞回到房间内，开始思考了起来。片刻后，好，就有灵力爆炸拳、本源精血解体大法和千机万变玄幻剑。很快叶云飞就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挑选了3门武技。这3门武技以叶云飞天地的眼光都是属于垃圾级别的武技，但是没办法，叶云飞知道以自己目前可怜的实力，只能修炼这些低级别的垃圾武技了。好吧，开始修炼。叶云飞自语道。然而就在此时，云飞少爷，叶府外面有一个叫苏青洛的小姐找你。房间外响起了敲门声，一个叶家的下人叫道。青洛来找我。叶云飞一愣，很快叶云飞来到了叶府大门之外。苏青洛一身白衣，清丽绝世，站立在那里显得风华绝代。一个年约50的老妪跟在苏青洛身旁。叶云飞注意到这个老妪望向自己的目光显得有点不屑，甚至带着一丝厌恶。你找我有事吗？叶云飞迎了上去，望着眼前这个明眸皓齿的女孩，笑着问道。云飞，我就要离开圆月城了。苏青洛的美眸盯着叶云飞，显得依依不舍。哦，青洛，你要去哪里？叶云飞一愣。上一辈子叶云飞历尽世间沧桑，看尽世间百态，最终登临天地之位，一颗心早就磨练得如古井无波。但是面对苏青洛这种清纯真挚的少女情怀，依然是感动不已，倍加珍惜。大胆！小姐什么身份？青洛2字也是你叫得的？苏青洛身旁的那个老妪脸色一变，厉声喝道。同时一股可怕之极的威压猛然爆发，向叶云飞破压而来。这一刻叶云飞只觉得有一座大山迎头砸来，身子不由得连退10几步，体内气血翻滚，嘴角之处已经有血丝渗透出来。容婆婆，住手！你再敢对叶云飞出手，我发誓绝对不跟你回去了，而且我以后还会求父亲杀了你。我说得出，做得到。苏青洛大惊失色，冲了上来，扶住叶云飞，然后冲那老妪大叫道，显然他是真的生气了。云飞，你怎么了？都是我不好。苏青洛满脸歉意，对叶云飞说道。老家伙，你等着，我叶云飞在这里发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斩你。叶云飞抹了抹嘴角，森寒的目光盯着那老妪，一字一字说道。哈哈，笑话，小子，就凭你也想杀我？下辈子吧。容婆婆笑了起来，她笑得犹如夜宵一般，十分刺耳。不过她没有再对叶云飞出手，她看得出来苏青洛是真的生气了。苏青洛的身份地位有多高，她可是深深知道。如果真的把苏青洛惹怒了，将来对她报复，她可承受不住。哼，区区玄叶境实力，
口气也敢这样大。你修炼的天寒宫卡在第5层，已经有10几年了吧？还有，你的玄阴天寒爪，居然连小成境界也还没有达到。以你的资质，真是辱没了这门威力强大的爪法。看来，你这一辈子在修炼之上也基本到头了，再难有寸进。叶云飞打量了一下容婆婆，冷笑说道：上一辈子，叶云飞从弱到强，一路历练，一路搏杀，足迹几乎踏遍3000大小世界，见识之广，资历之深，无人能比。世间大部分的功法武技，叶云飞一眼就能看穿。而且，叶云飞曾为天帝，对天下间各种功法武技的感悟和认识，也是无人能比。小子，你是谁？你是如何知道的？容婆婆差点跳了起来，如遇鬼魅，惊恐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我如何得知与你有关吗？记住我刚才的话。叶云飞扫了一眼容婆婆，说道。然后，叶云飞不再理会容婆婆，目光向苏青洛望去。青洛，我没事。你离开圆月城以后还会回来吗？叶云飞问道。我很想回来，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苏青洛有点犹豫，他是多么的想以后再回来圆月城陪着叶云飞，但是他也知道，他这一次回去，苏家必定会对他诸多限制，逼他修炼，肯定是身不由己。哼，小姐这一次回归家族，将会站到一个你这一辈子永远也无法接触得到的不可思议的高度。小子，你只不过是一个9流城池的小角色，对我们苏家来说，是一只能随意就踩死的蚂蚁。小姐以后不会再和你这些来自俗世的下等人有任何的交集了。容婆婆冷冷一笑，只不过苏青洛和叶云飞都没有理会她，当她是空气。云飞，如果以后我无法来圆月城找你，你会来找我吗？苏青洛的美眸望着叶云飞，有一丝期待。青洛，如果你想让我去找你，我一定会去找你。相信我，天下间没有什么地方是我叶云飞不能去的。叶云飞朝苏青洛一笑，呵呵，大言不惭，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容婆婆冷笑，在她的眼中，叶云飞说这种实在是狂妄过头了。好，叶云飞，我相信你，我等你来找我。不过，你答应我，你最起码要修炼到玄夜境的实力才来找我，否则你来找我会十分危险。如果你答应，咱们就拉拉手指勾，不许违反承诺。苏青洛伸出一根青葱般的洁白玉指，递到叶云飞的身前。好吧。叶云飞对众小孩子般的把戏感到哑然失笑，不过还是配合地伸出一根手指和苏青洛勾了勾手指。苏青洛那根手指软绵滑腻，让叶云飞感觉十分舒服。容婆婆看见叶云飞和苏青洛的亲密举动，不由得脸色一变，不过她最终还是忍住了，深深地看了一眼叶云飞。云飞，这块玉简是我的信物，到时你可以带着它来找我，记住我在中州苏家。苏青洛取出一枚碧绿色的玉简递给叶云飞，叶云飞接过来，小心地藏在怀中。好啦，我走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哦。苏青洛显得很开心，向叶云飞展颜一笑，他那绝世容颜让叶云飞为之失神。等等，青洛，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叶云飞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苏青洛一愣，等你下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答案。突然，苏青洛调皮一笑。好吧。叶云飞无奈。好了，小姐，我们走吧。容婆婆衣袖一拂，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拖着苏青洛，两人冲天起，瞬间就消失在天际之外。放心，青洛，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叶云飞望着苏青洛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然后叶云飞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老太婆，你等着，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算账的。叶云飞回想起刚才容婆婆震伤自己的一幕，不由得咬牙切齿说道。叶云飞取出几颗专门用于疗伤的灵丹服下，然后运转了几圈九阳经，很快体内的伤就基本痊愈。不久之前，叶云飞在灵真坊设了价值10几万块灵晶石的灵药，除了炼制真魂聚神丹之外，还炼制了一大批各种用途的灵丹。叶云飞亲手炼制的灵丹效果当然非同小可，只要伤不是太严重，基本是药到病除。好了，现在开始修炼灵力爆炸拳、本源精血解体大法和千机万变玄幻剑这3门武技。等这3门武技修炼成功之后，就算3大家族还没有对我们叶家出手，我也会主动出击，灭了3大家族，还有阴风佣兵团。房间内，叶云飞冷笑说道。然后，叶云飞开始进入修炼的状态。以叶云飞的武道经验和武道感悟，要修炼天下间任何的武技都是轻而易举，毫无障碍。时间慢慢流逝，当叶云飞在房间之中修炼的时候，家主，不好了，我们叶家
今天突然有10几个外出的族人被暗杀，死在大街之上，尸体已经运回议事大厅之中。叶天鹏突然接到报告，匆匆赶到大厅，只见大厅之中10几具尸体堆放在一起，刺鼻的血腥味让人惊悚，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地面。这些尸体全部都是叶家的族人，看来他们终于要动手了。叶天鹏望着那10几具尸体，目光之中蕴藏着无穷的怒火。家主，不好了，又有10个叶家的族人在大街之上被人偷袭杀死。大厅之外响起一道惊慌的叫声，然后又有10具叶家族人的尸体被运进大厅之中。一眼望去，叶家的议事大厅堆满了尸体，触目惊心。传我命令，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叶家族人不得外出，关闭叶府所有的出入门户。望着那20多具尸体，叶天鹏气的双手不断颤抖，沉声说道。随着叶天鹏的一声令下，叶府的所有出入门户立即关闭。家主，我们虽然关闭了叶府的大门，但是我们叶家在外面还有很多产业，有许多族人在外面经营那些产业，恐怕……一个年约50岁、身材微胖的老者对叶天鹏说道。这个老者是叶府的大管家。听了大管家的话，叶天鹏不由得眉头紧皱。不错，叶家是元月城4大家族之一，家大业大，在元月城之中有着许多的产业，甚至在元月城周边的乡镇也有着大量的产业，那些产业都有叶家的族人在经营着，现在很有可能会成为攻击的目标。立即发送飞鸽传书，让所有的叶家族人暂时关闭叶家所有的产业，能够回来叶府的就尽快回来，无法回来就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尽最大能力减少伤亡。还有，派出探子严密注意秦家、施家、吕家还有城主府的动向。叶天鹏下命令道。家主，明白了，我现在立即去办。大管家答应一声，离开大厅。看来秦雄是准备对我们叶家动手了。叶天鹏喃喃自语，露出担忧的表情。秦家、施家、吕家还有城主府已经结成联盟，叶家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叶天鹏叹了一口气。半天之后，家主，大事不好，我们叶家的各处产业正在遭到破坏，大量的财物被抢夺，房舍被烧毁，还有许多族人遭到屠杀。大管家惊慌失措地来向叶天鹏报告。欺人太甚，传我命令，立即集合人马，我要向秦雄讨一个公道，决一死战。叶天鹏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话音一落，不好，家主，秦家、施家、吕家还有城主府同时派出大批人马向着我们叶府而来，看样子是要包围我们叶家了。一个叶家下人急匆匆跑来向叶天鹏报告。秦雄，你欺人太甚，那就决一死战吧。传令下去，准备迎战。叶天鹏已经是怒到极点，大吼了起来。此时是正午时分，整个元月城烈阳暴晒，十分炎热。但是在这样的天气之中，却有着大批的人马从四面八方向着叶府包围了过来，一队又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短时间内就把整个叶府围得水泄不通。今天消息，秦家、施家、吕家、城主府联合出兵，把叶府围了起来。整个元月城到处都有人传播着这个惊人的消息，顿时无数的武者从四面八方纷纷向着叶府的位置而来，要看这一场热闹。叶家大门之前，秦雄、施天元、吕云啸还有元月城的城主都站在这里，一个个面带冷笑盯着叶府的大门。他们的周围站满了3大家族和城主府的高手，一眼望去全部都是地境高手。3大家族和城主府精锐尽出，单是地境高手就有几十个。按这种阵势，今天叶家必灭啊！以后咱们元月城恐怕只有3大家族、4大家族，即将成为历史。远处一道道议论声不断响起。这一刻，叶府成为整个元月城关注的中心。叶府之中，叶家的族人已经是迅速集中了起来，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兵器，每一个脸色有惊恐，也有着一些决绝，就连一些丫鬟也是脸色苍白的，手里拿着刀剑。只是他们又哪里会什么武力？各位，今天是决定我们叶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为了家族，为了我们叶家的荣誉，我希望大家都能奋勇杀敌，绝不退缩。我们叶家的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明白没？叶天鹏的目光缓缓扫视着叶家的族人，朗声喝道：明白了，奋勇杀敌，绝不退缩。所有的叶家族人都是高举手中的兵器，齐声高叫了起来。所有的叶家族人都是知道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求饶也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秦雄已经放话，
要把叶家的人全部杀光，要让叶家灭族。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想退缩也没有机会退缩，只能拼一死战。好，我们现在出去迎敌。叶天鹏一挥手，这一战肯定无法避免了。与其退缩躲避，不如放手一搏。这就是叶天鹏的性格。何况递进后期的实力也让叶天鹏有一定的底气。此时，叶府大门前，砰砰砰，秦雄狠狠地敲门。叶天鹏，怎么不开门啊？难道这就是你的迎客之道吗？哈哈！秦雄哈哈大笑，他没有立即下令进攻叶府，而是抱着一种猫戏老鼠的心态，在灭掉叶家之前狠狠折辱一番，这样方能最大程度发泄他对叶天鹏两父子的恨意。叶天鹏，看来你真是要做缩头乌龟啊，连门都不敢开了，哈哈！秦雄哈哈大笑，砸门的频率越来越快。就在此时，轰轰，叶府大门的2扇大铁门从里面被缓缓打开了，叶家的人出来了。有人忍不住轻声惊叫。只见叶天鹏一马当先，带着一批叶家的人马走了出来。秦雄，为何带这么多人马来围我叶府？你到底想干什么？叶天鹏愤怒的目光望向秦雄，厉声质问道。哈，叶天鹏，你明知故问，我带这么多的人马来，自然就是为了要灭你们叶家，杀你叶天鹏，还有叶云飞那个废物也难逃一死。秦雄狂笑。秦雄，15年前在4族夺矿大赛之上，你被我打成重伤，最后还跪地求饶，像一条狗一样，我才饶了你一命。想不到你的心胸如此狭窄，直到今天依然耿耿于怀。早知如此，当年我就不应该饶你一命，在擂台将你击杀。叶天鹏盯着秦雄，开声说道。什么？原来叶天鹏和秦雄之间有这样一段往事，怪不得他们是一对死对头，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结怨的原因。周围的人一听都是十分震惊，特别是一些年轻后辈，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叶天鹏，无论如何，你今天死定了，再牙尖嘴利也救不了叶家。秦雄气得浑身颤抖，指着叶天鹏，杀气腾腾。那一段往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想不到现在被叶天鹏当众揭露。秦雄，你以为我会怕你吗？要战就战，我叶天鹏奉陪，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叶天鹏毫不退让，一步踏前，递进后期的凌厉威压透体而出，战意沸腾。哈，叶天鹏，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你以为你突破到递进后期，我就奈何不了你吗？你想多了。秦雄突然大笑了起来，话音一落，轰，一股强大的灵力从他的体内喷涌出来。递进后期，秦雄，想不到你也突破了。叶天鹏不由得目光一缩，哈哈，不错，多亏逍遥阁丁长老送了一颗玄元丹给我。城主大人，你也别藏拙了。秦雄十分得意，然后目光望向圆月城的城主，轰，一股同样强大的灵力从城主的体内扩散出来。递进后期，叶天鹏大吃一惊，这个圆月城的城主以前一直不参与4大家族的争斗，显得十分低调神秘，想不到也是一个递进后期高手。叶天鹏虽然是递进后期高手，但是秦雄和城主大人2个都是递进后期，相比之下，叶天鹏一点机会也没有。叶家真的要玩完了。四周围那些观看的人群都是摇头暗叹，叶天鹏的脸色有点难看，想不到对方竟然有2个递进后期高手。动手！突然秦雄一声大喝，开始动手灭叶家。施天元、吕云啸还有城主都是同时大喝，顿时3大家族和城主府的人马都是齐振兵器，杀气腾腾向叶家的人冲了过来。城主大人，我和你联手诛杀叶天鹏！秦雄大喝道，向叶天鹏逼近。好！圆月城的城主也是一步踏前，身上的灵力威压释放出来，轰鸣不已。叶家的人动手杀敌，誓死保卫叶家。叶天鹏一声大吼。叶天鹏带出来的这些叶家族人全部都是精壮之辈，此刻听了家主的命令，都是握紧手中的兵器，准备血战。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就在此时，大胆，竟敢冒犯我们叶家！叶府之内传出来大喝声，然后7道身影从叶府大门冲了出来，正是叶家的7位长老。这2天他们一直在闭关修炼，叶天鹏曾多次派人去请他们，但得到的答复都是7位长老都是正处于闭关的紧要关头，还无法出关，所以叶天鹏只好自己带领族人迎敌。想不到现在7位长老同时出现，轰轰，7位长老的身体都同时释放出来一股强劲的灵力威压，轰鸣之声不绝于耳。怎么可能？叶家的7位长老
竟然全部都突破到地境后期了。有人惊叫了起来：今天胆敢冒犯叶家者，绝不轻饶！叶家大长老厉声喝道，显得威风凛凛。7位长老一字排开，分别站在叶天鹏的两旁。大长老，你们……这一下变故使得叶天鹏又惊又喜，用疑惑的目光望向7位长老。7位长老同时突破，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原因。哈哈，我们这7个老家伙之所以能突破，是因为叶云飞少爷给了我们每人1瓶灵丹，瓶子之中都有3颗玄元丹，还有4、5颗聚灵丹。如果这样我们都还没法突破，不如找一块豆腐去撞死算了。大长老大笑：家主，以前是我不对，处处针对你和叶云飞少爷，想不到叶云飞少爷如此大度，不计我小人之过，恩赐灵丹让我突破。我叶朝先发誓，从此以后一心一意辅助家主振兴叶家。3长老叶朝先感激地开声说道。3长老，咱们可是一家人，说那些客气话做什么？叶天鹏笑道：我这个儿子这段时间带给我的惊喜实在太多了，我到底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啊？叶天鹏心中不由得暗暗苦笑。叶家总共有了8位地境后期，这样的整体实力太恐怖了。看来秦雄他们今天想灭掉叶家难啊！现在叶家已经是我们圆月城实力最强大的家族了。远处那些围观的人群看着叶家的8个地境后期高手，都是觉得十分震撼，议论纷纷。虽然3大家族和城主府的人马人多势众，但是大家都知道，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双方的高层战力。那么现在，秦雄，放马过来吧！叶天鹏转身望向秦雄，冷冷喝道：该死，怎么会这样的？秦雄、施天元、吕云啸还有城主都是脸色大变。这样一来，叶家有了8个地境后期高手，而他们这一方只有秦雄和城主2个是地境后期，双方的实力发生了逆转。怎么样，秦雄，刚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灭我们叶家的吗？现在放马过来啊！叶天鹏大喝道。施天元、吕云啸还有城主都给我滚过来受死吧！大长老也是大喝道。大喝声中，叶天鹏和7位长老同时踏前一步，地境后期的灵力释放出来，一时之间轰鸣之声震耳欲聋，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秦雄、施天元、吕云啸、城主几人竟然都是被逼的连连后退了好几步。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中，突然，呵呵，这里挺热闹的嘛。突然一道阴冷的笑声响起，十分刺耳。然后人群分开，只见一个黑袍老者带着9个黑衣中年男子缓缓走了过来。真没想到圆月城这样的小城池，一个小家族居然出了8个地境后期的高手。那个黑袍老者来到叶府大门之前，脸上露出狞笑。废话少说，我这次来有2件事：第一，找一个叫叶云飞的小子算账；第二，灭了叶家。那黑袍老者的目光扫向叶天鹏和7个叶家长老，声音显得冰寒无比。难道你们就是阴风佣兵团的人？叶天鹏望着那个黑袍老者和9个黑衣中年男子，脸色突然巨变。叶云飞曾经告诉过叶天鹏，阴风佣兵团的人来到了圆月城，可能会对叶家不利，想不到竟然是真的。什么？听了叶天鹏的话，四周围绝大部分武者都是吓得脸色发白，下意识地退后10几步。众人望向那黑袍老者和那9个黑衣中年男子的目光，就好像看着10个可怕的魔鬼。阴风佣兵团，大秦帝国之中最臭名昭著的佣兵团之一，干的全部都是杀人越货、打家劫舍或者收钱暗杀之类的勾当。传说阴风佣兵团的每一个成员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杀人无数。哈哈，叶天鹏，你怕了吧？实话告诉你，这位就是阴风佣兵团的团长。团长大人今天亲自来到圆月城，就是为了灭你们叶家。能让大名鼎鼎的阴风佣兵团团长亲自来到，叶天鹏，你应该感到庆幸啊！秦雄大笑了起来。什么？团长？叶天鹏和7位长老全都脸色巨变。哦，叶天鹏，差点忘了告诉你，团长大人的境界是天境前期。秦雄又说了一句话。什么？天境高手？秦雄的话犹如一枚炸弹，投在每一个人的耳中，让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都轰隆隆作响。绝望，彻底绝望。一下子，叶天鹏和7位长老身子都是摇摇晃晃，眼前几乎都成了黑色的。一个天境高手想灭掉叶家，简直是一而反掌啊！团长大人，我们叶家和你们阴风佣兵团无仇无怨，为什么要来对付我们叶家呢？如果是秦雄出钱请你们来的，那么我们叶家愿意出双倍价钱，请团长大人放过我们叶家一马，如何？叶天鹏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向那黑袍老者说道。
呵呵，你在求我？黑袍老者冷漠一笑，下一秒，突然之间，笑声戛然而止。黑袍老者身子一闪，竟是一下子消失。只听“砰”的一声，叶天鹏整个人倒飞出去，伴随的是疯狂的喷血和看起来惨不忍睹、血肉模糊、白骨森森的肩膀。这一幕使得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倒吸凉气。这就是天境高手的实力了吗？真的太恐怖了！家主，一位叶家的族人冲上去扶起叶天鹏。此时，叶天鹏已经身受重伤，气息萎靡。跟他拼了！叶家的7位长老对望了一眼，大吼了起来，同时冲出。哼，不自量力！那个黑袍老者只是冷哼了一声，然后他身子一转，阴风一掌，黑袍老者的喉咙冷冷吐出一句话，杀意无限。轰刹那间，一个清晰可见的由灵力凝聚而成的漆黑掌印从他的掌心之处冲了出来，宛如一片漆黑的乌云。呼飓风大作，轰鸣滔天，犹如刮起了12级大风。那只漆黑的手掌印撕裂空气，伴随着尖锐的摩擦笑声前进。然后砰砰砰，叶家的7个长老全部被震得倒飞出去，吐血惨叫。一掌打伤7个地境后期高手，叶家彻底完了。周围每一个人都张着嘴，心里全是惊悚。动手吧，叶府上下全都杀了，一个不剩。黑袍老者狞笑说道。动手！他身后的9个黑衣中年男子同时冲出，准备动手。从现在开始，你想动我们叶府一根毛都办不到。突然一道平淡的声音响起，然后一个年轻人从叶府之内走了出来。叶云飞出来了！立即有人大叫了起来。你就是叶云飞？叶云飞刚出现，那黑袍老者锐利的目光就紧紧盯住叶云飞。父亲，各位长老，先把这些疗伤灵丹服下。叶云飞取出8颗灵丹，分别递给叶天鹏和7位长老。什么？那是4品疗伤灵丹。那黑袍老者无意中扫了一眼叶云飞取出的8颗灵丹，然后他的目光就再也无法离开那8颗灵丹了。接着他就激动的浑身颤抖了起来。在大秦帝国，只有4大宗派和帝国皇室才有可能拿出来4品灵丹啊！这小子居然拿出来8颗，发财了，发财了！这小子就好像是一个宝藏啊！不但有7神花，还有8颗4品灵丹。这一次来圆月城，算是来对了。立即，那黑袍老者两眼发光，满脸都是贪婪之意。叶云飞，这些灵丹似乎很珍贵的样子。叶天鹏拿过叶云飞递给他的灵丹，有点犹豫。他虽然认不出这是4品灵丹，但是直觉告诉他，这颗灵丹很不简单。云飞少爷，7位长老也是有点迟疑。不久之前，叶云飞给了他们每人1瓶灵丹，使得他们成功突破，现在又每人发1颗疗伤灵丹，怎么感觉这些灵丹不要钱似的？父亲，各位长老，快服下吧，疗伤重要。叶云飞分别把灵丹递给他们，催促说道。4品灵丹对于叶云飞来说不算什么，随着实力的提升，叶云飞现在已经可以轻松炼制4品灵丹，甚至叶云飞相信再过一段时间自己可以炼制5品灵丹了。丹尊这个称呼可不是开玩笑的，意味着叶云飞的炼丹水平曾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峰。住嘴，不准服食那8颗灵丹！叶云飞，马上把那8颗灵丹给我拿过来，把你身上的7神花也交出来，或许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叶家一马，否则只要我一声令下，叶家就完了。看见叶天鹏和7个长老举起灵丹准备服食，黑袍老者不由得急了，大吼起来。叶家的族人已经把受伤的叶天鹏和7个长老里外3层团团保护了起来，他就算想冲过去抢夺灵丹，恐怕一时之间也来不及。老东西，你算什么狗屁？你叫我给，我就要给，岂不是很没面子？叶云飞缓缓转身，冷漠的目光望向那黑袍老者。哈，叶云飞，你这个废物，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这可是阴风佣兵团的团长大人啊！你在团长大人面前讲面子，真是笑死人了。秦雄大笑了起来，动手把那8颗灵丹给我抢过来，就算他们吞食了，也要把他们的肚子剖开拿出来。黑袍老者彻底失去耐心了，一声令下，咻咻咻，立即黑袍老者身后的那9个黑衣中年男子全部冲了出来，灵力爆发，全部都是地境后期高手。阴风佣兵团的实力也太恐怖了吧！所有的人心中都是一颤。敢犯叶家者死！叶云飞一声大吼，猛地冲出去。叶云飞首先施展出是神针，啊！那9个正在冲过来的黑衣中年男子突然身形一顿，惨叫了起来，身形摇晃，犹如喝醉了酒。随着魂力的飙升，叶云飞现在施展出来的是神针，可以给地境后期武者造成严重的伤害。刷！叶云飞长剑出鞘，
向前击去。顿时，咻咻咻，只见剑气纵横，犹如百剑千剑齐出，幻化出云雾般的缥缈剑光，让人眼花缭乱。周围的人只能看得见一片耀眼的剑芒，根本就无法看得清叶云飞出剑的轨迹。噗噗噗，只听见9道清脆的声音同时响起，然后漫天剑芒消失。叶云飞手持长剑站立原地，剑尖之上不断滴血。这一套千机万变玄幻剑对于现阶段我的实力来说，却是一套威力十分强大的剑法。叶云飞露出满意的表情。这2天时间，叶云飞闭关，除了炼丹之后，还修炼了3门武技，千机万变玄幻剑就是其中一门。哥哥，那9个黑衣中年男子双手紧紧捂着血如泉涌的喉咙，惊恐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他们的喉咙全部都给叶云飞一招割断了。然后砰砰砰，9个黑衣中年男子的身体纷纷跌落在地面之上，成为9具尸体。一招斩杀9个地境后期高手。这一刻，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是感受到巨大的无法形容的震撼。一道道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谁也不敢轻易出声，气氛诡异到极点。要知道，地境后期高手对于圆月城来说已经是实力最强的存在了，可是现在在叶云飞的面前却弱小的像蚂蚁一般。我怎么感觉叶云飞比拥有天灵体的秦安还要妖孽得多呢？终于，远处围观的人群之中，忍不住有人悄声说道：该死，这个废物的实力怎么会如此之强呢？秦雄、施天元、吕云啸还有圆月城的城主都是失魂落魄，面如死灰。叶云飞所展现出来的战力彻底把他们给镇住了。我们叶家有救了，云飞少爷太厉害了。叶家的人一个个都是十分激动振奋，终于看到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家主，我们快服疗伤灵丹，然后助叶云飞少爷杀敌。大长老激动地说道。然后叶天鹏和7位长老再无迟疑，猛地把手中的灵丹塞进嘴里。轰磅礴的药力在他们的体内迅速扩散，他们身上的伤以惊人的速度在痊愈，伤口在愈合，灵气在恢复，气息在提升。叶天鹏和7位长老同时站直了腰身，觉得体内能量充沛，可以进行战斗了。小子，我承认我是小看了你，只不过你在我面前依然是不够看。黑袍老者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杀意浓郁到了极点。那9个黑衣中年男子是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培养出来的心腹，想不到全部都被叶云飞杀了。今天叶府之中，一只鸡一只狗也要死得干干净净。黑袍老者的语气森寒到极点。话音一落，一大批黑衣人从4面8方涌了上来，全部都是阴风佣兵团的杀手。菲儿，小心，这个老家伙是天境高手。叶天鹏低声对叶云飞说道。此时叶天鹏和7位长老都是分别站到了叶云飞的左右两旁。很明显，现在整个叶家以叶云飞为首。父亲，这个老东西交给我，其他的人你们解决。今天所有来犯我们叶家的人，一个也别让他们逃了。叶云飞举起手中不断滴血的长剑，向前斜斜指去，开声说道：好。叶天鹏和7个长老都是重重点头。本来刚才大家都以为叶家今天必亡，但是现在因为叶云飞，所有叶家的人都感觉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一个个充满了战意。杀敌！叶云飞高举长剑，一声大吼：杀敌！所有的叶家族人都举起了手中的兵器，目光决定，跟着叶云飞同时大吼了起来。滚滚战意直冲云霄。叶府的大门前，大战终于是爆发了。叶家的人马在叶天鹏和7位长老的带领下，一个个冲了出去。杀！把叶家的人统统杀光！秦雄大吼了起来。3大家族、城主府还有阴风佣兵团的人马同时冲杀了上来，双方大战在一起。相比之下，叶家人马的数量虽少，但是有8位地境后期高手带头冲锋，气势十足。秦雄，受死！叶天鹏一眼就盯上了死对头，秦雄大步冲了过去。家主，我来助你斩杀秦雄。2长老跟了上来，和叶天鹏一起合攻秦雄。城主，滚过来受死！大长老和3长老则是盯上了城主，其他4位叶家长老则是带着叶家的族人杀向敌方阵营。一时之间，凌厉轰鸣声、兵器相击声、喊杀声、惨叫声不绝于耳。老东西，受死！叶云飞展动灵风神步，形如鬼魅，向那黑袍老者冲去。好，我就先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再灭叶家。黑袍老者一声冷哼，轰一股恐怖的灵力威压，如惊涛骇浪一般
从他的体内释放出来。轰隆隆一道由灵力凝聚而成的掌印，面积大约有半亩地大小，凌空轰向叶云飞。这一道可怕的掌印轰到半路，那掌印中央竟然冒出来一只厉鬼的脸孔，发出刺耳的怪笑声，扰人心神，哈哈！叶云飞，我的阴风恶鬼掌威力如何？你能死在这一掌之下，也算是一种荣幸啊！黑袍老者狂笑，雕虫小技。叶云飞冷笑，想都没想，右拳紧握，一下子暴打出去。轰轰7、8万斤的肉体力量倾泻而出，拳头前方的空气猛然被抽干，形成一个短暂的真空。拳头前进的速度极快，砰！拳头和手掌印撞击在一起，轰隆隆一道巨响声，震耳欲聋。黑袍老者打过来的那道手掌印当场炸碎。叶云飞也是被震得连退几步，手臂有点酸痛难忍。平分秋色，看来我的肉体力量勉强可以对战天境前期的武者。叶云飞的心中对自己的肉体力量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你的肉体力量竟如此强悍！黑袍老者无比震撼。废话少说，受死吧！叶云飞手持长剑冲了上去。小子，难道我还怕你吗？黑袍老者的衣袖中有一柄黑色的弯刀滑落，犹如一道黑色的弯月，散发出森寒的冷光，沿着一个诡异的角度向叶云飞的喉咙斩来。刷刷，叶云飞手中的长剑击出，顿时千百道耀眼的剑芒幻化出来，漫天剑花向黑袍老者飞来。千机万变玄幻剑一旦施展出来，可幻化出来无穷无尽的剑芒，而且真假虚实难辨，让敌人眼花缭乱。当当当，一瞬间，双方的刀剑不知道相撞了多少次，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犹如燃放了一串鞭炮。叶云飞发现这个黑袍老者的刀法竟然不错，可以挡住自己的快速进攻。怎么可能？黑袍老者和叶云飞打了几招，不由得又惊又怒，因为他发现叶云飞的战力竟然不在他之下。可是他是一个天境高手，而叶云飞只不过是地境中期的实力。这一幕落在远处那些围观者的眼中，一个个都是震撼之极。看，叶云飞居然和那阴风佣兵团的团长打得难分难解。天哪，叶云飞这是要逆天了吗？那个团长可是一个天境高手啊！一道道震惊的议论声不断响起，所有的人都是沉浸在极度震撼之中。我的儿子竟然如此厉害，可战天境高手！就连叶天鹏也是惊骇的无法相信。老天保佑，我叶家出此妖孽！看来我们叶家不但不会灭族，而且是崛起有望了。叶家的7位长老激动得泪流满面。叶云飞少爷威武无敌，其他那些叶家族人也都是全部大吼了起来。这一刻，叶家士气大振，杀！叶家族人受到叶云飞的鼓舞，一个个视死如归，拼命杀敌。老东西，受死！在叶家族人的大吼声中，叶云飞一步踏前，手中的长剑再次击了出去。小子，就凭你也想杀得了我吗？黑袍老者大怒，挥刀迎了上来。当当当，双方都是以快打快，片刻间就打了几十招天境高手，也不过如此。叶云飞大笑，大笑声中，叶云飞施展出是神针，咻！一枚是神针攻进黑袍老者的识海之中。啊！黑袍老者一声惊呼，只觉得脑袋剧痛难忍，不由得连退好几步。这是神魂秘术？怎么可能？黑袍老者露出惊骇的表情。要知道，就算是他也还没有能力修炼神魂秘术，一个地境中期竟然可以施展得出来神魂秘术，这简直是惊世骇俗！死！叶云飞趁机一拳轰了过去，轰隆隆，恐怖的肉体力量刮得黑袍老者全身衣袍翻飞起来。找死！黑袍老者又惊又怒，一掌向前拍来，依然是阴风恶鬼掌，这是他的拿手绝招。轰隆隆，拳掌相撞，黑袍老者连退几步。咻！又有一枚是神针攻进黑袍老者的脑袋之中，让他的脑袋再次剧痛。受死！叶云飞的拳头又轰到了。接下来，叶云飞连续施展了10几枚是神针，轰出了10几拳，每一拳都把黑袍老者震得倒退几步。叶云飞步步紧逼，占尽上风。黑袍老者不断后退，失尽先机，他目眦欲裂，怒吼连连。但是弑神针的威力强大，使得他的脑袋剧痛欲裂，分去了他的一大半注意力。吼吼！黑袍老者犹如疯子一般仰天大吼，他的嘴角之处不断渗出鲜血来。老东西，去死吧！叶云飞大吼一声，轰出第15拳，轰黑袍老者被震得倒飞出去，后背撞落在地面之上，当场把地面砸出来一个巨大的凹坑。小子，今日不杀你，我秋玄是不为人！黑袍老者爬了起来，满脸血污，厉吼了起来，
面目狰狞如恶鬼。原来这黑袍老者的名字叫秋玄。话音一落，他突然掏出一枚黑色的灵丹，猛然塞进嘴中。下一刻，轰一道道巨大的轰鸣声从他的体内传出来，他身上释放出来的灵力强度以肉眼可见的快速增强。天境中期，天境后期，很快，秋玄的释放出来的灵力波动竟然达到了天境后期的水平，太可怕了！此刻，秋玄散发出来的能量威压，让周围所有的人都是黯然失色，纷纷远离他。在他周围10米之内，肉眼可见大量浓郁的灵气，好像水流一般，在汹涌，在沸腾，在咆哮。100米之内，飞沙走石，狂风呼啸。叶云飞，现在我看你还如何跟我打？秋玄抬头，双目之中露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杀意，阴冷一笑，他的声音也是变得沙哑起来，显得有点诡异。话音一落，轰一道面积约有1亩的巨大掌印，轰隆隆向叶云飞拍来。依然是阴风恶鬼掌，但是威力比起刚才最起码强了几十倍。叶云飞一拳迎了上去，砰！排山倒海一般的掌力将叶云飞震得抛飞出去几十米远，撞落在地面之上。飞儿，少爷！叶天鹏和叶家的7个长老都是大惊哈哈，小子，滋味如何？你能把我逼到这种程度，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少年天才。只不过过刚一折，世间从来不缺天才，真正缺少的是能够成长起来的天才。而叶云飞你永远没有成长的机会了，今天你必死，叶家必灭。秋玄厉声狂笑，声震数里。叶云飞完了，周围的人心中都是暗道，哈哈，叶云飞现在知道团长大人的厉害了吧？秦雄、施天元、吕云笑还有城主几人全部都是大笑了起来。刚才叶云飞跟秋玄打得难分难解，使得他们压力巨大，因为一旦叶云飞胜出，就意味着3大家族和城主府麻烦就大了。现在他们看到秋玄占据上风，不由得一阵轻松。一枚暴走丹也只不过让你提升区2重境界，有什么值得你炫耀的？赫然之间，叶云飞从地上爬了起来，嘴角之处沾染着一些血迹，但满脸冷笑，带着一丝不屑。叶云飞一眼就认出秋玄刚才服下的那颗黑色灵丹叫暴走丹，是一种专门压榨潜力、临时提高战力的协议丹药。就算你服了暴走丹，我也一样可以杀你！叶云飞大吼。下一刻，叶云飞全身每一个毛孔中都是喷射出来一股股血红色的诡异气体，这是叶云飞的本源精血，被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抽取出来。瞬间，叶云飞的气血旺盛的吓人，周围10几米完全被浓得化不开的血煞雾气遮蔽，呛鼻的血腥味充斥每一寸空间，并且伴随着滔天凶气。这是叶云飞不久之前修炼的3门武技之一，本源精血解体大法。这是一门十分可怕的禁忌秘术，是叶云飞从血族的一个长老那儿得到的。血族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种族，那个血族长老与叶云飞结怨，结果差点被叶云飞打死，后来赔偿了一大批宝物，叶云飞才饶他一命，其中就包括这门本源精血解体大法。现在看看是你暴走丹厉害，还是我的秘法厉害？叶云飞望向秋玄，诡异一笑。现在的叶云飞浑身上下全部都覆盖着一层血红色的浓雾，煞气冲天，可怕之极。小子，去死！秋玄脚尖一点，如大鸟一般凌空扑向叶云飞，显得穷凶极恶，右掌横推而出。轰隆隆，四面八方阴风阵阵，恶鬼尖叫。他的这一掌竟然滋生出来一种黑火的阴冷火焰，随着掌力喷吐，有焚尽万物之势。这是阴火。只见黑色火焰所过之处，连空气也被焚尽。轰！叶云飞握拳轰出，一尊血红色的拳印不断放大，形成滔天的血红色飓风。砰砰砰，前方的空气被拳印打得不断爆炸，然后拳掌相撞，双方僵持了大约1秒钟。噗嗤！秋玄全身黑色衣袍一下子被炸成粉碎，漫天飞舞，脸现惊骇欲绝之色，紧接着全身骨骼爆碎如放鞭炮，扑通一下跌落下来，软绵绵的如一滩肉泥。叶云飞的一拳将秋玄周身骨骼和经脉全部震碎，秋玄跌落在地面之上，头一歪，彻底气绝身亡。一个天境高手就这样被叶云飞一拳打死。本源精血解体大法，那可是血族的一种传承秘法，在3000大小世界之中威名赫赫，又岂是区区一颗暴走丹所能相比的？服下暴走丹的秋玄在叶云飞面前不堪一击。不好，团长死了！撤！秋玄陨落，那些阴风佣兵团的人吓得魂飞魄散，立即向4面8方逃窜，只恨爹妈少生了几条脚。我们也撤！秦雄、施天元、吕云笑还有城主
也都是惊恐万状，一声大吼，转身就逃。就连秋玄也被打死，他们留在这里，不可能是叶云飞的对手。杀！叶云飞展动身法，如流星赶月，首先向秦雄追了上去，几步之间就追到了秦雄的身后。叶云飞浑身笼罩着一层血红色的浓雾，手中的长剑闪电般刺出，哧哧哧，千万道耀眼的剑芒冲天起，向着秦雄斩杀过去。叶云飞饶命！秦雄感受到背后袭来的滚滚剑芒，惊恐万状。但是叶家之所以被打压，处处受到针对，罪魁祸首正是秦雄。叶云飞哪里会肯放过他呢？下一刻，滚滚耀眼的剑芒把秦雄笼罩。啊！秦雄高声惨叫，然后漫天剑芒消失。秦雄浑身上下到处都是血窟窿，不断飙血，他的手筋、脚筋还有全部经脉全部被挑断，彻底成了一个废人。秦雄只不过是地境后期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叶云飞一招之敌。不！此刻秦雄的脸色灰白，满目绝望之色，一切雄心壮志皆在此时灰飞烟灭。父亲，他的命交给你！叶云飞喝道，然后脚尖一点，转身向施天元追去。杀！跟着叶云飞少爷一起杀敌。所有的叶家族人在这一刻也是彻底爆发了。这段日子以来，叶家的人在圆月城之中处处被针对，处处被打压，早就受够了。这一刻是真正的释放时刻。杀！每一个叶家族人都是感觉到从来没有如此畅快淋漓过，一个个拼命追杀那些四散逃跑的敌人。这个时候，三大家族、城主府还有阴风佣兵团的人马早就全部被叶云飞吓破了胆，哪里还敢迎战呢？一番冲杀之下，叶家人马大获全胜。施天元，你这个老家伙往哪里逃？此刻叶云飞展动身形，残影连连，血光滔天，向施家的人马追去。叶云飞，你这个小畜生，不得好死！施天元带着施家的人马拼命向师府的方向逃去，一边怒吼道。话音一落，他的脑袋突然剧痛难忍，惨叫了起来，身子也是摇摇晃晃，犹如喝醉了酒一般。他中了叶云飞的是神针。咻！叶云飞的身法是何等的快速，瞬间就追上了施天元。老家伙，去死吧！说时迟，那时快，叶云飞一剑斩出吃耀眼的剑芒，去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噗！剑芒沿着施天元的脖颈频频切过，施天元的头颅立刻被精血冲了起来，向上抛起。啊！叶云飞，你竟杀了我的父亲，你不得好死！施小蝶恰好回头，看见这一幕，撕心裂肺的尖叫了起来。如果今天是我们叶家败了，你们也会这样对待我们叶家的。叶云飞冷漠地说道。话音一落，叶云飞手中的长剑再次展出，一招之间就瞬杀10几个施家的人，血肉横飞，血光冲天。云飞少爷，饶命！施家的人马哪里有勇气抵挡叶云飞，一下子间就跪下了一大片，匍匐在了地上，瑟瑟发抖。可是叶云飞没有手软，手中的长剑无情地斩了出去，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头颅不断抛飞起来。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是叶家败了，叶家的人也肯定会遭到无情的屠杀，所以叶云飞不会手下留情。施少杰和施小蝶两人也是被叶云飞一剑斩杀。为什么会这样的？施小蝶临死之前终于感到了浓浓的后悔。本来她是叶云飞的未婚妻，叶云飞今天的崛起本应该带给她无限的荣耀，无限的骄傲，但是现在带给她的只有死亡。不，这是施小蝶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她的头颅随着耀眼的剑光抛飞而起。吕云啸，受死吧！此时大长老、二长老、三长老3个叶家长老追上了吕云啸，厮杀了起来。吕云啸只不过是地境中期，哪里是对手？几招过后就开始求饶。噗！大长老一剑刺进吕云啸的心脏之中，鲜血狂溅。3大家族完了，从今以后圆月城只剩下一个大家族，那就是叶家。远处围观的人群响起一道道感叹声。秦雄成了废人，施天元、吕云啸2人被杀，3大家族的家主无一幸免。很快，叶府的大门前，3大家族的人、城主府的人，还有阴风佣兵团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叶家的人马。我们叶家胜了！所有叶家的人都是高举手中的兵器，狂呼了起来，吼声震天。菲儿，这段时间你太让我惊喜了。叶天鹏走了过来，激动颤抖地扶住叶云飞的双肩，几乎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叶云飞少爷，我们叶家能度过这一次的劫难，主要的功劳归你。7个长老也是围了过来，
一个个都是十分激动。叶家的其他族人也都是用敬畏、热切的目光盯着叶云飞。经此一战，叶云飞在叶家中地位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顶点。此时，叶云飞散去了本源精血解体大法，身体周围笼罩着的那层血色浓雾消散一空。然后，叶云飞感到天旋地转，一股强烈的空虚感、衰弱感袭来。当，叶云飞手中的长剑跌落在地面之下，脚步有点踉跄分儿。你没事吧？叶天鹏大惊，扶住儿子。我没事，我刚才施展了一门禁忌武技，散功之后会有一段空虚时期，这是正常现象，不用担心。叶云飞说道。然后，叶云飞掏出来几颗疗伤灵丹，塞进嘴中吞了下去。那就好。叶天鹏闻言放心不少，他也是看得出来，刚才叶云飞确实是施展了某种神秘的功法，使得实力在短时间急剧提升。飞儿，先回去休息一下吧。叶天鹏说道。好的。叶云飞点头，准备转身回去叶府。就在此时，突然，呵呵，实在太精彩了，小子，想不到你还修炼了这种魔法，连一个天境高手也死在你的手中。一道满是嘲讽的笑声响起，然后大街的尽头，一大队人马向着叶府的大门缓缓而来。为首一人身披金色长袍，头戴玉冠，腰束锦带，神态高傲，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尽是不屑。叶云飞不由得目光一缩，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萧无痕，当今萧丞相的三公子。袁岳城叶家胆大妄为，以下犯上，残杀城主府的人马。城主府的人马属于帝国皇室管辖，叶家的举动是在挑衅帝国皇室的威严，大逆不道。所有将领听我命令，马上剿灭叶家。萧无痕坐在高头大马之上，一挥手，冷漠地喝道：是。在他的身后，所有的士兵齐声大喝，轰鸣滔天。然后一队队训练有素的士兵气势汹汹地向叶家围了过来。这些士兵都是盔甲鲜明，目光铁血沉稳，一个个杀气浓烈。显然这些是真正上过战场的士兵，经历过沙场的杀戮，绝不是三大家族和城主府的人马可以相比的。骑兵、弓弩手、步兵一队又一队的士兵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数量之多无法计算。小子，想不到吧？虚空玄晶和七神花只有三公子才配拥有，你区一个小家族的子弟，在我家公子面前低贱如蝼蚁，也敢抢夺本来属于我家三公子的东西，简直是不知死活。萧无痕的身旁，一个身形枯瘦的老者用居高临下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淡淡说道。此时此刻，叶府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哈，叶云飞，你居然敢得罪三公子，简直是自作孽不可活。现在叶家上下所有的人统统放下兵器，不得反抗。这个时候，袁岳城的城主也是出现了，得意大笑了起来。他刚才早就带着城主府的人马逃之夭夭，后来遇到萧无痕，又返回来了。什么？居然是萧丞相的三公子来了！叶云飞简直是太大胆了，连萧丞相的三公子也敢得罪。这一次，叶家是真正的完了。围观的人群之中爆发出来一道道的惊叹声，一道道目光注视着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的萧无痕，无尽的敬畏。要知道，当今萧丞相在帝国皇室之中可是手握重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抗萧丞相就等于对抗帝国皇室。区一个叶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实力对抗帝国皇室。此时，叶家的族人一个个都是脸色惨白，重新陷入了绝望之中。当今萧丞相的三公子亲自带兵前来，要围剿叶家，叶家应该是彻底完了。叶家的人准备迎敌。叶云飞举起手中的长剑，缓缓说道。此刻，叶云飞的脸色也是有点难看。想不到这个萧无痕居然一路追来袁岳城，而且还调来这么多的军队。无论是谁想灭我们叶家都没有那么容易。叶云飞手中的长剑斜斜指向萧无痕，一字一字说道。哼，叶云飞，你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还有何实力抵抗？萧无痕身旁那个枯瘦老者一声冷哼。萧无痕，今天你若敢动我叶家，我叶云飞发誓必杀你。叶云飞充满滔天杀意的目光锁定萧无痕，冷冷说道。轰随着话语，一股森冷的杀意瞬间爆发，周围的人都是吓了一跳。这一刻，所有的人都好像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着杀戮气息的修罗地狱之中，滚滚杀意，滚滚血腥味向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灌注进去。有一些心智不够坚定的人差点就跪倒在地，要向叶云飞叩拜。事实上，这是叶云飞爆发出来一丝天地魂力所造成的气场。萧无痕骑的那匹战马吓得当场悲鸣起来，
拼命后退，要远离叶云飞。给我动手！萧无痕被叶云飞的气场所慑，也是吓得胆颤心惊，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不由得恼羞成怒，大吼了起来。顿时兵器齐振，战马嘶鸣，又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眼看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突然通通住手！一道大喝声响起，然后一批人马从大街的另一头疾驰而来，带头的有萧楚楚、黄老，还有一个黄衫青年，一个青袍老者。这一队人马数量虽少，但是每一个实力都十分强悍，其中单是天境高手就有4个，包括那个黄老和那个青袍老者。叶云飞少爷是我的恩人，谁敢动他，就是与我为敌。那个黄衫青年一马当先，大声喝道：这个人是谁啊？这么大的口气！当今萧丞相的三公子在这里，他也敢说这样的大话？许多围观的人心中都在暗暗嘀咕道：是他？他是什么来头？叶云飞的心中也是有点疑惑。不久之前，在灵真坊之中，叶云飞曾帮这个黄衫青年看病，所以此刻一眼就认了出来。圆月城城主孔任拜见三皇子殿下。就在周围的人都在暗中猜测那个黄衫青年的身份之时，圆月城的城主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冲到黄衫青年的身前，砰的跪下，见过三皇子殿下。就连萧无痕和他身旁的那个枯瘦老者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抱拳行礼。末将何冲参见三皇子。一个银色盔甲的将领跃众而出，也拜倒在黄衫青年的身前。三皇子殿下，难道是当今皇帝的儿子？顿时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懵了，震撼到了极点。当今皇子亲自来到圆月城了。一些胆小的人已经是吓得双脚发软，差点瘫软在地面之上。孔任，你好大的胆啊！区区一座城池的城主也敢冒犯本皇子的恩人。三皇子冷笑着说道：三皇子饶命啊！孔任根本不知道叶云飞少爷是三皇子殿下的恩人，如果知道，孔任就算胆子再大，也绝对不敢得罪叶云飞少爷啊！孔任吓得脸色青白，连连叩头。该死，怎么会这样呢？叶云飞居然是三皇子的恩人。此时萧无痕的脸色也是十分难看。他虽然是萧丞相的儿子，但是眼前这个黄衫青年却是当今三皇子，在帝国皇室之中身份地位比起他更加高。何统领，你是西北边界的统领，不好好待在军营守卫边疆，却带着帝国的军队来到圆月城，好大的威风啊！你这是擅离职守。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父皇，你觉得父皇会如何处置呢？三皇子的目光望那个银色盔甲的将领，淡淡说道：三皇子，这件事是何冲不对，请三皇子高抬贵手，饶过何冲这一次吧。何冲脸色大变，本来他和叶家无怨无仇，是萧无痕派人前去军营，让他出兵前来圆月城。萧无痕是当今萧丞相的儿子，位高权重，何冲想巴结萧无痕，马上就答应了。想不到现在遇到了身份地位更高的三皇子。何冲听令。三皇子突然取出一块金色腰牌，高高举起，大声喝道。那块腰牌之上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散发出来一种帝皇之威。末将在。何冲吓了一跳，连忙单膝跪在三皇子身前，大声回答。三皇子的这块腰牌在帝国皇室的任何一个军区都可以自由调动军队，马上带着人马回归你的军营，不得有误。至于你擅离职守之罪，以后再和你算账。三皇子喝道。末将听令。何冲哪里敢有丝毫的抗令，大声应道：撤！何冲站了起来，一挥手，高声下令。顿时围困在叶府周围的那些士兵开始有秩序的撤退，犹如潮水一般，片刻间就远离叶府。萧公子，我回去了。何冲向萧无痕匆匆打了一个招呼，带着人马灰溜溜地离开圆月城。叶家又转危为安了。叶云飞竟然结识了三皇子，而且三皇子还口口声声称他为恩人，这简直太惊人了。有三皇子的撑腰，这下子叶家想不崛起都难了。今天叶家的命运简直是一波三折，堪称曲折离奇啊！远处那些围观的人群纷纷发出惊叹声。哈哈，叶云飞少爷，上次多亏你出手相助，帮我解了身上的剧毒，要不然估计我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呢。三皇子大步向叶云飞走了过来，感激地说道。萧楚楚、黄老还有那个青袍老者紧跟在三皇子的身旁。三皇子客气了，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叶云飞抱拳还礼。叶家上下参见三皇子。看见三皇子走了过来，叶天鹏马上带着叶家的所有人马跪下恭敬行礼。三皇子的身份太尊贵了，圆月城叶家在三皇子的面前简直就是一只蝼蚁啊！
叶伯父万万不可，快请起。云飞少爷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这样做会让我折寿的，你叫我朱天章就行了。三皇子扶起叶天鹏。三皇子说笑了。叶天鹏带着叶家的人站了起来，只不过叶天鹏是万万不敢叫三皇子的姓名的，这可是欺君大罪啊。叶云飞少爷，怎么不请我和三皇子进去坐坐吗？突然萧楚楚轻轻一笑，向叶云飞说道：快有请。叶云飞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在前方带路。毕竟这个三皇子帮了叶家一个大忙，叶云飞的性格历来都是恩怨分明，何况这个三皇子对叶天鹏的态度也让叶云飞有着几分好感。走进叶府大门之前，叶云飞回头深深望了一眼萧无痕，杀意无限。这个仇叶云飞算是记下了，管他什么丞相的儿子，叶云飞心中暗暗发誓一定会杀掉这个萧无痕。不过现在叶云飞的身体正是最虚弱的时候，无法出手，所以叶云飞暂时放过萧无痕一马。三公子，我们……此时萧无痕彻底被冷落在一旁，谁也没有再去搭理他。那个枯瘦老者悄声问道：哼，我们走。萧无痕调转马头，拍马离开。枯瘦老者带着一批手下紧跟在萧无痕的身后。三公子，想不到叶云飞那个小子居然结识了三皇子，我们想动他有点困难了。远离叶府之后，枯瘦老者朝萧无痕说道：哼，听说今年之内皇上会正式册封太子之位，几个皇子都在激烈争夺，我就不信三皇子会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时刻护着叶云飞那个小子。估计等三皇子离开圆月城之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把叶云飞忘得干干净净。一座小城池的一个小家族子弟，三皇子不可能会真正想结交他的。到时我们再找一个机会对付叶云飞，铲除叶家。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敢得罪我萧无痕的人都绝对没有好下场。萧无痕咬牙切齿，冷冷说道：三公子说的有道理。枯瘦老者连连点头称是。叶府大厅之中，叶云飞、三皇子、萧楚楚、黄老，还有那个一直跟在三皇子身旁的青袍老者都在。大厅外，三皇子带来的10几个随从在守护着。至于叶天鹏，早就带着7位长老还有叶家的人马去清洗圆月城3大家族残余的族人了一场大战，3大家族伤亡惨重，3个家族的家主还有族中的强者几乎全部被杀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弱者。叶天鹏和7位长老总共8个地境后期高手，已经足够镇压整个圆月城了，所以叶云飞没有参与，而是留在叶家大厅之中陪着三皇子和萧楚楚说话。还有圆月城的城主孔任，直到现在还带着一批城主府的人马一直跪在叶府的大门之前，是三皇子让他跪的。孔任很想逃，但是不敢，他知道三皇子只要一声令下，他在大秦帝国之内绝对无处可逃，甚至会被诛灭9族。这一天圆月城之中腥风血雨，这一天圆月城3大家族被彻底灭族，4大家族彻底成为了历史，只剩下叶家。大厅之中，云飞少爷，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虚空蜈蚣弦这种毒。三皇子向叶云飞说道。三皇子，你是想追查下对你下毒之人吗？叶云飞微微一笑。不错。三皇子点头，这种毒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自然想查过水落石出。三皇子，关于虚空蜈蚣弦，我可以告诉你2点。第一，能够炼制出来这种毒的最起码要4品炼丹师。第二，这种毒无形无色无味，一般分多次投毒，等到中毒者发现之后已经迟了，无药可求。所以直接投毒之人一定是你身边可以经常接触得到你日常饮食的人。叶云飞缓缓说道。原来如此。三皇子听完叶云飞的话，脸色阴晴不定，目光中蕴着怒火，似乎已经想到了什么。回去之后一定要彻查我身边所有的人，把直接投毒之人找出来。三皇子对他身旁的那个青袍老者说道。是。那青袍老者恭敬回答。叶云飞，按你所说，三皇子的中毒情况已经是无药可救，那为什么你这么容易就把三皇子治好了呢？萧楚楚突然问道。我不同，天下间没有我解不了的毒。叶云飞淡淡一笑，话语中透露出来强烈的自信。开玩笑，叶云飞曾为丹尊，对世间各种药理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天下间无人能比。虚空蜈蚣弦这种毒在大秦帝国之中虽然是十分罕见的剧毒，但是对于叶云飞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不值一提。听了叶云飞自信的话语，周围的人都不由得身体一震，用吃惊的目光望向叶云飞。叶大少爷，三皇子的病是治好了，那么我的病呢？你可别忘了，你当初可是对我承诺，
10天之后一定会帮我把病治好的。萧楚楚突然逼近叶云飞，笑着问道，阵阵少女特有的幽香直往叶云飞的鼻孔里钻。萧小姐，你放心，我答应过帮你治疗，就一定会做得到的。我让你准备的灵药呢？叶云飞点头，算你有良心。给阴灵果3只，天河草1株，3妖神木1根，还有地根草10株，全部都齐了。萧楚楚从他手上的一枚空间戒指之中，把所需的灵药全部都取了出来。这些灵药虽然贵珍罕有，但灵真坊是专门做灵药灵丹生意的，10天时间就全部集齐了。很好，萧小姐，你等我半个时辰，我现在就给你炼制解药。叶云飞接过灵药，说道。然后叶云飞离开大厅，在大厅附近找了一个幽静的偏房进行炼丹。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叶云飞回到了大厅之中。给萧小姐，你服下这颗灵丹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完全康复。叶云飞将一颗淡红色的灵丹递给了萧楚楚。这颗灵丹真的能治好我的病？萧楚楚接过灵丹，激动的身体微微颤抖。要知道2年前身体突然出现怪病，这2年时间已经把他折磨得身心疲惫，要不然他也不会心灰意冷躲到圆月城这种偏僻的小地方。当然可以。叶云飞轻轻一笑，理解萧楚楚的心情。叶云飞，多谢你。萧楚楚对叶云飞展颜一笑，这一刻显得风情万种。这是一颗4品灵丹。云飞少爷，这颗4品灵丹莫非是你炼制的？突然黄老的目光死死盯着萧楚楚手中的那颗淡红色灵丹，失色叫道：“4品灵丹！”萧楚楚、三皇子还有大厅中的其他人也都是大吃一惊。然后大家同时想到了一件事，刚才叶云飞拿着萧楚楚给的灵药离开大厅半个时辰，然后就拿着这颗4品灵丹回来了。也就是说，这颗4品灵丹是叶云飞炼制的。云飞少爷，你可别告诉我你是一个4品炼丹师。黄老苦笑，望着叶云飞说道：“不错，这颗4品灵丹确实是我炼制的。”叶云飞点了点头。大厅中响起阵阵倒抽凉气的声音。一个16、17岁的4品炼丹师，这也太夸张了吧！据说大秦帝国之内总共有3个4品炼丹师，3个都是年龄超过60岁的老者，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到20岁的4品炼丹师，简直吓死人。好了，废话少说，你先服食灵丹吧。我承诺过，要治好你的病，就一定会做到。叶云飞对萧楚楚说道。好。萧楚楚没有犹豫，直接就把那颗淡红色的灵丹放入嘴中，轰，一股药力在他体内扩散。片刻后，我的身体果然没事了。叶云飞，多谢你。萧楚楚那绝美的脸蛋之上突然露出狂喜之色，他觉得这2年以来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过，就好像某种无形的枷锁被轰然打碎。话音一落，轰，一股强悍的灵力从他的体内汹涌而出。我突破到地境后期了。萧楚楚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灵力，简直惊喜到了极点。叶云飞，多谢你。萧楚楚美眸望向叶云飞，有着无限的感激。这2年一直纠缠着他的怪病终于好了，而且境界还提升了一层，这种变化是叶云飞带给他的。不用客气，你的身体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你2年前曾经被一个修炼过某种阴寒功法的人打伤过，阴毒入侵经脉造成的后果。叶云飞说道。不错，那个贱人等着吧，我会找他报仇的。萧楚楚咬牙切齿。叶兄，我想请你参加1个月之后在帝国皇城举行的炼丹大赛。这个时候，三皇子突然向叶云飞说道。哦。叶云飞一愣。叶兄，我实话对你说吧，1个月后在帝国皇城将会举办一个炼丹大赛。这个炼丹大赛其实是我们帝国皇室举办的，目的就是想挑选一个厉害的炼丹师来帮我的祖母治病。现在帝国皇室的5个皇子都到处招揽炼丹师，其实这是我们几个皇子之间的竞争。如果谁招揽到的炼丹师能在炼丹大赛之上夺得冠军，而且能治好祖母的病，就肯定能获得祖母和父皇的好感，被册封为皇太子，正式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叶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三皇子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叶云飞。原来如此。叶云飞恍然，只不过叶云飞对帝国皇室的内部争斗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叶云飞一时沉默。叶兄，我发誓，如果将来我能夺得皇位，那么我一定会把叶家扶持成为帝国第1大家族，绝不食言。三皇子说道。叶云飞，你就帮三皇子这个忙吧，我和三皇子也是合作的关系。萧楚楚也是开声说道。那好吧。
叶云飞终于点了点头。叶云飞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离开大秦帝国的，在离开之前，为叶家拉拢多一些合作势力，也是一件好事。那太好了，这是50万块灵晶石，是我给叶兄的酬金，请收下。三皇子不由得大喜，掏出一枚空间戒指递给叶云飞。叶云飞，你治好我的身体，还帮我修补功法，这是50万块灵晶石，是我给你的酬金。还有小6以丹的销售提成，我会派人定时送到叶府。萧楚楚也取出一枚空间戒指递给叶云飞。好的。叶云飞也不推辞，接过三皇子和萧楚楚递过来的空间戒指。毕竟叶家将来的发展肯定需要大量的资源。好了，叶兄，我准备回去皇城了，1个月之后我在皇城等你，到时你直接到我的府邸找我就行。三皇子站了起来。好的，叶云飞淡淡说道。然后三皇子带着人马离开了叶府。叶云飞，我的病好了，我也准备离开圆月城了，不过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萧楚楚向叶云飞说道。好的。叶云飞点头。于是萧楚楚带着黄老也离开了叶府。不久之后，叶天鹏7个长老带着叶家的人马回来了。秦家、施家和吕家已经被彻底灭族，成为历史。3个家族的所有财钱、产业全部收归叶家所有，叶家已经是圆月城唯一一个大家族。父亲，这里有100万块灵晶石，就作为叶家发展的资金吧。叶云飞把刚才三皇子和萧楚楚所给的2枚空间戒指递给叶天鹏。叶天鹏和7位长老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他们抄3大家族的家，抄了一天，所得的收入也没有100万块灵晶石。我们叶家真的是一夜暴富了。叶天鹏和7位长老都是激动之极。接下来，叶云飞回到了自己平时居住的小院子。今天的一场大战，叶云飞施展了本源精血解体大法，直到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所以叶云飞需要闭关一段时间，让身体好好恢复。云飞少爷，你今天好神勇啊，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小月看见叶云飞回来，不由得大喜，马上冲了上来，望向叶云飞的目光之中，似乎有着一颗颗小星星浮现。哦，这样说来，少爷我以前就不是你的偶像了。叶云飞笑道。叶云飞一直以来都把小月当成自己的妹妹，经常跟她开玩笑。以前是，现在更加是了。小月回答道。好了，小月，我现在写一张药单，你去灵针坊给我买一批灵药回来。接下来我要闭关几天。叶云飞对小月说道。叶云飞写了一张药单交给小月。小月拿到药单之后，就出发去灵针坊购买灵药。叶云飞则是进入自己的房间之中开始闭关。这一次施展本源精血解体大法，消耗还真的有点大啊。叶云飞取出几颗疗伤灵丹吞服了下去，然后开始运转九阳经进行疗伤。1天之后，叶云飞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到巅峰状态。这个时候，小月已经采购回来一大批灵药，整整塞满了好几个空间戒指。于是在房间之中，叶云飞又开始了疯狂的炼丹，直到3天之后，叶云飞才结束了炼丹。少爷，你终于出关了。小月一见叶云飞走出房间，高兴地迎了上来。小月，你把这颗铸体丹吞服下去。叶云飞掏出一颗灵丹递给小月。这颗灵丹是给我的。小月一愣。少爷让你服，你就服。叶云飞说道。那好吧。小月犹豫了一下，还是听叶云飞的话，把灵丹一口吞服了下去。轰隆隆，很快，小月的身体之内就传出来一阵清晰的轰鸣声。叶云飞知道，刚才那颗铸体丹发生作用了。铸体丹的作用就是对身体进行全面的改造，让人的身体变得更加适合修武。小月，这里还有一瓶铸体丹，你每一次修炼都服食1颗，然后我会教你一门功法，叫傲寒神诀。你每天早晚都要努力修炼，等你体内的8脉浮现之后，你就算是正式踏上修炼之路了。叶云飞又取出一瓶灵丹递给小月。少爷，你是要教我修炼吗？小月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美眸看着叶云飞，有点懵了。不错，怎么？难道你不想修炼吗？叶云飞笑道。少爷，谢谢你。小月愿意修炼。少爷，你的大恩大德，小月做牛做马也无法报答。小月激动的泪流满脸，就要对叶云飞跪下。一旦踏上修炼之路，就意味着他的身份地位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一个低贱卑微的凡人。小月，你又来了，老是哭哭啼啼的，小秦少爷不喜欢你了。叶云飞把那瓶灵丹塞进小月的手中，扶住她的香肩，阻止她下跪。少爷不喜欢小月哭，那小月以后就不哭了。小月强行止住泪水，这才乖嘛，这样才是我的好小月。叶云飞笑道，伸手刮了刮小月的穷鼻。好了，小月，以后
你就专心修炼吧，其他的事你都不用管了。”叶云飞说道。“我明白了，少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月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叶云飞离开了小院子。叶云飞离开叶府，向着圆月学宫走去。过2天，叶云飞就要离开圆月城，去天元派的总部报道。叶云飞明白，这一去，自己以后多数是在外面的世界闯荡了，回来圆月城的机会恐怕是比较少。所以临走之前，叶云飞想去看看周穆。上一辈子，叶云飞修炼1000年，终于登上天地之位，但是高处不胜寒。回头看，亲人、伴侣、师门、朋友已经全部消失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这种人生寂寞成为了叶云飞的一个心结。所以重生的这一辈子，叶云飞发誓要好好珍惜自己所在乎的每一个人。看，云飞少爷来了。行走在圆月城的大街之上，一道道敬畏的目光向叶云飞望来。叶云飞在4族夺矿大赛之上一招打败秦安，还有斩杀阴风佣兵团团长的事情，早就被添油加醋传遍了整个圆月城。大街上每一个人望向叶云飞的目光都是如看神明。云飞少爷好，云飞少爷好。一个又一个武者恭恭敬敬地向叶云飞行礼。叶云飞负手而行，微微点头。武者的世界就是这样，强者为尊。叶云飞曾登临天地之位，所到之处，世间不知有多少大族的族长、大教的掌门对叶云飞闻风而拜，3跪9叩。这种场面，叶云飞早就熟悉之极，习以为常。很快，叶云飞走进了圆月学宫之中。圆月学宫其实是一间基础性的学堂，适合那些刚刚开始踏入修炼之路的武者。所以圆月学宫之中，所有的学员实力都是炼体境。看，那是叶云飞。叶云飞刚刚进入圆月学宫，就马上引起了轰动。一个又一个的学员从4面8方赶来，围观叶云飞，数量多的差点把学宫内的道路也堵塞住了。以前叶云飞在圆月学宫是有名的废物，但是现在所有的学员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只剩下敬畏、佩服、羡慕、向往。片刻之后，叶云飞找到了周穆。让叶云飞哭笑不得的是，周穆的身边居然跟着几个小弟。周穆，你在搞什么？叶云飞问道。飞哥，我也不想啊，可是他们一个个哭着喊着要做我的小弟，我不同意，他们就死缠烂打，甚至还哭着要上吊要自杀的，我也没办法嘛。飞哥，他们嘴上说是想当我的小弟，其实他们是想当你的小弟啊。周穆苦笑无奈地答道。好吧。叶云飞摇头笑道。不过周穆，你要记住，作为一个武者，自己的实力才是根本，以后你一定要努力修炼，争取让自己快一点变得强大起来。叶云飞把周穆拉到一边，取出来一枚空间戒指，还有几块功法玉简塞给他。周穆，这些灵晶石、灵丹还有功法武技，你拿去用吧。还有，以后你如果欠缺修炼资源，可以直接去叶府拿，我会跟我父亲交代清楚的。我希望等我下一次回到圆月城，你能给我一个惊喜。叶云飞说道。飞哥，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报答你。周穆感激涕零。够了，不要哭哭啼啼的，搞得像女人一样肉麻。叶云飞一脚把周穆踹开。飞哥，你是说你要离开圆月城了吗？周穆讪笑问道。也对，圆月城太小了，就像一方小池塘。飞哥，你是真龙，一方小池塘是困不住真龙的。周穆点了点头。周穆，看不出来吗？你挺好文采的。叶云飞笑道。接下来叶云飞向周穆交代了一番，无非是叮嘱他要努力修炼。然后叶云飞离开了圆月学宫，回到叶家，叶天鹏和7位长老都在议事大厅之中。这几天时间，叶家的变化太大了。叶天鹏和7位长老正在商议处理着族中的各种事务。叶云飞把小月和周穆的事给叶天鹏说了一下。飞儿，你放心，以后小月不再是我们叶府的丫鬟，而是我们叶家的嫡系子弟。还有周穆，他既然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叶府的朋友，我以后会照顾他的。叶天鹏当即回答道。云飞少爷，你放心吧，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不会怠慢的。叶家的7位长老也是纷纷笑着说道。实际上叶云飞已经隐隐成为整个叶家的核心，叶家能有现在的发展都是因为叶云飞。父亲，这里有几百瓶的灵丹，增加灵气的、修炼突破的、疗伤，各种类型的都有，每一瓶灵丹的用途我都详细写在瓶身之上。父亲，你拿着吧，作为我们叶家发展的资源。叶云飞取出来几百瓶灵丹，放在叶天鹏身前。这是叶云飞疯狂炼丹3天的战果。这里还有10块功法玉简，有功法也有武技，你收藏好。这些功法和武技
叶家的高层可以修炼，挑选一些天赋好的年轻后辈，也让他们修炼。叶云飞取出来10块功法玉简，递给叶天鹏。作为天帝，叶云飞所收藏的功法武技十分多，而且能被叶云飞看得上眼，值得收藏的全部都是高等级的功法武技。好的，我明白了。叶天鹏什么也没有问，小心地把灵丹和功法玉简收了起来。这段时间，儿子带给他的震惊实在太多了。他知道，现在儿子已经是妖孽到了他无法理解的程度，所以他干脆什么也不问了。还有，父亲，圆月城之中那些曾经投靠过秦家的大小势力，一个也别放过。我这里有10瓶毒丹，所有曾经投靠过秦家的大小势力高层人物都必须吞下1颗毒丹，以后每1年到我们叶家领取1次解药，要发誓永远对我们叶家忠诚。如果有哪一个势力的高层敢不吞服毒丹，就直接剿灭，斩草除根。叶云飞掏出10瓶毒丹交给叶天鹏，说道：叶天鹏和叶家的7位长老望着那10瓶毒丹，被叶云飞的手段震撼得说不出话来。要知道，前一段时间秦安觉醒天灵体，秦家强势崛起，圆月城之中几乎所有的大小势力都投靠了秦家。叶云飞这一举动是准备把圆月城所有的大小势力一网打尽，从此以后叶家就成为了圆月城的霸主，独一无二的霸主。好，菲儿，我明白了。叶天鹏接过10瓶毒丹，重重的点头。他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自然赞同叶云飞的决定。对了，菲儿，有一件事差点忘了和你说，我们在秦家的天牢之中发现了几个年轻人，他们说是你的朋友，是专门来圆月城找你的。结果在问路的时候撞上了秦雄，秦雄一听他们是你的朋友，就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关进天牢之中了。菲儿，你要不要见见他们呢？叶天鹏说道。哦，我的朋友。叶云飞不由得一愣，莫非是他们？叶云飞想了想，脑海之中出现了几个人的身影，不由得哑然失笑。好吧，带他们来见我。叶云飞点头。很快就有几个年轻男女被带到叶云飞面前，和叶云飞猜想的一样，这几个年轻人分别是吴月禅、邓仙仙、谭猛、贾兆、殷姬。叶云飞，终于见到你了。邓仙仙一见叶云飞，不由得大喜。叶兄，你在圆月城可是一个大名人了啊，想见你一面还真难。谭猛上前热情地和叶云飞打招呼，吴月禅、贾兆、殷姬也是分别向叶云飞点头问好。他们几人被叶天鹏救出来之后，一直被安置在叶家之中，只不过因为叶云飞闭关了几天，直到现在他们才见到叶云飞。各位，你们来圆月城是专门来找我的？叶云飞笑着问道。吴月禅几人都是脸色一红，他们几个跑来圆月城确实是专门来找叶云飞的，想不到刚刚进入圆月城就遇到了秦雄，被抓了起来，关在秦家的天牢之中。这样尴尬的经历让他们觉得十分没面子。哈哈，说起来各位是受了我的连累，不过秦家已被灭族，秦雄也已经身亡，各位的仇算是报了。叶云飞对这几个真仓派的弟子说不上厌恶，也说不上有多大的好感，但毕竟人家是专门跑来找自己的，所以叶云飞耐着性子应付他们。哼，秦雄那个老东西，算他死得早，要不然我迟早找他算账。谭猛咬牙切齿地说道。叶云飞，你现在是地境初期了？吴月禅突然问道。不错。叶云飞点头。怪物？吴月禅几人都是震撼不已。上一次他们在天兽森林之中遇到叶云飞的时候，叶云飞只不过是炼体6重，想不到仅仅几天时间，叶云飞就突破到地境初期了。叶云飞，我听说你已经被天元派的杜长老招收，成为天元派的弟子，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很多了。邓仙仙高兴地说道。这几天时间，邓仙仙几人待在叶府之中，早就听说了叶云飞的种种事迹。云飞兄弟，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绝不是平凡之辈，果然如此。谭猛说道。呵呵，谭兄过奖了。叶云飞笑道。接下来叶云飞耐心地陪伴了这5个真仓派弟子大半天的时间，最后这5个真仓派的弟子向叶云飞告辞。叶云飞随手送了他们每人1颗4品灵丹，算是作为他们被关进秦家天牢的补偿。吴月禅几人拿着叶云飞赠送的4品灵丹，震撼到了极点。要知道，就算是真仓派中的那些长老也拿不出来4品灵丹，叶云飞却一下子间拿出来5颗4品灵丹，还当做礼物送给他们。可以说这一次他们5人出来历练，收获最大的就是叶云飞送给他们的这颗4品灵丹了。算起来我也到时间离开圆月城去天元派报道了。真仓派的5个弟子离去之后，
叶云飞自语说道。叶云飞和杜长老约定的时间是10天之后去天元派总部报道。天元派的总部在天元山脉，从圆月城去天元山脉路上最起码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所以叶云飞知道自己应该出发了。父亲，我准备离开了。叶云飞找到叶天鹏。好吧，飞儿，要照顾好自己。叶天鹏有点哽咽，妻子早亡，他独自一人把儿子养大成人，父子相依为命。如今儿子突然要离开，出门远行，他自然是十分不舍。父亲，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叶云飞郑重点头。离开圆月城之前，叶云飞又去了一趟灵真坊，采购了一大批灵药。萧楚楚和黄老3天前就已经离开圆月城了，但是萧楚楚已经交代过，凡是叶家的人一律打8折优惠，而且可以赊欠。大半天后，圆月城之外大道上，叶云飞独自策马而行，离圆月城越来越远。离开圆月城之后，叶云飞一路快马飞奔，向着天元山脉的方向去。一路上免不了披星戴月赶路。以前叶云飞为天地时，一个小小帝国之内的距离，心念移动之间就可以到达。现在叶云飞只不过是地境实力，只好老老实实赶路。3天后，叶云飞终于来到了天元山脉，天元派总部所在之地。举目远眺，只见一大片被浓雾掩盖的雄奇山脉，无尽无涯，山势起伏，古木遍地，巨石横陈，灵药芬芳，还有仙鹤等灵禽飞舞，瑞兽在山间出没，一切都显得灵气逼人，宛若世外一方净土。想不到这儿竟然有一条小型地脉，也确实是开宗立派的好地方。天元派是大秦帝国4大宗派之一，果然是有着一点底蕴和根基。叶云飞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天元山脉，不由得点了点头。以叶云飞的眼光，一眼就看出来天元派的总部之下有着一条小型地脉，所以这一片山岭的灵气才会如此浓郁，适合修炼。如果我能得到这条地脉，肯定可以让我的实力大增。只不过天元派暂时还没有招惹到我，我就不做这种断人根基的事情了。叶云飞笑了笑，走进天元山脉，叶云飞来到了一个天然的山门之前。这个山门显得气势磅礴，蒙蒙锐气蒸腾。山门前竖着一块石碑，石碑高达10丈，上面刻着3个龙飞凤舞、古韵苍茫的大字：天元派。此时在天元派的山门之处，有几个守护山门的弟子正在闲聊。苏长老曾交代过，让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叫叶云飞的小子，就加以阻拦，不能让他进入天元派的山门。可是几天时间过去了，那个叶云飞一直还没见来啊！管他来不来，不来最好。据说那个叶云飞是杜长老亲自去招收的，一进入我们天元派就可以直接成为核心弟子，而且3个月后天鹰小世界开放，他要占用5个名额的其中1个呢。现在整个天元派都在议论着这件事，特别是那些核心弟子，一个个义愤填膺，谁也不服气，甚至有一些长老也反对这件事。当然没有人肯服气啊，也不想想我们天元派的弟子过万，天鹰小世界的名额只有5个，是多么的珍贵。现在一个刚刚加入天元派，甚至还没有踏入山门的小子，突然间要占据其中1个名额，天元派的上万弟子谁也没法咽得下这口气。山门之处10几个守门弟子在议论纷纷。咦，看，有一个陌生的小子正远远向着山门而来。突然其中1个弟子叫了起来。叶云飞走到天元派的山门之前，取出杜长老给的那块银色令牌。我是来报道的，叶云飞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守门弟子喝问道。叶云飞。叶云飞回答，同时眉头轻皱。按理说这些负责守护山门的弟子应该认得杜长老的令牌，自己已经拿出杜长老的令牌，居然还要受到盘问，看来事情有点不对劲啊。叶云飞来了，那10几个守门的弟子不由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刚刚他们还在议论着叶云飞呢，想不到叶云飞就来了。你回头吧，这道山门你不能进。其中1个弟子说道。天元派中一个姓苏的长老曾经暗中吩咐过这10几个守护山门的弟子，绝不能让叶云飞进入山门。为什么？你们可是看清楚了，这是杜长老的令牌，是杜长老让我来报道的。难道你们敢违抗杜长老吗？叶云飞冷笑。小子，你别在这里纠缠不清了，反正这个山门你是不能进的。另一个弟子冷笑着说道。如果我偏要进呢？叶云飞脸色一沉。叶云飞算是看出来了，这10几个守门的弟子分明是在有意为难自己，自己赶了3天的路，风餐露宿才来到这里，结果这几个守门的弟子竟然不让自己进去。叶云飞的心中怒火升腾。小子，这里是天元派，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未经允许，
擅闯山门，这是大罪。那10几个守门的弟子看到叶云飞如此态度，不由得大怒。哈哈，你们吓唬得了谁？我手持杜长老的令牌而来，自然就有权利进入这个山门。谁敢阻拦，别怪我不客气。叶云飞大笑，抬步就向山门之中走了进去。大胆狂徒，先拿下再说。那些守门弟子一个个大怒，向叶云飞冲过来。他们觉得一个连天元派的山门都还没有踏进的小子能有多少实力呢？结果砰砰砰，叶云飞一掌一个把这10几个守门的弟子全部抽飞，跌撞在一旁，老半天爬不起来。叶云飞头也不回，大步向山门之内走进去。这10几个守门的弟子全部都是炼体境的实力，哪里是叶云飞的对手？快发信号弹，有人硬闯山门，赶快把这件事通知苏长老。哼，这个叶云飞一来到天元派就敢打伤我们这些守山弟子，硬闯山门，看看门派如何处罚他。10几个守门弟子挣扎着爬起来，纷纷掏出信号弹。咻咻咻，好几枚红色的信号弹冲天起，在高空中炸响。此时叶云飞大踏步走进了天元派的总部之中。一路上只见漫山遍野，大量的亭台楼宇点缀在山间，一些高大的宫殿气势恢宏，还有佳木葱茏，藤萝叠绕，流泉飞瀑，更有一条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蜿蜒进秀丽的大山深处，曲径通幽。而且更加珍贵的是，这儿的灵气比起外面的世界最起码要浓郁10几倍。不得不说，天元派的总部确实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想不到这儿竟然有一个天玄5行神山阵，总共5座主峰，占据5个方位，遥相呼应，气机相连。只可惜其中只有2座主峰还有灵性，其余3座主峰灵性已失，山根埋没。否则单凭这个天玄5行神山阵，天元派的整体实力还要提升一大截。叶云飞走在天元派的总部之中，很快就把这儿的地势看得清清楚楚了。开玩笑，叶云飞曾为天帝踏遍3000大小世界的神山，天下间种种地形山势，叶云飞一眼便知究竟。天元派的总部地底之下有一条小型地脉，总部之中又布置有一个天玄5行神山阵。看来当初天元派的开山祖师肯定是有一个实力不错的高手，只可惜现在的天元派实力肯定抵不上古代了。叶云飞心中稍微点评了一下，大胆狂徒竟敢擅闯山门，那小子竟然在那儿悠闲散步，上，把他拿下。正当叶云飞在观察这个总部中的地形地貌的时候，一大群弟子叫嚷着，气势汹汹向叶云飞包围了过来。眨眼间几10个弟子就把叶云飞团团围在中间，有炼体境实力的，也有地境实力的。各位师兄师弟，刚才就是这个小子行凶作恶，打伤守门弟子，擅闯山门。其中一个嘴角带血的弟子指着叶云飞，他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十分愤怒。他就是刚才被叶云飞打伤的10几个守门弟子其中之一。我说了，我手持杜长老的令牌而来，你们最好不要惹我，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叶云飞冷冷一笑，小子，天元派岂是你能够撒野的地方？现在乖乖跪下，束手就缚，跟我们去戒律堂接受惩罚，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一个白衣飘飘，身材修长，面目俊俏的弟子上前一步，指着叶云飞喝道：啪！他话音未落，一只巴掌就闪电般抽打在他的脸上，直接将他的身体抽飞出去，跌落在几10米之外。我说了，别惹我。叶云飞冷冷一笑。啊，那个白衣弟子此刻面目肿胀如猪，捂脸惨叫。他是炼体9重的实力，想不到被一招秒败。周围的弟子都是一愣，显然他们想不到叶云飞的战力会如果强悍。小子，休得逞凶，我来治你。一个紫衫男子跃众而出，指着叶云飞说道。这个紫衫男子有着地境初级的实力。啪！一只散发着可怕力量的手掌抽爆空气，凌空扇来，直接就扇在紫衫男子的脸上。他拼命想躲开，无奈这只手掌的速度简直太快了，快到他都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砰！紫衫男子的身体像一只断线风筝，凌空抛飞出去，撞落在几10米之外，惨嚎着爬不起来。又是一招秒败。周围的弟子都是脸色大变，叶云飞的战力简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嘿嘿，天元派的那些老家伙一个个都躲在暗处观察，就是不肯出来。看来他们是想看看我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些情况。好，我就一路打进去，看看天元派的那些高层人物能忍多久。叶云飞冷冷一笑。叶云飞的魂力感知之处早就发现有不少高手正躲在暗处观察自己，不用问，那些高手肯定是天元派的高层人物。而且
有人擅闯山门，这么大的事情，天元派的高层应该早就收到报告了。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高层人物出面处理，这其中透着古怪。大胆狂徒，你把我们天元派当成什么地方了？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好，等我来。一个身材粗壮、表情狰狞的青年指着叶云飞叫骂。这个粗壮青年有着地境中期的实力。咻！还没有等他的话说完，人影一闪，叶云飞已经鬼魅一般来到他的身前，几乎脸贴着脸。你！那粗壮青年黯然失色。轰！叶云飞一拳轰过去，招式简单，只不过拳头蕴含的力量太可怕了，撕裂空气，雷音滚滚，声震四野。砰！那粗壮青年躲闪不及，被叶云飞一拳轰中，好像一枚炮弹似的，远远抛飞出去，跌落在100多米外。我就是动人打手了，你咬我啊！叶云飞显得十分相当嚣张霸道。啊！那粗壮青年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又是一招秒败，场面突兀尽到极致，落针可闻。周围所有的弟子都是如同活见鬼一般，一瞬不瞬地瞪视着叶云飞。这一群弟子都是暗中接到一个长老的命令，一起来对付叶云飞。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叶云飞的战力竟然如此可怕。不管是炼体9重、地境初期，还是地境中期，全都是一招秒败。既然已经出手，那好，你们一个也逃不了，统统都滚过来，让我打一顿痛快的。叶云飞突然狞笑了起来，猛地朝周围那些弟子冲了过来，犹如虎入羊群，无可匹敌。不好，这小子发疯了！大家一起动手，我就不信他有3头6臂，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一个弟子大吼了起来。然而他吼声未落，叶云飞已冲到他的身前。这么嚣张，先从你开始吧。叶云飞一巴掌扫过去，当场就将这个弟子抽翻在地，半边脸高高肿起如猪头，嘴中不断吐血，爬不起来。这个小子十分古怪，大家并肩子上。不得不说，大宗派的弟子确实有点傲气，居然硬着头皮一窝蜂向叶云飞冲了上来。叶云飞当然不怕，肉体力量施展出来，每一拳每一脚都是势不可挡。砰！叶云飞和一个弟子硬碰硬对了一脚，一下子就将这个弟子崩飞，使得这个弟子的右腿硬生生折断。另一名弟子一拳轰中叶云飞的背部，但是天魔龙血断体诀不但攻击力量可怕，防御也是一流，修炼成第1层，使得叶云飞的肉体浑身上下坚硬如玄铁。这名弟子的一拳对于叶云飞来说犹如瘙痒，叶云飞反手一抓，直接把这名弟子小鸡般抓了过来，朝地面之下一砸。砰！这个弟子的肋骨不知道被震断了多少根，当场惨叫了起来。砰砰砰！叶云飞几乎每一拳每一腿都放倒一个弟子。这个小子是一个怪物，我们快逃啊！最后几名弟子看到叶云飞威猛如战神，早就吓得心胆俱寒，居然不战而逃。逃不掉了。叶云飞身形如闪电追了上去，一手抓起一个狠狠砸在地面之上。这样一来，周围所有的弟子全部都被叶云飞打倒了。整个过程十分快速，而且干脆利落，给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受。我都叫你们不要惹我，偏不听。叶云飞用手扶了扶衣衫，似乎怕刚才的打斗弄脏了自己的衣服。啊，痛死我了！周围的地面之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一地的弟子，一个个都在痛苦呻吟。叶云飞抬步向前走去。咦，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有人在打架。走，过去看看。远处又有一群弟子出现，跑了过来。全部都给我滚过来，先挨一顿打再说。叶云飞神威凛凛，一声大吼，犹如猛虎下山，冲了过去，举拳就打。砰砰，瞬间叶云飞就打倒了几个弟子。既然天元派那些高层人物一直躲在暗处不出现，在观察叶云飞，叶云飞索性就放开手脚，大闹一番。啊，你这人怎么不讲理，一见面就打人？有弟子气愤地叫道。先打了再说。叶云飞吼道，一拳就放倒这个弟子。啊，片刻间这一群弟子又全部都被叶云飞打倒在地，躺在地上惨叫。才打了这么一点人，还远远不够过瘾啊。好，再去找找，看看其他的人都躲到哪里去了。叶云飞大步向前走去。那些被叶云飞打倒在地面之上的弟子听了叶云飞的话，一个个吓得头皮发麻，胆颤心惊。这家伙也太凶残了吧，居然还嫌打得不够过瘾，看样子还要继续去找人来打呢。够了，小子，你性格凶残，出手无情，乖乖束手就缚，接受惩罚吧。突然，一个气息凌厉的灰衣老者如一头大鸟般远远滑行而来，低声吼道。人还没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威压就如惊涛骇浪一般
隔空向叶云飞碾压过来。只不过叶云飞的肉体力量释放出来，犹如定海神针，丝毫不受影响。哼，罗峰阳，你凶什么？这一场好戏还不是你安排的吗？现在你满意了吧？另一个方向，杜长老出现了，几步之间就来到了叶云飞的身前，护住叶云飞。羞羞另外又有3个老者先后来到。这几个老者来到之后，目光都是落在叶云飞的身上，上下打量着。这些老家伙终于舍得出来了吗？叶云飞的心中不由得冷冷一笑。刚才叶云飞的魂力早就感知到这几个长老的存在。自从服食了真魂聚神丹之后，叶云飞的魂力感知的范围达到1000米左右。在1000米之内，所有的东西都逃不过叶云飞的感知，比眼睛看的还要清晰。杜长老，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叶云飞不动声色向杜长老说道，我再不出来见你，你这小子恐怕会把天元派的总部给拆掉了。杜长老不由得苦笑。杜长老说笑了。叶云飞淡淡一笑，罗峰阳，现在你知道叶云飞是什么实力了吧？你觉得他有资格成为我们天元派的核心弟子了吗？杜长老瞪着眼对那个灰衣老者说道，哼，就算他勉强有资格成为核心弟子，可是本派的核心弟子最起码有数百人，何况肉体力量终究是小道，上部的台面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至于你说这小子在擂台之上一口气从炼体6重突破到地境前期，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绝无可能。肯定是你为了帮这个小子争取天鹰小世界的名额而编出来骗人的。反正我不会相信，天鹰小世界的名额只有5个，这小子何德何能要占1个呢？此事我绝不同意。灰衣老者冷冷一哼，拂袖而去。这个小子的肉体力量确实十分强悍，估计地境后期的弟子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但是肉体力量确实没有多少发展前途，可惜了。另外3个老者打量了一番叶云飞之后，也是摇头叹息，然后纷纷离去。场中只留下叶云飞和杜长老。杜长老，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天鹰小世界的5个名额其中1个留给我吗？还有，我手持着你的令牌来天元派报道，好像不管用啊，还没进山门就处处受到针对了。叶云飞皱眉，此事一言难尽。本来掌门已经同意把其中1个名额给你的，可是罗峰阳和苏德庆2个老家伙极力反对。门派中的核心弟子收到消息后也是群情汹涌，集体上书给掌门反对此事。现在就连门派中的那些普通弟子也知道此事，整个天元派为了你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我现在也很头痛啊。杜长老叹气道，这么说来我还没有进门倒成了整个天元派所有弟子的公敌了啦。那么这件事怎样解决？叶云飞冷冷一笑，当初叶云飞同意加入天元派主要原因是想进入天鹰小世界看一看，否则叶云飞就没有必要加入天元派了。说实话，一个小帝国的小门派，叶云飞还不放在眼内。以叶云飞天地的记忆和积累，就算是东域那些大教大族也没有资格让叶云飞加入。惹得我火起，我直接把天元派总部地底之下的地脉取走，让天元派的高层哭去吧。叶云飞心中暗道，现在掌门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10天之后门派的登天梯将会开放，到时候会举行一个爬梯比赛，如果你能够在比赛之中获得前5名，那么你就有资格占据一个进入天鹰小世界的名额。杜长老说道。登天梯？叶云飞一愣。登天梯是我们天元派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处古迹，总共100梯，号称一梯一重山。一般来说，门派中的弟子能登上第15梯已经称得上优秀。这一代弟子中登梯的最高纪录是25梯，创造这个纪录的是蒋峰，他在核心弟子之中排名第1。杜长老说道。10天之后我会参加爬梯比赛。叶云飞点头说道。那好，叶云飞，这件事希望你不要怪我，我也是身不由己，我已经尽全力替你去争取了。走，现在我先带你去找一个地方落脚吧。杜长老见叶云飞同意，不由得大喜。杜长老带着叶云飞来到了一座瑰丽壮美的山峰之上，这座山峰犹如一只巨大的海碗倒扣在地面之上，山峰之上遍布亭台楼阁。杜长老带着叶云飞来到山林间的一座小阁楼之前，小阁楼四周围用篱笆围起，竹林摇曳，老树稀疏，小溪横流，景色倒也秀丽。在天元派之中，能占据一座小阁楼是核心弟子才有的福利。这座阁楼之中，一般的日常用品都十分齐全，以后你就放心在这里修炼吧。对了，我们天元派共分5风，分别是金、木、水、火、土5风。
这座山是金峰，我就是金峰的峰主。你现在的身份是金峰的核心弟子，这是你的身份令牌。杜长老取出一个身份令牌，递给叶云飞。对了，你现在是我们天元派的弟子，时不时门派会分派一些任务让你去完成，或者你也可以去任务堂自己领取合适的任务。每完成一项任务，门派会根据任务的难易程度赏赐贡献点。拥有贡献点，你就可以向门派换取很多东西，比如功法秘籍、天才地宝、灵丹等等。杜长老详细叮嘱了一番，然后离去。叶云飞则是在矮山之上住了下来。原来这座就是金峰，难怪山体椭圆，山色偏白。小阁楼之中，叶云飞盘坐下来，魂力释放出去，感知着这座山峰。叶云飞早就看出来，天元派的总部这里完全是按天选五行神山阵来布局的。可惜这儿的5座主峰只有水峰和土峰还残存一些灵性，金峰、木峰和火峰都是灵性尽失，山根埋没。否则我倒是可以借助这里的特殊环境来炼制一套5行灵剑。有了5行灵剑，我就可以修炼5行诛仙剑阵。叶云飞的魂力远远释放出去，感知着天元派的总部，一边轻轻叹息道：叶云飞师兄，叶云飞师兄。突然一个手粗脚粗、皮肤黝黑、表情老实的普通弟子来到叶云飞的阁楼之前，高声叫道。这个普通弟子的实力是凝气7重。何事？叶云飞从阁楼中走出来，皱眉问道：你就是叶云飞师兄了吧？我叫阿牛，是杜长老吩咐我来的。杜长老说了，叶云飞师兄初来乍到，如果有什么不清楚不知道的，尽管吩咐我去做就行。那普通弟子恭敬地说道。叶云飞是核心弟子，身份地位比他高。原来如此，杜长老倒是想得周到。叶云飞哑然失笑。那好，有什么事我就不怕麻烦你了。叶云飞对阿牛笑道。叶云飞的性格有随和的一面，特别是对这些小人物，叶云飞一般不会摆架子给脸色。对了，叶云飞师兄，你领取门派福利了吗？阿牛问道。哦，什么门派福利呢？叶云飞一愣。就是门派每个月定额发给弟子的灵晶石和灵丹。叶云飞师兄，你是核心弟子，还可以自由进入藏书馆借阅功法武技。看样子叶云飞师兄你应该还没有领取福利吧？走，我现在就带你去领取。门派给的福利不要白不要呢。阿牛答道。好吧，叶云飞笑道。灵晶石和灵丹叶云飞都不缺，但是看见阿牛这么热情，何况叶云飞也想到处散散步，于是点头答应。叶云飞跟着阿牛离开金峰。5座主峰环抱的中央是一个面积极大的盆地，盆地之中一排排雄伟壮丽的建筑错落有致。阿牛带着叶云飞走在一条大道之上，一路上遇到许多弟子。看，那个就是叶云飞。听说他的性格十分凶残，刚进山门就打伤了许多弟子。咱们离远一点吧，万一他突然凶性大发又要打人，我们就倒霉了。许多人都对叶云飞指指点点。哼，想不到我现在倒成了一个名人了。叶云飞的魂力把周围那些弟子的巧声议论听得清清楚楚，暗暗感到好笑。片刻后，来到了一幢十分有气势的大楼之前。叶云飞师兄，这里就是功勋堂了，我们进去领取福利吧。阿牛带着叶云飞走进大楼的大厅之中。大厅之中，许多弟子进进出出，有的来领取每个月的固定福利，有的来兑换贡献点，十分热闹。此时，不远处，一个年轻男子正用冷森森的目光盯着叶云飞。这个年轻男子的身旁还跟着10几个弟子。李师兄，就是这个小子，今年打伤了许多我们水峰的弟子，让我们水峰丢尽了脸面。旁边一个弟子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充满了愤恨和仇怨。我们水峰在天元派5峰之中一向是实力最强，只有我们欺负其他峰弟子的份，从来没有其他峰的弟子敢欺负我们水峰的弟子。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一进山门就给我们水峰弟子下了一个这样大的马威，以后我们水峰弟子还怎么混？李师兄，我们必须把这个小子好好教训一顿，给我们水峰挽回颜面。另一个弟子也是恨恨说道。只不过这个小子的实力似乎不弱，毕竟他自己一人能打伤我们水峰几10个弟子，我们想教训他恐怕不容易。李师兄身旁的其中一个弟子皱眉说道，有点担忧。哼，我打听过了，这个小子唯一擅长的就是肉体力量，而且我们水峰今天被他打伤的弟子实力最强的也就是地境中期，所以这个小子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厉害。张山，你马上回去水峰找4个地境后期实力的弟子来，加上我刚好5个。这一次我要用5龙神水阵对付那个小子。还有，去找我堂哥，把他的换水灵剑借来。
李师兄冷笑说道。这个李师兄名叫李义晨，在水峰之中是一个小小的霸王，因为他的堂哥是水峰弟子第一人李超凡。李义晨平时仗着堂哥的威风，在天元派弟子之中十分吃得开，无人敢惹。周围的10几个弟子听了李义晨的话，都是倒抽凉气。每一个水峰弟子都知道五龙神水阵的厉害，有5个地境后期实力的弟子所组成的五龙神水阵，可越级挑战天境高手。幻水灵剑是下品灵器，威力比起一般的凡兵利器要强大的太多了。只不过五龙神水阵的杀伤力太强，一向只能用来对付外敌。派内弟子之间的争斗，动用这个杀阵，一旦被峰主和掌门知道，到时追究起来，恐怕……其中一个弟子显得有点担忧。哼，你们还不知道吗？因为天鹰小世界名额分配的事情，现在那个小子几乎已经成为了整个天元派所有弟子的公敌，就连苏长老和罗长老也对那小子有意见。就算我们杀了那个小子，也不会有事的。当然，这件事也不能做得太明显，最好在总部之外动手。走，我们去任务堂，让任务堂的刘执事顺便分派一个任务给他，把他引出总部。到时这小子还不是任由我们宰割？李义晨的目光盯着叶云飞的背影，露出一些阴谋诡计的味道。李师兄说的不错。其他10几个弟子都是精神一振，于是李义晨带着10几个弟子离开了功勋堂。这个时候，在阿牛的带领下，叶云飞已经领到了门派福利：300块灵晶石，还有2瓶灵丹。一个瓶子中装着20颗1品聚灵丹，另一个瓶子中装着5颗2品真灵丹。当然，这是核心子弟才能享受的福利，如果是普通弟子，肯定没这么多。不过说实话，这点灵晶石和灵丹，叶云飞还真看不上眼。以叶云飞的炼丹水平，就算是4品灵丹，甚至5品灵丹，也可以自己炼制。区1品、2品灵丹对叶云飞来说如同垃圾。在功勋堂领取完门派福利之后，阿牛极力劝说叶云飞去藏书馆看看。但是在叶云飞看来，这样一个小帝国小门派之中，能有什么好的功法武技呢？叶云飞自己的脑袋之中就装着一大堆世间顶尖的法诀武技，所以叶云飞不顾阿牛的劝说，领完福利之后就向着金峰回去了。叶云飞师兄，你不去藏书馆看看，真的很可惜。你是核心弟子，可以借阅4品功法武技呢。一路上，阿牛还十分惋惜，叶云飞则是微笑不语。突然，等等，你就是叶云飞吗？后面一道声音传来，叶云飞脚步一顿，只见一个身材高瘦的门派弟子匆匆追了上来。我就是。何事？叶云飞问道。我是任务堂的弟子，这是刘执事分派给你的任务，希望你能尽快完成。那个门派弟子将一块玉简交给叶云飞。这位师兄，你是不是搞错了？叶云飞师兄才刚刚来门派报道不久，还没熟悉，怎么就分派任务了呢？阿牛一愣，说道：只要是天元派的弟子，就要接受任务堂分派的任务，无论谁都没有特权。那个门派弟子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转身离去。喂，这位师兄！阿牛叫道。阿牛，算了。叶云飞说道。叶云飞师兄，你有所不知，在5峰弟子之中，我们金峰的实力最弱，所以常常会受到其他4峰弟子的欺负。特别是水峰和土峰的弟子，遇到我们金峰的弟子，从来没有好脸色。而且门派中的各个堂对我们金峰的弟子也是十分小看，经常会各种无理刁难。我们这些金峰的普通弟子，忍忍也就算了。但是叶云飞师兄，你可是我们金峰的核心弟子，遇到这种事情，切不可忍让，这样等于丢我们金峰的脸啊！阿牛愤愤不平。算了，不就是一个任务而已，我既然是天元派的弟子，接受一些门派的任务也没什么。说话之间，叶云飞拿起那块玉简，按在额头之上，一道信息流入脑海之中，到后山困妖崖采集天妖果。叶云飞把信息读了出来。什么？叶云飞师兄，这个任务竟然是让你去后山困妖崖，万万不可！那充斥着大量的妖气和煞气，就算是天境高手也不敢随便靠近，否则很容易就会迷失心性，甚至一命呜呼。而且我们天元派自古就流传着一个传说，困妖崖那儿困着一个十分恐怖的绝世大妖，一旦出世，整个东域都会尸横遍野，血海滔天。平时就算是门派中的长老也不愿意接近困妖崖。阿牛一听，不由得大惊失色。哦，困着一个绝世大妖。叶云飞不由得一愣，倒是来了一些兴趣。叶云飞自身就是天帝，虽然现在实力远远还没有恢复，但是却不怕什么绝世大妖。要知道，死在叶云飞手上的大妖大魔没有1万，也有8000。走，叶云飞师兄，我们去任务堂找刘执事理论去。他分派这样的任务，
分明是想让叶师兄你去送死。阿牛十分气愤。阿牛算了，我想去困妖崖看看。叶云飞拉住了阿牛，说道：万万不可，叶云飞师兄，那儿太危险了。阿牛大惊失色。阿牛，我决定了，不如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去就行。叶云飞说道。好，叶云飞师兄，我陪你去。如果让杜长老知道我让你自己去困妖崖，还不骂死我？不过叶云飞师兄，你首先要答应我，远远看一下就算了，千万别靠近。阿牛犹豫了一下，一咬牙说道：那好，走吧。叶云飞点头，自己不太熟悉路，有阿牛带路更加好。不久之后，两人就离开了总部的范围，向着后山而去。天元派总部之后是茫茫群山，巍峨磅礴，遍布原始丛林，兽吼禽鸣之声不绝于耳。叶云飞和阿牛两人穿行在密林之中。此时天元派的总部之中，李师兄，好消息，那个小子已经离开总部去后山了。一个弟子兴匆匆来向李依晨报告。哈，这个小子原来是一个愣头青，被我略施小计就引出总部了。好，我们跟上去把他干掉。李依晨大喜，一挥手带着10几个水峰弟子离开总部，也向着后山而去。这一片山岭地带面积很大，十分宽阔。叶云飞和阿牛穿越茫茫丛林，一路向着山脉深处而去。大半天后，云飞师兄小心一点，我们好快到达困妖崖了。阿牛突然提醒叶云飞。好的。叶云飞点头。片刻后，果然有妖气。叶云飞注意到前方的某一片山岭之间笼罩着滚滚翻涌的绿色妖气，犹如一道道狼烟冲天起，还隐约夹杂着阵阵刺耳的妖魔哭之音。同时在那林木之间还弥漫着大量黑色的浓郁煞气，腥气弥漫，太可怕了。云飞师兄，不如我们回去吧。阿牛吓得脸色苍白，腿脚发软，说话的声音也不流利了。没事，相信我，服下这颗灵丹可以抵御煞气的。叶云飞取出2颗灵丹，自己服食1颗，另1颗递给阿牛。阿牛接过灵丹服下，目光紧张地向前方打量，就好像随时会有一个可怕的恶魔会突然冒出来。这儿的妖气质量很高，莫非有一个大妖在这儿吗？叶云飞眺望前方滔天妖气，内心之中感到有点震惊。后方，该死，那个小子的速度怎么如此之快？大家快一点，追上去，拦住那个小子。前方离困妖崖很近了，离困妖崖越近就越危险。李依晨带着10几个水峰的弟子正在追赶叶云飞。前方山岭间弥漫着的碧绿色妖气让他心惊胆战。早知道如此，就不叫刘执事分派这样的任务了，害得我也跟着那小子冒险。都怪那个小子，哼，等会被我追上，我要你生不如死。李依晨脸色发黑，恨声咒骂。那10几个跟着李依晨一起来的弟子也都是一个个脸色发白。天元派之中，每一个弟子自从进入门派的第1天起，就会被门派中的高层反复叮嘱，千万不能接近后山的困妖崖。困妖崖已经成为了天元派弟子心目中的一个禁忌。前方，云飞师兄，你看，那儿就是困妖崖了。突然，阿牛指着前方对叶云飞说道。叶云飞举目远眺，只见山脉深处有一处高耸云天的孤峭山崖，山崖之下是一个望不见底的深渊，大量碧绿色的妖气在弥漫着，在翻涌着，如云遮雾绕。好了，云飞师兄，我们到了这儿就不能再继续靠近困妖崖了，否则会十分危险。据说几年前曾有一个天境实力的核心弟子，就是因为靠近困妖崖被妖气入侵，迷失了本性。后来虽然被派中的长老救了回去，但是无法治好，最终成为了一个白痴。阿牛站定了身子，露出惊恐的神色，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去了。也确实，前方的妖气和煞气，就算是天境武者也很难承受。叶云飞点了点头，倒也不怪阿牛胆小，毕竟阿牛只不过是炼体7重的实力，能陪着自己走到这儿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不过对叶云飞来说却不算什么，叶云飞的体内还残存着一丝天地的魂力，虽然只有一丝，但是世间但凡与一个地字稍微沾点边的东西都不得了。这一丝天地的魂力足够让叶云飞抵抗前方那些妖气了。何况叶云飞对天地万物、诸天大道法则的感悟深刻之极，无人可比。区区一些妖气自然奈何不了叶云飞。此刻叶云飞对前方的困妖崖已经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决定要过去探过究竟。好吧，阿牛，多谢你的带路，这些东西给你，你先回去吧。叶云飞取出刚才在功勋堂领取的福利300块灵晶石，还有2瓶灵丹，递给阿牛。作为他带路的酬金，云飞师兄，你干什么？你不要告诉我
你想去困妖崖那儿？千万不要，我们远远看一眼就算了。阿牛大惊失色。阿牛，你不要管我，拿着，你先回去。叶云飞把灵晶石和灵丹硬塞给阿牛。就在此时，哈哈，小子，终于追上你了。现在我看你还能往哪里逃？一道狂笑声从后方传来，然后10几个男子出现在后方的山林间，冲了上来，把叶云飞和阿牛包围了起来。李依晨，阿牛不由得脸色巨变。小子，就是你打伤我们水峰几10个弟子吗？你好大胆！李依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逼视着叶云飞，问道。不错，就是我，几10只微不足道的苍蝇而已，想打就打，这样也算大胆吗？叶云飞冷冷一笑。叶云飞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些水峰弟子的来意，自然没打算给好脸色他们看。云飞师兄别乱说话，他是水峰的李依晨，皇城李家的嫡系子弟，来头很大，而且他的堂哥是水峰弟子第一人李超凡，千万不要惹到他，否则以后不但在天元派之内很难立足，整个大秦帝国也不会有立足之地。阿牛在叶云飞的耳旁悄声提醒。李师兄，云飞师兄打伤你们水峰弟子确实不对，只不过云飞师兄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以后他肯定不会的了，还让李师兄念在大家同门之义的份上，放过云飞师兄这一次吧。我现在替云飞师兄向你道歉。阿牛上前低声下气替叶云飞道歉。阿牛这人还真不错。叶云飞心中一暖，从这一刻起开始有点把阿牛当朋友了。叶云飞的性格就是这样，从来都是恩怨分明，人敬我3分，我敬你1丈，人打我1掌，我必还双拳。啪！还没有等阿牛说完，李依晨已经闪电般在阿牛的脸上抽了一巴掌，马上一个鲜红的巴掌印浮现在阿牛的右脸之上。垃圾，狗一样低贱的东西，你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你这个垃圾，我跟你有什么同门之义可讲？跟你这样的垃圾在同一个门派，是我的耻辱，明白吗？打伤了我们水峰的弟子，想一个道歉就了事吗？妄想！现在你们2个都跪下来，先扣1000个响头，然后再自断双手双脚，到时看我的心情好不好，才决定要不要饶你们这2条狗命。李依晨指着阿牛和叶云飞厉声喝道。叶云飞脸色一冷，目光之中有杀机闪现。咻！下一刻，叶云飞就来到了李依晨的身前，冷漠的目光盯着他。小子，你想干什么？李依晨有点头皮发麻。叶云飞鬼魅一般的身法实在太快了，快得让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时间反应。啪！回答他的是叶云飞的巴掌，一把抽打在他的右脸之上，耳光声清晰响亮。砰！李依晨的身体立即倒撞出去，跌落在几10米之外，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来，烟尘滚滚。可想而知叶云飞这一巴掌力量有多大。李依晨只不过是地境后期，在叶云飞的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阿牛和李依晨带来的10几个弟子都是懵住了，李依晨竟然被打了，这可是大事啊！在整个天元派，有谁不知道李依晨是出了名的小霸王？他的堂哥李超峰是水峰第1人，天境高手。啊！你居然敢打我！你死定了！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密林中，李依晨像杀猪一般吼叫了起来，几个弟子冲过去将他扶了起来。只见他的右脸高高肿胀起来，嘴里的牙齿几乎脱落了一大半，鲜血淋漓。他望向叶云飞的目光简直是怨毒到了极点，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他李依晨在天元派之中仗着堂哥的威风，一向是横行霸道，只有自己欺负别人的份，绝对没有人敢欺负自己。可是现在却被人打了一个耳光，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让他无法接受。解五龙神水阵，李依晨取出一颗3品疗伤灵丹服下，然后冷冷喝道。同时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柄蓝色的长剑，剑身轻轻荡漾着，就好像是用水做的一样，一抹森寒的锋芒在剑身之上流动着。一柄下品灵剑。咻咻咻咻咻！李依晨还有另外4个弟子，全部都是地境后期的实力，身形闪动间组成了一个战斗阵法，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柄长剑，互相呼应，气机相连，剑尖都是指向叶云飞。你们竟然用五龙神水阵来对付本派弟子，如果被掌门知道了，肯定会责罚你们的。阿牛大惊失色，认出了这个阵法。这个五龙神水阵杀伤力太强大了，天元派有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得擅自使用，特别是派内弟子相互之间的争斗更是严禁使用。呵呵，把你们2个都杀了，掌门又怎么会知道呢？李依晨冷笑，丝毫不掩饰对叶云飞和阿牛2人的杀意。
不把叶云飞和阿牛杀掉，绝对平息不了他的怒火。李依晨，你敢杀我们？阿牛有点慌了。阿牛，不要跟他废话了，放心，就凭他们，还杀不了我们。叶云飞开声说道。小子，很快你就知道后悔的了。李依晨大吼道。哗啦啦，他手中的那柄蓝色长剑好像化成一道蓝色的流水，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叶云飞流淌而来。其他4个地境后期实力的弟子也同时动了，各自占据一个方位，从不同的角度挥舞着长剑，锁定了叶云飞。哗啦啦，立即方圆几丈之内响起了河水流动的声音，5条若隐若现的水流凌空浮现，横七竖八来回流动。5条水流把叶云飞包围在中间。叶云飞发现自己的周围空间之中全部都是水流，前后左右把自己的身体困住了。当然阿牛也是一样，被困在这个水阵之中，根本就无法动弹了。哈哈，小子，感觉怎么样？刚才你不是很厉害的吗？居然敢打我，现在你知道后悔了吧？李依晨看见叶云飞站立不定，以为五龙神水阵已经发生作用，把叶云飞困住，无法动弹了。也确实，这个阵法在天元派之中大名鼎鼎，历来被公认是一个威力强大的可怕阵法。5个地境后期组成的阵法，可以越级对战天境高手呢，何况是一个地境前期的家伙。我一点也没后悔，刚才打你打得很爽。叶云飞咧嘴一笑，这个五龙神水阵在叶云飞的眼中看来，简直就是破绽百出，低级之极，不堪一击。叶云飞称霸世间的时候，还有什么阵法没见过呢？3000大小世界之中，就算是远古洪荒时代遗留下来的神阵，叶云飞也曾见识过。眼前这5个水封弟子施展出来的五龙神水阵，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游戏，拙劣可笑。动手杀了他！听了叶云飞的话，让李依晨瞬间暴怒起来，大吼道。刷刷在漫天水流之中，5柄长剑犹如5道小溪一般，从5个不同的角度悄无声息向叶云飞刺来。五龙神水阵营造出来的漫天水势有2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用来困住对方的身体，让对方动弹困难；第2个作用就是掩藏进攻。5柄长剑隐藏在不断流动的水流之中，犹如5条毒蛇攻到了叶云飞的身体周围。嘿嘿，小子，你要死了！李依晨十分畅快，他手中的幻水灵剑已经攻到了叶云飞的身前3寸，锋锐的剑芒已经锁定了叶云飞的心脏。被一柄下品灵剑在这么近的距离指着心脏，就算是一个天境高手，恐怕也很难躲避了吧。所以李依晨怨毒的笑了，看到没有，敢惹我李依晨的人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他刚才被叶云飞打一巴掌也积累的怨气，在这一刻似乎完全得到释放了。然而就在此时，叶云飞的身子动了，只轻轻一让，就闪开了李依晨刺过来的那柄幻水灵剑，然后右手闪电般伸出，一下子就准确无误地扣住了李依晨的喉咙，一把提起。当，那柄幻水灵剑掉落在地面之上，同时叶云飞的左手已经拨出长剑，施展出千机万变玄幻剑，一片耀眼的剑光泼洒出去。当当当当，另外4个地境后期的弟子几乎同时手腕被刺中，手中的长剑抛飞出去，五龙神水阵被破掉了。叶云飞身体周围的那些水流全部消失不见。怎么可能？除了叶云飞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愣住了。在天元派之中，威名赫赫的五龙神水阵就这样被破掉了。哥哥，李依晨被叶云飞扼住喉咙，像小鸡一样提起在半空中拼命挣扎，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现在你知道后悔了吧？叶云飞用戏谑的目光盯着李依晨，快放开李师兄！李师兄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李师兄的堂哥是李超凡，我们水峰的第1人。李师兄来自皇城李家。那10几个水峰弟子一个个朝叶云飞大叫，在他们看来，叶云飞就算打胜了，也不敢对李依晨怎么样，毕竟李依晨的背景摆在那儿。咔嚓，叶云飞手掌用力一抓，当场将李依晨的喉咙抓碎了，然后砰，李依晨的尸体跌落在地面之上。对于想杀自己的人，叶云飞不可能会放过。你杀了李师兄！那10几个水峰弟子一个个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感到无法相信。不错，我杀了他，你们也全部都要死。叶云飞点了点头。话音一落，叶云飞手中的长剑闪电般刺了出去，顿时千千万万道耀眼的剑芒同时出现。叶云飞展动身法，快速之极，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每出一剑就杀掉1人。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那10几个水峰弟子全部身亡。叶云飞师兄，你闯大祸了！阿牛望着满地尸体，吓得脸色苍白。就在此时，蓦然间，
轰隆隆，毫无征兆的大地开始剧烈抖动起来，就好像发生了12级大地震，整片大地摇摇晃晃，犹如筛子一般。这一片山岭，诸禽惶恐，万兽惊悚，都是禽飞兽走，如烧沸了的水锅。然后叶云飞就看见前方山崖下的那片深渊开始喷涌出来滔天妖气，炽盛无比。震动是从困妖崖那儿传来的。叶云飞目光一缩，同一时间，天元派的总部之中，不好，困妖崖出问题了。天元派的所有高层一个个都是脸色发白，心惊胆战。咻咻，天元派的总部之中，2道身影冲天起，凌空而立，望向后天困妖崖的位置。那个老妖已经有100多年没有任何动静了，为什么又突然闹出来这样的动静？莫非这事不祥？我们过去看看吧。其中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皱眉说道。关闭山门，天元派所有的弟子都必须待在总部之中，不得随意进出。另一个是一个中年男子，朗声大喝，滚滚声浪传遍整个总部。那白发老者是天元派的隐士长老，而那中年男子则是天元派的现任掌门史宗阳。然后隐士长老和掌门2人犹如2头大鸟，向着后山凌空滑行而去。此时后山，叶云飞师兄，不好，肯定是传说中的那头绝世大妖要出事了，我们快跑啊！阿牛吓得脸色惨白，双脚发软。好吧，阿牛，你跑在前面，我跟在你后面。叶云飞想了想，说道。好的。阿牛二话不说，拔脚就跑，而且是使尽吃奶之力，有多快就跑多快。叶云飞则是跟在阿牛的后面。片刻后，2人就渐渐远离困妖崖了。轰隆隆，大地还在持续不断，剧烈摇动。困妖崖的方向滚滚妖气，好像火山爆发一般，把那一片天空都染成绿色了。太可怕了，以后真的不能来后山了。叶云飞师兄，我们跑快一点。阿牛一边跑一边说话，然后他忽然感觉有点异样，回头一看，咦，叶云飞师兄呢？叶云飞早就不见踪影，不会是跑到我前面去了吧？也有可能，毕竟叶云飞师兄的实力比我强大太多了。阿牛猜测道。可是阿牛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叶云飞已经来到了困妖崖之前。这是一个望不见底部的深渊，滚滚碧绿色妖气犹如一道道巨大的狼烟冲天起，其中还隐约夹杂着妖魔鬼怪的笑声，蛊惑人心。整个悬崖在剧烈抖动，显然妖气是这儿喷发出来的，震动也是从这儿扩散出去的。滚滚妖气扑面而来，要把叶云飞淹没。只不过叶云飞的肉体闪闪发光，形成一层光圈，把妖气抵挡在外。这是一种专门用来防御妖气的秘术。再加上叶云飞修炼的天魔融血断体诀是天魔族的传承，修炼成功第1层之后，肉体气血旺盛之极，本身就可以抵抗妖气，所以叶云飞根本就不怕这儿的妖气。咦，莫非是？叶云飞站立在深渊旁，突然感到那深渊之下升腾上来的气息有点熟悉。叶云飞的魂力向深渊之下感知下去，很快叶云飞就发现在深渊下方恰好是1000米左右的高度，有着一个巨大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巨大的洞口，洞口之中有着大量的妖气，浩浩荡荡喷涌出来。好，下去看看。叶云飞纵身一跃，对准深渊下的那个平台跳了下去。接着叶云飞的身形急速下坠，脚下妖气纷纷分开，耳边是撕扯着的呼呼风声。10几个呼吸的时间之后，叶云飞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是触及实地，成功降落在平台之上。这个平台其实是从悬崖壁上凸出来的一块巨石，在平台的崖壁之处有着一个古朴的洞口，洞口的2扇石门紧闭。叶云飞刚刚靠近洞口，马上就有一股恐怖的能量迎面撞来。这儿居然有一个古阵，叶云飞心中一惊，连忙后退。叶云飞发现洞口的位置有一个防御大阵，这个防御大阵散发着一种岁月沧桑的气息，显然布置在这儿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不过威力依然是十分强大。如果叶云飞不是精通阵法，及时发现刚才早就中招，被那个大阵的能量撞中了。这个古阵的威力很强，就算是圣境实力的武者来到这儿也很难闯进去。叶云飞的魂力感知过去，对那个古阵研究了一番，自语说道，不过却难不到我。叶云飞就把这个古阵研究透了。叶云飞曾对天下间的种种阵法进行过精心的研究，眼前这个古阵虽然威力强大，但是对于叶云飞来说不算什么。叶云飞再次来到洞口之前，左一步右一步，沿着一种特殊的轨迹，像是跳舞一般。很快叶云飞就站到了洞口的2扇石门之前，伸手一推，
轰轰在一阵轰鸣声中，两扇石门被推开了。叶云飞毫不犹豫向石洞之内走了进去。石洞之内是一条向下延伸的石阶，碧绿色的妖气浓郁地化成粘稠状，呼啸着翻涌着从叶云飞的身旁流过。看来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种族。这个时候叶云飞已经大概猜测得到被困在这个石洞内的绝世大妖是什么种族了。叶云飞沿着石阶向下走去。就在此时，羞羞困妖崖之上，深渊旁边两道身影降落，正是天元派的隐士长老和掌门。震动果然是从这儿传出去的，看来那头老妖还活着。这头老妖的生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隐士长老感叹道，我曾听师祖说过，这头老妖被镇压在这儿已经有400-500年的时间了，而且当年出手镇压这头老妖的强者曾经布置下威力强大的法宝，对这头老妖的生命力进行磨灭，慢慢消耗掉他的生命本源，希望有一天能将他彻底灭杀。想不到几百年时间过去了，这头老妖居然还活着，真是太惊人了。天元派的掌门也是惊叹说道，只不过这头老妖就算不死，所剩下的生命本源也不多了。100多年前他曾经挣扎过一次，那一次震动的范围达到方圆数千里，使得千里大地开裂，无数生灵被妖气侵蚀变成白痴，非常可怕。这一次的动静显然小了很多，这说明了那头老妖虽然还没有死，但是越来越衰弱了，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心。隐士长老说道。此时石洞之内，叶云飞沿着石阶一路向下，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终于眼前的视线猛地变得开阔起来。叶云飞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面积辽阔的地下大广场之中。那广场的中央按一定的规则立着9根庞大的石柱，柱身之上斑驳不堪，布满灰尘，显然年月久远。每一根石柱都是至少需要6-7个成年人拉着手才能抱得过来。每一根石柱的顶端都伸出来一条红色的铁链，9条铁链凌空延伸，交织在一起，在9根石柱的中央位置绑着一个生灵。我果然没有猜错。叶云飞的目光落在那个生灵之上，有点震惊。那是一只狐狸，一只长有翅膀的狐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背上的双翅和躯体之上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邪异妖气。此刻那只狐狸正在拼命挣扎，怒吼连连，那9条缠在它身上的铁链被拖曳得哗啦啦抖动，不断作响。那9根庞大的石柱也是被拉得摇摇晃晃，整个大广场都在剧烈震动着，并向外界传递出去。当叶云飞走进广场，盯着那只狐狸打量的时候，那只狐狸显然有点吃惊，停止了挣扎。一双碧绿色的眼睛迸射出来2道可怕的绿光，向叶云飞望来。有趣，一个弱小的人类居然有本事来到这里，你就不怕我一口吃掉你吗？片刻后，那只狐狸开声说话了，声音娇媚动人，犹如女子的作嗔之声。在我的印象之中，太古天狐一族好像并不吃人，你吓不了我的。叶云飞淡淡一笑，怎么可能？你居然认得我？那只狐狸大吃一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要知道，太古天狐一族属于远古异兽，十分罕见。一直以来，这只狐狸都是被人类强者当成普通的狐狸修炼成精，镇压在这儿，从来没有谁认得出来他的真正身份。想不到眼前这个人类年轻人居然直接就叫破了他的真正身份。这世间好像还没有那个种族是我认不出来的。叶云飞露出自负的表情，想不到竟然遇到了一头远古异兽。其实此刻叶云飞的心情也是十分震惊。要知道，远古异兽的数量简直太稀少了，大部分的远古异兽种族已经在岁月长河之中绝种了。叶云飞曾为天帝，足迹曾踏遍3000大小世界，但是所遇到过的远古异兽相加起来也只不过是那么2-3头，想不到在这儿竟然遇到了一头。你绝不是一个人类年轻人那么简单，你到底是谁？回答我。那头天狐厉声说道。说话的同时，他那对碧绿色的眼睛死死盯着叶云飞，一道道绿色的符文悄无声息之间，犹如一朵朵绿色的雪花向叶云飞笼罩过来。哈哈，别在我的面前玩这些小把戏，没用的。叶云飞大笑。原来那只天狐在说话的同时向叶云飞施展了一种幻术，想对叶云飞进行迷惑，从而控制叶云飞的意志。轰！叶云飞的双眼之中突然出现了一片尸山血海，疯狂翻涌的可怕世界。那个世界之中有无穷无尽的恐怖强者正在疯狂激战，每一分每一秒都强者在陨落，尸体堆积成山，鲜血多的汇成一条条大河，在大地之上奔腾咆哮。这一刻，
那只天狐感觉到自己仿佛要被拉扯进那个充满疯狂杀戮的世界。这个疯狂杀戮的世界其实是叶云飞用一丝天地魂力模拟出来，同时也是叶云飞真正的经历。啊！那只天狐尖叫出声，满脸惊恐之色。他连忙收起幻术：“你绝对大有来头，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年轻人，难道你是某一个强者，夺舍重生？”那只天狐望向叶云飞的目光有惊恐，也有疑惑，呵呵，真是可怜啊！堂堂太古天狐，身份是多么的尊贵，想不到却被困在这里，不得见天日。而且看样子你似乎时日无多了。这9根镇海神针，还有这9条捆妖绳，一刻不停的消磨你的妖力本源。我估计大概再过500-600年，你就玩完了。可惜啊！叶云飞背负双手，露出戏谑的笑意。滚！我的事不用你管，马上给我滚，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那只天狐尖叫了起来，情绪彻底失控。因为叶云飞说的一点也不错，只不过我有办法救你出去。叶云飞轻轻说道。叶云飞的话虽然很轻，但是听在那只天狐的耳中，却好像天雷滚滚。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可以救我？那只天狐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脸上的表情简直激动到了极点。被困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几乎每一分每一秒，他都盼望着能脱困而出。镇海神针和捆妖绳虽然威力强大，但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叶云飞显得十分自信。什么条件？快说！那只天狐催促道。臣服于我，认我为主。叶云飞淡淡说道。太古天狐是一个十分恐怖的种族，每一头成年的太古天狐都实力滔天，十分强大。叶云飞看得出来，眼前这头天狐其实只有600多岁，对于太古天狐来说只不过是属于少年时期，而且被镇压在这儿已经有500多年了，一身妖力几乎被耗光了，所以才显得这么弱小。这头天狐一旦被救出去，将来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如果自己能控制这头天狐，就等于多了一个强大的助手。休想！我太古天狐一族怎么可以认低贱的人类为主？我宁愿死！那只天狐大怒。摆在你的面前只有2个选择，第一个继续留在这儿等死，第二认我为主。相信我，有一天我会带着你登临世间最巅峰，绝不会埋没了你作为太古天狐的光彩。叶云飞望着那只天狐说道。哈哈，你就别吹牛了，就算你来历不凡，但是登临世间的最巅峰，你以为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办得到的吗？那只天狐冷笑说道。我当然能办得到，因为我曾为天地。叶云飞背负双手，语气平淡，一字一字说道。话音一落，一丝天地的魂力释放出来，顿时整个广场为之一沉。广场中那些浓郁的妖气好像遇到了克星一般，疯狂逃逸。叶云飞周围方圆数百米为之一清，妖气散尽。在这一瞬间，那头天狐也是感觉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感和臣服感。那头天狐不由得脸色惨白，露出惊恐的表情。2个选择，你到底选哪一个？叶云飞收起魂力，整个人又显得平淡无奇，看着那只天狐开口问道。我选择臣服于你。那只天狐回答道。他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再也不敢有丝毫的不敬。刚才叶云飞显露出来的那一丝天地魂力彻底把他镇住了。天地，那可是这个世间最顶尖的存在，眼前这个人类年轻人曾为天地，绝对够资格当他的主人。很好，将来你会发现你今天做出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好了，现在放开你的魂海，不要有任何的抵抗。叶云飞说道。那只天狐完全按照叶云飞所说的去做，放开他的魂海。叶云飞意念一动，一股魂力释放出来，凝聚成一道符文，打进那只天狐的魂海之中，附在他的神魂体之上。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控妖术。然后叶云飞就发现自己和这只天狐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自己完全可以控制这只天狐的神魂体了，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好了，我现在救你出来。叶云飞向那9根镇海神针走过去。镇海神针和捆妖绳虽然都是威力强大的法宝，但是叶云飞却知道如何破解它们。大半天之后，收！叶云飞一声轻喝，那9根庞大的镇海神针不断缩小，最后变成9枚绣花针，落在叶云飞的手掌之中。那9条捆妖绳也是不断缩小，变得只有9根头发那般大小，落在叶云飞的另一只手掌。这2样法宝现在都归我了。
叶云飞把这2样法宝藏了起来。参见主人。那只天狐脱困而出，激动到了极点，跪倒在叶云飞的身前。起来吧。叶云飞挥了挥手，只不过以后把你带在身边倒是一个麻烦。叶云飞望着眼前的天狐，眉头轻皱。主人，你不用担心，其实我已经修成人形。那头天狐轻轻一笑，说完之后摇身一变，然后一个绝色的妩媚少女就出现在叶云飞的眼前。这个少女一身单薄的粉色衣衫，若有若无的锦束在身，躯体凹凸有致，婀娜动人，而且肤色雪白，7双胜雪，眉角修长，穿着一双木质的鞋子，10根精致小巧的脚趾调皮的露在外面，挺秀的琼鼻，吐气如兰的樱唇，白皙如凝脂的脸颊，甚是美艳。更加动人的是，这个少女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妩媚入骨的味道。她随随便便站在那儿，香腮一片淡淡的红晕春情，简直就是惹人遐想连篇。主人，我美不美呢？嘻嘻，那少女问道。嗨嗨，一般般吧。叶云飞说道。如果主人看得上我，是可以直接宠幸我的。我们太古天狐一族的女子，历来都是世间各族男子争相追逐的对象呢。那少女一边说道，一边向叶云飞大抛媚眼。天狐一族的少女天生就是妩媚入骨，擅长媚术，这是他们的本性。好了，你别向我施展媚术了。没用的，现在你身上的衣衫太薄了，变厚一点吧。还有，表情正经一点吧。哎，这样一来，把你带在身边就更加麻烦了。你还不如重新变回一个狐狸。叶云飞皱眉说道，觉得有点头痛。把这样一个绝色美女带在身边，绝对是一个大麻烦啊。嘻嘻，主人，你放心，我可以躲进我的内丹之中，你平时把我的内丹带在身上就可以了。那少女笑道。话音一落，她的樱桃小嘴之中吐出来一颗碧绿色的宝珠，悬浮在叶云飞的身前。太好了！叶云飞大喜，这样一来就方便很多了。主人，我以前行走在人类世界之中，有一个名字叫狐妙，你以后就叫我狐妙吧。那少女说道。好的。对了，狐妙，你现在还剩下多少实力？叶云飞问道。大约相当于你们人类武者的玄境后期吧。不过就算是你们人类武者的圣境前期，我也勉强有一战之力。狐妙回答道。不愧是太古天狐，叶云飞赞道。狐妙被镇压在这儿已经有400-500年，消耗了大部分的妖力本源，居然还相当于人类武者的玄境后期，简直是惊人。好了，现在狐妙，你进入内丹吧，我们要离开这儿了。叶云飞说道。狐妙点头，化成一缕蓝色的妖气，冲进那颗宝珠之中，消失不见。叶云飞把宝珠藏进空间戒指之中，转身离开这个广场。此时外面困妖崖深渊旁边，天元派的隐士长老和掌门还站在深渊旁。这个时候深渊之下已经没有任何的动静传递出来了。那头老妖终于没有什么动静了，看来他刚才闹出来的动静应该是垂死挣扎了。好了，我们不用担心，回去吧。天元派的隐士长老开声说道。然后隐士长老和掌门展动身法，离开困妖崖，向着总部回去。片刻之后，咻，一道身影一闪，叶云飞从深渊之下爬了出来。好了，该回去了。叶云飞自语说道。这次来后山，想不到竟然收服了一头太古天狐，收获真的是太大了。叶云飞展动身法，离开困妖崖，向着天元派的总部回去。大半天之后，叶云飞回到了总部之中。这个时候，总部之中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叶云飞悄无声息回到了金峰，向着自己的小阁楼走去。云飞师兄，你终于回来了。阿牛居然等在小阁楼之前，一见叶云飞不由得大喜。云飞师兄，我找了你大半天，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阿牛说道。我能出什么事呢？我只不过是到处闲逛了一下。好了，阿牛，你先回去吧，我准备修炼了。叶云飞说道。那好，云飞师兄，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要帮忙只管叫我。阿牛说道，然后离去。叶云飞回到小阁楼之中。狐妙，出来吧。叶云飞说道。咻，一缕蓝色的妖气出现，狐妙出现在叶云飞的身前。主人，叫我有什么事？狐妙问道。你被镇压了几百年，妖力本源损耗的十分厉害，我现在炼制一些妖力丹给你，慢慢调理。可惜现在我手上的灵药适合你的不多，否则可以炼制更加多的适合你的灵丹。等以后吧，我会专门采购一些适合你们妖族的灵药，炼制灵丹给你调理。现在你替我护法，我要开始炼丹了。叶云飞说道。
多谢主人。胡妙大喜，被镇压了几百年，他的妖力本源确实是损耗的太厉害了。接下来，叶云飞取出丹鼎和一堆灵药，开始炼丹。与此同时，一个白衣少年背上斜插着一柄长刀，背负双手，神态傲然，缓缓走上金峰。这个少年的身上隐约间有着一道道锋锐的刀芒释放出来，把周围的空气切割得嗤嗤作响。他虽然只是缓缓而行，动作看似平淡，但是整个人竟然给人一种霸气无限的感觉。看，林师兄回来了，这可是我们金峰的第一人啊！林师兄外出历练闯荡1年多了，这1年多的时间，因为林师兄不在，我们金峰的弟子受尽了欺负。现在可好了，林师兄终于回来了，我们金峰的弟子底气也足了很多。金峰之上，一个个弟子蜂拥而出，纷纷前来迎接那白衣少年。这个白衣少年叫林天宇，是金峰弟子第一人，就算在整个天元派所有的弟子之中，也是排在前10名的高手。与此同时，水峰之上，一个蓝衣少年也是缓缓登上水峰。这个蓝衣少年长身玉立，脸容白皙俊逸，气质翩翩。在他的身后，竟隐约有一片蓝色的海洋虚影，海鸥滑翔，群沙争霸。李超凡师兄回来了！一道大叫声震动整个水峰。这个蓝衣少年就是李超凡，水峰弟子第一人。他外面历练已经有2年多，现在是强者归来。同一时间，其他各峰也纷纷有实力恐怖的弟子历练归来。天元派之中有很多实力强大的弟子会选择外出历练闯荡，因为历练实战才是武者最好的成长方式。而现在天元派这些历练的弟子纷纷归来，是因为接到了通知，门派中的登天梯将会开放，举行一个爬梯比赛。这个爬梯比赛将会决定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水峰之上，一个蓝衣少年负手而立，满脸怒容。李师兄，你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我被那个小子打断了一条胳膊，我的肋骨最起码被打断5、6根，我的小脚也断了。四周围一个个包着白色绷带，散发着跌打药水味的水峰弟子纷纷向那蓝衣少年诉苦。这个蓝衣少年正是水峰弟子第一人李超凡，在天元派所有的弟子之中，他的实力排在前3名，岂有此理！区区一个新人弟子也敢欺负我们水峰的弟子，简直不知死活！李超凡大发雷霆，一掌将身旁的一张桌子拍得粉碎。对了，奕晨他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一整天都不见他？李超凡皱眉问道。李奕晨师兄带着我们水峰的10几个弟子去找叶云飞的麻烦了。一个弟子说道。这个弟子平时就是李奕晨的忠实跟班，所以知道李奕晨的去向。其他的事先放一边，现在马上去把奕晨找回来。你们全部都去找。李超凡说道。不知为什么，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此时，金峰之上，叶云飞所居住的阁楼之中。好了，胡妙，这里有30颗妖力丹，应该够你用一段时间了。叶云飞已经炼丹结束，将30颗黄色的灵丹递给胡妙。主人，你炼丹的速度也太吓人了吧！还不到2个时辰，你居然就炼出来30颗灵丹。我怎么发现你炼起丹来好像和吃饭睡觉一样容易呢？胡妙接过灵丹，那绝美的小脸蛋之上满是震撼之色。刚才叶云飞炼丹，他一直在旁边看着，整个过程简直就是行云流水一般，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而且炼丹速度快得吓人。妖力丹只不过是区4品灵丹，对于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就算是5品灵丹，我也可以随手炼得出来。叶云飞笑了笑，将来有机会会让你看看我是如何炼制地丹的。叶云飞淡淡说道，平淡的话语之中带着一种自负。地丹，胡妙那凹凸有致的躯体不由得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好的，我很期待。胡妙用崇拜的眼神望着叶云飞，拿着叶云飞专门给他炼制的30颗妖力丹，他开始感觉到跟着叶云飞是一个明智之举。好了，你被镇压了几百年，妖力本源损耗得很厉害，这些妖力丹对你很有帮助，抓紧时间服食吧。叶云飞说道。好的。胡妙身形一动，化成一缕妖气回到叶云飞身上的内丹之中。就在此时，叶云飞立即滚出来。赫然之间，小阁楼之外响起一道大喊声，直呼叶云飞的名字，声音之中蕴含着一种挑衅的味道。看样子找麻烦的来了。叶云飞露出冷笑，走了出去。小阁楼的门前站了10几个人，为首一个是一个年约25、6的粗壮男子，劲装束发，背着一杆黑色的长矛，满脸横肉，目露凶光。这个男子
叫周通，在金峰之中算是一个高手。他的身后站着的10几个弟子全部都是他的跟班，远处还有一大批金峰弟子密密麻麻站在四周围看热闹。周通外出历练1年多时间，刚刚回到门派不久，他为什么要来找叶云飞的麻烦呢？你有所不知，这2天我们金峰外出历练的核心弟子纷纷回来，听说了叶云飞的事情之后，全部都不服气。你们想想，叶云飞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加入我们金峰的新人弟子杜长老，居然就要把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给他。其他的核心弟子当然不服气，一个个都想找叶云飞的麻烦呢。不错，周通在金峰的核心弟子之中排名第3，他亲自出马，有好戏看了。一道道议论声不断响起，你就是叶云飞，就凭你也想占有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周通用一种不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叶云飞，然后开口说话，语气显得有点冷漠，似乎根本不把叶云飞放在眼内。这里是我清修的地方，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滚吧。叶云飞背负双手走出门外，打量了一眼周通，淡淡说道：放肆！小子，你只不过是一个新人，初来乍到，居然就敢对周通师兄摆出这样可恶的姿态，彻彻底底就是自寻死路。小子，我们金峰历来都有一个规矩，那就是新人弟子要向老弟子缴纳一定的财物，比如灵晶石、灵丹之类的，这叫新人礼。现在老老实实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部都交出来，小子，识趣一些，马上缴纳新人礼，然后向周通师兄赔礼认错。或许周通师兄可以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你这一次。听了叶云飞的话，周通身后的那些跟班一个个都是勃然大怒，指着叶云飞叫骂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看，我们金峰排名第2的萧小林也来了。天哪，就连金峰弟子第1人林天宇师兄也来了。一道道惊叫声不断响起，金峰排名前3的高手全部都来齐了。周围那些看热闹的弟子一个个都是感到十分震撼。要知道，金峰弟子总共有2000多人，能够排在前3名的每一个都是人中龙凤，实力强大。现在为了叶云飞，居然全部都来到了这里。他就是叶云飞，地境初期的实力，老实说有点失望啊。萧小林摇了摇头，露出失望的表情。她是一个长身玉立、身姿纤细、面容秀丽的美貌女子。蝼蚁。排名第1的林天宇打量了一下叶云飞，摇了摇头，吐出2个字：我再说一次，滚，否则后果自负。叶云飞显得十分不耐烦，对周通摆了摆手，呵斥道，那表情就好像在驱赶一群烦人的苍蝇。很好，想不到一个新人也敢用这样的语气对我周通说话，再这样下去，恐怕金峰都没有我周通站立的位置了。周通彻底被激怒了。在金峰的弟子中，周通的战力排在第3，所以一向十分自负高傲。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乖乖缴纳新人礼，然后跪下来赔礼道歉，我可以放你一马。第二，我会亲自出手，让你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实力。周通伸手往后背一拍，那杆黑色的长矛弹射出来，落在他的手中，遥遥指着叶云飞，冷冷说道。与此同时，轰，一股可怕的灵力威压从他的体峰倾泻出来，飓风狂吹，飞沙走石，场面十分恐怖。天境初期，这个周通的境界居然是天境初期，周通师兄的实力太可怕了，快离远一点。站在周通身后的那10几个跟班被震得纷纷跌倒摔开，屁滚尿流，乱成一团。难怪周通实力能排在第3，单单是他释放出来的气息我就承受不了。那个叶云飞居然把周通气成这样，简直就是在找死啊。远处那些看热闹的金峰弟子一个个都是惊叹，周通师兄，你请息怒。这个时候，阿牛突然来到了，从围观的人群之中挤了进来，跑到叶云飞的身旁。云飞师兄初来乍到，不太懂我们金峰的规矩，希望周通师兄念在同一个山峰的份上，放过云飞师兄这一次。云飞师兄的新人礼我帮他缴。阿牛低声下气地说道。云飞师兄，周通在我们金峰之中实力排在第3，十分可怕，千万不要惹怒他。阿牛悄声对叶云飞说话，然后阿牛掏出一些灵晶石和灵丹，想递过去给周通。猪狗一般的东西，滚！周通脸色一沉，喝道。阿牛的实力只不过是炼体境，是金峰的普通弟子，在周通这个核心弟子的眼中弱如蝼蚁，自然是不屑一顾。啪！一道清晰的声音响起，周通手中的黑色长矛抽打在阿牛的右脸之上，阿牛的身体被震得抛飞出去，撞落10几米外的地面之上。
右脸立即高高肿胀起来，口中喷血，手中那些灵晶石和灵丹也是全部都跌落在地。阿牛，你不用管，在天元派还没有我惹不起的弟子。叶云飞身形一闪，把阿牛扶了起来，开声说道。话音一落，叶云飞的身体动了，咻！众人只看见人影一闪，叶云飞就鬼魅一般来到了周通的身前，冷漠的目光盯着周通。叶云飞很生气，阿牛这个金峰的普通弟子，这2天给叶云飞的感觉很不错，现在阿牛被打了，这笔账叶云飞当然要替阿牛讨要。说时迟，那时快，叶云飞直接一拳就是轰了过去。嘿嘿，飞蛾扑火，不自量力。面对叶云飞的举动，周通冷冷一笑，手中的黑色长矛猛然刺出，迎向叶云飞的拳头。天境初期的灵力波动从那长矛之上散发出来，使得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十分沉重，就好像是一座大山向叶云飞碾压过来。叶云飞的拳头没有收回，也没有改变方向，依然是直直向前推去。周通的嘴角露出戏谑的笑意，这个小子真是不知死活啊！都看见自己的长矛刺出了，居然还不把拳头收回去，想用拳头来对抗自己的长矛，有可能吗？周通很自信，这一招自己的长矛肯定会废掉叶云飞的拳头的。叶云飞的拳头和那根黑矛撞击在一起，发出清晰的金属撞击声。然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叶云飞的拳头慢慢向前推进，周通手中的那根黑矛开始被挤压的慢慢弯曲起来，最后咔嚓一声，直接断成2截。周通脸上本来十分自信的笑意直接僵死。轰！叶云飞一拳轰出，7、8万斤的肉体力量倾泻而出，直接把前方的空气全部抽空，形成可怕的压力真空区。周通心神一颤，一种危险的感觉迅速占据他的周身。我跟你拼了！周通大吼了起来。砰！双方的拳头直接对撞在了一起，一声巨响，声震四野。而后周通的身躯暴退，退后100多步才勉强站住，嘴角开始渗血。叶云飞一步跨出，追上周通，然后再一拳轰了过去。周通根本就无法躲避，被逼无奈之下只好迎战，一拳对轰出去。砰！双方的拳头再一次碰撞在一起，发出巨响声。接下来双方一连对轰了6、7拳，最后一拳，周通的躯体被震得抛飞了出去，并且连连喷血，脸色苍白。叶云飞闪电般冲了过去，一伸右手就扼住了周通的喉咙，一把将他提起，好像抓住一只小鸡。叶云飞的身法速度太快了，鬼魅一般。周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叶云飞控制住了。阿牛，他刚才打你的脸，我现在帮你打回他。叶云飞说道，然后左掌向周通双脸抽打了过去。啪啪啪，一连串的耳光声响起，一记又一记耳光源源不断抽打在周通的双脸之上。周通又羞又愤，拼命挣扎，无奈他的喉咙被叶云飞的右手紧紧扼住，呼吸困难，似乎就要断气，手脚无力，哪里反抗得了呢？怎么会这样的？周通师兄竟然毫无反抗之力！周围的弟子一个个看得瞠目结舌，无法相信。片刻后，耳光声终于停止了。阿牛，他打了你1记耳光，我打了他100记耳光，应该能勉强对通了。叶云飞顺手一抛，把周通抛在一旁。呼呼呼，周通双手抓住喉咙，拼命呼吸，像一条被暴晒了大半天的鱼。1记耳光对100记耳光，居然还说只是勉强对通，这家伙也太凶残了吧！这一刻，周围那些看热闹的金峰弟子一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看来要想办法修炼天魔融血断体诀的第2层了。叶云飞的心中暗暗想到，现在叶云飞已经有点喜欢肉体力量的战斗方式了，简单直接狂暴，拳拳到肉，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叶云飞居然打败了周通，这岂不是说他的实力在我们金峰已经能排进前3了？太可怕了，以后我们绝对不能招惹他了。周围那些看热闹的金峰弟子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再也不敢有丝毫的不敬了滚，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叶云飞吐出一个字，缓缓向小阁楼周围扫视。不过此刻周围那些金峰的弟子再也不敢无视叶云飞的警告了。再怎么说，这可是一个能够打败周通的可怕存在，绝不是一般的金峰弟子胆敢招惹的。周通的那10几个跟班迎上叶云飞的目光，吓得脚也软了，连忙扶起周通，飞也似的离去。其他那些金峰弟子看见叶云飞的目光望过来，也是吓得纷纷转身就走。只有林天宇和萧小林2人对叶云飞的警告不屑一顾，有点意思，战斗意识很强。
一开始周通就失了先机，步步受制。我们金峰倒是出了一个人物。萧小林的美眸盯着叶云飞，点评道：肉体力量终究是小道，修炼肉体力量在前期确实可以快速获得力量，但这种心态属于投机取巧，这样的武道之心成就有限。而且登天梯考验的是一个武者的天赋、资质、意志，所以几天之后举行的爬梯比赛，他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进入前5名，他不配拥有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林天宇望向叶云飞的目光有点不屑，摇了摇头，转身离去。林师兄的点评一针见血，太有道理了。那个小子又怎么可能和林师兄相提并论呢？林天宇的身旁跟着一大群弟子，一个个拍起马屁来。萧小林看了一眼叶云飞，也走了。叶云飞的小阁楼周围恢复了平静。叶云飞摇头苦笑，对于这种宗派弟子之间的斗争，叶云飞其实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只不过麻烦偏要找上来。阿牛，把这颗灵丹吃下，你的脸就会消肿的了。叶云飞取出一颗灵丹递给阿牛。刚才阿牛的脸被周通打了一毛，直到现在脸还是高高肿起。阿牛按叶云飞的话服下灵丹，果然脸上的肿胀立即就开始消散，几个呼吸之间脸上就完全恢复了正常。云飞师兄，你的灵丹真的太灵了，阿牛不由得感叹道。叶云飞微微一笑，一个天帝亲自出手炼制的灵丹，哪里会有不灵之理？就在此时，叶云飞突然脸色微变，身形猛地向旁边一闪，轰！一条修长的美脚几乎是擦着叶云飞的身旁踢过，狂暴的力量把空气踢得爆炸，发出巨响声，让周围数十米的空间都微微震动，同时还有一阵香气弥漫。叶云飞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大美女，一身红衣，年约15、16岁，鹅蛋脸，梨涡战线，眉毛弯弯，双目犹如一泓秋水，且蕴含着天真无邪和灵动调皮的表情。而且她那双眼睛一直在眨啊眨的，透露出一种古灵精怪的味道，似乎正在憋着什么坏主意。你是谁？叶云飞脸色一沉。这个女子刚才一直藏在附近，趁叶云飞不注意，突然发动偷袭，如果不是因为叶云飞拥有魂力，提前感知到她的存在，差点就中招了。云飞师兄，她是……阿牛一见这个女子，吓得脸色发白，身体直打哆嗦，连话也说不完整了。居然能躲开我的偷袭，防范意识不错嘛。好，再让我试试你。那红衫少女说完，根本就不管叶云飞的意见，粉拳轰出，朝叶云飞打了过来。轰！别看她的粉拳秀美，但是所蕴含着的力量，就连叶云飞也是脸色一变。叶云飞也是一拳对轰过去，两只拳头碰撞在一起，轰隆隆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一股狂暴的能量冲击波从那撞击的中心扩散出去，周围地面上的沙石枯枝全部倒卷而起，像是刮起了一场龙卷风。然后叶云飞的身体竟然被震得到飞出去几十米之外。好在叶云飞身法高明，半空一个翻身，没有跌倒在地。力气太小了，那红衫女子喝道，脚尖一跺地面，像一支红色的箭，瞬间就来到了叶云飞身前。轰轰，她的双脚犹如闪电一般连环踢出，速度奇快，角度诡异，而且每一脚的力量都是大的吓人，就连叶云飞也不敢硬接。叶云飞展动灵风神步，左一步右一步，把红衫女子攻势全部轻松躲开。试试我的剑法。那红衫少女的手中多了一柄长剑，剑影凌厉，剑气激荡，向叶云飞刺来。不得不说，她的剑法十分高明，她施展的剑法在叶云飞的眼中看来不值一提，但是她的剑道修为却是很不错，竟然领悟了3分剑意。一剑刺出，周围一小片空间都充满了犀利的无形剑芒，切割空气，威力恐怖。只不过叶云飞施展的灵风神步是一门十分高深的步法，那红衫女子打了大半天，就连叶云飞的衣袖也没有碰到一脚。喂，你倒是动手啊，光知道躲不还手，这算什么？那红衫少女不满意了，叫道：我跟你无怨无仇，不想出手伤你。叶云飞淡淡说道。叶云飞看得出来，这个红衫女子单纯只是想试试自己的实力。有好几次她施展出来的灵力杀招打到中途却突然收了回去，显然是怕误伤叶云飞。看出来这一点之后，叶云飞对这个红衫女子多一点好感，不愿和她计较了。哼，大言不惭，就凭你也能伤得到我吗？就知道躲，没意思。不过你能在本小姐的手下躲避100多招也算是不错了。我觉得你勉强有资格获得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好了，我不找你麻烦了。那红衫女子说完之后不拖泥带水，
扭着小蛮腰，转身就走。显然，他是那种风风火火的性格，战族天生好战，果然如此。叶云飞淡淡一笑，说道。那红衫女子闻言，脚步一顿，浑身僵住了。她缓缓回头，那鹅蛋脸之上露出震惊之色。你怎么知道我是战族的人？那红衫女子用不可思议的语气问道。要知道，在整个天元派，知道她的身份来历的人就只有一个。你的体内流淌着战族的血脉，当然就是战族的人了。叶云飞平淡地说道。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的，此事只有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绝不可以向别人说，否则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红衫女子瞪了一眼叶云飞，转身就走。云飞师兄，她是龙莹莹，我们天元派弟子第一人，而且她还是我们天元派传说中的一个隐士长老的孙女。等那红衫女子走远之后，阿牛才终于用颤抖的语气说出了她的来历。哦，那么她是属于哪一峰的弟子呢？叶云飞一愣，想不到这个红衫女子在天元派之内有这么大的来历，开声问道。云飞师兄，你有所不知，龙莹莹不属于任何一峰，所说平时是掌门亲自指导她的修炼。龙莹莹特别好战，一言不合就会出手打人，就连水峰的李超凡也曾经被她追打得鼻肿脸青。在整个天元派，全派上下所有的弟子都为她如虎，避之唯恐不及。阿牛说道。原来如此。叶云飞微微一笑，战族的人如果不好战，那才奇怪。叶云飞估计这个龙莹莹的实力相当于天境高级，而且一旦她激活体内的战族血脉，战力还会飙升。好了，阿牛，你先回去吧，这一瓶灵丹你拿去吧，有了这些灵丹，你应该很快就能突破了。叶云飞取出3瓶灵丹递给阿牛，是2品真灵丹。云飞师兄，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阿牛接过瓶子，发现3个瓶子之中总共装着30颗真灵丹，吓了一跳。没事，拿去吧。叶云飞挥了挥手，转身走进小阁楼之内。2品灵丹对于叶云飞来说，简直是要多少就有多少，不值一提。多谢云飞师兄赐丹之恩。阿牛在背后向叶云飞鞠了一个躬，拿着灵丹离开了。阿牛知道叶云飞说的不错，有了这30颗真灵丹，自己的资质就算再差也可以突破了。叶云飞回到小阁楼之中，接下来的几天，叶云飞都在小阁楼之中进行进修，等待爬梯比赛的到来。水峰之上，李师兄，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发现李逸晨师兄的下落。后山除了困妖崖之外，其他的地方我们也全部找遍了。一大批弟子站在李超凡面前进行汇报。李超凡越听，脸色就是越难看。这几天时间，他发动了大批水峰的弟子，到处去寻找李逸晨的下落。结果，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的消息。报告李师兄，我们在后山捡到了10几把兵器，看样子应该是吴建新他们的兵器。突然，有2个水峰弟子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把10几柄兵器抛在李超凡的身前。吴建新是李逸晨的其中一个忠实跟班，当时李逸晨带着10几个水峰弟子去后山追杀叶云飞，吴建新就是其中一个。李师兄，看样子吴建新他们应该是出事了。一个水峰弟子小心翼翼地说道，他不敢说李逸晨出事，怕刺激到李超凡。李师兄，我听金峰的弟子说，那个叶云飞果然已经回到金峰了，而且还当众打败了金峰排名第3的周通。又有一个弟子跑回来向李超凡报告，看来逸晨有可能已经出事了。李超凡深深地做了一个呼吸。李师兄，我问过任务堂的刘执事了，他说当时他分派给那个叶云飞的任务是去后山困妖崖采集天妖果，结果叶云飞就去了。后来李逸晨师兄就带着10几个弟子悄悄跟着去后山了。对了，我听说水峰一个叫阿牛的弟子当时也跟着那个叶云飞一起去后山。此时又有一个弟子回来向李超凡报告，现在你们马上去把那个叫阿牛的金峰弟子抓起来进行严刑逼问，一定要问清楚逸晨的下落。李超凡说道。不过记住，这件事秘密一点，明白了没有？李超凡叮嘱说道。李师兄放心，我们明白了。李超凡周围那些水峰弟子都是点头。叶云飞，如果逸晨真的出事，我要你血债血偿。我们皇城李家的人可不是那么好杀的，不但你，就连你的9族也要受到牵连，株连9族。李超凡咬牙切齿地说道。李超凡和李逸晨都是来自皇城李家，李家是一个大家族，实力十分强大。李逸晨是李家之中一个位高权重的族老的孙子，身份比较尊贵。那个族老曾经嘱托过李超凡，在天元派之中一定要照顾好李逸晨。结果现在李逸晨出了事，
李超凡有点头痛，以后回去家族都不知道如何向那个族老交代。叶云飞，我绝不会放过你。李超凡的目光之中蕴含着无尽的怒火。此时，在天元派总部深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峰之上，一个小院落之内，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在盘膝打坐。莹莹，你又跑去哪里打人了呢？突然，老者睁开眼睛，望向小院子的篱笆门外，一个红衫女子走了进来，正是不久之前和叶云飞动手过招的那个女子。龙莹莹，天元派弟子第一人。爷爷，瞧你说的，我又不是整天打人。龙莹莹撇嘴说道：不是整天打人，但基本上是隔天打人啊。我们天元派的弟子排名靠前一些的弟子，还有哪个没有被你打过呢？老者摇头苦笑，别说了，天元派的这些弟子全部都是垃圾，没有一个能让我满意的。爷爷，照我说，这个天元派干脆关门算了，培养出来的竟是一些废物。龙莹莹说道：莹莹，你怎么这样说话？我们天元派在大秦帝国之内可是4大宗派之一，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渴望加入呢？那老者瞪眼说道：莹莹，你不要整天疯疯癫癫的了，老是这样子，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呢？老者叹气道：他发现对这个孙女他是彻底没法管教了。谁说我要嫁人了？再说谁想娶我，先打得过我再说吧。龙莹莹说道：对了，爷爷，我们天元派那个新来的叶云飞有点古怪，和我对轰了一拳，居然连轻伤也没有，而且我打了100多招，连他的衣角也没有摸到。这真的只是一个刚入门的弟子吗？而且他还认出了我是战族的人，我觉得这个叶云飞不简单，最好对他好好调查一下。龙莹莹气鼓鼓地说道：什么？你是说他认出了你是战族的人？那老者闻言不由得目中金芒爆闪。不错，他一口就道出了我的来历。龙莹莹点头道：这怎么可能？你们战族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种族，别说大秦帝国的人，就算是东域那些大教大族中的老古董，也未必能一眼看破你的来历。那个叶云飞，我听杜长老说，只不过是圆月城中一个小家族的少爷，他居然能一眼就看破你的来历，确实是很古怪。那老者不由得皱起眉头，看来得好好留意一下这个小子了。老者说道：爷爷，我也要进那个天鹰小世界。龙莹莹说道：几天之后登天梯就会开放，你想获得进入天鹰小世界的名额，就参加爬梯比赛吧。那老者说道：爷爷你放心，这个爬梯比赛我肯定会拿第1名的，整个天元派不可能有哪一个弟子的天赋能比我更高。龙莹莹自信地说道：你说的不错，你的体内流淌着的可是战族的血脉，你们战族在远古时代可是称霸天下的大族，据说你们战族的祖先还曾经出过一个大帝呢。那老者笑道，用欣赏的目光望着龙莹莹。那是当然。龙莹莹扬起俏脸，十分得意。此时金峰之上，普通弟子的宿舍区之中，金峰的普通弟子大多数都是住单间宿舍，只有核心弟子才能拥有一幢小阁楼。在一排单间宿舍之前站着10几个表情嚣张的青年男子。哪个是阿牛？马上滚出来！其中一个男子扯开喉咙大叫了起来。这些是水峰的弟子，为什么跑来我们金峰找人呢？难道阿牛得罪了水峰的弟子？不可能啊，阿牛历来胆小懦弱，习惯夹着尾巴做人，有什么胆量跑去得罪水峰的弟子呢？不管怎么样，水峰的弟子也太嚣张了吧，这样明目张胆跑来我们金峰的宿舍区找人，一点也不把我们金峰的人放在眼内。咻，小声点，你想找死吗？在我们天元派，谁不知道水峰的弟子是大，一向嚣张惯了，万一被他们听到就麻烦了。远处有许多金峰的弟子聚集在一起悄声议论，毕竟这10几个水峰弟子闹出来的动静十分大，在这片密集的宿舍区大嚷大叫，惊动了许多人。很快，其中一间简陋的宿舍房门推开了，阿牛走了出来。我就是阿牛，请问各位师兄找我有什么事呢？阿牛望向那10几个水峰的弟子，满脸疑问。要知道阿牛的实力弱，地位低，进入天元派几年时间连朋友也没有几个，在天元派之中几乎是无人问津的角色，甚至都没有人愿意欺负这样微不足道的角色，又哪里会有人找呢？废话少说，跟我们走。那10几个水峰弟子根本就不屑于和阿牛说话，其中一个男子走上前来，像抓小鸡一样一把抓起阿牛，拖着就走。你干什么？放手！阿牛情急之下大叫了起来。垃圾，住嘴！那个男子伸手一连在阿牛的脸上抽打了10几记耳光，立即
阿牛的双脸开始高高肿起。这个男子是地境中期的实力，阿牛在他的面前显得太弱小了。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打我？阿牛不服，怒吼了起来，拼命挣扎。贱东西，居然敢不配合！那好，我先打断你的双手双脚，看你如何挣扎。那个男子阴冷一笑，然后他的右腿闪电般伸出，朝阿牛踢去。咔嚓4道清脆的骨折声同时响起，阿牛的四肢竟然全部被他断了。阿牛痛得惨叫了起来。看到了没有？这样的贱东西就是要给颜色他看看才有效果。走吧，我们回去。那个男子得意地对其他那些水风弟子说道。哈哈，金风这些人真的是太没用了，我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阻止。天元派的5个风，我们水风才是老大，当然没有人敢惹。那倒也是，我们水风的弟子所到之处，谁敢说半个不字？那10几个水风弟子带着阿牛大摇大摆地离开，一个个得意洋洋，放肆的高声谈笑，用不屑的目光看向周围那些看热闹的金风弟子。气死人了！这些水风的人太嚣张了。是啊，完全不把我们金风放在眼内。周围那些看热闹的金风弟子把这10几个水风弟子所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一个个都是十分气愤。只不过这些年来在天元派之中，水风的实力确实是最强的，其他几个风的弟子一般不想随便得罪水风的弟子。太气人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走，我们去找林天宇师兄，让他替我们金风出口气。有一些金风弟子想到了林天宇。你想找死吗？林天宇师兄已经宣布了，这几天时间他要闭关静养，为即将到来的爬梯比赛做准备，你千万不要去打扰他。旁边马上就有人提醒，等等，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治这些水风的弟子。宿舍区之中，突然其中一个金风弟子说道。什么办法？周围其他弟子的目光都是向他望来。你们忘了吗？阿牛和叶云飞的关系好像很不错，上次周通打了阿牛1记耳光，结果叶云飞为了帮阿牛报仇，打了周通100记耳光。现在阿牛被抓走了，我觉得叶云飞肯定会管的。那个弟子说道。对啊，你不说我们差点忘了这件事呢。走，马上把这件事告诉叶云飞。其他的金风的弟子都是恍然大悟。片刻后，就有一批金风弟子壮着胆子来到了叶云飞的小阁楼之前，小心翼翼出声求见叶云飞。你们找我何事？叶云飞走了出来，皱眉问道。云飞师兄，阿牛被水风的人抓走了。其中一个弟子上前，把刚才在普通弟子宿舍区发生的事情向叶云飞说了一遍。叶云飞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几天前自己在后山杀了10几个水风弟子，其中一个叫李逸晨，好像来头不小。当时阿牛陪着自己一起去后山，现在阿牛被抓走，肯定是因为这件事。那你们为什么不阻拦，任由他们带走阿牛呢？叶云飞皱眉道。云飞师兄，你有所不知，在我们天元派，水风的实力最强，我们金风的弟子根本就不敢招惹水风的弟子啊，否则以后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一个弟子小声说道。原来这样，其实水风的弟子没有什么好怕的，现在我就去水风要人，你们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叶云飞说道。听了叶云飞的话，周围那些金风弟子，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放心，有我在，什么也不用怕。水风的弟子不是很嚣张吗？我们直接打上去，打到他们服为止，这样他们以后就不会再敢小看我们金风的弟子了。叶云飞说道。既然水风的弟子大摇大摆来到金风，把阿牛抓走，叶云飞决定干脆搞大一点，带着一群金风的弟子杀上水风，把阿牛救回来。谁跟我一起去的？回来之后一人奖1颗2品真灵丹。叶云飞补充道。真灵丹。那些金风弟子闻言不由得眼中一亮。对于这些普通弟子来说，1颗2品真灵丹已经算是珍贵了，毕竟平时门派1个月才发1颗真灵丹。云飞师兄，你真的有那么多真灵丹吗？其中一个弟子小心问道。要多少就有多少。叶云飞马上从空间戒指之中取出来几10瓶真灵丹，放在身旁的一个石桌上，每一瓶都有10颗。那些金风弟子一见都忍不住倒抽凉气，这些最起码有几百颗真灵丹了。好，云飞师兄，我们跟你一起去。水风那些人太嚣张了，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们金风的弟子也不是好欺负的。于是那些金风弟子都是一咬牙，纷纷点头，那还等什么？走，去水风。叶云飞收起那几10瓶真灵丹，一挥手，带着这些金风弟子向着水风而去。金风之上，叶云飞带着一群金风弟子一路下山，一路上
不断遇到了许多其他的金风弟子，大家都十分好奇，纷纷上前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水风那些王八蛋太欺负人了，居然大摇大摆跑到我们金风的宿舍去闹事，不但把我们金风的弟子打残，还把人抓走了。现在云飞师兄带着我们一起去水风要人，各位大家如果有点血性，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水风。这一次我们金风一定要向水风讨一个公道，而且云飞师兄已经承诺了，凡是跟着一起去的，每人奖一颗真灵丹。那些跟在叶云飞身后的金风弟子高声解释：好，我们也去。上个月我也因为一点小事被水风那些王八蛋打了一顿，想起来太气人了。就算没有真灵丹，我也跟着云飞师兄去。老子也忍水风那些人很久了，去，一起去。走啊，去水风讨一个公道。绝大部分中途遇上的金风弟子也加入了队伍，纷纷跟在叶云飞的后面，一个个激昂咆哮，显得十分亢奋。渐渐的，跟在叶云飞身后的队伍规模越来越大。一来，叶云飞打败周通，这些金风弟子都对叶云飞的实力有信心；二来，凡是去的人都奖一颗真灵丹。当然，更加重要的，这些年来金风的弟子确实受尽了水风弟子的欺负，早就人人憋着一口气。有胆量的就跟着云飞师兄走，向水风讨还公道。这一次要让水风的人知道，我们金风也不是好欺负的。有血性的就一起走，不敢去的就滚回家喝奶水吧。一时之间，一个又一个金风弟子，不管男女，都像打了鸡血一般，大吼大嚷，脸色都涨得通红，激动得全身颤抖。一个个的排在叶云飞后面，洪流一般奔着水风的方向去，声势十分浩大，引人注目。此刻跟在叶云飞身后的人数已达1000多。片刻后，一大队人马终于来到了水峰之前。这是一座森林葱郁的山峰，云雾缭绕，气度森严，山上修建了许多房舍、楼宇，还有宫殿。单从气象看，就知道水峰的整体实力确实比金峰强很多。叶云飞知道，那是因为金峰灵性已失，山根埋没的原因，而且水峰还残存着一些灵性，在水峰之上修炼，进展肯定比金峰快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水峰的弟子整体实力更强的原因。而且在天元派5峰弟子之中，水峰弟子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接近4000，而金峰的弟子数量还不到2000，几乎相差了一半。此时水峰的山脚之处，有着10几个弟子正手持兵器在巡逻守峰。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水峰弟子一眼看见1000多人的队伍蜂拥而来，有点心惊不过。很快他们就看清了，这1000多人全部都是金峰的弟子。在天元派之中，水峰的弟子都自觉高人一等，在其他4峰弟子面前习惯了高高在上。站住！水峰重地，岂是你们金峰这些垃圾所能踏足的？这么多人跑来我们水峰，你们金峰难道想造反不成？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那10几个水峰弟子用手指着1000多个金峰弟子呵斥了起来，看样子竟然是一点也不把这些金峰弟子放在眼内。来到水峰之前，叶云飞身后的那些金峰弟子也是开始有点犹豫了起来，难道真的要打上去吗？突然叶云飞一步踏前，咕咕，叶云飞张开嘴，猛地深吸一口气。这一口气动静十分大，好像鲸吞长江，竟然把周围的空气全部吸光，进入腹中。然后叶云飞体内所有的灵力，所有的肉体力量一起沸腾了起来，气血沸腾，全身上下所有能够发出声音的部位统统急速颤动了起来，喉、腹腔、肺部、五脏六腑全部都膨胀了起来。叶云飞的身体开始鼓胀起来，然后叶云飞体内的灵力、肉体力量，还有刚才吸进来的大量空气一起吸涌出去。水峰的人听着，马上把阿牛放了，否则直接打上去，打到你们放人为止。叶云飞大吼说话，这句话是吼出来的，一股恐怖的音波好像山崩海啸一般，向着水峰之上席卷上去。立即水峰之上轰隆隆的音波不断传递着，回荡着，狂风呼啸，给人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打到你们放人为止，打到你们放人为止。叶云飞的声音在山峰之间反复回荡着，传出去几十里之外，清晰可闻。狂狮一族的狮吼功威力果然不错，据说狂狮族之中有一些高手能够一声大吼把一颗星辰也吼成粉鸡呢。吼完之后，叶云飞的心中暗暗想到，这种狮吼功是叶云飞从一个狂狮族的高手那儿得到的，重生之后还是第一次施展出来，显得十分生涩，谈不上什么威力。不过营造出来的声势倒是不弱。前方那10几个水峰弟子首当其冲，
一个个被叶云飞吼出来的音波震得衣衫爆碎，头发炸开，根根翻卷倒竖，面容无比惊恐，宛如见鬼。他们想抬起手捂住耳朵，可是却感到一点力气也没有，连一根手指头也无法动弹。他们的耳中轰隆隆直响，好像打雷一般。走，我们上去。叶云飞大步流星向山上走上去，我们跟着云飞师兄上去。后面那些金风弟子看到叶云飞一吼之下竟有如此威势，都是重新激起满腔热血，纷纷大嚷，跟在叶云飞身后。在叶云飞的一吼之下，水峰之上先是瞬间寂静了下来，鸦雀无声。然后是谁叫得这么大声？大胆，哪个狂徒敢来咱们水峰闹事？下一刻，整个水峰彻底沸腾了起来，一个个水峰弟子冲了出来，大声叫骂。有许多正在闭关修炼的弟子被叶云飞一声大吼吓了一跳，差点走火入魔，整个水峰乱成一团。此时水峰之上，其中一间高大豪华的楼宇，大厅之中，低贱的东西，你到底说不说一晨到底是生还是死？李超凡的怒吼声响起，大厅中还有几十个水峰的弟子，大厅的柱子上绑着一个浑身血淋淋的人，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正是阿牛。刚才在这个大厅之中，阿牛已经被逼问了大半天，只不过阿牛的脾气十分倔强，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阿牛硬是忍住了，愣是一个字也没说。旁边有两个水峰弟子，手中分别拿着一根带刺的皮鞭，表情凶狠。再给我打，打到他说为止，再不说就把他打死，给一晨陪葬。李超凡咬牙说道，杀气腾腾。李师兄，不好了，金峰有1000多个弟子杀向我们水峰，要我们把这个阿牛放了。带头的那个好像是叶云飞。突然一个弟子匆匆跑进大厅，向李超凡报告。哦，叶云飞，好，太好了，一晨的失踪，这个叶云飞的嫌疑最大，我正想去找他，想不到他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哼，金峰那些垃圾来的再多又有什么好怕的？现在把我的话传下去，就说李超凡将会亲自带领水峰的弟子迎敌。李超凡一听马上站了起来，目光之中杀意浓郁到极点。哼，我们李家的人可不是好招惹的。走！李超凡一挥手，带着大厅中的弟子向外走出去。李师兄，这个垃圾呢？如何处置？一个弟子向李超凡问道。带上，我要当着那个叶云飞的面把这个垃圾杀掉。李超凡冷笑说道。此时李超凡师兄有令，水峰的所有的弟子通通出动迎战金峰的人，谁敢不出来迎敌的，不配当我们水峰的弟子，自动滚出水峰。水峰之上一道道大吼声响起，于是水峰之上众多的弟子迅速集结，组成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山下走下去。这个时候，叶云飞带着1000多个金峰的弟子也正在浩浩荡荡向着水峰之上冲了上去。最终在半山腰的位置，一个巨大的广场，两峰的人马恰好在这个广场之中相遇了。这个广场是水峰的演武广场，面积十分大，广场之中黑压压的站满了人，金峰弟子占据一边，水峰弟子占据另一边，两峰弟子互相对峙着。不过从数量上来看，水峰弟子明显多了很多，几乎是金峰弟子数量的1倍还多。哼，金峰这群废物竟然不自量力，跑过来挑衅，这一次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们，让这些废物常常记信水峰的弟子尽皆用嘲弄和不屑的眼光看着金峰的弟子，尖声尖气的叫道。废话少说，马上把我们金峰的弟子阿牛放了，否则今天我就要打遍所有水峰的弟子，打到你们水峰放人为止。叶云飞一步踏前，朗声说道。既然水峰的人大摇大摆去到金峰，当众把阿牛抓走，那么叶云飞就要大张旗鼓，当众把阿牛接回去。这段时间以来，叶云飞对阿牛的印象不错，而且说起来阿牛也是受了自己的牵连，所以叶云飞不会不管阿牛。叶云飞的话音一落，全场一片安静。打遍所有的水峰弟子，打到水峰放人为止，这样的话语也太嚣张，太狂妄，太霸道了吧，简直就是不把整个水峰放在眼内啊。如果是来了一个可怕的高手敢说这样的话，那也就罢了，偏偏叶云飞显示出来的灵力波动只不过是地境前期，这样的实力在水峰弟子之中一抓一大把，这样弱小的家伙居然说出这样嚣张的话，简直就是对水峰的一种巨大的侮辱啊。广场中所有的水峰弟子听了叶云飞的话，尽皆惊住，旋即是滔天的愤怒和咆哮，无数盈满杀气的目光瞪向叶云飞。
如果目光能杀人，那么这一刻叶云飞早就尸骨已寒。在暴怒的情绪之下，水风的弟子一个个要控制不住了，凶相毕露，都想冲上来对叶云飞动手。轰轰轰，一道道灵力能量纷纷释放出来，整个广场被震得摇摇晃晃。怎么不服吗？不服的话就上来吧，我自己一个人对战你们水风所有的弟子。叶云飞一步踏前，厉声喝道：小子，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就凭你自己一个人也想打遍我们水风的弟子？现在我刘峰来斩你！话音一落，一个身形修长的青年从水风弟子之中跃众而出，周身衣袂无风自动，整个人给人一种飘逸不凡的气质。刘峰师兄在我们水风弟子之中排名第20，地境后期的实力对付这个只有地境前期的垃圾绰绰有余了。有水风弟子高声说道：垃圾，受死吧！刘峰赫然一动，展动身法，犹如一道清风，快速之极，手中出现一柄长剑，向叶云飞暴掠而来。显然这个刘峰擅长身法，只不过叶云飞的魂力把他的动作捕捉得清清楚楚，犹如慢镜头一般。叶云飞微微一侧身，就把刘峰刺过来的长剑闪开，然后一巴掌抽打过去。啪！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刘峰的身体好像一枚炮弹一般，急速向广场之外抛飞出去，撞落在广场之外。水风的弟子就这种水平吗？来几个像样的吧。叶云飞背负双手，淡淡说道：今天为了帮阿牛出气，叶云飞是准备大闹水风。太狂妄了小子，我来斩你！一道大吼声响起，水风弟子之中冲出来一个壮汉，浑身横肉，躯体粗壮，向叶云飞冲来。所过之处，地面被践踏得轰隆隆抖动。是欧阳师兄，我们水风排名第13的高手。欧阳师兄的一身横练功夫十分强悍，堪称刀枪不入。马上水风弟子之中就有人低声惊叫道：小子，我要打死你！那个壮汉气势汹汹，就好像是深海中的一条大鲨鱼，凌空向叶云飞扑来。在他的身后，隐隐间有海浪滔天的虚影浮现。轰轰轰，这个壮汉所过之处，空气爆鸣，震耳欲聋，飞沙走石。嘿嘿，跟我比力气吗？叶云飞冷冷一笑，看得出来这个壮汉最擅长的应该是力量。来得好！叶云飞一声大吼，肉体力量倾泻而出，加持在拳头之上，一拳向前轰出。狂暴的肉体力量把前方的空气打得不断爆鸣，地动山摇。叶云飞的拳头还没有打到，那个壮汉就觉得呼吸困难，浑身发软，被压制得无法动弹丝毫。砰！那个壮汉被拳风横扫，好像纸鸢般横飞而出，鲜血狂吐。又是一招败敌。广场之中所有的水风弟子一片死寂。叶云飞师兄威武无敌，水风的王八蛋们现在知道厉害了吧？金峰这一边的弟子平时受惯了水风弟子的欺负，现在一个个都觉得十分解气，简直就是6月炎阳天喝了血水一般，浑身舒畅，一个个大吼了起来，替叶云飞助威。哼，真是小人得志，猖狂的没边了。垃圾，我来治你！一道冰寒的声音缓缓响起，一个绿袍少年背负双手，神态傲慢，从远处慢慢走进广场。少飞师兄来了。少师兄在我们水风的弟子之中排名第6，有少师兄出手，这个小子死定了。少师兄赶快出手，把这个狂妄的小子干掉，替我们水风出一口气。这个绿袍少年一出现，水风的弟子就欢呼了起来。水风排名第6，也不过如此，抓紧时间过来挨打吧。叶云飞不耐烦地说道：小子，不得不说你太猖狂了。那少飞本来是一副淡定傲慢的表情，一听叶云飞的话，白皙的脸皮一下子涨得通红，怒喝了起来。轰隆隆，他的身后骤然出现一片海洋虚影，狂风暴雨，无数的海中妖兽不断跳跃而起，在怒吼咆哮着。水风的弟子所修炼的功法一般都是水属性，小子，今天我就废了你！少飞一声怒吼，他的身后海涛怒卷，狂风大浪，气势节节攀升。他居然是天境初期！轰轰轰，浩浩荡荡的灵力波动，肉眼可见，好像波纹一般，到处席卷，向叶云飞弥漫而来。大海神拳！赫然之间，少飞一拳轰出，只见灵力滚滚，好像海洋风暴一般，凝聚在他的拳头之上。轰！拳头朝前轰来，只见惊涛骇浪，一条条巨鲸、鳄鲨、巨型八爪鱼的虚影不断从海浪之中跳跃出来，向叶云飞扑杀过来。雕虫小技也敢献丑？叶云飞淡淡一笑，然后叶云飞依然是施展肉体力量，一步踏前，一拳轰出，招式简单，但是
拳头之中所蕴含着的肉体力量最起码有6万斤，而且在出拳的同时，叶云飞施展出来是神针，一枚是神针，直接攻进少飞的魂海之中，疯狂搅动。啊！少飞一声惨叫，头痛欲裂，然后轰隆隆，双方的拳头轰击在一起，巨大的撞击声传遍整个水峰，然后砰！少飞的身体被震得急速向后倒退，双脚在地面之上拉出来2条深深的沟壑，烟尘滚滚，最终背脊着地，狠狠地撞倒在地上。又是一招败了，肉体力量再配合是神针，叶云飞可以轻松秒败一个天境前期。此刻整个广场一片死寂，水峰的那些弟子一个个脸上都显出惊骇的表情，就连金峰的弟子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叶云飞的表现太强势了，就连天境高手都是一招秒败，水峰的人都是这样废物吗？能不能来一个像样的？叶云飞淡淡说道，睥睨全场。本来叶云飞不想这样高调的，可是阿牛的事情让叶云飞十分恼火，所以今天不把水峰搅得天翻地覆，绝不罢休。水峰排名第6，天境初期的少飞也被叶云飞一招秒败，其他那些水峰的弟子根本就没有人敢在上前对战叶云飞。厉师兄也来了。厉武师兄，你在我们水峰排名第4，赶快上前教训那个狂妄的小子，替我们水峰出一口气。有一些水峰弟子眼尖，看到了人群之中水峰排名第4的厉师兄，马上大叫了起来。这个小子毕竟只是地境初期的实力，我就算打败了他，恐怕也是胜之不武啊。人群之中一个白衣男子被认出后吓了一跳，不着痕迹地退后了一步，迟疑地说道，开玩笑，他的战力虽然比少飞更强，但是也没有能力一招秒败少飞。他知道自己如果上前肯定不是对手，只会出丑。徐兄，你也来了，你在我们水峰排名第3，不如你亲自出手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吧。突然厉武指着人群之中一个身材矮小双目金光涌动的男子大叫道，立即水峰的弟子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姓徐的男子身上。徐师兄也来了，徐师兄请出手惩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水峰弟子都是大吼了起来。这个姓徐的男子在水峰之中排名第3，天境中期的实力。好，既然这样，我来教训这个狂妄的家伙。姓徐的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意思推辞，况且他觉得自己是天境中期的实力，应该可以打败叶云飞。于是他一步上前，枪，一柄单刀从他的背后跳起，被他握住，一刀在手，顿时他的气势大盛，显露出来一种霸道孤傲的气质。惨烈的刀气从他手中的单刀释放出来，向四面八方疯狂切割。轰！霸道的刀光向叶云飞斩来，2分刀意。徐师兄太厉害了！水峰弟子一个个大吼了起来。可是叶云飞却是淡淡一笑，区2分刀意在叶云飞的眼中简直就不值一提。要知道叶云飞曾为天帝，不但精通剑法，也精通刀法，而且意这种东西主要靠悟性，与实力虽然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不大。现在叶云飞的刀意最起码有10分。好，我就用刀意败你。面对徐师兄的攻势，叶云飞淡淡一笑，然后唰，叶云飞以掌为刀向前一斩，轰，一道刀芒切开空气，如切豆腐向前斩去。噗噗噗，刀芒过处，空气不断爆炸。当，叶云飞斩出的刀芒和徐师兄手中的单刀碰撞在一起，吭一声脆响，徐师兄手中的单刀应声而碎，碎片四溅。他满脸惊骇之色，手中握着一个刀柄，一动也不敢动。全场再一次死寂。下一刻，叶云飞师兄，叶云飞师兄！广场之中所有的金峰弟子爆发出来轰天喝彩，人人热血沸腾，哈哈！叶云飞，你给我的惊喜实在太大了。远处密林之间一棵大树之后，杜长老又惊又喜，哼，这个小子的战力怎么会如此之强？另一片密林之中，2个老者满脸寒霜。远处一棵参天大树之上，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一个红衫女子，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也是在看着这场冲突。这3人分别是天元派的隐士长老龙印印掌门。这个叶云飞实力确实不错，杜长老把他带回来是对的。掌门点头说道。此刻一大批天元派的高层人物来到了广场附近，潜伏在暗处。水峰上的动静这么大，天元派的高层人物怎么可能不知道
早就一个个暗中来到观看这场闹剧。此时，广场之中，水风都是这些垃圾的角色吗？叶云飞的声音响遍全场。哼，大言不惭，真是小人，一朝得志便语无伦次。今天你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叶云飞话音刚落，赫然一群人匆匆而来，为首一个蓝衣少年，长身玉立，皮肤白皙，长相俊逸，大步而来，满脸怒容。一大批弟子簇拥在他的身后，浩浩荡荡而来。李师兄来了！马上，广场中的那些水风弟子一个个欢呼了起来。这个蓝衣少年正是李超凡，水风弟子第一人。你就是叶云飞？李超凡一来到，刀子般的目光立即死死盯着叶云飞。不错，我就是叶云飞。叶云飞的目光也望向李超凡。叶云飞明白，阿牛之所以突然被抓走，肯定就是这个李超凡指使的，马上把阿牛放了。叶云飞冷漠的目光盯着李超凡。什么水风弟子第一，在叶云飞的眼中什么也不算。如果连天元派这样一个小宗派之中的弟子，叶云飞也要重视，那么叶云飞曾经的1000年修炼经历就等于是白过了。笑话，你算老几？你让我放，我就要放。说，奕晨在哪里？你把他怎么样了？李超凡目光一厉，森冷地问道。杀了，杀人者人恒杀之。叶云飞没有否认，淡淡回答道。当时叶云飞杀掉李奕晨和10几个水风弟子之后，和阿牛把尸体进行了处理，抛在附近一个狼窝之中。那些尸体估计早就被狼群啃光了，只不过叶云飞知道，如果有人追查，肯定能查到人是自己杀的，所以叶云飞没有必要隐瞒什么。我们皇城李家的人你也敢杀？从现在开始，不但你要死，你的9族都要受到牵连，全部都要死。李超凡一字一字说道，望向叶云飞的目光蕴含着滔天怒火。废话少说，阿牛在哪里？马上把他放了。叶云飞问道。好，今天就让那个垃圾陪着你一起死，带上来。李超凡一挥手，马上2个水风弟子拖着血淋淋的阿牛跃众而出，走了上来。阿牛的身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鞭痕，皮开肉绽，几乎没有一处皮肤是完整的，而且阿牛的意识也处于模糊之中，气息萎靡。这是阿牛？阿牛被他们打成这样了，太嚣张了，公然闯进我们金峰抓人，还把人打成这样。水风难道是天王老子吗？快放人！叶云飞身后那些金峰的弟子本来就是打着救阿牛的旗号而来，此时看到阿牛被伤成这样，一个个义愤填膺。今天就让你们2个死在一起，给奕晨陪葬。李超凡根本就不屑于理会那些金峰弟子，只盯着叶云飞，目光之中有疯狂的杀意。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叶云飞动了，施展出来灵风神步，咻的一声，形如鬼魅，向着阿牛的位置冲了过来。找死！李超凡也是同时动了，他当然知道叶云飞想救人，不过就在他准备冲上去阻拦叶云飞的时候，唰，一柄黑黝黝的匕首突兀地出现在他的身前，散发着森冷的寒气，对准他的喉咙急刺过来。这柄匕首正是叶云飞在天兽森林之中练成的虚空刃。滚！李超凡大怒，他的手中出现一柄蓝色的长剑，向前一挡，当的一声将黑色匕首震飞出去。叶云飞的身法是何等的快速，趁此机会已经绕过李超凡，来到了阿牛的身前。拦住他！李超凡大吼道。立即李超凡手下的那些跟班一个个握着兵器朝叶云飞冲杀过来。刷刷，叶云飞长剑抖动，一片耀眼的剑芒泼洒出去。啊！那些向叶云飞冲过来的弟子全部中箭，而且都是丹田中箭，这意味着这些弟子被废掉了，从此以后永远与武道无缘。叶云飞扶起阿牛，取出一枚4品疗伤灵丹，塞进阿牛的嘴中。嘶！广场之中响起阵阵倒抽凉气的声音，这也太凶残了吧！仅仅一招就废掉了10几个水风弟子。看到这一幕，所有的人都是感到头皮发麻。吼！去死！李超凡一声怒吼，杀气腾腾冲了过来。叶云飞意念一动，施展出是神针，一枚是神针攻进李超凡的脑袋之中，疯狂搅动。同时，唰，虚空刃再次出现在李超凡的身前，向他的胸膛刺去。神魂攻击！怎么可能？李超凡又怒又惊，在脑袋剧痛之下，他的行动也变得缓慢起来。当，他忍住痛，一剑将虚空刃再次震开。此时叶云飞已经扶着阿牛回到了金峰弟子的队伍之前，交给几个金峰弟子扶着。阿牛服下4品疗伤灵丹之后，精神开始振作起来，气息稳定，伤势有所好转。现在
准备受死吧！叶云飞缓缓转身，望向李超凡。叶云飞，就凭你，也想杀得了我吗？敢杀我李家的人，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死！李超凡举起手中的蓝色长剑，指着叶云飞，杀意浓郁到极点，厉吼道：“只不过此刻他已经明白，叶云飞的实力比他想象中的要强很多很多，所以他开始认真起来了。”广场之中，所有的人目光都是紧张地盯着叶云飞和李超凡，大家都知道一场大战要开始了。然而，就在此时，住手！一道大吼声犹如雷霆霹雳一般响起，震得众人耳中嗡嗡直响。然后，广场之中多了2个人，一个灰衣老者，一个黄袍老者。这个灰衣老者正是水峰的峰主罗峰阳，而那黄袍老者则是土峰的峰主苏德庆。在天元派的高层之中，正是这2个长老极力反对叶云飞占据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叶云飞，你好大胆，竟敢闯到我水峰，行凶作恶，公然作害同门！来人，把叶云飞拿下，交给刑罚堂，听候发落。罗峰阳厉声喝道。立即就有几个水峰弟子向叶云飞围了过来。胡闹，对付这2个老家伙，你有信心吗？叶云飞暗中和胡妙沟通，主人，这2个老家伙只不过是玄境初期，我要对付他们一而反掌。胡妙答道。那就好。叶云飞点头。叶云飞现在的实力暂时还是比较弱小，面对2个玄境高手没有多少胜算，不过有胡妙在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不过主人，这个广场附近还有3个玄境初期，一个玄境中期，一个玄境后期，要小心一点。胡妙说道。不错，我也发现了，看来天元派的高层全部都来了。叶云飞点头。叶云飞的魂力感知之下，早就发现在广场的四周有好几个玄境高手潜伏在暗处。此时那几个水峰弟子已经来到了叶云飞身前。滚！叶云飞瞪目喝道。那几个水峰弟子吓了一跳，一时之间竟然不敢靠近叶云飞。放肆！我在这儿，你也敢这样嚣张？莫非你想造反吗？罗峰阳大怒。轰！说话间，一股恐怖的灵力威压犹如长江大河从他的身上浩浩荡荡倾泻而出，向叶云飞碾压过来。叶云飞脸色微变，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被逼得面红耳赤，无法动弹。罗峰阳，你好大的威风！突然，杜长老出现了，远远而来，好像一头大鸟，几个起落就来到了叶云飞的身前，释放出一股灵力威压，对抗罗峰阳。顿时，叶云飞感到浑身一轻。杜长青，叶云飞当众伤人，废了我水峰10几个弟子，手段凶残，难道你想包庇他吗？罗峰阳怒喝道。姓罗的老家伙，你们水峰的弟子私设行堂，把同门弟子打成这样，请问又该当何罪呢？叶云飞上前一步，指着浑身血淋淋的阿牛，朗声质问道。哼，那是事出有因，李一晨是我水峰的弟子，突然身亡，此事自然要查过水落石出。这个阿牛与李一晨的死有着莫大的关系，自然要把他抓来问清楚，所以此事我们水峰弟子并没有错。罗峰阳冷哼说道。他是水峰的峰主，话语之间自然是袒护本峰弟子。哈哈，好一个事出有因！阿牛如果与李一晨的死有关，自然会有门派刑罚堂的人出面进行调查。你们水峰的弟子有什么权利私设刑堂，严刑逼供呢？莫非天元派的刑罚堂是用来当摆设的吗？叶云飞冷笑道。放肆，在我面前也敢狡辩？叶云飞，你老实交代，我水峰弟子李一晨是不是你杀的？罗峰阳见叶云飞居然敢这样当众顶撞他，不由得越来越怒，厉声喝问道。不错，是我杀的，李一晨的那10几个走狗也是我杀的。叶云飞冷冷一笑，点头答道。好，很好。杜长青，你也听见了吧？叶云飞只不过进门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残杀了10几个我们水峰的弟子。此人性格凶残，残忍嗜杀，再这样下去，我们天元派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弟子会惨死在他的手上。杜长青，你还要包庇他吗？罗峰阳怒吼道。杜长老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叶云飞确实是杀了10几个水峰的弟子。老家伙，如果有人处心积虑想杀你，你会怎么做？李一晨勾结任务堂的刘执事，分派任务给我，要我去后山困妖崖采集天妖果，然后还带着10几个弟子尾随到后山，结成5龙神水阵，想杀我和阿牛。我不杀他，难道还站着不动，让他来杀我？叶云飞冷冷一笑，开声说道。什么？叶云飞，任务堂分派给你的任务
是去后山困妖崖，岂有此理！我天元派早有规定，禁止一切弟子接近困妖崖，刘执事居然敢分配这样的任务给你，简直是胆大妄为！杜长老一听，勃然大怒。任务堂的玉简在此，杜长老一看就知。叶云飞取出一块玉简，递给杜长老。刘执事立即滚过来。杜长老抓住任务玉简，略微一感知，立即怒吼了起来。水峰这儿发生的事情早就传遍了整个天元派，无数人赶来这里看热闹。此时刘执事也挤在人群之中，听到杜长老的怒吼声，不由得脸色惨白。他知道事情完大了。当初李义晨曾对他说，叶云飞只不过是一个刚刚进入门派的新人弟子，地位卑微，就算出事门派也不会过问的。而且李义晨还贿赂了许多财物，所以刘执事才不顾门派禁令，分派了一个去困妖崖的任务给叶云飞。但是想不到事情居然闹到现在这种地步，刘执事简直是后悔死了。只不过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想走也走不掉了，所以他只好战战兢兢来到杜长老的身前。刘执事，这件事你如何解释？门派三令五申，任何弟子不得接近困妖崖，否则立即逐出门派。你倒好，居然把新人弟子骗去困妖崖，这可是大罪！杜长老怒吼道，一把将那块任务玉简砸在刘执事的额头之上。刘执事的额头顿时鲜血长流。杜长老请息怒，是我一时糊涂，请饶过我这一次，我下次不敢了。刘执事脸色苍白，砰地跪在杜长老的身前。他知道这件事确实是赖不掉，任务堂的玉简还在这儿呢。滚！杜长老一脚把刘执事踹开。罗长老，救我，是李依晨让我这样做的。刘执事冲到罗峰阳的身前进行求救。滚！罗峰阳脸色一沉，一脚将刘执事踢开。说起来，之所以会发生今天的事情，这个刘执事是始作俑者之一。刘执事害得水峰今天如此丢脸，罗峰阳恨不得一掌拍死他，怎么可能会帮他？老家伙，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水峰弟子李义晨处心积虑勾结任务堂刘执事，设下陷阱，想谋杀我和阿牛。你是水峰的峰主，所以此事你也逃不了关系。现在请给我一个交代。叶云飞一步踏前，盯着罗峰阳，厉声喝问道。一时之间，整个广场一片死寂，一道道惊愕的目光落在叶云飞的身上。一个弟子居然敢当众呵斥门派的长老，还要让罗长老给他一个交代，这也太嚣张了吧！这样的事情在天元派之中绝对是第一次发生。哈哈，好，很好，再这样下去，估计我这个长老在天元派之中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罗峰阳怒极反笑，目光中蕴含着无穷怒火，他对叶云飞已经是充满了杀意。轰隆隆滚滚灵力犹如山崩海泻一般从他的体内奔涌出来，向叶云飞冲撞过来，声势骇人。罗峰阳，你想干什么？杜长老一步踏前，也释放出来浩浩荡荡的灵力威压进行对抗。两个长老的对峙使得整个广场都是受到波及，地面被震得剧烈抖动，摇摇晃晃。够了，这么多的弟子在看着，众目睽睽之下，你们两个长老不嫌丢人吗？突然一道声音响起，然后天元派的掌门出现了，凌空踏步而来。接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带着一个红衫女子也是飞行而来，落在广场之中。正是天元派的隐士长老和龙应应。今天的事情到此结束。天元派掌门朗声说道，不怒自威。任务堂的刘执事立即撤去职务，由刑罚堂收押，关入大牢，听候发落。掌门的目光扫向刘执事，淡淡说道，掌门饶命。刘执事脸色惨白，一下子瘫软在地，他知道自己完了。掌门，罗峰阳想说什么？罗长老，不必说了，整件事已经很清楚。叶云飞出手虽然是凶残了一些，但是他也是被逼的，就这样做吧，谁也别追究谁的责任了。隐士长老朝他一摆手，说道，罗峰阳只好住嘴。这个隐士长老在天元派之中实力最强，地位还在掌门之上，罗峰阳就算心中不服也不敢得罪他。都回去吧，做好准备，爬梯比赛还有2天就要开始了。这一次爬梯比赛所有的弟子都可以参加，普通弟子表现优秀的可以直接提拔成为核心弟子，核心弟子表现优秀的门派会进行重奖。隐士长老的目光扫视向广场之中的弟子，高声说道。顿时广场中所有的弟子都是兴奋了起来，一个个暗中鼓劲，准备在2天之后的爬梯比赛好好表现一番。门派掌门和隐士长老同时出面镇压，大家都知道这一场好戏结束了。不过大家都明白，从今天开始，叶云飞的名字恐怕会威震整个天元派。
接下来，广场之中的人群开始纷纷散去，天元派掌门、隐士长老也是离去。临走之前，目光都是有意无意打量了一下叶云飞。你的实力很不错，可惜比不上我。等着看吧，在爬梯比赛之中，我会碾压你的。龙莹莹临走之前对叶云飞说道，跃跃欲试，战意浓郁。叶云飞摇头一笑，战族的人都是这样，特别好战。哼！罗峰阳瞪了一眼叶云飞，目光蕴含着巨大的怒火，拂袖而去。李超凡的目光盯着叶云飞，迎着叶云飞的目光，他伸出左手，在喉咙的位置轻轻划了一下。显然，他不会罢休。叶云飞淡淡一笑，不屑一顾。叶云飞，我们回去金峰吧。杜长老说道，然后带着金峰的弟子浩浩荡荡回去金峰。金峰，叶云飞的小阁楼之中。叶云飞，你杀了李逸晨，李超凡肯定不会罢休的，你以后要提防他。杜长老皱眉说道。区区一个李超凡，不值一提。叶云飞淡淡笑道，还是小心一点的好。而且李逸晨是皇城李家的嫡系子弟，此事恐怕李家也会找你麻烦。你在天元派之中，李家忌惮我们天元派，应该不会光明正大来找你。但是一旦李家查出你的来历，极有可能会派人去圆月城找你们叶家的麻烦。所以叶云飞，你还是修书一封，寄回去圆月城，提醒一下你的父亲吧。杜长老提醒道。多谢杜长老提醒。哼，如果李家敢去圆月城找我家族的麻烦，李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叶云飞听了杜长老的话，不由得心中一凛。叶云飞自己肯定不会怕皇城李家，有胡妙在就足以对付李家了。但是圆月城叶家目前还太弱小了，恐怕无法应付皇城李家的复仇。看来确实有必要修书一封，寄回去提醒一下父亲才行了。叶云飞，我真的有点看不透你，不过希望你自己一切小心吧。杜长老听了叶云飞的话语，不由得一震。皇城李家那可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大族，在整个大秦帝国都有威名，哪里是说灭就能灭得好的，我会注意的了。多谢杜长老提醒。叶云飞点头答道。杜长老，这段时间你的修为似乎进展不错，恭喜你。叶云飞突然说道。哈哈，不错，上一次你建议我服用百灵丹，效果十分好，现在我每一次练功的时候都服食一颗百灵丹，进展很顺利。杜长老大笑了起来。好了，还有2天就是爬梯比赛了，叶云飞，好好准备一下吧，我看好你。杜长老叮嘱道，然后离开叶云飞的小阁楼。阿牛，这2天时间你就安心在我这休养疗伤吧。阁楼内，其中一个房间内，阿牛浑身包裹着白色的绷带，躺在床上。叶云飞站在床前说道。这幢小阁楼有2层，总共有5个房间，叶云飞自己只不过住其中一间。叶云飞师兄，多谢你去水峰把我救回来。阿牛感激地说道。这一次叶云飞带着1000多个金峰弟子直闯水峰，把阿牛救回来。那种大场面让阿牛回想起来依然觉得有点热血沸腾。此时阿牛的伤势已经好转了很多，毕竟4品疗伤灵丹的效果可不是开玩笑的。阿牛不必道谢，说起来你是受了我的牵连才伤成这样的，放心，以后有我在，没人敢动你。叶云飞说道。接下来叶云飞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盘坐下来开始静养修炼。此时在水峰之上，岂有此理，气死我了。一幢豪华的楼宇之中响起了李超凡的怒吼声。1楼大厅之内，几乎所有的家具都被暴怒的李超凡砸烂了。一群跟班站在旁边，吓得胆颤心惊，不敢说话。哼，我们李家的人可不是那么好杀的，马上把信息传回去皇城，查清叶云飞的来历，然后株连9族，我要让叶云飞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片刻后，李超凡的情绪开始冷静了下来，向旁边那些跟班说道。李师兄，我们明白了。那些跟班连忙回答。你们都滚吧，我要静一静。李超凡摆手道。于是大厅中那些水峰弟子全都快跑离开，在这种时候他们可不敢惹怒李超凡。时间飞逝，一眨眼2天时间过去了，爬梯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东东大清早，天元派总部之中就响起来悠长深远的钟声，这是信号，在提醒各峰弟子抓紧时间参加比赛。天元派的5座主峰环绕之间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大广场，这个大广场恰好位于天元派总部的正中央位置，是专门用来举办各种大型盛事的地方。爬梯比赛就在这个大广场之中举行。听到钟声之后，天元派5峰的弟子一个个精神抖擞，纷纷离开自己所在的山峰，向着这个大广场汇聚过来。无数有志于这一次爬梯比赛的弟子
早就已经整个带弹，恨不得立即开始比赛，好好表现一番。因为尹氏长老已经说了，普通弟子在这一次比赛之中，如果表现优秀，可以直接提拔成为核心弟子，从此以后得到门派的重点培养。而核心弟子表现优秀者，门派也会中奖。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备受瞩目。金峰之上，叶云飞的阁楼之中，阿牛，你的伤没事了吧？叶云飞问道。叶云飞师兄，你放心，我的伤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而且这2天时间我还突破了，现在是炼体8重了，身体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阿牛站在叶云飞身前，满面红光，精神状态十分好。这2天时间，叶云飞最起码让阿牛服食了3颗4品疗伤灵丹。阿牛不但伤势痊愈，而且在4品灵丹的作用下，肉体得到了改造，修炼起来十分顺畅，直接突破了。那就好，阿牛，这颗灵丹叫洗髓丹，你现在就服下吧，它可以提升你的修武天赋。今天的爬梯比赛你好好表现，说不定有机会成为核心弟子。叶云飞取出一颗淡白色的灵丹递给阿牛。叶云飞师兄，你是说这颗灵丹可以提升修武天赋？太珍贵了。叶云飞师兄，我不能要啊。阿牛吓了一跳。阿牛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见识，但是也知道能够提升一个武者的修武天赋的灵丹简直太珍贵了，在大秦帝国的市面之上，就算有钱也绝对买不到这种灵丹。没事，阿牛，快服下吧，别婆婆妈妈的。叶云飞说道。那好，多谢叶云飞师兄。阿牛接过灵丹吞了下去，轰，一股清凉的能量在他的体内爆炸开来，瞬间就传遍全身。阿牛马上觉得他的肉体、骨骼、经脉每一个细胞质量都在不断提升，甚至思维、毅力、智力方面也在提升。叶云飞师兄，这颗灵丹太好了，我的修武天赋果然在提升。阿牛又惊又喜，对叶云飞说道。好了，我们去参加比赛吧。叶云飞淡淡一笑，一位丹尊亲自炼制出来的灵丹，效果不好那才是怪事。叶云飞师兄好。叶云飞和阿牛刚刚走出小阁楼，黑压压一大群金峰弟子等在外面，一见叶云飞出来就齐声大叫，最起码有500-600人，全部都是2天前曾经跟着叶云飞一起去大闹水峰的弟子。可以说叶云飞已经彻底获得了他们的认可。一想起2天之前在水峰之上的经历，这些弟子依然是热血沸腾。所以一大早，这些弟子不约而同来到叶云飞的小阁楼之前，等待叶云飞。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叶云飞奇怪问道。叶师兄，我们来跟你一起去参加爬梯比赛，有叶师兄的带头，我们觉得信心更足。那些弟子纷纷说道，一道道崇拜的目光望向叶云飞。既然这样，就一起去吧。叶云飞笑了笑说道。于是一大批金峰弟子簇拥着叶云飞下山而去。哼，真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此人擅长的只不过是肉体力量，战力暂时强一点便嚣张的没边，修武的天赋资质恐怕只是稀松平常，今天的爬梯比赛必定会将他打回原形。远处金峰弟子第一人林天宇用不爽的目光看着叶云飞。这段时间叶云飞出足了风头，特别是带着1000多个金峰弟子打上水峰，当众碾压了许多水峰的高手，使得叶云飞在金峰弟子之中赚足了人气。而林天宇作为金峰弟子第一人，多多少少有一种冷落感，人气相对少了很多，所以林天宇的心中对叶云飞已经是恨上了。林师兄放心，今天的爬梯比赛林师兄肯定会大放异彩，碾压叶云飞，到时候金峰的那些弟子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值得他们追随的强者。不错，和林师兄相比，叶云飞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林天宇的身旁跟着几十个金峰弟子，七嘴八舌说着叶云飞的坏话，讨好林天宇，这些都是林天宇的忠实跟班。只不过相比起叶云飞身后跟着的几百个弟子，就显得太少了，给人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叶云飞，你等着，今天的爬梯比赛我一定会碾压你，将你踩在脚下，重新恢复我在金峰的地位。林天宇望着前方浩浩荡荡的人马，目光中带着几分怨毒，暗中咬牙切齿。这家伙，我之前有点小看他了，加入我们金峰只不过几天时间就获得了这样的声誉，我突然有点期待今天的爬梯比赛他会有什么样表现。金峰排名第2的萧小玲也出现了，带着几十个女弟子，美眸望向叶云飞，带着一种异彩。另外一个地方，周通也带着几个跟班出现了。叶云飞，你等着，你辱我之仇，我必定会报。周通用怨毒的眼神看着叶云飞的背影，心中暗道。此时位于总部中央位置的大广场之中，
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广场的东边还搭建起一座高台，高台之上坐着的全部都是天元派的高层人物，隐士长老、掌门、五座主峰的峰主，还有一些普通的长老、执事等等。大广场的中央有着一座充满着斑驳气息的古老擂台，一看就知道这擂台已经有很长的岁月经历了许多风吹雨打。擂台的四周已经站满了天元派的弟子，人潮汹涌，密密麻麻。只不过如果细心看，就会发现围绕在擂台四周的弟子隐约间分成5个阵营，彼此之间自觉相隔开来，泾渭分明。看，李超凡师兄来了。李超凡师兄是我们水峰之中修武天赋最高的天才，今天的爬梯比赛肯定会大放光芒。水峰弟子的阵营之中响起了阵阵的欢呼声。只见李超凡一身蓝衣，背着一柄滚动着蓝色寒芒的宝剑，龙行虎步走进广场，后面簇拥着一大群水峰弟子，个个都一脸崇拜，他是水峰弟子第一人。而且在天元派所有的弟子之中排名第2，拥有极高的人气。天元派的弟子之中排在第1的是龙莹莹，只不过龙莹莹不属于任何一座山峰的弟子，平时跟着隐士长老练武，所以说李超凡是武峰弟子之首也不为过。李超凡一出场，强大的锋芒与气势席卷全场，让无数弟子自惭形秽，诞生一种自卑感。何后峰师兄来了。土峰弟子的阵营之中突然也爆发出来一阵欢呼声。一个身躯粗壮如熊的壮汉走进广场，此人是土峰弟子第1人何后峰，他在武峰弟子之中实力仅次于李超凡，排名第2。无言师兄来了。火峰弟子的阵营也欢呼了起来。一个身形坚瘦的青年牵着一柄红色的战戟走进广场，他是火峰弟子第1人萧林师兄来了。木峰弟子的阵营之中也响起欢呼声。一个身形修长的绿袍青年腰悬长剑，昂首挺胸走进广场，他是木峰弟子第1人。各峰的高手都是纷纷进场了。林天宇师兄来了。突然金峰弟子的阵营之中也传出欢呼声。林天宇带着几10个跟班走进广场，受到了金峰弟子的欢迎。毕竟强者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自带光环，备受关注。然而金峰弟子的阵营之中突然爆发出来一阵更加响亮、更加热烈、更加持久的欢呼声。看，叶云飞师兄来了。叶云飞师兄现在是我的偶像呢。许多金峰弟子都是大吼大叫了起来，脸色通红。只见叶云飞带着500-600个金峰弟子浩浩荡荡，烟尘滚滚走进广场，备受瞩目。相比之下，林天宇刚才所受到的欢呼声就寒酸了很多，完完全全被抢去了风头。该死的！林天宇气得脸容扭曲，这种荣誉本来一直都是属于他的，这个就是叶云飞了吗？听说他一进山门就大打出手，打伤好几10个水峰的弟子呢。这算什么？2天前他为了救一个叫阿牛的金峰弟子，亲自带着1000多个金峰弟子杀上水峰要人呢。以后我们千万不要再欺负金峰的弟子了，如果被这个叶云飞知道，带着成千人杀过来，试问有谁抵挡得住呢？叶云飞的出现不但引起金峰弟子的欢呼，也引起了其他几个峰弟子的注目。整个广场大部分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叶云飞，议论纷纷。而水峰的弟子一个个都是用愤怒、怨毒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恨不得要把叶云飞吃掉。2天前叶云飞带人大闹水峰，让水峰丢尽了脸，这件事让所有的水峰弟子都感到沮丧。叶云飞狗贼，今天的爬梯比赛你将彻底被李师兄踩在脚底之下。叶云飞，你杀我水峰弟子，弥天大罪终究会付出血的代价的。忽然李超凡身边有几个水峰弟子怒目圆瞪，指着叶云飞大骂了起来。谁家的走狗，没有看好，在这里乱叫乱吠，滚一边去！骤然之间，叶云飞将目光转了过去，眼眸中爆射出凌厉之芒，几枚式神针释放过去。啊！立即那几个怒骂叶云飞的水峰弟子抱头惨叫了起来，口耳出血，全部痛得摔倒在地面之上。太可怕了，这是什么妖术？一个目光望过去就让人受伤倒地。整个广场瞬间安静下来了，人人都觉得眼前的事情诡异之极。怎么可能？莫非叶云飞施展的是传说中的神魂武技？这也太逆天了吧！就连天元派的那些高层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无法置信。要知道，就算是玄境强者也无法修炼神魂武技呢。片刻后，人终于到齐了。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天元派的掌门站了起来。各位请安静，现在我将和隐士长老一起激活登天梯，然后爬楼比赛正式开始。掌门朗声说道。话音一落，掌门和隐士长老同时飞身而起，一步步踏空而行，
最后落在大广场中央的古老擂台之上。广场中，天元派的众多弟子看着踏空而行的掌门和隐士长老，不由得响起阵阵惊叹声。玄境实力的武者已经可以初步离开地面，飞行在半空之中。掌门和隐士长老落在擂台，开始手捏法诀，念诵着晦涩的咒语。轰隆隆，广场中央那座古老的擂台开始抖动起来，轰鸣滔天。大家都是精神一振，登天梯即将被激活。下一刻，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擂台的中间，一道宽约10米的石阶梯缓缓浮现，古老沧桑，散发着玄奥的气息。这一道石阶梯以擂台为起点，向着天空之中延伸上去，直达云霄。布满斑驳岁月痕迹的石阶梯，一阶接着一阶，直达高空，给人一种厚重的时间感。石梯高处有白云缭绕，有彩光照耀，甚至隐隐间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神兽的虚影显现，十分神异。原来如此，天元派总部的这5座主峰是按天玄5行神山阵来布局的，而这座登天梯就是开启神山阵的关键所在。现在天元派之中，估计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懂得如何控制这座登天梯了，所以天玄5行神山阵已经关闭了很长的时间，5座主峰也随之没落，灵性渐失。要想开启神山阵，就必须掌控这座登天梯。掌控了这座登天梯，就等于掌控了整个天元派，在天元派之中属于无敌的存在。望着擂台之上那座直耸云天的石梯，叶云飞一下子就想通了。作为一个天帝，世间不管多么厉害的大阵，不管多么复杂的地形地貌，叶云飞都曾经见识过。此刻一看到那座登天梯，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时候，擂台之上，各位，本派的登天梯据传是创派祖师爷亲自炼制的，一直流传到现在。登天梯是我派繁荣兴盛的象征，意义深远。现在正式激活了。天元派掌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所有的人都是用震撼、敬畏的目光望着擂台中央那座高耸入云的石阶梯。大家请看，登天梯两旁总共排列有50个水晶镜面，分别对应登天梯的第51阶到第100阶，而50阶以下，大家用肉眼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就不需要水晶镜面了。好了，我宣布爬梯比赛正式开始。掌门的目光扫视全场，朗声说道。然后掌门和隐士长老都是脚尖一点地面，凌空飞起，回去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落座。掌门的话音一落，大广场之中瞬间死寂了片刻，然后咻咻咻，一道道身影朝着擂台之上冲了上去，开始爬梯。只不过如果细心留意，就会发现这第一批冲上去的弟子实力都不是太强，大部分都是炼体境。这批境界低的弟子反而是最心急的，也难怪他们在天元派之中地位低下，不受重视，是最急切表现自己，想提升自己地位的一批人。而那些高手反而显得比较淡定。一般来说，高手多数是最后才出场的。眨眼间就有一大批弟子冲上擂台，开始爬梯。然后尴尬的一幕发生了，有一些弟子脚步刚刚触及到第1阶石梯，就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能量从石阶梯之上涌现，暴撞了过来。砰砰砰，当场就有几十个弟子被震得抛飞出去，跌落在地面之上，痛得呻吟起来，连第1阶石梯也没能够登上。也有许多弟子成功登上第1阶石梯，只不过脸色大变，双脚开始颤抖了起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一些弟子的腰身甚至被压得开始弯了下去，就好像背负着一块巨石，再也无法迈步。也有不少的弟子艰难地登上了第2阶石梯。看到这一幕，那些还没有上去登梯的弟子都是脸色微变。显然攀爬这座登天梯的难度超过了大家的想象。当然也有不少弟子一路向上攀爬，咬着牙爬到了第10阶以上。这些能够爬到第10阶以上的弟子全都是比较优秀的弟子，甚至有几个弟子一口气爬到了第15阶石梯，引起了全场的喝彩声。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弟子纷纷冲上擂台参加爬梯。总体来说，那些在门派之中天赋资质垫底的弟子，最多只能爬上4、5阶石梯就止步了。一些修武天赋好一点的，可以爬到第10阶，甚至第15阶。看，有人爬到第20阶了。突然一道大叫声响起，果然有一个青衣少年爬到了第20阶石梯，满脸得意，向下方回望，是土峰的刘惊天。他在土峰实力排名第10，果然名不虚传啊。广场之中响起阵阵喝彩之声，在阵阵喝彩声中，刘惊天咬着牙一口气爬到了第22阶，然后就再也无法向上爬了。
只好回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弟子被淘汰，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弟子出场参加爬梯。叶云飞师兄，我先上去了。阿牛对叶云飞说道。去吧，爬梯的时候注意速度不要太快，最好能够一边爬梯一边细心去感悟，这样效果会好一点。叶云飞提醒道。好的，叶云飞师兄的话我记住了。阿牛点头。阿牛现在对叶云飞的话是言听计从。阿牛上场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特别是水风弟子，因为2天前叶云飞带人大闹水风，就是因为这个阿牛，所以那些水风弟子对阿牛的印象十分深刻。此时一见阿牛上去，水风弟子的阵营之中立即爆发出来一片嘘声。金风的蝼蚁，滚下去吧！垃圾，17岁了才练体8重，这样的天赋，如果能爬到第5阶，我给他叩头。水风弟子对着阿牛喝起阵阵的倒彩，阿牛不由得满脸通红，向水风弟子阵营的方向怒目而视。阿牛，别管他们，静心平气，争取用成绩来打他们的脸。叶云飞的声音突然在阿牛的耳边响起，这是一种隔空传音秘术，凭叶云飞现在的魂力可以轻松施展出来。叶云飞师兄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阿牛深深吸了一口气，不再理会那些水风弟子，开始爬梯，稳稳地登上了第1阶石梯。阿牛记起叶云飞的话，不追求速度，每爬一梯都闭上眼，静心感悟片刻。当然阿牛也感悟不到什么，但是这种举动却让身心莫名镇静下来，所承受的压力也减少了一些。水风那些弟子看到阿牛爬梯的速度这么慢，嘲笑得更加厉害了，一个个高声大叫着要求阿牛立即滚下来。但是很快阿牛爬到了第5阶，接着第6阶、第7阶，一路上直到第15阶。然后水风弟子的阵营之中一片鸦雀无声，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开声嘲笑阿牛了。刚才你们水风的人是谁说如果我能爬上第5阶就给我叩头的？现在我爬到第15阶了，你可以跪下叩头了。阿牛回头目光望向水风弟子的阵营，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大叫道。水风弟子的阵营一片死寂，人人脸色难看，当然没有人肯出来叩头。水风这些混蛋都是说话不算话的，没意思。阿牛大叫道，然后继续爬梯。最后阿牛竟然咬着牙支持着爬上了第22阶，震动全场。要知道五峰之中许多核心弟子也没有这个成绩。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杜长老目光发亮，有点激动，奇怪了，这个阿牛以前的修武天赋好像是平平无奇，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难道是因为叶云飞？杜长老在激动的同时又感到十分疑惑，目光望向叶云飞。叶云飞师兄，我没有给你丢脸吧？阿牛登梯完毕，一路小跑回到叶云飞的身旁，激动的满脸通红，向叶云飞说道。还可以。阿牛，恭喜你成为金峰的核心弟子。叶云飞笑着点头。阿牛这个成绩绝对有资格成为金峰的核心弟子了。核心弟子？阿牛浑身一震，双眼发光。核心弟子不但意味着身份地位的提高，而且会得到门派的重点培养，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叶云飞师兄，阿牛能有这样的成就都是你赐予的，从现在开始，阿牛我这条命就是叶云飞师兄你的了。阿牛说道。你的命对我有什么用？别胡说八道。叶云飞摇头说道。阿牛讪笑，不过他的心中已经决定，从此以后永远当叶云飞的小弟。叶云飞师兄，你打算什么时候才上去登梯呢？阿牛问道。现在。叶云飞说完，抬步向擂台之上走了上去。看，叶云飞开始爬梯了。叶云飞的身形刚刚出现在擂台之上，马上就有人大叫了起来。顿时广场之中一道道目光集中在叶云飞的身上。听说叶云飞的战力十分强大，的水峰排名第3的高手也被他一招打败，这一次的爬梯比赛应该也能表现不俗吧？哼，战力强又怎么样？我可是听说这个叶云飞所擅长的是肉体力量，修炼肉体力量前期确实很容易获得超出同阶武者的力量，但是肉体力量再强也不能说明他的修武天赋好，我不看好他。说得很有道理，就凭他也想进入比赛的前5名，我看没门。整个广场之中响起一道道议论声，有人看好叶云飞，也有人不看好叶云飞。广场东边高台之上，叶云飞，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杜长老有点紧张了，毕竟当初他在圆月城招收了叶云飞之后，回来门派之中力排众议，坚持要让叶云飞占据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为了这件事，天元派的高层人物
不知争吵了多少次，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消息传开之后，天元派之中一大批核心弟子集体上书掌门，表示抗议，整个天元派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爬梯比赛。这一次爬梯比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专门为叶云飞而举办的。现在主角上场了，当然是备受瞩目。嘿嘿，杜长老，我倒要看看你招收回来的人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如果叶云飞进不了前5名，杜长老，我看你这一张老脸往哪里放？水峰峰主罗峰阳冷笑说道。叶云飞一人单枪匹马，几乎就可以碾压整个水峰的弟子，难道这还说明不了他的实力吗？杜长老针锋相对。呵呵呵，杜长老，我可是事先声明，这一次爬梯比赛，如果叶云飞无法进入前5名，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让他占据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的。土峰峰主苏德庆开声说道。哼，杜长老冷冷一哼。不过杜长老的心中也是有点没底，虽然叶云飞的战力确实很强，但是到目前为止，叶云飞所表现出来的战力大部分都是肉体力量，此子绝不简单。整个天元派只有隐士长老用一种欣赏的目光打量着叶云飞，暗中点头。擂台之上，叶云飞来到了登天梯之前。果然这座石梯蕴含着5种不同属性的能量，分别是金、木、水、火、土，每一种能量对应着一座山峰。只要掌控了这座石梯，就可以把石梯之中所蕴含着的能量传输到相对应的山峰，从而激活5座山峰的灵性，到时就可以激活天玄5行神山阵。大阵一激活，不出5年，天元派的总体实力将会急剧飙升，成为大秦帝国4大宗派之中最强大的存在。叶云飞的魂力释放出去，仔细感受着身前的这座石梯。好，既然被我遇到，那我就把这座登天梯掌控在手中吧。到时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天玄5行神山阵来炼制一套5行灵剑，有了5行灵剑，我就可以修炼5行诛仙剑阵。叶云飞的心中暗暗想到，下定决心要掌控这座登天梯。叶云飞在干什么？他站在登天梯之前一动也不动，为什么不登梯呢？广场中响起一道道疑惑的声音，大家看着叶云飞站在登天梯之前呆立不动，都是觉得十分奇怪。不会吧？难道叶云飞根本不敢登梯吗？要不然他在犹豫什么呢？我还以为他很厉害呢，难道他的修武天赋竟然这么差吗？看来肉体力量再强大也说明不了什么。搞了大半天，原来这个叶云飞的资质是这么差劲的。我呸！很快一道道鄙夷、轻视、嘲笑的声音开始响起，许多人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开始变了，不再是之前的敬畏、惧怕，换成了轻蔑、不屑。哈哈，叶云飞终于原形毕露了吧？你不是很厉害、很嚣张的吗？爬梯啊，爬给我看啊！你的厉害、你的嚣张在哪里了呢？周通快步冲上擂台，来到了叶云飞的身边，用亢奋的声音对叶云飞大吼了起来。叶云飞，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虽然你打败了我，但是你在我面前只是一个蝼蚁，一只将被我踩在脚底下的蝼蚁。周通的声音带着一种怨毒，他被叶云飞当众打了100记耳光，对叶云飞已经是恨之入骨。现在他觉得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决定接下来要狠狠地羞辱叶云飞。咻！猛然之间，周通快步而上，连登5阶石梯，显得干脆利落，毫无压力。周通回头得意地瞪了一眼叶云飞，然后再次发力，一口气又是连登5阶，站在第10阶石梯之上。太快了，天境高手果然厉害啊！广场之中响起了一阵阵的喝彩声。到目前为止，周通是第一个出场登梯的天境高手。叶云飞，你这个垃圾，看到了没有？现在你就在我的脚底之下，我是你需要仰望的存在。周通回头望着叶云飞大吼了起来，脸容之上露出一种扭曲的病态快意，他有一种报仇雪恨的畅快。杜长老，你可别告诉我，叶云飞连第1阶石梯也不敢登上去，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称赞的所谓的天才吗？罗峰阳冷哼说道。我早说了，肉体力量强和修武天赋没有多大关系，这个叶云飞根本没有资格占据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苏德庆也是冷笑着说道。杜长老的脸色有点尴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驳。就在这个时候，擂台之上，在周通的吼声之中，突然叶云飞迈步了，踏上了第1阶石梯。看，叶云飞开始登梯了。看到叶云飞有所行动，广场之中马上有人大叫了起来，大家的目光都是紧紧关注着叶云飞，
周通的脸色有点难看，他害怕叶云飞突然爆发。这小子终于开始登梯了。杜长老见状，不由得心中一松，果然是五行之力。这100阶石梯所分布的五行之力从低到高逐阶增强。叶云飞站在第1阶石梯上停了下来，细心感悟，这座登天梯实质上就是一件法宝，一件用来掌控天旋五行神山阵的法宝。对于我来说，炼化这座梯并不需要，攀爬上去站在第1阶石梯就可以了。叶云飞开始研究炼化这座石梯的方法。一般来说，想要炼化一件法宝，需要在这件法宝之中刻上一道自己的神识烙印，然后就可以通过这道神识烙印建立与这件法宝的联系，从而掌控这件法宝。不过一定要把神识烙印刻在法宝的关键枢纽位置才有用。所以炼化一件法宝有2步功夫要做。第一步就是把法宝的关键枢纽位置找出来，第2步把自己的神识烙印刻上去。好吧，开始第1步，把这座石梯的关键枢纽位置找出来。第1阶石梯之上，叶云飞深深做了一个呼吸，魂力释放出来，向石梯的内部渗透进去。哈，叶云飞，你这个垃圾，登上第1阶石梯都显得这么艰难，怎么样，压力很大吧？连脚步也迈不动了吧？垃圾！蝼蚁瞪大眼睛，好好看看什么叫天才。周通见叶云飞停在第1阶石梯之上，不由得狂笑了起来。此时此刻，他觉得十分畅快，重新找回了自信。说完之后，周通开始继续向上登梯。原来我一直高估了你。这个时候，林天宇也走上擂台，来到了登天梯之前，用轻蔑的目光望了一眼叶云飞，摇了摇头。然后林天宇也开始登梯。林天宇登梯的速度十分快，大步向上，似乎根本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眨眼间就爬到了10几阶石梯之上。而这个时候，叶云飞还是一直站立在第1阶石梯之上，一动也不动。哈，笑死我了！原来这个叶云飞的修武天赋是如此的差劲，简直是我的意料之外啊！之前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天才呢，原来是庸才。叶云飞爬不上去就不用死撑了，滚下来吧，看着碍眼。看着叶云飞一直站在第1阶石梯上不动，很快擂台周围就开始喝起倒彩来了，特别是水峰的弟子一个个高声讥讽嘲笑起来。我不信，叶云飞师兄的修武天赋绝对不会这样差的。叶云飞师兄加油！金风弟子的阵营之中，阿牛和一些对叶云飞有好感的弟子都是给叶云飞加油。此时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哈，杜长老，这就是你所推崇的天才，不得不说你看人的目光还真差劲啊。罗峰阳大笑了起来，天元派其他的高层也是纷纷摇头，露出失望的表情。叶云飞他到底在搞什么？不可能，这绝不是他的真正修武天赋。叶云飞，你倒是继续爬上去啊！杜长老的脸色十分难看，内心十分焦急。奇怪了，这个小家伙他在玩什么呢？隐士长老则是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叶云飞。此时擂台之上，武峰的核心弟子开始纷纷上场了。叶云飞，拿出你的真正实力给我看看吧，我在上面等你。金峰排名第2的萧小玲经过叶云飞的身旁时，美眸望了叶云飞一眼，说道。只不过此时叶云飞正在专心致志寻找登天梯的关键枢纽位置，根本就没有理会他。接下来各峰的天才弟子开始亮相了，这些天才弟子的精彩表现引得广场之中一阵阵喝彩声。这一次的爬梯比赛似乎开始进入了最精彩的阶段。土峰弟子第1人何后峰一口气登上第18阶石梯，动作流畅之极，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在第18阶之后，他才开始感受到了压力，速度稍微变慢，不过也要比其他的弟子快很多。火峰弟子第1人无言，还有木峰弟子第1人萧凌，登梯的速度也是十分快，引人注目。接着水峰弟子第1人李超凡也走上擂台了。奕晨的死讯我已经通知家族，接下来等着承受我们皇城李家的怒火吧。不但你的9族都要受到牵连，株连9族。李超凡经过叶云飞身旁的时候停了下来，盯着叶云飞冷冷说道。皇城李家如果敢招惹我，就等着被灭族吧。叶云飞突然转头望向李超凡，缓缓说道，话语之中所蕴含着的森冷逼人杀意让李超凡心中一惊。垃圾，就凭你吗？一个只能登上第1阶石梯的废物，有何底气说这种大话？你在我们李家面前只不过是一只蝼蚁，等着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招惹我们李家是你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李超凡有点恼羞成怒，大怒喝道。然后蝼蚁，现在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着什么才是天才。李超凡冷笑说道。
然后他开始登梯。李超凡登梯的动作显得十分潇洒，背负双手，拾阶而上，就好像在后花园之中散步一样轻松，而且是一口气登上第22阶石梯，中间没有任何一丝的停顿。李超凡的精彩表演引爆了全场的气氛。李师兄太厉害啊，不愧是水峰第一人啊！许多弟子都扯着嗓子大喊着。突然，擂台之上红影一闪，一个红衫女子出现在擂台之上。龙印印上场了。顿时全场的气氛寂静了片刻，所有的弟子都是用畏惧的目光望着龙印印，甚至不敢开声说话。因为龙印印在天元派之中是出了名的大恶人，据说五峰弟子凡是排名靠前一点的天才弟子，他都一一找上门去打了过遍，从来没有败过。而且他出手没有轻重，经常把人揍鼻肿脸青，就连李超凡也曾经被他追打得满山逃跑。叶云飞，你是不是在感悟着什么？龙印印来到叶云飞的身旁，停下脚步，美眸盯着叶云飞问道。登你的梯吧，别打扰我。叶云飞答道，望也不望他一眼。哼，很了不起吗？故作神秘。龙印印撇嘴说道。不过他望向叶云飞的目光充满了好奇。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家伙在搞什么。龙印印说道，然后他开始登梯。嗖嗖嗖，龙印印的登梯动作竟然是小跑。广场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傻眼了，这样也行，站足的人果然不简单。就连叶云飞也是点了点头。眨眼间，龙印印就跑到了第20多阶的石梯之上，然后速度才开始稍微慢了下来，不过依然是大踏步继续向上爬上去。此刻有不少天才弟子已经爬到第20阶以上。比赛进行到现在，大家终于开始摸清这座登天梯的爬梯难度了。一般来说，五峰的普通弟子最多只能爬到第15阶就算到头了，而五峰的核心弟子一般都可以爬到第20阶。不过到了第25阶就是一个临界点了，只有五峰之中那些天才弟子才能登上第25阶以上的石梯。此时周通已经爬到了第30阶石梯之上，不过此时他开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站在第30阶石梯之上，憋得满脸通红，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也无法再往上爬了。而林天宇这个时候已经爬到了第35阶石梯，然后他开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其他的五峰天才弟子多数都是爬到了30阶石梯左右，动作就开始变得艰难了起来。不过没有人肯轻易放弃，一个个拼尽全力，还想努力向上爬。这个时候登天梯之上剩下的全部都是五峰的天才弟子了，其他那些普通弟子、核心弟子已经全部登梯完毕，退了下来。哎，我天元派弟子的实力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记得我们那一代有一个天才弟子登上了第51阶，那一次大家都需要从登天梯旁边的水晶镜面之中才能看得清他的身影。这一代就连李超凡这样的天才也只不过登上第35阶，根本就不需要动用到那些水晶镜面。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天元派的掌门不由得摇头感叹，显得有点失望。登天梯两旁总共排列着50个水晶镜面，50阶以下肉眼可以看得清楚，只有51阶以上才需要借助那些水晶镜面。这一次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弟子能登上第51阶以上，所以登天梯两旁的那些水晶镜面根本就用不上。哼，李超凡再差也远远要比叶云飞好。杜长老，这下子你没话可说了吧？可笑，那个叶云飞直到现在还待在第1阶石梯之上，憋了老半天也爬不上第2阶。罗峰阳的目光望向杜长老，满是嘲讽的表情。看来这一次爬梯比赛的结果已经快要出来了，进入天影小世界的5个名额也已经基本定下来了。叶云飞出局。苏德庆冷笑说道。怎么会这样的？杜长老望着叶云飞疑惑不解，他直到现在依然不相信这是叶云飞的真实水平。看，那个叶云飞居然还在坚持想爬上第2阶，真是服了他。就算让他爬上第2阶，那又怎么样呢？还不一样是一个垃圾吗？可能他不甘心吧。哎，真是可怜的家伙，前一段时间他搞出来那么多事，闹得轰轰烈烈的，自以为很厉害，想不到今天的比赛让他原形毕露了。这个时候广场之中针对叶云飞的嘲讽声不断响起，因为叶云飞的表现实在是太突出了，一直到现在还是站在第1阶石梯之上一动也不动。面对阵阵的嘲讽声，叶云飞根本就不去理睬。叶云飞的魂力已经深深渗透进登天梯之中，一直在寻找那个最关键的枢纽位置。突然找到了，原来
就在石梯的最中央位置。叶云飞的魂力终于在登天梯的内部中央位置找到了一个特殊符文。这个特殊符文是一个标识，代表了这个位置就是这件法宝的关键枢纽位置。只要把神石烙印刻在这个位置之上，就可以掌控这件法宝了。第二步更加难，这座登天梯蕴含着浓郁的五行之力，想彻底掌控它，必须对五行法则有深刻的领悟。幸好我对五行之力曾经有所研究，估计花多一点时间就可以了。唉，都怪我现在的魂力太弱小了，否则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呢？1秒钟的时间就足够把这座登天梯炼化了。叶云飞摇了摇头，心中暗暗想到，曾为天帝，对于叶云飞来说，想炼化一件法宝当然不难。叶云飞知道自己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境界太低，魂力太弱，有许多厉害神通和秘法都无法施展得出来。好吧，开始第二步。叶云飞做了一个深呼吸，开始进行第二步，要在登天梯的枢纽位置刻上一道神石烙印。这个时候，登天梯之上有一些天才弟子也开始放弃了，从登天梯之上走了下来。哈，叶云飞，你这个垃圾，恶不恶心啊？连第2阶也爬不上，居然还好意思一直赖在这儿，有用吗？这样只会更加突出你的无能。叶云飞，现在你已经彻彻底底成为一个笑话了。周通从登天梯之上走了下来，用恶毒的语气大声朝叶云飞叫道，他的声音叫得很大，唯恐别人听不见。他的目的就是要狠狠地羞辱叶云飞，让叶云飞丢脸。这个时候，萧小林也走下来了，他爬到了第32阶石梯，就再也无法往上爬了。周通，你够了吧？再怎么说，你也曾经是人家的手下败将，有什么好得意的呢？萧小林对周通的作为感到有点厌恶，开声说道：萧小林，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样护着他，莫非是看上了这个垃圾吗？周通大怒，周通，你再敢说多一句，就别怪我不客气。萧小林柳眉倒竖，怒喝道：滚！就在此时，叶云飞突然望了一眼周通，嘴中吐出一个字，同时施展出一枚是神针，攻进周通的脑袋之中。啊！周通一声惨叫，当场就从第1阶石梯之上掉了下去，跌落在擂台的地面之上，脸色苍白。叶云飞本来不想去理会周通的，但是周通偏要在身旁一直大呼小叫，影响到了叶云飞，所以叶云飞将他赶走。周通只觉得头痛欲裂，爬了起来，连忙跑下擂台，不敢再说话。萧小林的美眸深深望了一眼叶云飞，有疑惑，也有吃惊，然后他不再说话，离开登天梯，跳下擂台。这个小家伙果然有古怪。广场东边的擂台之上，隐士长老心中一动，暗暗点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逍遥阁阁主、邪阁中弟子到访，真仓派掌门、邪门下弟子到访，紫阳派掌门、邪门下弟子到访。一连3道大吼声远远传来，响彻云霄，让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突然来了呢？天元派所有的高层人物几乎是同时站了起来，一个个都是有点吃惊。很快就有3批人马走进天元派的总部，纷纷来到了正在举行比赛的大广场。哈哈，师兄，这就是你们天元派的待客之道吗？我们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到，也不见你出来迎接一下。一个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的老者走进了广场之中，大笑说道。他是紫阳派的掌门，在他的身后跟着5个弟子，还有一个中年男子。这个中年男子浑身缭绕着可怕的剑光，正是紫阳派的5长老。上一次代表紫阳派去圆月城的就是他。接着，一个身材中等、头发微白、不怒自威的老者也走广场，他是真仓派的掌门，在他的身后跟着5个弟子和一个身躯佝偻、散发披肩的老者。这个散发披肩的老者是真仓派的卓长老，上一次代表真仓派去圆月城招揽秦安。最后，一个白袍中年男子手摇折扇，风度翩翩走进了广场，他是逍遥阁的阁主，在他的身后也跟着5个弟子，还有一个中年女道姑。这个中年女道姑正是逍遥阁的丁长老，上一次在圆月城就是他把秦安招收成为逍遥阁的核心弟子。看到3大教派的掌门同时来到，天元派的高层也不敢怠慢，一个个站了起来，上前迎接。毕竟都是属于大秦帝国的4大宗派，大家的地位相当。最后把这些突然到访的客人们全部迎接到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一一落座。各位，今天突然到访我们天元派，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主客之间说了一番客气话之后，天元派的掌门直接问道。哈哈，既然师兄问道，我们也不讲废话了，开门见山吧。逍遥阁阁主开声说道。
我们3派收到消息，你们天元派今天会激活登天梯，举行一个爬梯比赛，所以我们3派一商量，干脆也带着门下的弟子前来凑凑热闹。逍遥阁阁主说道。不错，石掌门，你也知道，这一次我们大秦帝国的4大宗派，每一派都会挑选出来5个精英弟子进入天影小世界。只不过进入天影小世界的人可不单单是我们大秦帝国4大宗派的弟子，据说这一次总共将会有10几个帝国的人马同时进入天影小世界，到时候不同帝国之间的人马肯定会是竞争的关系，所以我们4大宗派分别挑选出来的5个精英弟子，有必要见一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而且石掌门，我们这3派的精英弟子也想参加这个爬梯比赛，你觉得怎么样？真仓派的掌门也是开声说道。哦，你们3派的弟子也想参加爬梯比赛？天元派掌门史宗阳不由得一愣。不错，石掌门，我们正是这个意思。今天就让我们4大宗派的弟子来进行一次同台竞技，一来增进友谊，二来通过比赛对各派的弟子进行激励。石掌门，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你不会拒绝吧？紫阳派的掌门也是朗声说道。听了3派掌门的话，史宗阳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犹豫了片刻后，史宗阳的目光望向隐士长老，同意他们。隐士长老点了点头。好，既然3位掌门这么有雅兴，那就让你们门下的精英弟子上去参加比赛吧。史宗阳一咬牙点头同意。都上去吧。3大宗派的掌门都是对身后的5个精英弟子点头示意。咻咻10几道凌厉的身影同时行动，向着广场中央的擂台之上冲了过去。此刻登天梯之上还有8个天元派的天才弟子在努力登梯，分别是龙应应、李超凡、何后风、林天宇、无言、萧凌，另外还分别有1个水风弟子，1个土风弟子。当然如果再加上叶云飞，天元派总共还有9个弟子待在登天梯之上。不过大家都选择忽略叶云飞了，只把叶云飞当成了一个笑话，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叶云飞还待在第1阶石梯之上。很快，另外3派的精英弟子纷纷出现在擂台之上，开始登梯。这些精英弟子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每一个都有着极高的修武天赋，所以这些精英弟子的登梯速度十分快，一个个大踏步而上，引起阵阵惊叹。叶云飞，一个紫衣少年停在叶云飞的身边，朝着叶云飞怒吼了起来。这个紫衣少年望向叶云飞的目光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怨毒，他双目通红，死死瞪着叶云飞，似乎恨不得扑上去和叶云飞拼命。他正是秦安，现在是逍遥阁的核心弟子，也是逍遥阁主的亲传弟子。圆月城秦家被灭族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这一段时间他在逍遥阁主的要求之下一直在闭关修炼，所以还没有空回去报仇。现在突然见到叶云飞，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叶云飞，我发誓一定要将圆月城叶家彻底灭族，报我们秦家的血海深仇。秦安充满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叶云飞，咬牙切齿，一字一字说道，几乎要把牙齿也咬碎。只不过叶云飞现在正是处于炼化登天梯的最紧要关头，不宜分心，所以根本就没有去理会他，直接无视。秦安，先登梯，报仇之事以后再说。逍遥阁主发送了一道传音给秦安，玄境高手已经可以初步发送传音了。叶云飞，现在瞪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秦安厉声喝道，然后他开始登梯了。他登梯的速度简直像一支箭，嗖嗖在前面的20梯留下了秦安的一道道残影，快的几乎让人看不清。眨眼间，秦安的身影就出现在第20阶石梯之上，整个广场瞬间死寂了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目瞪口呆，彻底蒙了一道道震撼的眼神盯着秦安，感到不可思议。他就是来自圆月城的天灵体秦安。天元派掌门史宗阳咽了咽口水，艰难地开声问道，哈哈，不错，他就是秦安，天灵体，我们逍遥阁修武天赋最高的精英弟子。逍遥阁主得意的大笑声响彻整个广场。在逍遥阁主得意的大笑声之中，秦安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向上攀登，片刻间他就到达了第30阶石梯。太快了！广场之中响起阵阵惊叹声，被秦安的登梯速度所折服。看，萧凌、无言、林天宇他们几个都放弃了，下来了，就连何后风也放弃了。突然，广场之中有天元派的弟子叫了起来。此刻，登天梯之上，天元派的8个天才弟子有6个开始放弃了，其中何后风爬到了第35阶。
林天宇、萧林、无言，还有另外2个水风弟子，都是爬到第34阶就到尽头了。天元派的天才弟子只有龙应应和李超凡还在继续向上攀登。李超凡到达了第37阶，但是开始憋得满脸通红，显得十分艰难了，估计已经到了尽头。而龙应应则是已经到达了第40阶，而且还在向上爬，引起了阵阵惊叹。龙师姐加油，龙师姐加油！广场之中，天元派的弟子开始大叫了起来。毕竟这一场比赛有其他3大派的精英弟子参加，等于成为了4大宗派之间的一场竞技了。现在天元派的弟子龙应应的爬梯成绩是最好的，所以天元派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龙应应的身上，希望龙应应可以表现优秀，力压其他3大派的精英弟子，替天元派争一口气。师长们，看来这个女弟子就是你们天元派修武天赋最好的弟子了，只不过和秦安相比还是差了很多。逍遥阁主得意地说道。阁主，现在下结论还早了一点。史宗阳脸色有点难看。哈哈，那就拭目以待吧。逍遥阁主笑道。这个逍遥阁主自从把秦安招收成为亲传弟子之后，对秦安的修武天赋感到十分满意，一有机会就到处向外人炫耀。杜长老，真是服了你，居然把叶云飞招收回来了，只能爬上第1阶10梯，这样的修武天赋也只有你们天元派肯收留他。啧啧。突然逍遥阁的丁长老开声说话了，他的语气之中带着很明显的嘲讽味道。幸好当时我没有招收他，否则现在就等着被人看笑话了。真仓派的卓长老也是露出了戏谑的表情。当时在圆月城，我也曾向叶云飞伸出橄榄枝，万幸他没有选择我们紫阳派。紫阳派的5长老也是用嘲笑的语气说道。这个时候叶云飞依然还待在第1阶10梯之上，已经成为了全场的笑话。掌门，我建议马上派人把那个叶云飞赶下来，不能再让他继续待在登天梯之上了，免得别人看笑话。罗峰阳突然开声说道。不错，让他下来吧，把我们天元派的脸都丢尽了。杜长青，看到了吧，这就是你招收回来的所谓天才，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苏德庆也是冷哼开声说道。天元派的其他高层也是纷纷开声，要求掌门下命令，让叶云飞马上离开登天梯，免得丢人。毕竟现在有这么多的外人在这里，不用管叶云飞，让他待在那儿吧，别人想看笑话就看吧。突然隐士长老开声说道。天元派的那些高层听见隐士长老出声，只好作罢。隐士长老在天元派之中德高望重，地位比掌门史宗阳还高，他的意思没有人敢轻易反对。就在此时，看龙师姐爬上第45阶了，龙师姐加油！天元派的弟子突然欢呼了起来。莹莹干得不错。史宗阳有点激动，隐士长老也是点头微笑。然而过了片刻，秦安大步追上了龙应应，一口气爬到了第50阶。这个时候龙应应还在第48阶10梯之上，顿时全场震惊。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秦安再上一阶，爬到了第51阶10梯。第51阶10梯云遮雾绕，用肉眼已经看不清楚了，需要借助那些摆放在登天梯两旁的水晶镜面才能看得清楚。于是大家的目光都是向登天梯旁边代表第51阶10梯的那块水晶镜面望了过去。只见秦安背负双手站在10梯之上，表情淡漠，衣衫迎风而舞，猎猎作响，尽显一种高手风范。同一时间，几乎就在秦安的身形踏上第51阶10梯的那一瞬间，第1阶10梯之上，叶云飞的身子突然轻轻一颤，目光之中露出浓浓的惊喜之色。终于成功了。叶云飞缓缓吐出一口气，经过大半天的努力，叶云飞终于成功的把自己的神识烙印刻在10梯的枢纽位置之上。也就是说，现在这座登天梯已经被叶云飞所掌控。突然之间，轰隆隆，整座登天梯都开始微微颤动了起来。轰轰轰轰轰，5道巨响声同时响起。只见高空之中有5道不同颜色的光柱同时出现，从高空之中垂落，耀眼夺目，伴随在登天梯的四周，显得十分神异。这5道光柱分别代表5行之力，这种意象是叶云飞炼化登天梯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表明登天梯重新有了主人。只不过广场之中大家都以为这种意象是因为秦安而出现的。此刻望着那5道从高空之中垂落下来的不同颜色的光柱，整个广场都是沸腾了起来，大家都是用震撼的目光盯着秦安。这一刻，秦安万众瞩目，成为全场的焦点。哈哈，不错，我的好徒儿
居然引动了这样的异象天灵体，得上天眷顾又启示一般的天才所能相比的。丁长老，幸好当时在圆月城，你不惜代价把秦安给我带回来了。逍遥阁主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那是当然，毕竟我们逍遥派只收天才，不收垃圾。逍遥阁的丁长老得意地说道，同时还用戏谑的目光望向杜长老。事情有点不对啊，按理说只是登上第51阶石梯，不可能会引发这样的异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座登天梯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只有天元派的隐士长老目光之中露出疑惑。这个时候，秦安站在第51阶石梯之上，看着石梯周围从高空之中垂落下来的那5道不同颜色的耀眼光柱，也是得意到了极点。哈，叶云飞，你这个垃圾，现在终于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别了吧？我是高天之上的神龙，而你只不过是地面之上的一只蝼蚁，我永远是你需要仰望的存在。秦安的目光向地面之下望了下来，放声大笑了起来。区区一个天灵体，值得我去仰望吗？你想多了。叶云飞抬起头，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刚才叶云飞一直在专心炼化这座登天梯，所以面对种种嘲笑充耳不闻。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叶云飞已经成功掌控了这座登天梯。叶云飞的性格并不习惯隐忍，既然别人都已经踩到头上来了，主动挑衅还蹦跶的这样厉害，那么叶云飞不介意顺手给他一巴掌，狠狠打脸。在秦安的嘲笑声之中，突然叶云飞动了一步，踏上了第2阶石梯。看，叶云飞终于踏上第2阶石梯了。立即就有人大叫了起来。毕竟之前叶云飞一直站在第1阶石梯之上，所有的人都是以为叶云飞在努力挣扎向上爬。哈哈，笑死人了，爬上第2阶那又如何呢？憋了老半天时间才爬上第2阶，这肯定是他的最高水平了。如果他还能爬上第3阶，我吃屎给他看。叶云飞，你这个垃圾，趁早滚下来吧。金风弟子的阵营之中，周通扯开喉咙大吼了起来。然后下一刻，周通脸上的表情就僵住了。咻！登天梯之上，叶云飞轻松迈步登上了第3阶。周通的身旁有许多金风的弟子都是转过头去，用憋住笑意的目光看着周通，因为他刚刚喊的话大家听得清清楚楚。周通面红耳赤，不敢再说话。登天梯之上，咻咻咻，叶云飞背负双手，一步又一步，不快也不慢，10阶而上。第10阶、第11阶、第12阶，眨眼间叶云飞就到达了第10几阶石梯之上。表情轻松，动作干脆，身形潇洒，一身衣衫迎风猎猎而舞，说不尽的洒脱。怎么回事？整个广场所有的人一下子间全都傻眼了，怎么会这样的？不可能，我不信，我一定是看错了。周通脸色狰狞，充满不甘。叶云飞表现得越优秀，他就越不爽。哼！第51阶石梯之上，秦安的脸色也是开始变得难看起来。看，叶云飞爬上第20阶了。有人大叫了起来。广场之中，众人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叶云飞的身形。第20阶、第21阶、第22阶，终于叶云飞登上了第25阶。然后叶云飞站定了身子，回过头来向下方望去。叶云飞的目光望向杜长老。杜长老，你放心，我叶云飞不会让你丢脸的。很快我就会让刚才那些曾经嘲笑过你的人知道，杜长老，你把我带回来天元派是一个多么英明正确的做法。叶云飞望着杜长老淡淡一笑，哼，真是小人得志，只不过爬上第25阶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吗？听了叶云飞的话，罗峰阳冷笑说道，第25阶这样的角色，我们天元派之中一抓一大把。苏德庆也是露出不屑的表情。无论如何，和秦安相比，这个叶云飞注定是一个笑话。逍遥派的丁长老也是摇头冷笑。登天梯之上，叶云飞的魂力感知之下，把这几个人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丁长老，你就这么肯定我比不上秦安吗？叶云飞的目光突然望向逍遥派的丁长老，朗声说道。在灵力的加持之下，叶云飞的声音传遍整个广场。我当然肯定，秦安是天灵体，叶云飞，你永远比不上秦安。丁长老冷笑答道。那好，我现在和你打一个赌，这一次爬梯比赛，如果我胜了，你就让秦安跪下给我叩头；如果是秦安胜了，我就跪下给他叩头。敢不敢？叶云飞淡淡说道。叶云飞，你太放肆了。秦安是阁主的亲传弟子，身份尊贵，岂是你这个垃圾所能亵渎的？丁长老一听，怒目圆睁，大声呵斥。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只问你，敢还是不敢？如果不敢跟我打赌，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请闭上你那张臭嘴，别让我听得那么烦。叶云飞的目光逼视着丁长老，问道：你？丁长老气得浑身打颤。他身为逍遥阁的长老，身居高位，在整个大秦帝国之中，所到之处人人敬畏。平时那些和叶云飞同龄的年轻人，在他的面前大气也不喘一口，而叶云飞却居然敢当众对他如此无礼。丁长老，跟他打赌又何妨？输的必定会是他，他想跪就让他跪吧。逍遥阁主突然开口说道：好，叶云飞，我跟你赌，我等着看你给秦安跪下叩头。丁长老怒视叶云飞，一字一字说道：不好意思，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看得到我给秦安叩头。叶云飞淡淡一笑，然后叶云飞抬步继续登梯，不紧不慢，一阶一阶涉级而上。叶云飞已经把登天梯炼化，成功掌控，所以现在叶云飞走在登天梯之上不会受到任何的压力，和在平地之上散步是一样的。眨眼间，叶云飞登上第35阶石梯。不可能，这个垃圾居然登上了第35阶。金风弟子的阵营之中，林天宇气的脸容扭曲，双拳死死握住，显得十分不甘，因为他的登梯成绩就是第35阶。现在叶云飞的成绩已经和他一样了。至于周通，早就面如死灰，目瞪口呆，仰望着叶云飞的背影，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的登梯成绩只不过是第30阶，叶云飞已超过他了。叶云飞师兄太厉害了，现在还有谁敢说叶云飞师兄是垃圾？阿牛激动地大叫了起来，昂首挺胸，觉得十分自豪。我们果然没有看错叶云飞师兄，叶云飞师兄值得我们追随。叶云飞师兄加油！那几百个之前跟随着叶云飞一起来广场的金风弟子，这个时候也终于一个个觉得扬眉吐气，大嚷大叫了起来。该死的！水风弟子的阵营之中，李超凡的脸色十分难看，用怨毒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哈，叶云飞，你果然没有让我丢脸。此时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杜长老的心中终于是松了一口气，欣慰大笑了起来。之前叶云飞一直站在第1阶石梯之上，受尽众人的嘲笑，整个广场之中承受压力最大的人就是杜长老，因为叶云飞是他带回来的。而且前一段时间为了帮叶云飞争取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杜长老在天元派的内部可是得罪了不少人。此刻叶云飞的表现终于是让杜长老感觉争了一口气。看，叶云飞又开始登梯了啦！广场中有人大叫了起来。登天梯之上，叶云飞继续登梯，大步上。眨眼间，叶云飞登上第45阶石梯。哈哈，叶云飞好样的！杜长老放声大笑了起来，笑得十分畅快。李超凡的成绩只不过是第37阶，而叶云飞现在已经登上第45阶了。罗峰阳、苏德庆，你们两个现在还反对叶云飞占据一个进入天影小世界的名额吗？这一刻，杜长老被觉得扬眉吐气，挺直腰杆，大声说道。罗峰阳和苏德庆两人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不过他们无话可答，因为众目睽睽之下，事实摆在眼前，不可能否认的了。呵呵，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个小家伙不简单啊！天元派的隐士长老不由得点头笑道：很不错，想不到我们天元派又多了一个天才弟子。史宗阳也是十分高兴，看，秦安登上第52阶了。突然有人大叫了起来，众人的目光连忙望向擂台之上，登天梯旁边那块代表52阶的水晶镜面。果然，秦安的身形出现在那块水晶镜面之中，代表秦安登上了第52阶。秦安又开始动了，第53阶了。广场之中，众人开始重新关注起秦安。只见秦安一阶一阶往上登，片刻后就登上了第55阶石梯之上。叶云飞突然爆发出来的优秀表现，让秦安感到了一些压力，所以他开始努力登梯，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用最后的成绩来打脸叶云飞。特别是刚才叶云飞和丁长老的打赌，让秦安想起了当初在圆月城之中，他被逼着向叶云飞下跪道歉的往事。叶云飞，这一次下跪叩头的将会是你。秦安咬牙切齿，憋着一股劲，开始一心一意的登梯，不再去理会任何事情。只不过登上第55阶石梯之后，秦安也是开始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他的登梯速度开始变得慢了下来，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轻松洒脱的感觉。看，叶云飞登上第50阶了。此时有人大叫了起来，于是众人的目光又回到了叶云飞的身上。
果然，这个时候叶云飞已经站在第50阶石梯之上，龙印印也在这一阶之上。这个时候，龙印印已经是满头大汗，精疲力尽。什么？叶云飞，你居然跟上我了！你这家伙果然是深藏不露啊！龙印印突然之间发现叶云飞竟然来在自己的身旁了，不由得十分震惊。战族最讲究的就是战意，只要你心中的那股战意不卸掉，那么它就可以支撑着你继续往上登，再登20-30阶也没问题。叶云飞望了一眼疲惫不堪的龙印印，突然出声说道：战意。龙印印一愣，可是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累得要命，怎么可能再登20-30阶呢？龙印印摇头说道。他觉得叶云飞在胡说八道，如果这么容易就放弃，那么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战族。忘掉肉体上的疲劳吧，鼓起你心中的战意，然后你就会重新获得能量的。叶云飞淡淡一笑，然后叶云飞抬步向上走去，鼓起心中的战意就会重新获得能量。听了叶云飞的话，龙印印的心中好像受到了某种触动。下一刻，快看，叶云飞登上第51阶了。广场之中有人大吼了起来，所有的人目光都是望向擂台之上，登天梯旁边那块代表第51阶的水晶镜面。叶云飞的身形出现在镜面之中，然后还没有等众人回过神来，咻！叶云飞的身形在那块水晶镜面之中消失了。然后叶云飞出现在代表第52阶的水晶镜面之中，只不过仅仅闪烁了一下又消失不见了。接下来第53阶、第54阶，叶云飞的身形在每一块水晶镜面之中都是快速的闪烁了一下就消失不见，简直就是好像浮光掠影一般，快得可怕。看，叶云飞登上了第59阶石梯，追上了秦安了。一道大吼声在广场之中响起，整个广场开始沸腾了起来。只见在代表第59阶的那块镜面之中，叶云飞和秦安两人同时出现。不可能！逍遥阁主、丁长老同时站了起来，满脸无法置信。叶云飞干得好！杜长老激动得浑身颤抖。哈，这个小家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天元派的隐士长老不由得放声大笑。杜长老，你给我们天元派挖掘了一个了不得的天才啊！叶云飞的登梯成绩居然追上秦安了。史宗阳也是激动至极，说话的声音也有点打颤了。此刻第59阶石梯之上，现在你还觉得你是天上的神龙吗？叶云飞用戏谑的目光望着秦安。不可能，我不信！秦安满脸的不可思议，目光之中尽是不甘之色。他死死握着拳头，指甲深深陷入血肉之中，浑然不觉。叶云飞，我不会输给你的，因为我是天灵体，我是得上天眷顾的宠儿。秦安瞪了叶云飞片刻，然后转身准备继续登梯。天灵体在你的心目中是座上天的宠儿，但是在我的眼中不值一提。叶云飞摇了摇头，轻轻说道。话音一落，咻！叶云飞的身形猛然加速，留下一道残影，闪电一般向着登天梯上方飞掠而上。咻咻，只见残影连连，快得不可思议。擂台之上，登天梯两旁的那些水晶镜面之中，众人只能看得见一道残影在不同的水晶镜面之中飞快地闪烁着。所有的人都是懵了，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仅仅2秒钟之后，叶云飞的身形停了下来，出现在代表第100阶的水晶镜面之中。这代表叶云飞已经登上了第100阶顶端。整个广场陷入了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的声音，气氛压抑的可怕，就好像这里变成了一片阴森的坟场。大家都是感觉脑袋之中好像被灌满了水泥，僵住了，完全丧失了思维能力。这种压抑死寂的气氛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众人才终于开始回过神来。啊！叶云飞爬上第100阶石梯之上了，爬到登天梯的顶端了。他不是爬上去的，他是跑上去的，不是冲刺上去的，只用了不到2秒钟。他还是人吗？整个广场彻底沸腾了起来，一道道惊叫声不断响起。第59阶石梯之上，秦安面如死灰，呆立原地，犹如被人抽去了灵魂一般。不可能，我不信，这不是事实，这一定是幻觉。他的目光之中露出深深的绝望之色。自从觉醒天灵体之后，秦安少年得志，名动整个大秦帝国，从一个小城池小家族的子弟一步登天，成为了逍遥阁主的亲传弟子，是何等的春风得意。可是现在他感觉到自己一下子间被打回了原形。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天灵体
在叶云飞的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站在登天梯的顶端之上，叶云飞的目光向四周眺望出去，恰好可以把天元派总部中的五座主峰一览无遗。此刻叶云飞感觉得到，只要自己的意念一动，催动登天梯，天玄五行神山阵就可以被启动，到时五座主峰灵性恢复，山根显露，那么整个天元派的总部灵气的浓郁程度最起码可以增强10倍，整个天元派的人都可以受到巨大的好处。因为天元派之中有许多功法武技就是根据这五座主峰的属性而创建出来的，与这五座主峰息息相关。而且叶云飞知道自己掌控了这座登天梯之后，就可以随时调用这一片区域的五行之力。在天元派的总部之中，叶云飞已经相当于无敌的存在。在顶端之上站立了片刻之后，叶云飞背负双手一步步走了下来。秦安还站立在第59阶石梯之上呆立不动，直到现在他还是无法接受事实。叶云飞经过秦安身旁的时候直接无视，望也不望他一眼。片刻后，叶云飞走下了登天梯。叶云飞师兄，叶云飞师兄！突然金峰的弟子之中响起阵阵的喝彩声，如雷鸣一般。接着其他4峰的弟子也开始大吼了起来，就连水峰的弟子也是一样，用崇敬甚至狂热的目光盯着叶云飞。叶云飞下来之后，龙莹莹还在咬着牙继续向上爬。让人震惊的是，龙莹莹最后居然爬上第62阶，再一次引起了一波小轰动。她还没有真正激活战族的血脉，否则她的表现还会更优秀。叶云飞的心中暗道。而逍遥阁、真苍派、紫阳派这3派的精英弟子也开始陆续结束了比赛，从登天梯之上下来。这3派的精英弟子除了秦安之外，爬到最高的一个是第52阶。到了现在，这一次爬梯比赛算是结束了。叶云飞，你刚才和我说的战役，我好像捕捉到了一点点，但又始终想不透彻，你给我说说吧。龙莹莹从登天梯上下来之后，直接就来到了叶云飞的身边，缠着要叶云飞给他解释战役。战役需要你自己去领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你自己没办法领悟，我说的再多也没有用。叶云飞回答道。我不管，反正你要给我解释清楚。龙莹莹上前一步，少女特有的幽香向叶云飞扑面而来。她那充满青春气息的靓丽身子也是离叶云飞更近。龙莹莹的性格虽然十分火爆好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是一个大美女。躯体高挑，一双修长的美脚套着紧身皮靴，一身红色衣衫，再加上精致的绝美脸蛋，引得所有的男子都是有意无意目光向她扫过来。嗨嗨，我说了，艺这种东西主要靠自己领悟，别人最多只可以引导一下。叶云飞说道。好啊，那你引导我啊，我愿意接受你的引导。龙莹莹的那精致美的脸蛋凑到叶云飞跟前，吹气如兰，说道。刚才在登天梯之上，叶云飞的话让他一口气爬到了第62阶，对他来说简直是超水平发挥，所以现在他最关心的就是战役。好吧，这个等我有空再说吧。叶云飞突然发现，这个龙莹莹不但好战，缠人的功夫似乎也是一流。那好，你有空的时候记得要好好引导我哦。龙莹莹逼近叶云飞，那精致绝美的小脸几乎贴上了叶云飞的脸。此时，各位，现在我宣布这一次的爬梯比赛结束。广场东边的高台之上，史宗阳站了起来，朗声说道。既然这样，我们也告辞了。逍遥阁主、真苍派掌门还有紫阳派掌门同时站了起来，对史宗阳说道。然后这3大派的掌门带着本派的人准备离去。阁主，等等。突然逍遥阁的丁长老开声说道。他身形一闪，就来到了叶云飞的身前。叶云飞，这是20万块灵晶石，我希望你能兑现你的承诺。丁长老将一枚空间戒指抛给叶云飞，凌厉的目光盯着叶云飞说道。哼，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放心，你既然付了钱，我肯定会帮你解决问题的。叶云飞拿起空间戒指感受了一下，发现这枚空间戒指之中果然有20万块灵晶石。上一次在圆月城，叶云飞指出丁长老的身体有问题，忽冷忽热，寿命无多。叶云飞开口要收20万块灵晶石才肯出手帮丁长老解决。这段时间丁长老不知道求访了多少名医，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不但没有治好，反而症状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只好乖乖筹够了20万块灵晶石来找叶云飞。听好了，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偏阴寒性，你却偏要修炼了一门霸道的阳属性功法，而且还练错了，所以阴阳不调，灵力紊乱，这是导致你身体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想要治好你的身体，
其实很简单，从现在开始，你停止修炼那门阳属性的功法，休养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就会没事了。叶云飞说道。就这么简单？丁长老一愣。就这么简单？叶云飞点头。这么简单的方法，你居然收了我20万块灵晶石？叶云飞，你分明在耍我！丁长老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双目通红，杀人般的目光死死盯着叶云飞。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绝对有效。如果没有效果，你可以回来找我退钱的。叶云飞笑道。叶云飞，你就不怕我杀了你？丁长老愤怒之极，说道。叶云飞，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时候，史宗阳和尹氏长老都是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同时展动身法向这边冲了过来，有意无意用身体护住了叶云飞。开玩笑，现在史宗阳和尹氏长老已经是把叶云飞当成了宝贝，登上第100阶，这在天元派的历史之上绝对是前无古人。这样的天才人物，他们哪里舍得让叶云飞受半点伤害？哼，叶云飞，今天的事情我记住了。丁长老知道在这儿他不可能动得了叶云飞，一甩衣袖，转身准备离去。等等，丁长老，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我们之间还有一个打赌呢。爬梯比赛是我胜了，所以现在让秦安给我跪下叩头。叶云飞突然说道。丁长老闻言，身子一震，停下脚步，缓缓回头，目光之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怒火。叶云飞，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丁长老森寒的目光盯着叶云飞说道。那么丁长老的意思是打算毁约了？叶云飞冷笑，目光变得凌厉了起来。只不过和我叶云飞的打赌，没有人能够赖得掉。今天秦安必须向我跪下叩头，否则他就走不出天元派的山门。叶云飞的声音变得冰寒起来。叶云飞，算了。史宗阳不想事情闹大，劝说道。掌门，你觉得如果输的是我，他们会不会放过我呢？叶云飞问道。史宗阳一愣，如果输的是叶云飞，以丁长老和秦安的性格，还真的不一定肯放过叶云飞。所以今天秦安必须给我跪下叩头。叶云飞望向丁长老，冷冷说道。叶云飞，你休想，秦安今天不可能会向你跪下叩头的，我看你能怎么样？丁长老怒到极点，冷哼一声，一拂衣袖，转身就走。阁主，我们走。丁长老对逍遥阁主说道。逍遥阁主深深地望了一眼叶云飞，目光之中带着很明显的威胁味道。刚才叶云飞和丁长老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秦安是他的亲传弟子，叶云飞敢要求秦安下跪叩头，等于是不给他这个阁主面子。秦安也是用怨毒的目光瞪了一眼叶云飞，跟在逍遥阁主的身后准备离开。我说了，秦安，如果你今天不给我跪下叩头，就别想离开这里。叶云飞提高声音，朗声说道。然后叶云飞意念一动，魂力释放出去，激活登天梯。温位台上的登天梯突然轻轻一颤，一股玄奥的法则释放出来，悄无声息地钻入地面之下。然后轰隆隆，天元派总部的5座主峰开始轻轻颤动了起来，一股股无形的地气腾空而起。这些无形的地气是一种特殊的能量，只有叶云飞才能看得见。叶云飞伸手一指，一股无形的地气向秦安冲撞过去。砰！立即秦安的身子抛飞了起来，狠狠向一旁的地面撞去。噗！秦安一口鲜血喷射出来。秦安，你怎么回事？逍遥阁主和丁长老都是一惊。丁长老拂尘挥出，扶起秦安。小子，是不是你搞的鬼？逍遥阁主望向叶云飞，目光像利剑，怒声道。秦安，跪下叩头。叶云飞冷冷一笑，说道。很好，小子，你想找死，我成全你。逍遥阁主气血上涌，怒火狂飙。他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就算是大秦帝国的皇帝见了他也是平辈相称。现在叶云飞在他的面前居然敢如此无礼，当众打伤他的亲传弟子，简直就不把他这个逍遥阁主放在眼内。叶云飞向阁主道歉，这件事算了吧。史宗阳连忙对叶云飞说道。尹氏长老也是上前一步，有意无意用他的身体挡住叶云飞的身体。他是害怕逍遥阁主会突然暴起伤人。长老、掌门，这件事你们不用管，我还是那句话，今天秦安不给我跪下叩头，他走不出这里。叶云飞平淡地说道。哈，真是想不到，我堂堂逍遥阁主居然会被人如此欺负到头上来。小子，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再敢无礼，我会亲自出手将你击杀。史宗阳，如果你们敢阻止我，那么我们两派就开战吧。逍遥阁主怒极反笑。史宗阳和尹氏长老都是脸色微变。
天元派和逍遥阁两派的实力差不了多少，甚至逍遥阁的整体实力还隐隐比天元派强一些。如果两派真的开战，天元派肯定占不到什么便宜，有可能会损失惨重。哦，你想开战？那好，我现在就先搞定你。叶云飞冷冷一笑，话音一落，叶云飞伸手一指，轰隆隆，擂台之上那座登天梯绽发出来耀眼的五色光芒，然后天元派的五座主峰也是同时轻轻震动了起来，轰轰轰，五座主峰都是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大量的地气开始源源不断从山体之下升腾起来，犹如一朵朵彩云，把五座主峰衬得十分高大。这一刻，天元派的总部之中，所有的人都是感觉得到这一片区域天地间的灵气似乎变得越来越浓郁了。地面之下不断有五色彩雾蒸腾而起，天玄五行神山阵被启动了。叶云飞有点激动，发生了什么事？天元派的总部之中，所有的人都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满脸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和那个古老的传说有关？天元派隐士长老的身子猛然一震，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启动了天玄五行神山阵之后，叶云飞伸出手掌，向着逍遥阁主隔空一按，轰，一只青色的能量手掌凝结而成，向着逍遥阁主轰去。小子，你找死！逍遥阁主又惊又怒，手中的折扇向前挡去。砰！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逍遥阁主居然被震得抛飞出去。怎么可能？周围所有的人都是不敢相信。逍遥阁主可是大秦帝国四大宗派的掌门之一，在整个大秦帝国之中属于数一数二的高手，实力之强可想而知。想不到竟然被叶云飞的攻击震飞了。好，小子，我要杀了你！逍遥阁主彻底陷入了暴怒之中，轰，浩浩荡荡的灵力从他的体内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整个广场开始狂风怒嚎，飞沙走石。轰，广场的地面在剧烈摇动着，甚至开始皲裂，产生了许多的裂纹。叶云飞，小心！隐士长老和掌门还有杜长老都是大惊，同时叫道。只不过面对逍遥阁主释放出来的可怕能量，叶云飞脸色淡然，举起手掌朝着逍遥阁主轻轻一按，轰隆隆，一只五色巨掌有几亩地大，轰然朝逍遥阁主轰去。这一只巨掌轰落，犹如千军万马冲杀，凶威之盛，无可匹敌。砰！逍遥阁主毫无抵挡之力，被一掌轰中，再次抛飞出去，砰地撞落在地面之上，而且这一次还喷出一口血。咻！叶云飞身形一闪，来到逍遥阁主之前，居高临下，用淡漠的目光望着他。你可以去死了。叶云飞淡淡说道。说完伸手一指，轰，一只五色巨掌再次出现，蕴含着恐怖的威压，对准逍遥阁主。饶命！这一刻逍遥阁主怕了，竟然出声求饶。不可，叶云飞，你如果在这里杀了他，势必会引起两派之间的战争，到时不管输赢，我们天元派都会死伤惨重，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放过他吧。杜长老见状大惊，连忙叫道。叶云飞闻言动作一顿，看在杜长老的面上，这一次饶你不死。叶云飞冷冷说道。叶云飞，你好大胆，你竟敢对阁主无礼！丁长老又惊又怒。聒噪！叶云飞手掌挥出，朝着丁长老隔空击去。轰！这次是一只红色的手掌，燃烧着腾腾的火焰凝聚而成，向丁长老轰去。砰！丁长老的身体好像一只断线风筝，被震得远远抛飞出去，倒撞在地面之上，当场把地面砸出来一个大坑。整个广场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是用惊悚的目光盯着叶云飞。我再问一句，秦安，你到底跪还是不跪？在一片死寂的气氛之中，叶云飞的目光望向秦安，居高临下，冷冷问道：你怎么可能？秦安亲眼看着叶云飞轻而易举的连续打伤逍遥阁主和丁长老，不由得浑身冰凉，惊骇欲绝。此刻叶云飞在他的眼中就好像一只来自地狱的恶魔。废话少说！叶云飞皱眉，伸手凌空一抽，啪！一股能量凝聚成一只巴掌，抽打在秦安的脸上。秦安的右脸之上马上高高肿起，嘴角渗血。秦安，跪下，叩头。这个时候逍遥阁主突然开声说了。此刻逍遥阁主已经强行让他自己平静了下来。叶云飞所展现出来的诡异战斗力让他十分忌惮，他发现在叶云飞的面前，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此刻丁长老已经艰难地从地面之上爬了起来，他用怨毒的目光盯着叶云飞，他的内心充满了憋屈
愤怒和耻辱，可是他却不敢再上前挑衅叶云飞。秦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跪下，叩头。丁长老也是向秦安说道，他知道没有其他的选择了。砰！秦安紧紧闭上双眼，跪了下来，全身剧烈颤抖，向着叶云飞连扣了3个响头。然后，逍遥阁主、丁长老带着秦安和其他几个弟子，连招呼也不打，一言不发，离开了天元派的总部。真仓派的掌门，还有紫阳派的掌门，也是连忙带着自己的人离去。刚才发生的事情，让他们也是感到惊心动魄。广场之中只剩下天元派的人。阿牛，我们先回去吧。叶云飞对阿牛说道，然后抬步离开广场。叶云飞，史宗阳叫道，算了，先让他回去吧，到时我们去找他。隐士长老说道，喂，叶云飞，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的？就连逍遥阁主也不是你的对手，简直是太惊人了。龙吟小跑跟了上来，缠住叶云飞，不断发问，甚至还用他那香风扑面的身子挡在叶云飞的身前，要把叶云飞拦下来。不该问的就别问。叶云飞根本就不理他，施展灵风神步，几步绕过他的身子，大步离开广场。哼，不说就不说，好了不起吗？龙吟气得直跺脚。不过我不会放弃的，一定要搞明白为止。龙吟咬牙切齿地说道。广场之中，天元派的人，包括高层人物和派中弟子，一个个都是用震撼的目光目送叶云飞离去。特别是那些曾经和叶云飞有过节的人，此时心中都是有点惶恐不安。随着叶云飞的离开，广场中央擂台之上，那座登天梯开始慢慢变得虚幻起来，好像水波一样荡漾着，最后消失不见。片刻后，叶云飞回到了金峰之上自己的小阁楼中。阿牛，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叶云飞向阿牛交代了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开始闭关。虽然刚才叶云飞启动了天玄五行神山阵，但是叶云飞对这个神山阵的了解还不是十分透彻。叶云飞打算先花一段时间把这个神山阵彻底摸透，熟悉它的各种变化。房间之内，叶云飞盘膝而坐，魂力释放出去，渗透进地面之下，开始对那5座主峰进行感知。这5座主峰是天玄五行神山阵的根本，所以想彻底摸透阵法，就必须好好研究这5座主峰。此时，天元派的总部之中，一个大厅之内，天元派的最高层人物全部都在这里。隐士长老、掌门、5峰的峰主、任长老，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叶云飞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拥有如此可怕的实力的？史宗阳的目光向隐士长老望去，其他人的目光也是望向隐士长老，因为在天元派之中，隐士长老的辈分是最高的，实力也是最强的，而且他知道很多天元派古代流传下来的秘辛。史宗阳和5峰的峰主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丝毫的头绪，所以大家只好向隐士长老求教。如果我没有猜错，刚才在广场之中，叶云飞为什么会突然拥有强大的实力，极有可能和我们天元派的一个古老传说有关，那就是我们天元派的总部之中存在着一个威力强大的古阵。那个古阵据说是创教祖师爷根据总部这儿的特殊地形亲自布置下来的。那个古阵有2个作用，第一是一个威力强大的护山大阵，能够保护我们天元派总部的安危。第2个作用就是那个古阵可以吸取周围天地间的灵气，聚集起来，使得我们总部之内的灵气更加浓郁，有利于门派实力的增强。隐士长老想了想，说出来这样一番话。任长老，你是说刚才在广场之中，叶云飞突然拥有那么可怕的战斗力，就是因为那个古阵？杜长老说道。不错，刚才在叶云飞动手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们天元派总部的5座主峰好像同时震动了起来。那个传说中的古阵就是根据5座主峰而布置出来的，所以我猜测极有可能刚才叶云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间触动到了那个古阵，所以才突然之间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隐士长老点了点头说道，任长老，你觉得会不会和叶云飞爬上登天梯的顶端有关呢？史宗阳突然开声说道。不错，我明白了，肯定是因为叶云飞爬上了登天梯的顶端，触动到了我们天元派总部之中那个古阵。隐士长老眼中一亮，似乎想明白了。那么这件事对我们天元派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杜长老问道。当然是好事，而且是大大的好事。关于那个古阵还有一个说法，那个古阵代表着我们天元派的气运，
只要那个古镇在，我们天元派就会长盛不衰。为什么这几百年来我们天元派的实力会越来越差？就是因为那个古镇消失了。现在那个古镇突然出现，这意味着我们天元派将重新崛起。隐士长老激动地说道：哼，以前在天元派之内可没有什么4大宗派，只有我们天元派一派独大。只不过后来随着我们天元派的整体实力越来越弱，被其他3派追了上来，才形成现在4大宗派并立的局面。一旦那个古镇重新出现，我们天元派必将重新崛起。隐士长老越说就越是激动。任长老，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把叶云飞找来，把事情问清楚。听了隐士长老的话，掌门史宗阳十分激动。好，是应该找他来问问了。隐士长老点头。于是在史宗阳的吩咐之下，一个姓卢的执事立即向着金峰而去。此时金峰之上，叶云飞的小阁楼之中，房间内，叶云飞盘膝而坐，一动不动，犹如老僧入定，终于把这个天玄五行神山阵彻底摸透了。某一个时刻，叶云飞突然睁开眼睛，缓缓吐出一口气，露出满意之色。接下来就要收集材料，准备炼制五行灵剑了。炼制五行灵剑必须聚集大量的五行之力，本来以我现在的实力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过现在有了天玄五行神山阵，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这片区域所蕴含的五行之力数量十分多，简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要炼制五行灵剑足够了。叶云飞笑着说道。就在此时，叶云飞，掌门要见你，马上跟我去，不得有误。突然外面一道大喝声响起。哦，终于来找我了吗？叶云飞自语道。叶云飞知道天元派的那些高层肯定会来找自己问个清楚。卢执事，带路吧。叶云飞走出小阁楼，淡淡说道。小阁楼之前站着一个执事，这个执事叶云飞曾经见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卢执事见叶云飞没有半点恭敬态度，不由得有点怒了。要知道平时门派中的那些弟子，哪一个见了他不是恭恭敬敬小心讨好的？只不过一想起叶云飞打伤逍遥阁主的场面，这个卢执事就只好把怒火吞在肚里，不敢随便得罪叶云飞。片刻后，叶云飞跟着卢执事走进了天元派总部的高层议事大厅之中。隐士长老、掌门、五峰峰主都等在这个大厅之中。叶云飞，老实交代，之前在大广场之中，你为何会突然拥有击败逍遥阁主的实力？叶云飞的脚步刚刚踏进大厅，罗峰阳的呵斥声就立即响起，他凌厉的目光逼视着叶云飞。罗峰阳在天元派之中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姿态，再加上他和叶云飞之间早有积怨，所以他自然不会给好脸色叶云飞看。老家伙，最好不要再惹我。叶云飞目光一厉，向罗峰阳望去，语气有点森冷。对这个罗峰阳，叶云飞十分厌恶，自己还没有进入天元派，就已经被他处处针对，好像有仇。大胆，叶云飞，你什么态度？你想造反吗？罗峰阳恼羞成怒，大吼道。他的话音刚落，叶云飞出手了，伸出手掌，隔空对着罗峰阳轻轻一按，轰！大厅的地面猛烈震动起来，大量的地气迅速升腾而起，凝聚成一只黑色的手掌向罗峰阳轰去。吼！罗峰阳又惊又怒，他想不到叶云飞会如此果断向他出手。砰！虽然罗峰阳全力抵挡，但是那只黑色手掌所蕴含的能量太强大了，罗峰阳的身体当场被轰得撞了出去，他屁股下的那张太师椅当场炸碎，化成漫天粉末。噗！罗峰阳撞在大厅的地面之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大厅之中众人都是大惊失色。叶云飞一步步走到罗峰阳的身前。姓罗的老狗，我以前好像没有招惹过你，你却处处针对我，莫非你真的以为我叶云飞是一个好欺负的人？说完之后，叶云飞右脚猛地抬起，向罗峰阳踩去。一股恐怖的五行之力从大厅地底之下涌起，加持在叶云飞的身上，使得叶云飞此刻释放出来的气息骇人之极。叶云飞曾为天帝，精通各种战斗技巧，战斗意识和战斗经验之强，堪称天下无双。而且叶云飞还修炼过许多顶尖的武技。重生之后，叶云飞真正欠缺的是能量。一旦拥有足够的能量，叶云飞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是十分惊人的。所以借助天玄五行神山阵，叶云飞在天元派的总部之内已经无人能敌。砰！罗峰阳想拼命躲闪，但是没有用。叶云飞一脚踩中他的胸口，当场把他的所有肋骨全部踩断。噗噗！罗峰阳张嘴连连喷出来好几口鲜血，他的脸色也是瞬间苍白，受了重伤。
你想死，我可以送你一程。叶云飞的目光之中露出森寒的杀意。叶云飞，住手！大厅之中，其他那些天元派的高层一个个都是大惊，同时叫了起来。掌门，我知道，你找我来，想问的是什么？多余的废话我不想说，我只想告诉你，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保天元派百年昌盛，成为大秦帝国中最强大的宗派。我也可以直接灭了天元派，就看你们怎么选择了。叶云飞的右脚踩在罗峰阳的胸口之上，目光缓缓扫视着大厅中那些天元派的高层。听了叶云飞的话，天元派的那些高层一个个都是心中骇然。叶云飞，莫非你已经掌控了那个古镇？隐士长老激动地问道。不错，叶云飞点头，没有否认。果然如此，我猜的没错。隐士长老和史宗阳对望了一眼。叶云飞，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天元派的长老，地位和我一样。隐士长老深深地做了一个呼吸，开声说道。什么？其他的天元派高层听了都是大惊。任长老，不可！叶云飞他加入我们天元派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让他当长老只怕难以服众。苏德庆说道。他和罗峰阳一样，和叶云飞早有过节，哪里甘心让叶云飞当长老？苏长老，如果你有本事保我天元派百年昌盛，成为大秦帝国最强大的宗派，我会让整个天元派以你为首。你做得到吗？隐士长老扫了苏德庆一眼。任长老，你真的信叶云飞的话吗？苏德庆有点不甘。信。那个古镇是创派祖师爷亲自布置的，代表着我们天元派的气运。现在古镇现世，预示着我们天元派的气运回来了，而叶云飞就是我们天元派重新崛起的希望。好了，从现在开始，在天元派之内，我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人针对叶云飞。隐士长老的目光扫了一眼苏德庆和罗峰阳，含有警告的味道。罗峰阳和苏德庆脸色都是十分难看。任长老，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可没有兴趣留在天元派当长老。我来天元派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天影小世界看一看。我在天元派不会待很长的时间，至于身份，我还是当一个弟子吧。叶云飞说道。叶云飞知道这个隐士长老是想把自己绑在天元派的利益之上，从此以后为天元派的发展而出力。只不过叶云飞可没有这份闲情。既然这样，那好吧。不过叶云飞，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总之从现在开始，你在天元派之中的地位和我一样，还有你永远是属于我们天元派的一份子。隐士长老不敢强迫叶云飞，犹豫了一下，开声说道。我同意，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史宗阳也是点头说道。看见隐士长老和掌门都是发话同意，天元派的其他高层都是没话可说。叶云飞，你先放了罗长老吧。史宗阳说道。罗峰阳是五峰之主，是天元派的核心力量之一，史宗阳当然不希望叶云飞杀了他。老狗，这一次我饶你一命，下一次我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叶云飞一脚把罗峰阳踢到旁边，冷漠地说道。罗峰阳挣扎着爬了起来，他的内心之中充满了无穷的耻辱和怨毒，可是他不敢发作，甚至他连正眼也不敢望叶云飞一眼。他知道如果真的惹怒了叶云飞，把他杀了，估计也是白死。天元派之中没有人会管要知道，现在隐士长老和掌门可是把叶云飞当成了宝贝。苏德庆也不敢再出声反对。罗峰阳的遭遇他可是看在眼里，他算是明白了叶云飞是一个杀伐果断下手无情的家伙，如果他这个时候再敢站出来挑衅叶云飞，下场可想而知。叶云飞，那个古镇。隐士长老开声，想向叶云飞了解古镇的事情。任长老，你放心，等到时机合适，我会详细的告诉你关于那个古镇的事情。叶云飞知道隐士长老想问什么，只不过现在叶云飞没有心情向他解释。这个隐士长老给叶云飞的感觉还不错，所以叶云飞准备等自己以后离开天元派的时候，把古镇的掌控权交给这个隐士长老。至于现在，叶云飞没有什么心情去解释过多。那好吧，隐士长老只好作罢。好了，任长老，我打算回去闭关修炼了。叶云飞说道，然后转身走出大厅。临走之前，叶云飞向杜长老投去一个微笑。可以说在整个天元派之中，叶云飞对杜长老的印象是最好的。哼，架子挺大的，再这样下去，我们天元派所有的高层都不被他放在眼内了。等叶云飞离开大厅之后，苏德庆一声冷哼。苏长老，注意你的态度，刚才我所说的话，难道你没有听见吗？现在在天元派之中，叶云飞的地位和我相当，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针对他。隐士长老的脸色一沉，说道：任长老。苏德庆还是有点不甘。苏长老，叶云飞能爬上登天梯的顶端，还让我们天元派消失已久的古镇重新出现。叶云飞就是我们天元派的气运重新崛起的希望。可以说，叶云飞比起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对天元派的作用都要大。你明白了吗？隐士长老怒视苏德庆，缓缓说道：任长老，我明白了。苏德一在隐士长老的逼视之下，不敢再嘴硬了，说道：金峰。叶云飞的小阁楼之中，房间之内，叶云飞盘膝而坐。好了，是时候提升一下灵气境界了。叶云飞自语说道。然后，叶云飞开始运转九阳经。轰！随着九阳经法诀的运转，小阁楼周围天地间的灵气受到吸引，源源不断地向着叶云飞的方向汇聚过来，最后进入叶云飞体内的经脉之中。呼呼！随着向叶云飞汇聚过来的灵气数量越来越多，四周围开始狂风呼啸，飞沙走石。大半天之后，砰！一道响声自叶云飞的体内传递出来，一股强悍的灵力波动扩散出来，震得整幢小阁楼都是在颤动。地境中期了，再突破一层吧。叶云飞自语道。然后，叶云飞继续运转九阳法诀，又过了大半天之后，砰！叶云飞的体内再一次有一股灵力波动猛然扩散出来，地境后期，一天之内连续突破2层境界。这样的事情如果传了出去，肯定会让其他的武者惊得目瞪口呆。可是对于叶云飞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叶云飞拥有混沌神脉，修炼的又是世间最顶尖的法诀九阳经，再加上叶云飞拥有上千年的修炼经验，可以说突破灵力境界对叶云飞来说十分轻松。如果叶云飞愿意，其实现在就可以直接突破到天境。只不过叶云飞不会追求快速突破，上千年的修炼经验早就让叶云飞明白了一个道理，灵力境界并不是突破的越快就越好，还要追求基础的扎实，根基的牢固。如果只是一味追求快速突破，很容易就会留下隐患，影响到以后的成就。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先把这具肉体打磨得更加坚固一点。肉体是用来盛装灵气的外壳，外壳坚硬，对灵力的修炼绝对有无穷的好处。无论如何，这一辈子我要坚持灵肉双修，要不然等到以后再次经历成神劫，又会后悔的。叶云飞的心中暗暗想到，看来要好好准备一下修炼天魔融血断体诀的第2层了。房间内，叶云飞自语说道：主人，你真够变态的，一天之内突然2重境界。这个时候，胡妙突然出现在叶云飞的身前，笑着说道：胡妙，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好点没有？叶云飞问道。上一次叶云飞炼制了一批妖力丹交给胡妙服食，这一段时间胡妙一直待在他的内丹之中服食妖力丹调理身体。他被镇压了几百年的时候，妖力本源损耗的十分厉害。主人，我吃了你给我的那些灵丹之后，效果很不错，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一些，只不过这几百年来我的妖力本源损失太多了，不可能一下子不得回来的。胡妙说道。你放心，到时我再去采购一批灵药，炼制一批专门用于恢复妖力本源的灵丹给你，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妖力本源就会完全恢复的。叶云飞说道。主人，你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胡妙十分感激，风情万种的美眸望向叶云飞，媚眼如丝，躯体不由自主向叶云飞靠近，一副任君采撷的姿态。好了，胡妙，收起你的媚术吧。叶云飞无奈说道。主人，你就这么讨厌奴家吗？胡妙十分委屈，声音娇媚，显得楚楚可怜。够了，你的媚术对我没有用的，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叶云飞瞪眼道。好吧，主人，你什么时候需要直接和我说就行了。胡妙扑哧一笑，向叶云飞抛了一个媚眼。同一时间，圆月城。现在的圆月城，叶家已经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族，圆月城之中超过一半的产业是属于叶家的。同时，圆月城之内大部分的势力都宣布效忠叶家，成为叶家的附属势力。因为这些势力的高层全部都服下了叶云飞炼制的毒丹，只有叶天鹏的手上才有解药，所以这些势力只有效忠叶家，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同时，圆月城换了一个城主，以前的旧城主早就被三皇子派来的人抓了回去，据说判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关入死牢。这个新来的城主是三皇子的心腹，来之前三皇子已经吩咐过他，来到圆月城之后，一切事情以叶天鹏为主。
整个圆月城都在叶家的控制之下，叶家的势力达到了一个顶点。这一天，突然，圆月城之外来到了一大队人马，人数极多，如潮水一般冲进圆月城之中，气势汹汹，直接来到了叶府的大门之外，围起来。为首的是一个脸色阴霄、满脸杀气的黑袍老者。随着这个黑袍老者一声令下，轰轰一队队杀气腾腾的人马迅速分散，片刻间就把整个叶府围得水泄不通。走，进去，把叶府的人全部抓起来，敢有反抗者，杀！黑袍老者一挥手，带头向叶府的大门走去。你们是什么人？这里是叶府，闲杂人等不得。叶府的大门处有好几个负责守门的叶府下人，见到这一幕，又惊又怒，有人跑进去报告，有人上前质问。黑袍老者手掌挥出，连拍几掌，当场把叶府守门的几个下人全部拍死。然后他来到叶府大门之前，一拳轰在两扇铜钉大门之前，轰隆隆，两扇金铁铸成的大门应声向叶府之内撞了进去，震耳欲聋，也不知道撞碎了多少假山池沼。黑袍老者带着一大队人马冲进叶府之中，立即整个叶府开始一片混乱，打斗之声、惨叫之声不绝于耳。黑袍老者所带领的人马之中有10几个天境高手，而叶家之中实力最强大的也只不过是地境后期，根本就不是对手。双方的实力相差太大了，叶府好像出事了。直到此时，圆月城中的人才注意到叶府的动静，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特别是那些叶家的附属势力，纷纷组织人马向叶府跑来。我们是皇城李家的人，今天来圆月城专门对付叶家，无关紧要的人最好离远一点，否则格杀勿论。黑袍老者高声说道。什么？皇城李家的人？听了黑袍老者的话，圆月城之中所有的人都是惊呆了，全部停下了脚步。就算是叶家的那些附属势力也是吓了一跳。李家是皇城的几大家族之一，实力十分强大，在整个大秦帝国都是赫赫有名。我们怎么办？叶家的那些附属势力一个个都是犹豫不决，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如果叶家完了，我们也完了。上吧，唯有拼死一搏了。其中有一些势力的高层一咬牙，带着人马向叶府冲杀了进去，杀了。黑袍老者面无表情，一挥手说道，立即就有一队人马迎了上去。圆月城的这些势力实力太弱小了，就连地境高手也没有几个，大多数都是炼体境的实力。片刻之间就被杀了一半，剩下的拼命逃跑。有一些势力根本就不敢上去，悄悄逃走了。大半个时辰之后，叶府之内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叶府大部分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有一部分人在反抗之中被杀掉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叶家从来没有招惹过你们皇城李家。叶天鹏被五花大绑，浑身血淋淋，神情悲愤，朝那黑袍老者怒吼道。这个黑袍老者得知叶天鹏是叶家家主之后，亲自出手将叶天鹏打成重伤，然后让手下的人把叶天鹏抓了起来。叶云飞是你的儿子吧？他杀了我们李家的嫡系子弟，所以你们叶家必须付出灭族的代价。现在知道原因了吧？黑袍老者冷漠的目光盯着叶天鹏，缓缓说道。来人，把叶家所有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还是下人，通通押送到圆月城的城门口，绑在城墙之上进行暴晒，不给吃喝，直到所有的人都死掉为止。这就是招惹我们皇城李家的后果。黑袍老者大声说道，语气中的森冷之意让人毛骨悚然。随着黑袍老者一声令下，他带来的那些人马立即开始行动，手拿着皮鞭不断抽打着，押送着叶家的人向圆月城的城门之外走出去。叶家完了，叶家的起落真是太快了。不久之前还是我们圆月城的霸主，想不到眨眼间就要被灭族了。那个叶云飞真的是作死啊，居然跑去招惹皇城李家，这下子搞到家破人亡了吧？圆月城之中响起一道道叹息声。住手！突然一道大喝声响起，只见城主府的方向有一队人马冲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这个中年男子正是圆月城的新城主。城主来了！立即大街之上就有人轻声叫道，我是圆月城的城主，你们这是干什么？立即把人放了！城主大喝道。哼，我们皇城李家在办事，区区一个城主也敢阻止吗？滚开！黑袍老者冷笑说道。轰，一股强悍的灵力波动浩浩荡荡从黑袍老者的躯体之上释放出来，向城主碾压过来。城主被震得当场抛飞出去100多米远，撞落在地下，十分狼狈。我是三皇子的人，你敢对我动手，三皇子不会放过你的！
城主狼狈地爬了起来，大叫道：“三皇子的人！”那黑袍老者愣了一下：“三皇子的人又如何？我们李家只认大皇子，三皇子管不到我们李家，滚！否则死！”随即，黑袍老者冷笑了起来。大秦帝国的皇室总共有5个皇子，5个皇子为了争夺太子之位，一直以来明争暗斗，都拉拢有属于自己的势力。李家是属于大皇子的势力。这段时间，大皇子的风头越来越盛，皇宫之中传出消息，大皇子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李家竟然不把三皇子放在眼内了。你，城主大怒，但是他只不过是帝境后期的实力，不可能是这个黑袍老者的对手，因为这个黑袍老者的实力是天境后期，而且黑袍老者所带来的人马之中还有10几个天境高手，实力相差太远了。城主知道单凭自己不可能救得下叶家，强行出手只会白白送死。我必须马上把这件事向三皇子进行报告。只不过圆月城离皇城的距离有点远，就算用飞鸽传书，等三皇子的救兵来到，最少也要6天时间，恐怕6天之后叶家早就完了。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尽职，希望叶家能支撑长一点时间吧。对了，还要写一封信，飞鸽传书去天元派通知叶云飞少爷。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叶家能挺过这一关吧。城主轻轻一叹，转身离开。同一时间，圆月城西边灵真坊之中，说说现在是什么情况？一个白衫老者背负双手，目光望向叶家的方向，朝身边的一个店小二问道：“坊主，现在叶家上下已经全部被抓了起来，正在被押解出城门之外。”店小二回答道：“叶家得罪了皇城李家，这一劫看来是逃不过了。”那白衫老者叹道：“坊主，你不打算救叶家吗？大小姐临走之前可是吩咐过，叶家是我们灵真坊的合作伙伴。”店小二愣了一下，问道：“怎么救？我只不过是天境初期，李家来了10几个天境高手，你打算让我去送死吗？更何况区区一个小城池的小家族，何德何能够成为我们灵真坊的合作伙伴呢？这件事，我觉得大小姐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游戏之作，很快她就会忘记的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管叶家的事情。好了，就这样，我要闭关休养了，没什么大事，不要再来打扰我。”说完之后，这个白衫老者一甩衣袖回去他的房间了。半天后，圆月城城门之外，炎热的太阳好像火神降临世间，把地面晒得冒烟。沿着城墙竖着几百根铁柱，每一根铁柱之上都绑着一个叶家的人。在烈日的暴晒之下，这些铁柱很烫，烫的都能烤肉了。叶家的数百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被粗大的麻绳五花大绑，每一人的身上都是鞭痕累累，衣衫破烂。一大批来自皇城李家的武者守在旁边，一个个表情凶恶，带着冷笑。城门前有许多人在围观，有人可怜，有人感叹，有人幸灾乐祸。妈妈，我要喝水，我很口渴了。突然，一个小女孩虚弱地叫了起来，被绑在这儿，暴晒了大半天，这个小女孩的嘴唇已经干涸了。住嘴！一条带刺的皮鞭凌空抽打过来，打在这个小女孩的瘦弱的躯体之上。太可怜了！围观的人一个个摇头叹息，谁也想不到，1天之前还是圆月城最强大的叶家，1天之内就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天元派一连2天的时间，叶云飞都待在自己的房间之中，一遍又一遍地运转九阳经，打磨灵气根基。叶云飞知道，这段时间自己的灵气境界突破得太快了，从炼体3重一路突破到地境后期，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候。这样的突破速度使叶云飞感觉得到自己的灵力已经出现了灵力虚浮、根基不稳的迹象。因此，叶云飞专门花时间对灵力根基进行打磨，夯实基础。这2天时间，天元派的隐士长老曾经好几次来到叶云飞的小阁楼之前，只不过看见叶云飞还没有出关，他硬是忍着没有打扰叶云飞。2天后，经过2天时间的认真打磨，叶云飞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终于已经足够扎实了。于是叶云飞出关。哈哈，叶云飞，你终于出关了，怪不得你年纪轻轻实力就如此强，这样的修炼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隐士长老得知叶云飞出关，马上就赶来了，一见面就赞不绝口。长老过奖了。叶云飞微微一笑，其实叶云飞对这个隐士长老多多少少有一些好感。对了，叶云飞，那个古镇。隐士长老吞吞吐吐，其实他是想问关于那个古镇的事情。长老，现在我就激活那个古镇，让你看看。
你跟我一起来。”叶云飞说道。“真的吗？那太好了。”隐士长老闻言，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兴奋的直搓手掌。这个老头倒是挺有趣的。叶云飞哑然失笑，然后抬步向金峰的峰顶之上走上去。隐士长老连忙快步跟上，和叶云飞走在一起。看，是叶云飞师兄。叶云飞师兄好。一路上，许多金峰的弟子一见到叶云飞都是十分激动，远远就打招呼，高声大叫。现在绝大部分的金峰弟子都把叶云飞当成了偶像，十分崇拜，甚至有许多金峰的女弟子把叶云飞当成了心目中的男神，春心暗动。花，快看，是叶云飞师兄，好帅哦！如果我将来的男伴侣能像叶云飞师兄这样就好了。嘻嘻，小妮子动春心了啦！许多金峰的女弟子一见叶云飞，目光中就直冒小星星，尖叫了起来，显得花痴之极。可是下一刻，这些金峰弟子就看到了走在叶云飞身旁的隐士长老，一下子就懵了，吓得远远躲开，不敢靠近。叶云飞师兄居然和隐士长老走在一起，我怎么感觉隐士长老对叶云飞的师兄的表情好像有点讨好。路旁边有许多金峰弟子在悄声议论着。片刻后，叶云飞和隐士长老来到了金峰的峰顶之上。见过任长老，杜长老出现了。他是金峰的峰主，而且他的居所就在峰顶之上。杜长老，我准备激活古阵，你也一起来看看吧。叶云飞笑着对杜长老说道。在天元派之中，叶云飞最有好感的人就是杜长老了。对，一起来看看吧。叶云飞准备激活那个传说中的古阵了。隐士长老的语气十分激动，兴奋得满脸通红。片刻后，叶云飞来到了峰顶之上某一处位置，站定了身子。就在这儿吧，叶云飞说道。